楚若拙走在8月的烈日下，骄阳似火，热浪炙人，四处黄土一片。雇请的农民们个个打着赤膊，汗流浃背，正在将鸡粪、磷肥混合而成的底肥翻进土壤里。张伯在一旁兴致勃勃的滔滔不绝，这底肥施好，20号前就能把胶苗种进去，明年立刻就能见到收获。楚若拙手里的矿泉水瓶已见底，感觉到身上汗水争先恐后的向外冒着，甚至渗入眼里一阵刺痛，一身衬衣已经湿透，嘴里干渴难忍。他按了下遥控器，将嗡嗡悬浮在空中的自拍球对准自己，对着观众道：这就是我未来几个月要种的地了，现在我连眼睛里都是汗的刺痛味。这次我是真的豁出去了，好渴，我后悔刚才嫌重没拿水了，现在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喝口水都没有。视频里可怜兮兮的他，头上搭着湿透的刘海，连睫毛都湿漉漉的，眼睛仿佛都带上了雾气。直播间里弹幕欢快地刷了起来，他一贯脾气好，一一答复着弹幕里头直播观众的提问。不辛苦不辛苦，舔颜值。嘿嘿嘿，没有颜值，我现在满头汗的，还能有啥颜值？别夸我了，我脸都红了。轻松的项目，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不会有轻松又赚钱的项目的。黑粉，随便他们了。作秀吗？哈哈哈，说我吃苦虐粉，哈哈哈哈，有虐到你们了吗？穿的奢侈品软皮鞋下地是作秀？过这双软皮鞋穿了很多年了，确实很舒服，能走远路，所以今天才穿来的。没关系的啦，大家多提意见。不用骂仇富，大家和平讨论。现在很多创业项目都是骗钱，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的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实在，也算贡献一点点税收和工作岗位，好吧？100万就算不赚钱，也有香蕉吃嘛。就算卖不出去，到时候种出来的粉皮香蕉也能回馈粉丝嘛。早晨下地，这里农民也都是正午的时候休息，早晨晚上才出去种的。种薯可不是好玩的，马上就要收工了，我们一清早过来。现在才9点，温度就已经高成这样了，不过也是因为够热才能种起香蕉呢。啊，想看我也脱了衣服下地挖坑？哈哈哈哈哈，别开玩笑了啦。楚若拙对着镜头又笑了下，将手机转向外拍摄远处的风景，一边脸上带了些红色。我们真的得找个地方歇了，太晒了。旁边张博尴尬道：这里才弄起来，还没来得及建个房，方便看地。时间太紧，8月底前必须全种上。他忙把手里的矿泉水瓶递给他，有些不好意思道：您要渴得厉害，不如喝我这个，要不咱们忍一忍先回城。不过过一会儿我还要验收下，才能放人走。这些农民你不知道厉害，若是不盯着挖，肯定要偷懒的，这做不到位，种出来的差很多的。楚若拙看他喝过的矿泉水瓶，摇了摇头。张博知道这些高门少爷讲究的很，是宁愿渴死也不会喝自己喝过的水的，连忙四处看了看，指了山腰那里一处房子道：那里有农户，我们去那边和老乡借点水喝，歇歇脚吧。楚若拙放眼看过去，看到那边有开了黄花的树圈了半个山坡起来，里头有白墙灰瓦房几处，看着颇为干净，点了点头，拿着手机振奋道：看，我们发现了一处农舍，准备去找老乡借点水喝，歇歇脚。弹幕又刷了起来，不少人纷纷是问那阳光下显得分外璀璨灿烂的黄花是什么花。楚若拙道：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花。有观众认出来了，是绝名字，籽可以做枕头，可以入药。有观众在议论，美是美，但是住进去就知道了。没网没抽水马桶，没热水器，没空调，一天都待不住，和民宿还是有差别。有人反驳，现在农村住的比城里好好吗？就算没空调，那高房子就是冬暖夏凉的。楚若拙好脾气的笑着拍着风景给直播观众看，一边走进去，看到决明子树上
黄花一簇一簇的连在一起，在明绿的羽状树叶衬托下，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粗木搭成的园门虚掩着，张伯在门口喊了几声老乡，没听到回应。张伯道：大概在里头干活，听不到。我们走进去看看。两人推了门走进去，看到门里右侧是一大片的菜园子，阳光下满满一园子的菜欣欣向荣的疯长着，株株茁壮油亮，肥美清脆。茼蒿、盐荽、芥菜、茴香菜等长得高高的都开了黄花，彩蝶翩翩，蜜蜂嗡嗡，热闹之极。又有几株高高的指天椒，上头结了红的绿的辣椒。旁边是番茄，也是累累的红果挂在叶底，亮丽显眼。菜地另外一侧爬了满满的瓜藤，须藤张牙舞爪，攀着架子。有一根根嫩生生的黄瓜累累垂下，张伯忍不住赞了句：好个菜园子。楚若桌拿出手机拍了一遍，对着手机称赞，这家农户实在是一家非常勤劳的农户，看看这菜园子捯饬的太美了。他凑近那蓬勃的篱笆附近的菜地，是吧？你们也觉得美吧？这可要花很多时间吧？想吃那个辣椒？看着是小米椒，新鲜摘下撒盐，也很有味道。瓜？哦对，篱笆上挂的，这瓜可真漂亮，应该是黄瓜。两人沿着石板路往房子那边走进去。石板中间见缝插针的长着醋浆草、蒲公英、雏菊，抽着细长的花茎，上头开着紫红、鲜黄的花。才走进去，便听到了刺啦一声，似乎有人在炒菜，然后浓烈的肉香便扑了出来，是茄子烧肉，里头应该还放了辣椒。辣椒那独有的呛香味混着肉香、辣椒香、茄子香轰然扑了过来。他们两人一大早从城里驱车到地里，早已空了肚子，如今忽然闻到这样的香味，不觉都感觉到了腹中空虚，嘴里生津来。楚若桌甚至听到旁边张伯清晰的吞了一声口水。楚若桌对着直播镜头说了声遇到老乡了，未经允许不好拍摄，关了哈。退出了直播间，走进去便看到一间厨房，隔着门看到一年轻男子正背对着门炒菜，身材颀长挺拔，穿着件简单宽松的白短袖 T 恤，灰色休闲裤。张伯喊了句老乡，那男子正好盛了菜，转过头来看到他们，诧异问道：什么事？楚若桌一看到这青年相貌，也怔了怔。这男子漆黑碎发下，双眼黑白分明，眉宇清朗，皮肤白皙，颈项修长，居然生了一副即使是城市里也难得见到的好相貌，哪里像是这几天见到的村里长期在炽热太阳下劳作经受黄黑的本地农民。连张伯张了张口，没好意思再叫老乡，笑道：这位兄弟，我们路过这里办事，口渴得很，不知道能不能喝杯水。那青年打量了他们一眼，嘴角微微带了点笑，下巴对着厨房后头的门抬了抬，示意道：到里边坐吧，这儿热，我给你们倒水。说完，将刚炒好的菜端着，带着他们穿过那门，到了一间宽阔的屋里。一进屋，张伯就感觉舒服了，原来这屋子空旷，房梁极高，有穿堂风吹过，叫人两肋清凉，极为舒爽。而这装修也和一般农家堂屋装修不同，地面铺着磨砂灰色大砖，一侧全是玻璃墙，光线极凉爽，透过玻璃能看到外边菜园子里郁郁葱葱茁壮鲜美的青菜。一侧架着一排数十个长方形玻璃鱼缸，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鱼在里头游泳。中间一张长条原木餐桌，木料厚实，几张条椅随意摆放着，看着朴拙可爱。张伯赞叹了声：兄弟，你这养的金鱼得值不少钱吧？那是红龙吧，我见过，市面上好的时候能卖几十万呢。那男子将菜放在桌子上，若是你们有兴趣，也可以买几尾带走。他一边说，打开房间靠墙那面的双门冰箱，从里头取东西。张伯道：哪里买得起，这还得花很多钱养缸买鱼料，金贵得很。兄弟，
你不是这本地人吧？他也注意到了那巨大的双门冰箱，一般乡下人家很少买这样大的冰箱，而且看着品牌应该也颇为昂贵。再看看一旁橱柜上的诸般厨房电器，烤炉、蒸烤箱、微波炉、洗碗机、料理机等等一应俱全，这是城里人回乡下住的吧？那男子笑道：父亲祖辈都是这边人，我退伍回来定居的。他从双门冰箱里拿了2只长玻璃杯，并一只玻璃高壶，里头有着碧绿的碎叶片在清澈的水里沉浮。他将注满2玻璃杯的水放到了他们桌上，看了眼早已跑到金鱼缸前端详的张博，又看了眼一进了屋就坐在长桌前腰杆笔挺的楚若桌，笑道：我姓轩，轩小东，叫我小东就可以了。张博倚过来拿了杯子，咕咚咕咚的一下子把整杯水都喝干净了，然后又眼睁睁的看着杯子里的水。那小东笑了下，又替他满上了一杯，然后将壶放在桌子上，笑道：你们自便。张博有些不好意思，一边喝一边笑，这柠檬蜂蜜水不错，很清香爽口。楚若桌虽然也渴得厉害，却慢慢小口啜饮着那杯冷饮。听到张博说话，纠正他道：不是柠檬，这是香茅。紧接着又说了句：我姓楚，我朋友姓张，有劳了。却是看到对方都自我介绍了，这时候本来应该是张博来介绍他的。张博还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介绍，到底是刚毕业，社会历练少了，基本没社交场合混过，他却从小就在社交场合混过，便开口自我介绍了。轩小东看了他一眼，眼里含了笑意：楚先生、张先生好。这是香茅蜂蜜水，香茅香味和柠檬相似，所以也叫柠檬草的。张博也笑了：哦，柠檬草好像哪里听过啊。对了，小东啊，你是本地人吧？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干净点的小饭馆吗？我们回城里又太远了，这附近我不太熟。轩小东笑道：我也正做午饭，如果不嫌弃，不如就在我这里将就一餐吧。虽然没什么好菜，但还算新鲜干净。张博大喜，这怎么好意思，却看了眼楚若桌。他和楚若桌也认识了一段时间，是知道他的讲究的，路边的苍蝇馆子他是坚决不进去的。这里看着干净，却不知道有没有又犯了他什么讳。楚若桌迟疑了一会儿道：我们给你折算菜钱吧。轩小东摇头笑了声：都是菜地里现摘的，每天吃不完呢。不必客气的，不过加2个菜罢了，粥也是现成的。说完已转头向厨房走去，过了一会儿端了一锅粥进来，放在长几一侧，笑道：这是玉米粥，不知道你们习惯喝粥不？如果不习惯，我给你们再煮一锅白粥，或者煮饭也是可以的。张博知道这边当地人爱用玉米粥，却有些担心楚若桌，劝道：这边人多长寿，听说靠的就是常用杂粮。这玉米晒干碾碎煮粥，很是甘甜，楚先生不妨试试。楚若桌看那瓷锅里果然黄澄澄一锅玉米粥，闻着玉米甜香，大概也是饿得很了，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倒并不觉得排斥，只对轩小东道：客随主便了，我没有问题。轩小东一笑，并不是什么为着长寿养生，其实还是因为穷。这玉米粥掺着白米省钱，但长期作为主食，比起白米还是缺很多营养的。从旁边碗柜里拿出几个雪白的大瓷碗，放在他们跟前。轩小东转头出去，只听到锅又响起来，不多时端了几碟子菜进来。张博已盛好了几碗粥，看那菜十分意外，没想到短短时间他居然鼓捣出了3菜1汤。荤菜是切的腊肉炒芹菜，腊肉香的扑鼻，青椒茄子炒肉，红绿紫相间，青翠鲜红浓紫凑成一碟，看上去就十分好看。又一碟清炒盖兰，也是碧绿喜人。几样菜分量都十分足，汤是辣椒嫩叶打在蛋花汤里，嫩黄鲜绿，清香扑鼻。细看汤里还配了干瑶柱，凉拌还配了一碟切好的咸鸭蛋，蛋黄个个出了油。一盆拍黄瓜，配的鲜红小米辣，红绿宜人。张博看轩小东坐了下来，
连忙上前，一边给他盛汤，一边笑：“这咸鸭蛋也是老乡自己做的，个个出油啊，好手艺。”宣晓东道：“也没什么出奇的，这边的本地人都知道，做咸鸭蛋的时候用尽海蜇的卤水，那肯定是个个都能出油的。”张伯乙端了粥碗，稀里哗啦的喝起粥来，一气儿先喝了半碗，才拿了筷子去夹菜，显然是饿极了。楚若拙却拿了筷子在粥碗里搅了搅，颇有些犯愁，不知如何下嘴，让他和张伯那样直接端起来喝粥，那实在太难看了些。正犹豫时，宣晓东已从旁边递了一把瓷勺给他，他接了勺子，抬头看宣晓东眼里含笑，替他打了一碗汤，不由十分意外他的明明体贴，点头道：“谢谢。”然后慢慢低头用瓷勺舀粥喝起来。这蔬菜都是刚从菜园子里摘下来的，其新鲜爽口自不用提。这位宣晓东显然又是在烹饪一道上大概有些心得，菜的火候都是刚断了生，脆嫩可口，却仍然翠绿喜人，腊肉咸香，拍黄瓜酸辣脆嫩，玉米稀粥就着十分可口，汤里的辣椒叶嫩极，入口即化，鲜梅里带了一丝辣椒叶独有的微涩清香。张伯一连吃了3大碗玉米粥，又喝了1大碗汤，喝出了一身大汗，却顿感浑身舒爽，依依不舍放了筷子，满足的靠在靠背椅上，居然油然对着宣晓东起了一丝羡慕之意来。他不由感慨：我们这天天到处找吃的，到处跑得累，不如老兄你自种自吃的舒服啊，这边空气又好，一点压力都没有。宣晓东笑着安慰他，自给自足当然好，但是如今这社会，不进则退，不思进取没有积累，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尽力创一番事业，将来自己儿女要吃亏的。张伯家里女儿刚满周岁，这一年正是为了给女儿一个美好的将来而拼命奋斗。听到这话，顿时大生知己之感，不错，要不是为了女儿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哪里这么搏命呢？我和你说啊，老弟，现在看着你是比我舒服，但是将来孩子读书，大人病了去医院，这些资源还是得往大城市去啊。年轻的时候可不能贪图安逸了，真躺平了，人家可就真踩上来了。楚若拙微微皱了眉头，觉得张伯着实有些交浅言深，说话不知分寸了，看了眼宣晓东，没想到宣晓东竟一点没生气，仍是笑意盈盈，仿佛对张伯的话全不介意。你说的是。他睫毛浓密，眼里并无不以为然之色，倒真的是脾气极好的样子。转眸过来，看到楚若拙正看着他，友善一笑：“楚先生也吃好了。”楚若拙点了点头道：“谢谢你了。”一边将自己跟前的碗叠起来。张伯是个伶俐人，早忙忙接了过去，迅速收碗：“我来洗碗，我来洗碗。”宣晓东笑着按了道：“你们别客气了，还是忙你们的事去吧，这点事不算什么。”张伯到底还是将碗给洗了，宣晓东也没推拒。两人很快告辞了，又去了地里看了一阵，眼看夕阳西下，楚若拙和张伯便上了车要回城。回城路过之前那山脚，楚若拙忽然道：“把车子开过去今天吃饭的那家人那儿。”张伯不解其意，不过还是将车开了过去，到了门口。楚若拙下了车，从后尾箱拿了报纸包着的2条烟和1瓶酒，拿过木门那儿，将烟酒放在了木门边沿上，便又回了车上。张伯看了眼那绿色包装，啧舌道：“熊猫啊，这可是特供，地道南烟，还有芙蓉酒，也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听说是部队里酿的，用的芙蓉山泉水，实打实的都是粮食酿的，喝了不上头，这些可比咱们中午吃的那饭值钱多了。你要怕欠人情，迟点我买只鸡过来便是了啦。我看那小东也不抽烟的样子，没准不识货，多浪费啊。”楚若拙没理他，只说道：“走吧。”张伯一边遗憾的看了眼那木门边上的东西，一边开车一边道：“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万一被路过的人拿走，可惜了。”
楚若拙一直不怎么说话，张伯可惜了一会儿，才又说：“您是明天回还京吧？听说楚老爷子生日。”楚若拙点头道：“地里这边靠你了。”张伯笑着拍胸脯道：“你放心，一定没问题的。明年必就能见到盈利了。”这次以后，楚若拙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来，也就是在京里瞎浪闲忙，直忙到第二年春天，才想起自己那粉皮香蕉的事业来。楚若拙又带着张伯再次找到了宣晓东那里，和他讨午饭吃。宣晓东正拿着把剪刀坐在菜园子一旁的树桩上，对着跟前的铜剪田螺尾。看到他，笑道：“欢迎，烟是你放的吧？”“多谢了，我不抽烟，而且那烟很贵，我没敢动。”“退给你吧。”楚若拙笑着摆手：“不贵，外边买是贵，但这是家里长辈的。不贵，你放心拿着，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往回拿的。就劳烦你多做点饭菜，我们中午也不用再跑回城里去吃一顿，再大老远跑过来。这段时间我又要在这附近待上一段时间了。”宣晓东看他爽快，也笑了：“好，那无论你留在这边多少天，你们俩都来我这吃饭吧。”楚若拙喜洋洋凑近他跟前的桶笑道：“在做什么呢？”“田螺。”宣晓东道：“养了好些日子，已经吐干净泥沙了，正打算用紫苏炒呢，不知道你喜欢这味不？”楚若拙笑道：“可以的，可以的，我什么都能吃的。美食家。”宣晓东继续问他们的饮食禁忌，得知没有什么忌口的，也不怕辣，之后点了点头，将那桶田螺收拾好，提着进了厨房。楚若拙和张伯跟着他穿过菜园子，再次惊叹：“你这菜可种得太好了！”正东张西望，忽然听到篱笆旁有一阵戏曲声传来，是极低劣的播放音质，但趁着这生机勃勃的菜园子，倒是有着一种张扬的野性。楚若拙和张伯看过去，看到一个老太太满头银丝，正攀着篱笆上的木头围栏，对着里头喊：“东东爱！小东！”宣晓东从厨房的大窗中探了头，看向那边。“夏婆婆，什么事？”夏婆婆笑眯眯挂了个篮子在篱笆上，摆了摆手：“新做的青团，你尝尝。”然后也不多说，微微驼着背，背着手，带着腰间那如泣如诉的帝女唱段，悠哉悠哉的走远了。楚若拙转头看向宣晓东：“青团。”宣晓东笑道：“拿进来吧，你们不是饿了吗？正好垫垫，昨天我送了他2瓶春天做的香椿酱，这是回礼了。”楚若拙不由微微吞了吞口水：“香椿酱，你腌制的吗？”宣晓东看他神情又有些忍俊不禁，不同做法是焯水切丁了，撒上辣椒面芝麻粒，过热油装瓶，味道很不错，不能久放，尽快吃。我给你们盛一点拌面吃好了。楚若拙大喜：“太好了！”进了厨房，仍然是那厚实的原木长条，餐桌旁坐好。宣晓东过来替他们将竹篮子里的青团拿了出来，果然一碟里头8个。刚蒸好的青团，每个都有半个拳头大小，青绿色半透明的糯米皮下，能隐约看到里头的馅。楚若拙不由食指大动，这时他的老毛病又出来了，忍不住对宣晓东道：“我开个直播行不？放心，一定屏蔽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脸。”他又担心眼前这人长居乡野，不知直播，继续解释道：“我有个小小的主播号，颇有一些粉丝，你知道直播吧？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恰恰恰平台，这样漂亮的菜和菜园子，不分享一下实在可惜。”宣晓东笑道：“请随意。”楚若拙连忙打开了直播球，笑着对观众道：“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次见过的菜园子吗？今天我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来给大家再仔细看看。”楚若拙先对着桌子上的青团照了下，看到这青团没？我刚吃了俩马兰头馅的，真好吃，一会儿还有香椿拌面等着我呢。炫耀完吃的，他又往窗外扫了一圈，让大家看那蓬勃生长的菜园子。
重点拍了拍几样长势特别茂盛的蔬菜。弹幕果然飞快刷起来，是那个特别大、特别好看的菜园子。这金银花啊，简直像瀑布一样了。我喜欢油麦菜，还有那边的香菜，看起来就很茁壮。辣椒好，辣椒苗其实很好吃的。哇哇，这角落葡萄架下的竹床，哇，好惬意啊！有手绢抛书舞孟尝那位了。楚若桌笑着过去道：“这竹床边还真的有本书，居然是叶芝的诗集。”当整个狂野夏季都向他注目时，看来我们的菜园主人还颇有文艺情趣的。是上次那个身材很好的小哥哥吧？楚若桌将镜头转过去厨房，扫了下宣晓东的背影，弹幕又刷起来了。哇，果然又是那身军装裤，可惜看不到脸，凭感觉很帅。看那性感的背肌，看那腰身，看那长腿，是在做饭吗？身材好好又会做饭还读诗的小哥哥，我可以。楚若桌笑着介绍道：“我们的主人正在煮面条呢，他上来了。”来个特写，看这香椿酱，看这面条，咦？他好奇看向了宣晓东，这好像是现擀面啊。宣晓东正端了一大瓷盆实实在在的紫苏炒田螺上来，放在桌子上。是，早晨擀好的，留在冰箱里，正好你们来。楚若桌吃惊了，你这可真的会自己擀面条？咱们南方人很少见会这个的。宣晓东道：“从前和北方的战友学的。”楚若桌赞道：“真是不错，我的直播间观众们都夸你呢。像你这样的居家暖男，很多小姑娘喜欢啊。”宣晓东微微一笑，问他们晚上吃什么。楚若桌看一旁的张博低头吃的头都不抬，笑道：“你这手艺好，我们客随主便，你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随便做，我什么都不忌讳。”宣晓东道：“那泉水鸡、韭菜河虾、笋煎海菜、萝卜苗汤、绿豆沙，行不？鸡是散养的，味道很好的。”楚若桌几乎立刻就想吃了，但还是好奇发问：“这附近有山泉水？”宣晓东无声笑了下：“不，就买的矿泉水，冷雾牌矿泉水。我试过好几个牌子的矿泉水，就这个用来做汤很不错。”楚若桌哈哈哈笑起来：“我说呢，要是真的山泉水，那我可能反而怕寄生虫和重金属污染了。不过你的舌头看来味蕾要比一般人发达吧，不然怎么能尝出矿泉水的不同味道？”宣晓东笑了下：“不同牌子的水适合做不同的汤，鸡汤、羊肉汤、蛇汤都可以用不同的水。”楚若桌叹为观止，看来你是真研究过。当晚楚若桌过来用了一顿很小的河虾煸炒香嫩细酒，呛得又干又香，十分下饭。鸡汤更不必说，酥烂入味，汤清如水，两人果然赞不绝口。之后几日，他在宣晓东这里结结实实吃的人似乎都重了几斤，然后容光焕发的回京了。回京的时候还带上了一袋子沉甸甸的粽子，腐乳酱肉馅的，另外带了几瓶香椿酱和河虾酱，还有一小坛子蜂蜜酒，据说自酿的，要赶紧喝，不然就酸了。楚若桌这次回还京，隔了1个多月才又回来，大大夸奖了宣晓东一回。我们家老爷子太爱你那蜂蜜酒了，说味道实在纯正，酸甜可口，他时不时春天会患风疹的。那天喝了你的酒，居然风疹全平了，这可是第一次啊！他叮嘱让我回来把你家的蜂蜜酒都买了。宣晓东摇头道：“没了，是之前在山上看到的很大的野蜂窝，村上的人说的，除了省得伤了孩子，我找时间除了下来，看蜂窝不错，就用来酿了酒。那天想起来刚好可以喝，你说喝着好喝，就都给了你了。”楚若桌惋惜道：“可惜，我也猜可能你不多了。”哎，宣晓东道：“既然蜂蜜酒有用的话，不是国外很多很有名的蜂蜜酒吗？可以试试别的。”楚若桌道：“不是的，蜂蜜酒治风疹是一直有传说，但我家老爷子是多了都没大用。老爷子说，
国外都是大批量养殖。养蜂场的蜜大多数是同一种花蜜，大概是你们这边的野蜂到处采蜜，不知道里头哪一种成分正合适。你不知道风疹这病烦人又玄学，去看医生也没用，就是让你多休息，提高免疫力，远离过敏源之类的。但是发作起来又特别难受，老爷子年纪大了，不好随便用药。他这风疹起的也奇怪，找不到确切过敏源。10几年了，年年春天一发几个月，坐卧难安，浑身瘙痒。医生只猜可能是心理因素，如今误打误撞，居然遇到个能治的，他可高兴了。可惜，哎。宣晓东一听也颇为同情，便道：这样的话，那明天我去山上再找找，能找到蜂窝就替你酿一坛，但是也不一定还能和之前一样了。楚若拙大喜过望，多谢多谢。今年的已痊愈了，现在就是担心明年还会复发。那蜂蜜酒开了坛又不太经放，也不知道明年还有这样效果没？太麻烦你了。宣晓东道：不麻烦，留意一下就好。你们祖孙感情真不错。楚若拙摇了摇头，有些黯然。我是他最小的男孙，小时候爷爷最宠我，名字也是他给我起的，说我最像他。可惜我一直平平无奇，辜负了他的期望。这几年我事业上也不太上进，只是好玩了，让他失望了。宣晓东笑了，我看你挺勤快的，这不是还种了这么多的粉椒吗？还要怎么样才有出息呢？非要著作等身，闻名中外，日进斗金吗？楚若拙微微有些意外，看了他一眼，只觉得他这么出口成章，不像个简单的退伍军人，但一想到这人葡萄架下放的是叶芝的书，其实倒是自己把人看低了，也笑了起来。哎，你不懂，我这也是被逼的，我们家复杂，从小家里都还有2奶奶3奶奶，家里的叔叔伯伯一大堆，孙辈更是10几个，堂兄堂弟堂妹加起来算是个大家族，家里也算有些产业吧，那人人都想往高处走。老爷子干脆立了个规矩，各家孩子成年以后都可以申请100万资金出来，不要家里任何资源，白手做一桩生意，3年为期，看3年后的利润，优秀的就能进入公司管理层。宣晓东道：所以楚先生这粉皮香蕉就是您的100万生意了？楚若拙笑了：是啊，早几年100万很多，能做很多事，如今100万，说真的做不了什么正经生意，我反正毕业回来也是混着，玩玩直播什么的，没个正经事。后来有次认识了小张，他是农大毕业的，急需资金，自己上门来找我。我看了他计划书觉得不错，想着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不如帮帮人，所以就申请了100万投资了试试。宣晓东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今天小张怎么没来？楚若拙道：哎，别提了，原本粉椒街的果实累累，长势良好，到7月份就能卖了，结果小张忽然说岳丈那边非要他们全家人赶紧移民过去，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和我道歉了又道歉。我看着这涨势不错，提前给他分了红，反正接下来销售渠道也都联系好了，收割粉椒的工人也都请好了，只有最后1个月了。顺利的话，这次利润应该不错，然后这粉椒一种好几年都有收成呢，国内种这个的不多，价格都给很高，早早就都签了订单了。他脸上带着笑，显然对这次100万的投资将要收成感觉到了一些骄傲，启动说是100万。其实他借着这个项目融资了不少，前后投资了几千万进去。宣晓东一怔，过了一会儿委婉提醒道：虽然这么说，但是咱们西溪市这个月应该进入台风季了。楚若拙不解其意：台风好啊，凉快。静海市临着你们这里，每年台风季凉快着呢。宣晓东摇了摇头：城里人安住楼房里，不知道咱们乡下大规模种农作物的，最怕台风，遇上台风不长眼，正好在台风范围，
或者被台风雨淹了，一年收成都要没的，所以才说农民是看天吃饭。好在订单合同一般都有说不可抗力的条款，这样毁约的话不用负责任，分红给了就给了。明年后年弄回来也还好，你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了。楚若拙脸色却微微变了。初夏带着湿热水汽的风穿堂而过，厚重的原木长桌上，楚若拙摊开好几份合同，一份一份的看，额上渗出汗来。宣晓东看他这样子，知道事情不太好，过去问道：“有这条款吗？或者买了农业保险没？”制式合同几乎都是有类似的条款，理论上不该漏的。眼前这位看着出手豪阔，想来应该也不至于吝啬那买农业保险的钱。楚若拙低声道：“合同什么都是张伯谈的，我这公司小，也没请正经法务。张伯当时说没问题，我也疏忽了。他一个才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又才生了孩子，恐怕疏忽了。我刚查了下，保险应该也没买，现在买也来不及了，有等待期的。”宣晓东没说话，楚若拙拿出手机来拨了一回，烦躁的放回桌上。他前天刚出国了，原来的手机号码停机了，说是等稳定下来会联系我。宣晓东想了下道：“还是先找个法务代理，看看能不能签订补充协议。”楚若拙抬眼看了他一眼，脸色虽然有些难看，但还是低声道：“来不及了，马上就到交货的约定日期。”一共签了5家，都是国内有名的大超市和水果专卖，关键是都给了不菲的定金，这些定金都已经投入到地里去了，只靠100万投入是不够的，这其实算是高杠杆，是我贪了，原本以为没风险的，到期交不出货。按合同是定金3倍赔付，这时候再签补充协议，对方别说不一定答应，就算找了关系去说和，走起流程来也要时间。宣晓东看他脸色越来越苍白，宽慰他，台风也不一定到咱们这儿，这几天多关注下天气预报吧。楚若拙青着脸回了城，当天晚上到底在宾馆睡得不安心，只是在网上查了半天，查天气预报，查台风如今在哪里登陆，查其他商业案例，整整查了一夜，直播也没做，浑浑噩噩到了天亮才倒头睡了下，没睡沉，起身看天亮，又去了香蕉地里，看着累累的青色的香蕉已经透出了淡淡的粉色，现在还不能收，但台风过境，如果正中风力范围，那是什么都没有用。他又去了宣晓东那边，带着行李，勉强笑着：“这个月我想住在你这里，住宿费我交，行不？离得近点，我安心些。”宣晓东道：“我替你收拾个房间，山上没自来水，用的都是井水，还有床就是普通木床，你别嫌弃就行。”楚若拙抹了抹脸，终于露出了些疲惫的神色：“没什么，估计也睡不着。”晚上宣晓东仍然手艺很好，酸梅鸭酸甜可口又开胃，菜园子里的新摘的青菜少油少盐，脆嫩新鲜，但他仍然有些食不下咽。他勉强喝了几口汤，看向宣晓东，觉得没什么必要在这个陌生人跟前伪装，勉强笑了笑：“见笑了，其实我还是挺在意的，倒不是为了钱，赔本也是赔得起，就是原本抱了很大期待，以为可以在老爷子面前露一次脸，让他不要再对我那么失望。”他又抹了一把脸，眼睛微微有些发红。宣晓东替他倒了一碗汤，猪肚白果汤，理气舒心的，事情并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宣晓东将那温热乳白色的汤喝了2口，里头的胡椒味顺着食管一路向下，整个人都有些放松。他微微吐了口气，自嘲道：“说起来好笑，当初我自己去找的供货坊，其实人家都是看在我是楚家的，才这么给面子。现在想来，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若是一般的小商家，这样的合同失误，估计也就忍了。一般的小商家也不会出那么高的定金。当时我是贪心了，太急于求成了。其实就100万也能赚点，我嫌少，想快点。”他苦笑着：“
因为我生下来和我家老爷子一样，脚丫子上有个胎记。老爷子从小就特别疼我，给我起名字，给我买东西，教我读书。但我到底不是个聪明人，好逸恶劳，少年时不懂事，做了好些出格的事，冷了老爷子的心，被打发出国外去读了几年书回来，勉强混了的垃圾学历，一事无成。原本以为，所以到底还是烂泥扶不上墙，这样重要的合同，我居然没找个法务来好好审一审。他看了眼轩小东，对方倒是一直专心听着他的话，双眸平静温和。他自嘲道：可笑吧，我也不是想做什么管理层，进什么董事会，没那远大志向。我其实就是想让老爷子开心一下，让他知道若拙也不是那么差，也能做点事。他前一晚彻夜难眠，双眸里都是血丝。轩小东道：我理解的，我也和你一样过。楚若拙面前露出了个笑容：哎，我知道你安慰我。轩小东认真道：不是，是真的。你看我做饭做得很好吧？也是，很努力，想要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亲人的认可。楚若拙有些意外：啊。轩小东道：我父母离异，我自幼就跟着父亲生活。父亲后期嗜酒，天天都是醉醺醺的，饭菜都是我做的。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是酒精中毒，每天脸上都是通红，身上总是带着酒气。他做菜手艺也不错，在小餐馆做掌勺的打工，一直说让我学好做饭做菜，以后我母亲才会喜欢我。楚若拙脸上微微露出了怜惜，原来是这样，你很小就开始学做菜了，也是太辛苦了。那后来你做饭做菜这么好吃，你母亲很高兴吧？轩小东摇了摇头道，微微带了些怅然和回忆。她再嫁了，嫁得很好，家里雇有厨师，不需要我一个未成年人做饭。楚若拙道，但是偶尔做个点心什么的，你母亲一定也很高兴吧？说真的，你的手艺是真的很不错，更何况孩子全一片心意，如果是我，一定会很感动的。轩小东礼貌的笑了下，没说什么，只是转回了原来的话题，宽慰他道：台风这一周就登陆过境了，台风警报已经发了，不管怎么样，你得先做好相关防风准备。楚若拙苦笑：哎，今天已经紧急安排了，但1万亩啊，能做什么呢？只能听天由命，现在收又太早了。天阙在飞国登陆是16级，沿海这边已经是最高警戒了。我大意了，还以为我们这里海比较远，完全没想到。看天气预报，到我们这里小不了多少，只能祈祷我那香蕉地不要折损太多了。轩小东吃了一惊，1万亩这么多。楚若拙脸上笑容都有些僵硬，只以为种的越多，收益越大。都说农业是规模越大越节省成本，轩小东道：那倒是，北边年年都有人去南方租地东种，听说很赚钱，只是这个得控制好风险。楚若拙低声叹气：是啊，所有教科书上都写的，我却如此狂妄，吃这一次教训也是活该。我这是杠杆上的太高了，后来断断续续，其实投入了1000万，只是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融资的，还有些是朋友，甚至还有铁粉凑了一股来，就等着收香蕉。像他这样的身份，要筹钱是很容易的，毕竟人人都知道，楚家不会真的不管自家的少爷，只是这一跤跌了，以后不可能再在家族里站起来了。窗外金红色的晚霞分外绮丽绚烂，那是台风来临之前特有的云象。夕阳斜斜照入宽敞的厨房，晚餐已用完。楚若拙看着轩小东站在洗碗池前，身躯高大，干脆利落的收拾碗筷，一双手举重若轻，整个人洒脱帅气。他原本这一日心乱如麻，这时候也只是乱七八糟想着这样的样貌和人品，如果在城市应该也不会很难混。还参过军，为什么一个人住在山里呢？忍不住问了出来：你一个人住在山里不冷清吗？我如今长居在静海市，离西溪市也就半个小时的快车，也有不少朋友，
你长得高，又退伍军人，可以托人给您找个稳定又高薪的工作，比如地铺会所，听说过吧？我可以给你推荐进去，也可以做保安领班，以你这外形条件，再加上退伍军人的经历绰绰有余，工作很轻松，还包住宿，或者你喜欢做菜也可以，进去做厨师。宣晓东转头看了他一眼，含笑道：多谢楚先生，我喜欢山里的生活，一个人清静，城里太吵闹了。楚若舟叹息道：你别小看那工作呀，碧铺会所是真的是静海市顶级消费场所了，会员制，预存1000万，每年最低消费1000万，一般人进不去的。进去工作的人也都是有人担保，很轻松的。当然你要嫌保安不好听，不好找媳妇儿，那可以做大厨，在那里做过大厨，去哪里都是人抢着的，我多带几个朋友去那边，专门指点你做菜，把你身价抬高，一年几百万没问题。宣晓东低垂着睫毛笑道：真的不用了，多谢多谢。楚若舟有些可惜，又有些觉得自己冒失了，笑道：没事，我就顺口一说，我自己还一堆乱七八糟烦心事没解决，倒操心起你来了。宣晓东一笑，收拾好厨房，便带着楚若舟到了东面一间房内，这里我平时看书娱乐用的，也还算干净，你凑合着睡几天，有缺什么的只管说。楚若舟看这房间，靠里头是一个进深很深，一看就非常舒适的棉麻沙发。宣晓东正在将沙发被放下，变成了一张结实舒适的矮榻，一面墙是榆木书架，上头倒是放了满墙的书，一旁放着一台几乎占了半面墙的曲面屏和游戏主机。过去摸了下，笑道：你居然爱打游戏，看这配置很不错呀。宣晓东笑了下，只是闲下来了，玩一些射击游戏罢了，你无聊也可以上网玩玩，也可以看点新闻打发时间。楚若舟兴致勃勃打开了屏幕，挑起游戏来，果然看首页都是些狙击、野战等游戏，随便选了个水果拼图游戏打发时间，却又忍不住焦躁的点开天气论坛、农业论坛，去看那些讨论台风影响的帖子。宣晓东转身出去，过了不多时抱了床上用品进来，都是洗晒干净的，刚才我又放进烘干机消毒了一次，你放心用。一边上前替他铺上。楚若舟看他的床品也都是浅绿灰素格的最简单的粗布品质，却干净平整，显得很有品味。虽然住在山村里，却用着高配置的游戏设备，使用洗衣机、烘干机等等设备，做起饭菜来更是一流水准，加上食材新鲜，倒像是神仙一般的生活。楚若舟笑道：哎，和你住上几天，我觉得说不准我也觉得隐居山村是神仙生活了，每天什么都不用想，什么烦恼事都远离。宣晓东眉毛微微一挑，笑了下，露出一口洁白牙齿，我就当是夸奖了。两人一笑，倒也都知道是玩笑话，但便是如此。楚若舟原本压抑的心情，却在这里得到了些平静。台风雨终于来了，从半夜雨点就开始沉重而密集的从天上落下。楚若舟本来就没睡好，迷迷糊糊听到雨敲屋顶瓦片，醒了过来，躺在床上，听着风在远处呼啸着，就像无数灾难纪录片里头演绎的。大自然的伟力不可抗拒，排山倒海，将海面席卷，摧毁所到之处的一切。因此这些会被敬畏的人们在合同上变成不可抗力。白天被冲淡的压力再次涌上了心头，他忍不住会想象着自己那些已经结了累累香蕉的香蕉地，在这摧毁一切的飓风中被连根拔起，毁灭成齑粉。祖父的失望，父母的冷淡，堂兄弟们的耻笑，自己活了几十年，就仿佛一场笑话，一无是处。废物的一生，连最简单的合同都没有审核，这甚至不需要一个专业律师，只需要自己过目一次就行了。而自己那时候在做什么？张博看他一切都非常熟练专业，又一再保证没问题。地里的确欣欣向荣，长起来了香蕉树。那些超市等等大的采购商都是自己费尽心思去找的。
小时候喊着叔叔伯伯，他去找的时候，人家看在楚家份上，也都痛快签了约。当时张伯兴奋的不得了，两眼亮晶晶看着他，崇拜极了。楚家果然不一样，我是遇到贵人了，我能把我爸欠的赌债全还了。今后哥你有什么吩咐，只管叫我。我家妞妞到时候认你为干爹行不？您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啊！他陶醉在那种施予和救赎的喜悦中，加上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叔叔伯伯们甚至还有些亲自打了电话来夸他这项目有前途，他飘飘然的沉浸在未来丰收的期待。当时张伯也是满怀憧憬的和他谋划着未来，有了钱要怎么做大。他打算在哪里买房子，买什么车，孩子将来读什么学校，学区怎么样，为何在关键时刻却忽然提出来移民？拿了分红还忽然失联，一闪念在他脑中闪现，但最后还是苦笑了声，怪别人有用吗？这明明是自己的问题，合同还都是自己签的，没认真看算谁的责任？这百念重生起来，他越发辗转反侧，听着外面雷霆交加，狂风大作，心里也被这风吹得哗啦啦的凉了。一时悲愤，一时怨怼，一时恨自己，然后这时候肚子也不争气的咕咕咕叫起来。这几天白天吃的都少，晚上睡不着，肚子终于扛不住，造反起来。饥饿一旦意识到，便排山倒海，摧毁了他的所有意志。他翻身下床，穿着睡衣短裤，推开门，看了眼外面风雨交加湿漉漉的菜地。万千雨箭中，对面厨房的灯微微亮着一点，似是鱼缸里的灯。便想着先去冰箱找找看还有没有点青团粽子之类的。他记得今天见过微波炉，他只会用那个。实在不行鸡蛋也行，至少在国外他学会了用微波炉做最简单的水蒸蛋。他关好门，从门廊下走过，忽然发现这是个很好的回形的院子，即便是下雨也可以在门廊下走入每一个房间、厨房而不需要打伞。这房子倒是造的别有匠心，比一般乡村里头随便建的小楼小院不一样。他胡思乱想着，走到了厨房，还没有进门，就已经闻到了一股夺人心魄、摧枯拉朽的香味。他狠狠吞了一口口水，瞬间整个人精神一振，走进厨房内。果然看到那巨大的鱼缸墙前，一个高大身影正弯着腰看着里头的鱼。他大喜道：“你也没睡？正好，肚子饿死了，本来不想打扰你，没想到你刚好没睡。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好香。猪肉吗？”宣晓东回头看到他笑了，只是在炸猪油而已，想着明天做包子，掺点猪油进去和面，包子会特别蓬松雪白的，味道也好。垂涎欲滴的楚若桌以自己走过去揭开锅盖，那股属于猪油的浓香再次涌出来。他忙不迭道：“我爱吃猪油渣，就让我吃一些吧，撒点椒盐就行。”宣晓东看他这样猴急，笑着过来拿了粗瓷碗和筷子，果然在油锅里头捡了几块半肥瘦的，炸的焦黄的，然后从橱柜上拿了盒椒盐撒上去。我以为你们爱吃甜口的，而且你家境这么好，也吃过猪油渣。楚若桌笑道：“你不懂，我家从前穷过的，我家老爷子坐过牢，被人举报污蔑，说他职务侵占，侵吞资产，查了好些年，一直被羁押着，审了好多次，后来换了主官，重审过，细细分剖，还了他清白，只是一些操作不合规，合规就做不成事了。后来他减刑出狱后，又扯了许多年，才算还回了我家的资产。小时候我爷爷刚出狱，家里全家都挤在个小小的院子里，他也不怕热，几口便吃了好几块油渣，肚子那股饥火才算压了下去。他继续陷入了会议中，那院子特别小，只能和叔叔伯伯们大伙儿一起吃。大人经常就这样熬猪油，满院子飘香，我当时还小，可馋了，其他人都喜欢甜的，只有我喜欢咸的。大人一般就不会单为我一个人做咸的，只有老爷子经常单独让人做咸的。
然后叫我吃。哎，宣小东点头，老爷子待你是很不错。楚若拙感慨，他坐牢那时候，老太太闹着要离婚，就离婚了。后来老爷子出来又续娶，是个老师，脾气不错，还生了个小姑姑，比我年岁还小。那时候穷困，叔叔伯伯们不高兴，整天院子里都是骂声。再后来，国家返还资产了，奶奶又病重，双腿走不了了，需要人照顾。老爷子发话，我爹娘他们又把奶奶给接回来了，所以家里就有了2位老太太，各有儿女，虽然分开住，但关系密切。哎，宣小东打开冰箱，拎了几个西红柿出来。你家老爷子是个重情义的，给你做个鸭血粉丝吧。傍晚杀鸭留下的鸭血还在，做包子用的肉馅也可以用来打汤。还有酸萝卜，这3更半夜的，那猪油你吃一点就行了，别吃太多不消化。楚若拙道，对，老爷子就是仁义人，才被兄弟给坑进牢里去了。出来了还是抱着我说，得做仁义人儿，心不亏，粉丝可以。不会太麻烦吧？你怎么这么晚也没睡？宣小东道，养的红龙产卵了，得护一护，红龙性子烈，得小心。他熟练的切鸭血成片，开了锅，葱姜青蒜炝锅后，把鸭血、肉末放入内翻炒了一会儿，倒了一碟酸萝卜进去，那股特有的酸香味瞬间就爆发出来了。楚若拙垂涎欲滴道，啊，这能养红龙还繁殖的人可不多，你算真有本事。据说这红龙兴家旺运，要不你卖我一只吧？若是这一劫能过了，我一定好好养着这条鱼。宣小东往锅里麻利的撒上胡椒粉，拿了瓶冷泉倒入锅里，等水开后加入粉丝，笑道，可以啊，给你个优惠价，8万，我给你挑一只颜色最好的。楚若拙吸了吸口水，看来你日子过得真不错，不过这鱼不是都卖几十万吗？好的品相我听说能上100万，你卖这么便宜亏了吧？宣小东道，都是熟的鱼贩子来找我买去了，再卖给外边客人，省心。一般都卖18万一尾，一年也就买几尾罢了，卖出价格太高了。客人是多，3天2头找你去给鱼治病挪缸，打电话问你颜色不对了怎么办？很烦的。楚若拙笑了，你这是提前堵我嘴呢，怕我过后来烦你。我算知道了，你是真爱清净。宣小东一笑，实话给您说，为了倒手来和我买鱼的鱼贩子们，是冲着利润去的，我这价格也不贵，就算鱼没养好，也不来烦我。为了气运来和我买鱼的客人，那就太紧张了。鱼没精神了，鱼掉鳞了，鱼不吃食了，天天来烦我，仿佛那鱼真的就绑着他的气运一般。这种客人我是最怕的，万一嘎嘣一下死了，就如丧考妣一般，推没去了。鱼就是鱼，红龙性子烈，养熟了很好养的，鱼没养好就一个原因，没用心罢了。他将锅里烧好的鸭血粉丝汤倒在汤碗，撒上香菜，盛了出来放在桌上，热腾腾的鲜香味扑面而来。楚若拙深吸一口气，拿了筷子开吃，酸辣鲜美的粉丝汤滑入胃中，鸭血软嫩，肉味酸辣入味，汤里胡椒味暖洋洋的。远处仍然台风肆虐，被抚平熨贴的胃却让楚若拙放松了下来。他看向宣小东卷着亚麻衬衣袖子，露出了结实的小臂，正专注往鱼缸里添加着什么。鱼缸里透出来的微微晃动的光照在侧脸轮廓上，显得分外英俊。他眯起眼睛，放松的往后靠在靠背椅上，心里十分可惜道，这样好看打眼的相貌，若是真的和自己去了碧蒲会所，怕是不到1个月就能被富婆看上呢，所以倒是在这乡村里清静。他一边想一边和他说话，好好帮我挑一只呀，打算给我哪一只？宣小东转眼看了他一眼，笑道，玻璃火炬吧，这只养的最好。楚若拙听这名字就知道颜色一定很鲜亮，连忙道，那价格我还是给你让一让吧，不能白占了你便宜，我给你20万吧。
宣晓东忍不住笑了，本来挺为你担心的。还有心情买鱼，看来富家子弟底蕴到底不同，别人孤注一掷的，这时候怕是都崩溃了。楚若舟擦了擦脸，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想，我们这纨绔子弟几百上千万的亏，还能一掷千金买鱼，丝毫没放在心上吧？宣晓东道，并没有嘲笑你的意思，想来你家长辈既然是给你们试试手锻炼，自然是赔得起的，能学到东西就好了。楚若舟低声道，亏的钱确实伤筋动骨不了，只是那股劲儿没了，你懂吧？那股气一散，我觉得我不会再有那心气了。他笑得带了些嘲讽，以后可能就安心做纨绔少爷，花天酒地吧。你可能不知道，咱们这种家庭倒是一直有句话，不怕浪荡，吃喝玩乐，豪车美酒再败家也有限，倒是怕那些志大才疏非要拿着家里的资产非要去创业的，往往一败涂地，几辈子攒下来都不够败的。我家里躺着吃喝玩乐是不愁的，如今看着，我的确就是那志大才疏这一挂的，倒是该有自知之明了。有福之人不用忙。他苦涩笑了声。宣晓东从冰箱里拿了一盒奶出来，倒杯子里，放微波炉里头热了热，拿出来给他，温声道：早点休息吧，成不成？明天去地里看看就好了。都说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兴许什么事都没有，便是时运不济，明年重整旗鼓再来就好了。楚若舟将那温牛奶一饮而尽。妈的，老子当年去赌城赌都没这么刺激过。楚若舟后来回了房，倒是很快睡着了。再次惊醒的时候，一夜风雨已经歇了，窗外大亮。他慌忙起身，匆忙换了衣服，擦了把脸，就冲出了院子。刚开了车门要上车，便看到宣晓东在菜园子里摘瓜。太阳已出来，满园子穗金益翠。他穿着件浅蓝色粗亚麻衬衣，挽着袖子，正在将菜地里一些倒伏的菜都拔了出来，扔在菜筐里。看到他忙着出去，便问：做了早餐不吃吗？楚若舟笑道：不行，我心慌着呢，我赶紧去地里看看。宣晓东道：等等，我早晨在山上望下去，看到路上的树倒了不少，你这车应该过不去。楚若舟听了，脸上一正，那要什么时候才能通路？我掏钱请人工来清理道路行吗？宣晓东将菜筐往旁边一搁道：你等等，我开摩托车带你去看。然后进了一侧的杂物房内。楚若舟放了心，哦，对，乡村里还是摩托车是王者呀。带妹子上田垄看星星什么的，他其实很紧张，忍不住多说话来放松自己。但当他看到宣晓东从杂物房里推出来一架泛着草绿色金属光泽的摩托车时，却住了嘴。他几步走上去，摸了摸那真皮的坐垫和充满了力量感的车头，睁大眼睛：你行啊，全是绿幽灵，这车很贵啊，我记得好像上百万了。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隐形的富豪。宣晓东忍不住笑了，我又没别的什么爱好，也不用养家，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了。再说这是二手的，很便宜，修理厂里已经修不了了，当时是要拆了他卖零件的，我觉得可惜了，只花了10来万买了回来，自己想办法修好了。楚若舟怔了下，又上前摸了摸：你居然修得好。宣晓东长腿一跨上去，发动了摩托车道，用原厂设计和零件修的话，那肯定是天价，自己另外重新改了些线路，换了些旧配件进去，参加竞赛什么肯定不行，只能村里走走，做个乡村摩托小王子。上来吧，哥带你去看香蕉。楚若舟被他逗着笑着上了车，原本那点紧张的情绪竟然放松了些。轰鸣声中，宣晓东轻巧驾驶着楚若舟开上了山路，然后灵活地穿过那些倒伏的树木，往楚若舟的香蕉的开去。被台风雨洗涤过的山分外干净而清脆，远处丘陵起伏如波，鸟儿在山道上婉转歌唱，空气湿而清新。楚若舟揽着宣晓东的腰，
感觉到了对方简单粗布衬衣下分外结实的侧腹。对方宽肩窄腰长腿，不是那种健身房里刻意训练出来的阿波罗式的精致完美，而是蕴含着力量，紧实而充满了爆发力，显然每日都有进行劳作。当然，大概不仅仅是劳作，还有这熟练的摩托车骑技。对了，他想起了院子里的确有着一个简单的双杠架，应该是长期保持着锻炼。楚若拙漫无边际想着，一边指点着宣晓东具体的路。宣晓东也是第一次去，离香蕉地还是有些距离。等到那清脆的一望无际的香蕉的终于显现在眼前的时候，楚若拙怔怔站着看了一会儿，眼圈一热，老天眷顾。边上是倒伏了一些香蕉树，但显然他们这刺种的香蕉植株比较矮，因此反而幸存了大部分，目测看过去倒下的并不算多。宣晓东眺望着远处，果然是有福之人，应该是那边的玉春山梁削减了风势。你这块地的选址还是不错的，我带你绕着走一圈，仔细看看大概损失多少。宣晓东开着摩托车带着他转了一大圈，清点了一下，初步估算大概倒了几百株，但在10000亩这样大的体量里，他已经是老天垂怜。楚若拙立刻打了电话，安排工头招募人手来清理倒伏的香蕉。几个电话打完，神清气爽。大起大落之后，楚若拙身心舒畅，眉毛展开，那股倾诉欲自然又涌了上来。他喜气洋洋的拿了手机，对准了婆娑宽大的芭蕉叶和那累累的香蕉果实，开始直播。大家好，大家猜得出我在哪里吗？看到这片香蕉园没？这就是朕的天下。哈哈，心情不错，说得对，我的确心情不错。大家知道了吧？台风刚刚过境，我的香蕉园幸免于难了，朕的皇位保住了。宣晓东在一旁一笑，离远了些，看到蕉下大雨后长出了不少菌子，便折了片蕉叶卷了个小筐，低头顺手摘菌子起来。另外一边楚若拙心事去了，心情愉快，一边拍着那刚刚被大风雨洗过犹如蜡一般的香蕉叶，一边和直播观众说话。来，大家看看我这漂亮玲珑的粉皮香蕉，很快就可以收割了，看这已经开始透出来的一点点粉色，像不像最漂亮的胭脂红？对啊，台风，昨晚台风可厉害了，也有西溪市的观众在吧？昨晚我可整夜未眠啊。对，路上倒了很多树，今天我怎么出行？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的座驾，当，请看，威风布。考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摩托车不？这么快就有人猜出来了。绿幽灵啊，帅不帅？我自己开。不，是我寄宿的这家小哥载我来的。对，小哥哥腿长，开起摩托车来帅炸了。厉害吧？透露一下，小哥哥长得可俊了，做饭一流，又会开摩托车，十足暖男。单身哦。楚若拙兴致勃勃地拍着彩虹屁，和看直播的观众们互动着，忽然扑哧笑了声。那么，请问这样一枚优质暖男会喜欢什么样子的女朋友呢？这个问题好，来，我替你们现场采访啊。他将镜头对准不远处正单膝跪在一株香蕉树下摘一枚蘑菇的宣晓东，自动打好了面部模糊，然后扬声道：小东，他们问，像你这样的男人，请问喜欢什么样的女朋友？来，回答小姑娘们的好奇心吧。放心，给你遮脸了。放心说哈。宣晓东将蘑菇丢入手里的芭蕉叶里，抬头看他，脸上先是怔了下，然后回神过来一笑。哦，我喜欢男的。楚若拙一怔，看着宣晓东，脑子瞬间卡了下，而手机里早已爆开了弹幕，各种彩色弹幕都刷起来了。有的感慨好男人都被男人给抢走了，有人说果然是人灵七手，又有观众反驳，看那长腿，看那气场，明明是居家温柔宫。少不得又有人拉郎配说和楚若拙在一起莫名般配，有些粉丝干脆调侃
楚少明明一看就是瘦。这时，楚若拙的忠实粉丝终于不爽了，跳出来，眼看弹幕飞快刷着，评论区又快要吵起来。楚若拙匆忙的安抚了大家几句，然后笑着关了镜头，心里乱糟糟，一时理不清念头。却见那边宣晓东招手叫他，他心里犹疑着走过去，宣晓东伸手拉他手臂蹲下看，他下意识回避了下，宣晓东一怔，他也反应过来，连忙笑道：“忘了镜头关了，习惯保持形象，怎么了？”宣晓东看了他一眼，眸光清澈平静，仿佛了然一切，招了招手道：“你来看这虫子。”楚若拙一怔，却没看到什么，学着宣晓东蹲下仔细看，果然看到香蕉树根附近有一只褐绿色的，仿佛飞蛾一般的虫子，却又有着弯弯的象鼻。他被人的脚步声惊动了，扇动翅膀飞到了香蕉树干上，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好奇问道：“这是什么虫？”宣晓东低声道：“我不认识。”楚若拙忍不住笑了：“不认识还叫我来看？”宣晓东抬眼看他，眼睛里却带上了严肃：“楚先生，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又在这里种了很长时间的菜，这里的虫蛇鸟鱼蛤蟆泥鳅，我十之八九都见过。这只虫我不认识，这就是问题所在。”楚若拙脸上笑容还没有退：“也对，你是这儿的百事通，种地的专家，是不是台风刮来的？你好奇这是什么虫子的话，我找个应用来识别一下好了。有相关的实物应用的，你等等啊。”宣晓东看他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心下微微叹了口气，脸上却还温和：“你查查吧，你这胶原应该做过防治病虫害的措施吧？”楚若拙刷开应用市场，一边下着食昆虫的应用，一边道：“当然做过，当时支出了很大一笔经费呢，防治蚜虫、卷叶虫、线虫，还有黄叶病啊，什么炭疽病等等。张博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他内行的很，整个病虫害防治方案都是他制定并且主持的。”宣晓东没说话，楚若拙说到张博，忽然昨夜那一点疑云又忽然升了起来。他抬眼看宣晓东沉默的样子，忽然道：“你的意思是怀疑这是一种病虫害？”宣晓东道：“你先查查吧，这不像是西溪这边本地的虫子，看着像是本来在土里，台风天翻开了泥土，才孵化飞出来的成虫。”手机叮的一声提示应用装好，楚若拙点开应用，点上了摄像头，对准了那只虫子，不知为何手微微有些发抖，但还是尽量稳定了手腕，多拍了几张清晰的，点了上传。结果几乎是立刻出来的：石胶象鼻绿蛾。石胶象鼻绿蛾，喜吸食香蕉汁液、注石胶石、胶茎、叶片及花轴等。幼虫咬食侵害根部，一旦出现，短期内可迅速孵化繁殖，在1周内蔓延，并快速传播树顶病和新腐病。吸食过的香蕉嫩皮及蕉叶均会出现炭疽黄斑，阻碍生产，影响产量，危害极大，可导致台风期香蕉大面积折断倒伏。此类蛾类生长于南半球，我国目前尚未发现。注：本害虫为杜撰。楚若拙手微微发着抖，眼圈发红，恶狠狠重复了一句：“我国目前尚未大面积发现。”他忽然大声笑了一声：“好，好你个专业的张博！好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国外的虫害加上台风，好一套稳很准的组合拳！好一个苦心孤诣！我这样一个废物，也值得他们这么大动干戈的算计。从国外带着虫子回来不容易吧？哈哈，亏得他们想出这么辛苦的法子，何必呢？我这样一个废物。”他忽然捂着脸，实在忍不住发出了长长的一声抽泣，转过脸去不说话了。宣晓东站着，知道楚若拙应该也是明白过来了。那个张博在这个关节出国移民本来就奇怪，如果是算计好的，那就不奇怪了，但算计这么狠，还拿了钱才走，也是忒不厚道了。他只是沉默着站着，等楚若拙站在那里许久，才平复了情绪，转过脸来看了宣晓东一眼，低声道：“
多谢你，只是最后半个月了，怕是撑不住。这东西繁殖这么快，打药也来不及了。一是马上就采收了，打药会来不及降解，过不了农药检测，甲方验收不过，肯定不会收获。这又是台风季，降雨量太大，这个时候打药作用很小。这是算准了时机的，台风没刮倒这些香蕉，已经是侥幸。这粉皮香蕉要的就是香蕉皮粉红玲珑，光泽甜美，因此才好卖。这些绿蛾已经孵化出来，想来这几天就会飞快繁殖。啃是已经接近采收的香蕉，宣晓东道，打药不行的话，试试生物治理，比如天敌，查一下有没有对应有效的天敌，青蛙、黄蜂、蝙蝠之类的。楚若拙满脸灰败，这么煞费苦心从国外弄来的，本地往往没有天敌的。就算有，我这可是1万亩香蕉，多少天敌能够？还有，你不知道这是生物入侵，如果被发现是有意携带进来的，一定会被追究责任，你知道吗？这公司法人是我现在甚至还要担心是不是已经有举报信发到环保司去了，这一环扣一环的。如果我近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处理掉这些蛾，导致泛滥成灾，恐怕要立刻安排人全部用下重药除虫，尽快控制局势，放弃所有的收益。宣晓东吃了一惊，这么严重？楚若拙看了他一眼，低声道：是的，豪门斗争就是这样的，总有人要将别人的路堵死，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一贯废物也就罢了，偏偏如今装着发愤，碍着别人眼了。宣晓东沉默了。楚若拙勉强露出了的笑容，罢了，也不过是全赔掉罢了。早有心理准备了，只是这大喜大悲的，我刚才还高兴得很。算了，我先回去咨询一下生物虫害所的专家，看看能不能找到些合适的比较温和的生物农药了。但是应该来不及了，他被似乎都微微驮了下来，整个人刚才那种意气风发已经不见，那股劲儿不在了。回去的路上，两人都沉默着，摩托车呼啸而过，迎面的风带来的仿佛只剩下了尘土和烦恼，仿佛随时会继续再来的雨沉甸甸坠在云头，仿佛不祥之兆。回到房内，楚若拙开始不停打电话，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不停的联系人。然而很快得到的都是坏消息，他脸色越来越难看。午饭，宣晓东做了清淡的七里香汤和绵软的丝瓜饼，撒了火腿丝，带了清甜鲜美，但楚若拙并没有什么心情。宣晓东问他可找到办法，楚若拙苦笑，通过几个熟人七拐八拐联系上了国外这方面的昆虫专家，告诉我这绿蛾破坏性极大，国外防治也只是以防治为主，一旦成虫孵化，飞快繁殖，迅速吞噬胶原。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台风干扰了它们的繁殖进程，等太阳出来，天暖和了，将会加速它们的孵化过程和繁殖过程，到时候就无可挽救了。可以说你今天提前发现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本来可以使用大剂量的生物杀虫剂，想法子杀灭它们的虫卵，让它们无法孵化。宣晓东道：那现在？楚若拙摇头，成本太高，1万亩地还是进口药，就算来得及也是极为昂贵的，更何况南半球千里迢迢送过来，运费惊人，很可能也来不及了。他满口苦涩，喝了一口汤，完全食不知味。宣晓东想了一会道：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楚若拙道：你说吧，我今天什么人都找过了，现在还少，1周后泛滥成灾，环保监察司一定就会上门了。宣晓东道：有没有想过尝试一下用生物科技杀灭这些飞蛾？楚若拙一怔，生物科技？比如？宣晓东道：比如仿蝙蝠的声波干扰啊，诱蛾生物制剂啊，或者仿蜘蛛丝的蜘蛛网之类的。楚若拙笑了声，想法很好，但是这样的公司很少，仿生应用在实际应用中其实很狭窄，基本不能盈利，往往却需要支付给科学家一大笔专利费，还无法推广大面积使用。
因此一般没有公司来专门做这一类业务的。平时大部分的农业公司遇到这种情况，提前做好防治虫害的预防，只需要有针对性的提前做好土壤放药，成本非常廉价，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杀虫技术。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我这次是特殊情况，被人算计了，没有提前预防，又是这种国外偷渡过来的破坏力极其强大的绿蛾，来不及了，1万亩是我贪多了，这是一次教训。不会有科技公司能这么针对性的做出这种虫害的杀虫机器的，哪有这么无聊的科技公司养闲人买专利呢？薛晓东低声道，有一家公司叫萤火科技，我看过新闻报道，这家公司专注于生物科技领域的开发创新，做了许多有名的仿生产品。楚若拙忽然坐了起来，萤火科技，盛家那个前外交官开的公司，我怎么忘了？他眼睛亮起来，看着宣晓东，想不到你虽然住在乡村，还是消息很灵通啊。让我想想，盛家，我以前认识盛磊磊，还能和他说上几句话。宣晓东道，你认识那个外交官吗？楚若拙道，嗨，谁不知道盛无虞呢，通晓10几门外语，知识渊博，能力卓绝，外交学院高材生，驻外任了好几任外交官，做出了好些成绩，前途无量，结果在国外卷入武装事件，听说为了救学生被挟持为人质，解救过程被流弹误伤了脊椎，瘫痪辞职休养了。据说国内外做了好多次手术都没办法，然后他自己就开了家生物科技公司，一心搞科技创新，不计投入，招揽了好些生物顶尖专家。听说其实是为了替他自己治病找方法，毕竟如今的医学是束手无策了，大概只能从生物学仿生学方面下手，再造脊椎神经之类的，传说是这样，但是其实希望也很渺茫，好在他能力卓绝。那公司做的挺大的，主要是盛家背景不一样，他做外交官的时候人缘又好，很多一流科技大牛愿意给他做顾问，又有大把人愿意给他投资，如今生意场上也是相当牛的人物。你这个消息太宝贵了。楚若拙立刻拿起了手机，翻了一会儿通讯录，很轻松找到了盛无虞的号码，手指虚悬在上头，却迟迟按不下去，手心出了不少汗，打滑的厉害。但想到如今的境况，心一横，拨了出去。手机2声后接起，对面声音轻如冰雪，你好。盛无虞，居然不是助理的电话。楚若拙咬了咬牙，之前已打了副稿，说起话来仍然结结巴巴。你好盛董，我是楚若拙，您可能不认识我。对面声音如冰似玉，却简洁有力。楚若拙，我认得，楚前熙老先生带你来参加过我家的宴会。楚若拙受宠若惊，啊呀，对，是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打扰您了，是这样，我投资种了1万亩粉椒，结果却在采收前夕发现了一种虫害，叫石胶象鼻绿蛾的，因为是国外入侵的虫害，本地没有天敌，又因为接近采收了，无法使用农药。我听说您的萤火科技有相应的生物灭杀害虫的技术，想请求您是否能相助一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投资了太多。对面静静听了一会儿，问道：1万亩粉椒是楚老先生那投资考验任务吗？楚若拙一梗，想不到对方居然知道，不过也对，这圈子其实也很小，干笑着道：是的，这次是我失误了。对面却又道：国外独有的害虫，是被人带来精心孵化的吧？你有买农业险吗？声音轻描淡写，却是肯定的语气。楚若拙喉头哽住，那股委屈涌上来，眼圈几乎红了。对面没等到回答，沉默了一会道：我记住这虫子名字了，稍后会有相关专家和你联系。这话一般人说来就像是社交场上金蝉脱壳的托词，但对面说来却无端给人一种认真谨慎可以信任的感觉，仿佛他说会联系就一定会做到。楚若拙拿出手背
擦着眼角飙出的泪水，对面却已挂了电话。楚若拙没有敢看宣晓东，而是直接转身往房间走去。甚无语几句话，便洞察了他被算计的全程，自己在局中多时，却蠢笨如猪，被人耍得团团转。宣晓东看着他垮下来的背影，没有去打扰他。到了下午，楚若拙激动地冲了出来，和他打了个招呼，萤火科技的专家和我联系上了，同意立刻派顾问和工程师过来看看，他们先做个方案，明天就能过来。宣晓东露出了笑容，顺利吗？成本高吗？楚若拙笑道，那专家是南方农业大学的博导，研究了一回，说能有救，而且得抢时间，一点没说报酬的事，反而和我说这是个极好的实践机会。他要立刻带学生飞过来开展实践，而且他有80%把握能灭杀这些绿蛾。巧的是，就是你说的那些方法，仿生蜘蛛丝捕杀，制作飞蛾的雌激素诱杀，再加上仿蝙蝠的声波驱赶。我一听也踏实了很多。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太宝贵的信息了。宣晓东道，以前关注过他们公司的专题深度报道，我们种菜对这些虫子也很留心。当时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很好奇，留意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楚若拙搓着手，满脸感激，哎，甚无鱼真不错，和他就是数面之缘而已。从前他就冷冰冰的不好接近，出事以后更是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没想到人是这样靠谱，难怪这么多大佬看中他。实在是可惜了，如果真的就回来，这情欠的可大了。我得想想怎么厚厚还了这份人情才好。宣晓东看向了窗外的菜园子，笑了下，轻声道，那就好，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楚若拙当晚就赶去城里去机场接人，安排车辆，接了专家和学生到地理现场看，因为人多，当然也不好再来宣晓东这边打扰，更不敢慢待了专家，只能包了车，晚上回城里酒店住。匆匆和宣晓东说了情况，暂时不住他这里，专注去对付香蕉的去了。专家带了几个机器和一群学生来，马不停蹄到了地里，一套连环套下来，竟然真的将那象鼻绿蛾又杀了不少。连续弄了1个星期，力挽狂澜，香蕉地这一笔虫灾又平安度过了。眼见着香蕉树上一串串粉胶在阳光中变得一日比一日饱满，透出淡淡粉色。楚若拙当机立断，安排原本就安排好的工人开始采收，虽则提前了点，但夜长梦多，不能再拖。而楚若拙又要忙着联系原本的甲方来拿货，又要安排运输，还要伺候好那请来解危济困的专家，自然是忙到不可开交。等到1万亩香蕉全部采收打包，顺利通过验收，装车，然后运往城市，等待上架。老教授和学生们采集到了充足而宝贵的实操数据，预计能拿出一篇漂亮的论文和后续研究，也心满意足的被楚若拙送上了回去的飞机。尾款开始陆续打回楚若拙的账号的时候，他缓缓松了一口气。事情终于告一段落，第1年大获全胜，又把所有的坑都跳了一遍。明年基本就是纯利了，自己吃一堑长一智，地里安装监控，安排保安，这些都可以杜绝掉该走的坑，对方一击不中。一般来说，明年也不会再闹。他们要的本来就是自己一蹶不振，可惜自己这一次算是遇到贵人。说到贵人，除了陈无鱼，他还应该感谢宣晓东。但想到宣晓东，他就感到心情复杂。他拿出手机来摸了摸，忽然想起并没有宣晓东的手机号码。似乎在那里住的短暂时间内，他从来没看到宣晓东用过手机。不要说是浏览新闻娱乐这些，就连最基础的接电话发短信都没见过。真不像城市里的人，走到哪里手机就跟到哪里。他哑然失笑，开了车过去。那半山的小农庄骄阳下看过去，只让人陡然心中一静。他在一路蝉声中停了车走进去，正是午间，长廊侧葡萄架上已结了累累葡萄串。
石板路被晒得滚烫，隐隐约约听到游戏中枪击的声音。熟门熟路进了房里，果然看到宣晓东正在玩射击游戏。他背对着门，正对着那效果清晰的曲面大屏幕上的敌人，拿着游戏配备的枪在瞄准。和一般人玩这个游戏不同，大部分人玩这个游戏都是用鼠标或者游戏手柄，很少有人用配置的枪，当然能用仿佛真枪一般的游戏枪来进行游戏，一直是这个游戏的主要卖点。但大部分游戏玩家还是不习惯，就算玩，大多数也都配备支架。只有宣晓东双腿开立，稳稳站着，手里端着游戏枪在瞄准。看来应该承担的是狙击手的角色，薄薄的就白 T 恤透出了那宽肩和漂亮的背肌，紧窄精瘦的腰，修长结实的腿，身材着实是很不错。意识到自己在关注不该关注的东西，楚若桌敲了敲门侧。宣晓东转头看到他笑了，楚先生，事情都解决了。他把游戏暂停，将游戏枪搁回墙上的书架上，笑容明朗，双眸清澈见底。楚若桌被这明亮的毫无挂碍的眼睛一看，忽然生了些自惭形秽来。压下杂念，都解决了，1万亩全部采摘运输验收完毕，货款也都收到了，今年算是有惊无险，圆满度过。宣晓东虽然这大半个月没看到他，但也隐隐猜到了。听到这个，放心的松了一口气，对他笑道：“那可真是祝贺楚先生了。今晚要在这里吃饭吗？”楚若桌道：“今晚就不打扰你了，我该回去了。订了今晚的机票，今天过来是感谢你，还有拿走我的玻璃火炬，那可是我的转运之鱼，得好好供着了。我带了个便携鱼缸来。”宣晓东点头很干脆：“好，我给你倒缸。”楚若桌回去车上拿了备好的便携鱼缸过来，宣晓东走到了厨房的玻璃鱼墙处，熟练的将里头的鱼捞出来，一边给楚若桌说着养鱼的注意事项。午后蝉越发喧嚣，鱼缸的水荡在厨房的白墙上，波光荡漾，仿佛两个人都沉浸在一个大鱼缸里，隔绝人世，静谧安详。楚若桌盯着宣晓东捞出那只金红色琉璃一般的龙鱼出来，想开口说给他多一些费用，但又觉得无端会坏了气氛，只是盯着他，不知道心里想着什么。鱼缸妥帖装好，供养机开好放回车上，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楚若桌扬起笑脸问宣晓东：“这次实在麻烦你，鱼的费用和这次住宿的餐费等等，我一起赚你。你手机号和转账账号多少呢？”宣晓东伸手从架子上拿了个手机出来，将手机翻转，让他识别背后的芯片。楚若桌却发现他用的还是纯键盘手机，很旧的那种，应该有品牌标识的地方却只是一串镭射数字。楚若桌扫了手机号码后，微微扬眉问：“这是军用的保密机吧？”军用手机为了防止泄密，完全杜绝民用网络，除了通讯功能和转账支付功能，几乎什么功能都没有。每台手机绑定一个号码，不会变，若是强行拆解，什么信息都拿不到，但也意味着没有视频、网络论坛、直播平台、手机游戏、朋友墙互动等等娱乐功能了。宣晓东笑了下：“对，质量很好，信号也强，一直能用。退役后就一直用着了。”楚若桌心下微觉诧异，要知道普通的义务兵是不会配置这种专用的保密机的，对方既然持有，说明他至少参与过一项涉密行动，但临时行动一般只配给军官，行动结束后就会收回，长期配备的一般是有一定军衔的军官，但这一类军官退役后都会有极好的工作岗位安置，不会在农村。不过军部的事谁知道呢？横竖肯定出了脱密期了。楚若桌不再纠结，笑道：“现在还有谁不用手机娱乐？你用这样的手机，真的除了打电话什么都不能做，多乏味啊！不如我送你一台最新型号的手机。”“不用和我客气，我家是做通信的。”要不是如此，一般人还真看不出这黑须须貌不惊人的键盘手机是军用手机。宣晓东道：“没什么人和我联络，
娱乐的话在电脑上都能看，没必要换机。他打开厨房巨大的双门冰箱，从提出里头一大篮东西，显然是早就打包好的，笑道：“这也是我准备好的。你上次说要的蜂蜜酒，另外还有我自己腌的一些酱，都贴着标签，你回去放冰箱里，送人也可以。再有一些水果，给你路上尝尝。”他亲自提着拿出去，放到了楚若桌车尾箱。楚若桌看着那巨大一提，最上面是新鲜叶子垫着的几个粉红桃子，不由感激谢了，便和宣晓东挥手告别，发动车子下山。越野车在太阳下烤久了，车子里多了一股甜甜的果香，闻着是熟透的桃子香味，分外诱人，想来就是宣晓东那一大篮子水果了。楚若桌从道后进，他看到宣晓东站在农庄那木门口的决明子绿荫下，含笑目送他离开，不知为何心里忽然起了一点愧意。采收的急，那些粉椒都没成熟，竟忘了留一箱给这收留自己多日体贴温和的乡间友人。似乎是从知道他坦诚喜欢同性开始，他就下意识回避他。楚若桌平生恣意妄为，任性自私，却第一次留意到了自己脑中的大象，那些属于利己的、自欺欺人的、难以正视的念头。海风吹过碧蓝的天，波涛声中，海鸥鸣叫着划过海面。张博狠狠跌了一跤，摔在了坚硬的甲板上，咯啦一声，摔出了巨大的声音。他挣扎着爬起来，满脸青肿，却顾不得痛苦，慌忙跪下来哭诉：“楚少，楚少，求你饶了我，所有钱我都退给你，饶了我吧。”他身后肃然站着一排沉默冷漠的保镖，个个高大壮硕，戴着墨镜，浑身散发着不好惹的气息。楚若桌冷笑了声，好整以暇坐在最上头，他穿着宽松浮夸的沙滩短裤，光着上身露出晒得漂亮的麦色腹肌，戴着墨镜，满不在乎看着张博道：“少爷，我看上去特别傻白甜是吧？冤大头是吧？给你投了钱，你就敢两头吃？移民？你怕是不知道国外更好操作吧？摄像头都没几个，就你这样才移民的，灌了酒拉去公海扔了，谁管你？你那小女儿，你老婆？”张博浑身发着抖，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他今早一个人出门，在路上就被人套了布袋，直接拉上了游艇，然后一路也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来了。济国海岸线长，出海太容易，真灌醉了往公海里头一扔。他在巨国确实没认识几个人，死了就死了，谁为他伸张？只怪他鬼迷心窍，以为眼前这楚少平时总是笑眯眯，万事不过心，在平台上也是一副花花公子纨绔少爷的肤浅样子，砸起钱来满不在乎。本来也是，他露露手零花钱就是几百万，这点钱他完全赔得起。哪晓得翻起脸这么快，这么雷厉风行，准确找到他，报复来的又快又狠。拼命磕着头：“我的错，我鬼迷心窍了，我有苦衷的。是台风季要到了，我才发现所有合约都忘了写不可抗力条款，我心惊肉跳，又不敢和你说。这时候有个人联系上我，只要我放一瓶虫卵进胶原去，钱立刻到位，并且能安排我全家立刻移民。我想着不知道如何面对你，鬼迷心窍了，对不起楚少。你家大业大，折损得起，我当时却是孤注一掷了啊！您都完全不在意，亏了对你来说无关痛痒，但是我在你这个项目上亏损了，这一行我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了。求您高抬贵手，宽宏大量，我给您做牛做马，一定给您挣回来您亏的。张博豪的满脸鼻涕眼泪，他出国后根本不敢看新闻，并不知道楚若桌最后如何，但他学农的自然也知道这外来引入的虫害，那是比本地虫害危害更大更难治的。楚若桌又笑了，还在这花言巧语，放个虫卵还用你？谁不能放？
怕还是你这个专业学农的出的毒计吧？知道我那片地方临着山，台风不一定能陷了香蕉园，才又给人家添个主意，不然能这么准搞个国内没天敌的外国虫子来，根本就是往死里坑我。他啐了口，丧良心的狗东西，从故意漏掉不可抗力条款开始，你小子就在坑我，就这样还敢拿了分红才跑，真够贼胆包天，还苦衷，我呸！少爷，我有100种办法治你，给你打一针爽一把怎么样？反正这东西纪国合法呢。张博面如土色，瘫软在地上，求你了，楚少，钱我一定还你，对方给我的钱我也都还你，其他的我写欠条，我给您些欠条。楚若拙呵呵一笑，少爷，我不缺钱，就非要出了这口气，就你这样的人，这样的钱也敢拿，蠢死活该的。一挥手，几个保镖上前将张博仿佛提小鸡一样提了起来，捆好吊在长绳末端的铁钩上，扑通扔到了海里。听着对方惨烈叫声，过了一会儿又拉了上来，拉到一半又再次将对方扔到海里浸着。楚若拙冷冷看了一会儿，只觉得也无甚趣味，转身往舱里走去。船舱宽敞的会客厅内，一个男子坐在沙发上专心看着书，他穿着分外平整干净质料上乘的衬衣长裤，挽着的袖子下露出昂贵的腕表，外面的鬼哭狼嚎仿佛完全打扰不到他，眉目之中自有一股冷峻气质。楚若拙进去笑了声，林怀瑾，林大博士，你可太刻苦了，真的这么忙？搞得我这么打扰你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多谢你借我游艇。林义景淡淡道，没事，反正都闲在港口，注意点分寸，别把人真搞死了。楚若拙一屁股坐下来，摘下墨镜扔几上，拿起旁边冰镇的葡萄酒，牛饮一般喝了几口，才道，放心，就吓吓他，让他把吞了我的分红全给吐出来，今晚就送回去了，不然老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实在是被这小子耍大了。林义景道，还是你那些堂兄弟们主使的吧？楚若拙道，应该是，但问不出什么，对方既然敢做，自然是万全之策，查不到什么的，也就我们这种大家族蛇鼠一窝，没什么好说的。你呢？博士也要毕业了吧？什么时候回国？上次好像恍惚听说你那继兄妹也都回国了。你这书修了一个又一个学位，硕士读完读博士，你家业真的不用你操心。林义景淡淡道，没兴趣，我已在巨国谋了份教职，不打算回国。楚若拙想了下道，不争也好，反正你外公那边的也是你继承，相对简单多了，在国外自在，想做什么做什么。回国不自由，哎，像我不过就是想稍微证明一下自己，差点栽了个狠的。好在这次能求到圣无鱼帮忙，不然我这次是真栽了大跟头。林义景眉目微动，你居然请得动圣无鱼？楚若拙道，哎，还得多谢我寄宿在农家的那个小兄弟，他提醒我可以试试生物治理虫害，又提醒我有家生物科技公司似乎有类似技术。我一听，那不是陈无鱼开的萤火科技吗？反正都绝路一条，试试吧。试着打了下电话，没想到盛无鱼居然一口答应了，实在是想不到这次人情欠大了，我后来要给他分红，他没收，只收了送的几箱粉胶。林义景道，能欠盛无鱼人情也是过人之处了，多少人想搭他线搭不上呢？楚若拙深吸了一口气，将头往后靠，听到外面已停了声音，想来是保镖们按自己指示适可而止了。远处出来海鸥声和海浪声，让人心情宁静，心胸一阔。他慢慢呼出一口气，看了眼林义景，义景，我记得你之前交过男朋友吧？你怎么确认对同性有那种感觉的？和女人一样吗？看到就起反应。林义景眉目不动，怎么忽然问这？你不是直男吗？本科几年，
你女朋友就没断过？楚若拙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又叹了一口气。看林毅仅只看书，并不说话，只好主动道：“就是我刚才说的寄宿的农庄主人，是个退役的军人，之前在他那里借住，看他做的一手好菜，又体贴。这次台风也是亏的，他提醒我才警醒，也是他发现了那害虫。说实在话，圣无鱼是帮了大忙，但若没有这小伙子提醒，我是稀里糊涂，肯定就错过了这些疑点，说不准现在已经被起诉了。引进国外的物种，我之前全都迷迷糊糊的，什么事都交给这小子，怕是证据全在人家手里握着。”林毅警道：“退役军人，你对他有感觉？”他看了眼楚若拙，眼神微妙。退役军人，那应该是5大3粗的吧？楚若拙这细皮嫩肉的，楚若拙倒没注意老同学的怪异目光，微微出神了一会儿。他长得挺好看的，不是那种阴柔的，也不是有什么特殊感觉吧，就是觉得和他相处很舒服。当时只是觉得可以做朋友。然后那天直播，你知道的，粉丝们看到个帅哥就爱说我可以什么的。有粉丝就问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他非常直接的就说了他喜欢男的。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坦荡。林毅锦笑了声：“故意的吧？想来是看上你了，又是这样身家，国内一贯保守，同性婚姻通过才1年，哪有人无缘无故在素昧平生的人跟前说自己性向的？这人心机很深呢。”楚若拙迟疑了一会儿才道：“坦白说，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后来又觉得是我想太多了，人家只是坦坦荡荡而已，他对我并没有任何暧昧之处，倒是我欠了他那么大人情，还要私心揣测他，未免心下觉得有亏，而且我对他还真的有点好感，当时甚至动摇了下，觉得对方若是真的对我有意，那样的相貌和身材，好像试试也无妨。”林毅锦笑了声：“你觉得他人不错，对他有好感，感激，是不是在你最紧张的时候？台风天，你提心吊胆，怕胶原被毁，这时候他对你不错，对，你说他做饭好吃，你食不下咽，担惊受怕的时候，他给你煮碗面什么的。”楚若拙睁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林毅锦似笑非笑：“不是你自己刚才说的信息吗？很容易推测出来，吊桥效应。你查查吧。”担惊受怕的刺激场景下，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心情大起大落，患得患失。偏偏这个时候遇上个相貌很不错的男子，还帮了你很多。你本来就备受煎熬，精神疲乏，孤立无援，心理上不知不觉依赖他。他还大方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原本没有往这方面想的你很自然被引导了，将因为紧张产生的生理反应与和他的感觉混淆在一起，你误以为自己对他有了感情，很典型的吊桥效应。你冷静一段时间，多交几个漂亮女孩，就忘了那些。楚若拙长长松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样，不愧是辅修了心理学学位的学霸。”他想了一会儿道：“但是他应该不是故意，他态度一直很坦荡自然，和他相处很舒服。”林毅锦笑了声：“社会底层的人在这些方面有着敏锐的直觉和天然的能力，不需要学习什么理论，他们自然而然就知道哪些人值得他们攀附。长得好看的人更会利用自己这唯一难得的资本，根本不需要学习和什么理论，他们就知道怎么吸引你。长点心吧。”楚若拙转眼看了他一眼，忽然感慨：“你这么冷静，难以想象你如何跟人谈恋爱。如果每个和你在一起的人，你都要分析对方的心理和目的，那不是很累吗？世上没有这样毫无目的完人吧？”林毅锦并不在乎，重新打开手里的书，谁在乎？料理完了张博，楚若拙狠狠出了一口恶气。他顺利将之前给的分红的钱以及对方收买张博花的钱都拿了回来，高高兴兴的又在纪国大肆采购了一番，自觉心结已解，和老同学林毅锦回了母校，顺手将从张博那边拿回来的钱又捐给了母校，笑嘻嘻回国了。
林义景陪了楚若拙在校园里走了走，送走他后回了实验室，却有学生上来攀谈：“老师也看直播吗？今天怎么和那个直播明星楚若拙在一起呢？”林义景读博士的时候，同时也在学校任教本科的课程，学生们对他一贯是惧怕敬畏，却又十分向往。长相俊美，偏偏冷若冰霜；衣冠楚楚，配饰昂贵，偏又勤于治学。学术功底扎实，成就斐然，教授们对他都是赞不绝口。因此，虽则他总是一副难以接近的样子，仍然还是有学生找了一切机会接近他。林义景道：“是校友，你们的学长今天过来捐款的。”心里却有些好笑，直播明星楚若拙只看脸还是很不错的，做花瓶主播弄点流量想来不错。人们确实缺根弦，不过楚老爷子应该喜欢这种个性，不然也不会才回国立刻就招人惦记算计了。学生笑道：“对对对，都知道楚家有钱，楚少去玩直播也就是玩票，结果粉丝还真不少，他真的来捐钱啊！前阵子我们都关注他种的粉椒，看来今年还真的赚大了。”学生们一边攀谈偷眼看林义景，却见他仍然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并无兴致，只如常一般拿了方案出来安排实验。学生最初他这冷淡不近人情的一套，立刻都收声专心起来。上完课，林义景回了自己的公寓，打开了电脑，收了下电子邮件，看到学院为期5年的聘书果然已经到了，他点了下再打印出来，拿了钢笔在上边潇洒签上了名字，放在一旁等第二天交。眼看天色渐晚，他去厨房煎了个牛排，熟练煎完放在碟子上醒着的功夫，他又回电脑前回了几封电邮，然后点回来看了下国内新闻，忽然想起白天学生说的楚若拙的直播，顺手点开了那个国内最大的直播平台，轻松找到了楚若拙的专栏，点了投影投在了餐桌对面白墙上，然后悠闲的挽起袖子，拿了餐刀开始切牛排。最近一期的节目是楚若拙意气风发在采收粉椒，清脆椒叶下玲珑椒串，粉光质质，加上楚若拙一身昂贵衣装，开着定制豪华越野车，非常符合观众心里田园生活预期，果然可观赏性很强。林义景慢条斯理切着牛排，嘴角带着微笑。节目很短，10分钟不到就结束了，自动播放了倒数第2期。这次是台风后的胶原，古旧却带着力量感的二手绿幽灵摩托车。高大青年男子的背影，宽肩窄腰，长腿充满了力量感。林义景心里想着，难怪楚若拙怀疑自己，看起来身材的确不错，光一个背影几乎就让喜欢同性的他瞬间就有了感觉。大概真的是禁欲太久了，林义景心里数着上一次手冲的时间，一边带着欣赏的看着投影。牛排被均匀切成了外焦里嫩的粉红小块，锋利餐刀利落干净，倒是秀色可餐。楚若拙在视频里兴致勃勃，看得出他的激动，这应该是台风过后胶原没怎么受损时候拍的。他在产词潮涌的夸奖那青年，显然在极度紧张后心情放松，显出了十分轻浮来。那么请问这样一枚优质暖男会喜欢什么样子的女朋友呢？这个问题好，来，我替你们现场采访啊。哦，我喜欢男的。雪亮餐刀忽然切到了手指上，血流如注。林义景却已猝然抬头去看那视频，脸已被模糊处理，只看得到那青年半蹲在地上，手里蕉叶卷着，修长手指捏着朵蘑菇。林义景死死盯着直播上的画面，然而这一集却很快到了尾声。他低下头，快速拿了张餐巾纸捂住自己流血的手指，然后从一旁药箱拿了止血凝胶，熟练喷在手指上，将血给止住了。这一夜，林义景将楚若拙最近2年的直播视频一集不落全看完了。也许是看了太多，夜里就分外热起来。朦朦胧胧的梦中，仿佛听到了喧嚣的蝉鸣声，炙热的阳光知了声声，地面白花花的反射着强烈的光线。他推开窗子，
窗外是分外浓绿的梧桐树荫，每一片叶子都反射着灼热的日光。他从上往下看去，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子拿着弹弓正往上瞄准，啪的一下将他面前的梧桐叶打穿了。猛地看到人，男孩子吃了一惊，将弹弓往身后藏，然后对着他腼腆笑了下。他看了眼前有个洞的梧桐叶，对方讪讪举起手给他看弹弓，是用这个打的。你想玩吗？他伸手做了个让他上来的手势。你上来。男孩子在自己房门口脱了鞋，光着脚走了进来。光可见人的黑色大理石地板上印下了脚丫子上的汗印子，在阳光下久晒的皮肤都还发着红，身上有着蒸腾的汗味。他显然很紧张，怯生生畏缩着，一句话不敢说。他伸手拿过了他手里的弹弓，带了几分好奇的端详了一会儿那摸得溜光水滑的木鸭以及磨损的厉害的橡皮筋，问道：你能打叶子，那能打蝉吗？男孩子受宠若惊，振奋笑道：打哪里的蝉？林义景推开窗子，指了指外边树上，太吵了，如果能打掉就好了。男孩子凑过去，眯着眼看了下树叶子，都躲在树叶下呢，在这只能打到一些。我试试。说着就拿起弹弓来，从兜里拿出一颗小石头，对准了之前看准的一只蝉，啪，果然一次就中了。他喜悦的眉眼弯弯，打中了。男孩子讨好的将树上的蝉都打了，又屁颠屁颠跑下楼去。在楼下树下又一个个蝉打了一轮，蝉声的喧嚣果然小了下来，只剩下远处的一些声音。林义景在满身大汗中醒了过来，那喧嚣的蝉声仿佛还在耳边。他下了床，丝绸睡衣贴在身上，他起身倒了杯冷水灌了下去，伸手微微揉了揉自己汗湿的额头，垂下头低低道：宣晓东，我找到你了。知了声声，窗外骄阳似火。空荡荡的教室里，桌椅静默，正中央第一排，宣晓东一个人坐着，手里紧紧攥着笔，盯着面前那一张卷子发呆许久，直到监考老师过来看了下只答了寥寥几道题目的试卷，叹了口气，目光里却带着丝丝同情、怜悯、好奇。宣晓东满脸通红，紧紧咬着唇不说话。老师收了卷子，让人带他回了校长室。那里他的母亲陆小竹正在和校董说话，她怀孕已有6个月了，因为怀的是双胞胎，肚子已隆起10分高，也因此即便坐着也有些乏倦，用手微微扶着自己的腰，看到校长拿着卷子过来，连忙期待地看向校长，声音细细碎碎传来，隔了许多年仍然清晰一如昨日。林太太，小东同学虽然已读到小学2年级，但是看他答的入学测试的卷子，他的基础有些薄弱，恐怕在我们这里入学有些困难。我是建议令公子还是继续在公办学校就读，您知道我们这私校教育和公办差别很大，令公子即便是勉强入学了，将来跟不上，反而对他的自信心有些不利。陆小竹窘迫难堪，这孩子父亲才刚刚去世，可能发挥不太好，而且户口不在本市，公立学校进不去。若是就读2年级不行，留级1年，您看如何？校长低声委婉道：宣晓东同学从前读的公办小学还没有开始英语课程，想必也没有进行过课外辅导教育。英语教的白卷，数学和语文都没有及格，而我们从1年级开始，英语课程就已经是全英文授课，除了语文、数学的基础课程，我们还有哲学、历史、地理等其他必修课程，另外必须辅修一门音乐、体育项目。功课比公办学校是要繁重很多的，恐怕就是1年级也有些吃力。其实我们建议因材施教，宣晓东同学还是在公办小学继续就读是最合适的。说完，他将卷子递给了陆小竹。陆小竹接过卷子，一眼看到那鸡爪一样歪歪斜斜爬着的字和个位数的分数，脸上顿时烧得通红，知道校长已是尽量客气委婉了。他看向一旁的校董，眼圈红了，欲言又止，一双明眸里
全是祈求。校董上前开口缓和道：“这离开学也还有2个月时间嘛，林太太回家请个教师补一补，孩子学习能力强，很快就能跟上的，我看就留一级，从1年级开始读好了。我记得林义景同学也是明年上小学吧？他在我们学校幼儿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正好一个班，可以互相帮助下。”校长看校董开了口，迟疑了一会儿，勉励道：“既然张校董这么说，那就先试试吧。只是小东同学到时候可能辛苦点，可要非常努力学习才行了。”陆小竹松了一口气，忙起身按着宣晓东的肩膀道：“快谢谢张董和罗校长。”宣晓东感觉到那只手冰凉的贴在自己脖子后，微微打了个寒噤，将头低了下去，嘴唇嗫嚅着，却没有说出话来。他从前进过最大的办公室，也就是自己那菜场小学的教导主任办公室，还是因为打破窗口、踢坏门、打架这样的事被抓进去罚站叫家长的。从前他睥睨班级，叱咤街道，是远近闻名无法无天的捣蛋鬼，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穿着这样雪白板正的衬衣，规规矩矩的站在校长室里说话。陆小竹忽然手机响了，他抱歉的点头，拿了手机走出去接电话。宣晓东听到张校董和校长低声说话：“咱们私校又不讲究升学率，家长既然愿意拿10几万1年的学费来做这个冤大头，你又何必呢？虽然现在基础这么差的学生少了，但是这些人本来也不是靠学习成绩立足的。”校长摇头道：“公办小学有公办小学的教法，大家都一个进度，成绩差一点也不会特别显出来。孩子还小，学习能力强，便是基础差一点，只要用心教，方法得当，总还有机会跟上的，可塑性强。我们私立学校学的大多数超纲、超前学习，追求全面素质提高，就是真的要放他和林义景一个班。”张校董笑道：“林若飞打的招呼，特意说了要和他亲儿子一个班，我猜是不想让林太太觉得他把这孩子当外人，和自己的亲儿子一视同仁的意思吧？你不知道，林若飞都快年近半百了，膝下到现在只有林义景一个6岁儿子，身体还不好，时常去美国治病，听说效果也一般。如今这个年轻太太居然给他怀了双胞胎，他可是看重的很，所以对这个妻子可是百依百顺。这个宣晓东是他从前和前夫的儿子，如今前夫死了，他也同意接过来抚养，也是看重妻子的意思了。听说16岁高中都没毕业，就和人私奔出去，生了孩子，结果过不下去，就离婚回了娘家，孩子留给前夫了。后来不知怎的被林先生给看上了，肚子又争气，一怀孕就是一对双胞胎，听说是对龙凤胎，林若飞情妇多的是，怀孕的却没有。林家老爷子本来不太看得上这位太太的，知道她怀孕了也闭了嘴，正经娶了进门的，结果才进门就听说前夫死了，剩下的孩子没人抚养。豪门嘛，多养一个拖油瓶也没什么。校长摇了摇头，偷偷看了眼宣晓东一直木然站在外边廊下，悄声说了句：“孩子可怜。如果在公办学校，大家基础都差不多，循序渐进，参加高考反而还能有一条不错的路子。在我们这里，学生个个非富即贵，很多又不参加高考，直接奔国外去的。他这样的尴尬身份，林义景也未必就把他当兄弟了。学的进度又不合拍，怕是反而对孩子不好。”张校董笑了下，林先生只为了讨好娇妻，林太太如今也只找紧肚子里的那2个，谁还费心想那些，都只觉得10几万的学费砸进来，那就是对孩子好了。你也别想太多了。陆小竹终于接完电话进来，陪着笑又再次致谢，然后将宣晓东牵着手带走，带上了车。车子里陆小竹在打电话给林若飞，声音柔软：“已经通过了，9月份开学直接入学就好，说是安排和义景一个班呢。原本学校担心孩子原来在公办小学读书不适应不肯收，多亏您给张校董打过招呼。”
所以还是收下了。就是得请点补习老师，这2个月补一补了。之前教过一景的那个张栋。可以啊，那我回去安排。身体挺好的，就是做了一上午，腰酸的厉害，宝宝一直在肚子里头踢，肚子也饿了。不在外边吃了，刘嫂炖了银耳燕窝汤呢，我回去就能吃上。一景接到吗？他身子病好些没有？宣晓东坐在陆小竹一侧，仍然保持着木讷沉默的姿态。陆小竹和他想象的母亲不一样，7岁的他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还想要什么。也许是一个柔软温暖的怀抱，可是不行，他有孕在身，十分小心。那么是什么呢？他举止优雅，温柔亲切，说话文雅柔和，也很周到的安排他的生活学习。他这个年龄还不知道自己发自内心渴望着想要的是什么，只是本能的觉得不对，只好用沉默和木讷来掩盖自己的紧张无措。陆小竹一路电话，直到车子到了家里才挂了电话。带着宣晓东下了车，才记得叮嘱：你有个弟弟叫林义景，是你林叔叔的孩子，今天刚要从国外治病回来，你要好好的和他相处，他身体不好，你要让着他一些。他迟疑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不要和他吵架，知道吗？不然妈妈会很为难。宣晓东点头。来到林家几天，他隐约知道那个和蔼礼貌的林叔叔是家里做主的人。剩下的午后，别墅里空无一人，司机和保姆都午休了，母亲又出去了。宣晓东在院子里百无聊赖，一个人对着梧桐树打叶子。忽然楼上最上边的窗子打开了，一个男孩的头从上边探了出来，向下看他，两人四目相对。男孩头发漆黑，肌肤雪白，一双眼睛盯着他，即使是盛夏也让人感觉到一阵凉意。太阳亮得刺眼。手机铃声在响，宣晓东猛地睁开眼睛，盯着凉窗外的葡萄架良久，才缓缓想起自己身在何处。白日梦啊！他从光滑的竹床上坐了起来，拿过了手机，按了接通。对面欢快的声音响起：小东，我楚若桌啊，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还记得盛先生吧？他快要生日了，他家的小贝听我说了你这红龙的传奇转运故事，很好奇，一定想要和你再买一对，说要送给盛先生，给他转转运，带点福气，情愿开高价，40万一只，一对就是80万。安先别拒绝，我知道你怕麻烦。放心，他家有专门养鱼的人伺候着，肯定到时候不会打扰你。你看，盛先生帮了我这么大忙，我想着你这红龙是真的有些运气，能不能求你再帮我一回，卖我2只？这次我实在是欠了盛先生很大的人情，你也懂的。楚若桌压低了声音，他马上又要接受一次大手术，他家人也很关心，希望他平平安安，这次手术顺顺利利。宣晓东还带着没有怎么醒的恍惚，低声道：楚先生啊，买鱼转运吗？给盛先生，盛无鱼。他伸手拢了下额头上湿漉漉的额发，低声道：好吧，我卖。楚若桌大喜过望，太好了，谢谢你啊，还有一个事想麻烦你，因为事情比较急，明天就是盛先生生日了，临时也找不到靠谱的人，能不能麻烦您给我送来静海市？其他人送我怕出了问题反而不美，就搭明天早晨的高铁，1小时车程就到了，我派人接你直接到别墅，求你了，行不行？宣晓东垂下了眼睫毛，感觉整个人仿佛都还浮在这白花花的尘世梦中，一点现实感都没有。他轻飘飘答：好吧，我给你送过去。宣晓东没多久就到了静海市，楚若桌已派了司机到动车站接了他。知道接到了，电话也立刻来了：小东，上车了吧？辛苦了辛苦了，我让司机直接接你过来盛家的别墅这边。实在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我自己去接的，但是今天不巧事太多，我欠了盛家的人情，不好意思拒绝。宣晓东道：没事，
我买了下午的票，给你送过去就回了。楚若拙越发歉疚，别回那么快，今晚就住我那儿。我明天有空了，好好招待你，把静海市逛逛也行。带你去菩提会所尝尝那边的私厨吧，虽然我觉得做的也不如你，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我请你一次，好不？宣晓东道，家里没人看呢，我刚养了只狗。没人喂狗。楚若拙道，养狗了？让邻居帮忙看看呗，什么品种的狗？想养狗怎么不和我说呢？我认识一朋友，手里有很多特别不错的品种狗，帮你找一只。养好了可以生小狗来卖。宣晓东好脾气笑了笑，就普通的土狗，夏婆婆家里的狗生了一窝，到处送，我就拿了一只，就当看园子了。太贵重的品种在乡下容易被偷的，很多人偷去打火锅。楚若拙不知道为啥，忽然觉得对方保不准养的狗也是为了吃，毕竟对方手艺一流，他忍不住笑了下道：行吧，等你到了再说。到哪里了？宣晓东看了眼车窗外，之前路过闹市，车如流水，人声鼎沸，但转弯驶过一条长长的满是柳树的河堤道路后，车子驶入了上山的公路，道上清静无人，路边全是浓绿的梧桐树荫，车辆仿佛驶入了安静的湖底一般，清静了许多。他凝神看了下路牌道，刚上了翡翠大道。楚若拙道：那就好，马上到了，我到门口接你。他挂了电话，向对面的青年笑道：磊磊，红龙送到了，我下去接人。盛磊磊修长手指正抽着这纸牌，笑了声：我让人带他去鱼缸那里就好了，哪里还用你楚大公子亲自去？楚若拙道：那可不行，我把他当朋友的。他站了起来，立刻就要往楼下走，盛磊磊却忽然道：等等，我忽然想起来，刚才小叔说了，和蔡医生谈完就和你见面的。算了下时间，蔡医生也该走了，你上3楼去等着吧。看到蔡医生出来，你赶紧进去，不然一会儿小叔该休息了。楚若拙一怔，盛磊磊道：你快上去吧，小叔身体不好，万一歇下了可找不到空了，可能就要到晚上晚宴才出来致谢一下。他本来都不想办的，家里老人全都没来，是我说就都是年轻人乐一乐就行，也是大家一点心意，他才应了。明儿他就去住院检查了，到时候你更不可能见他了。你放心，我帮你去接人，一定客客气气，把他当你朋友。楚若拙想了下，果然对，笑道：行，那麻烦磊磊了。他起身果然往楼上走去，盛磊磊将纸牌掷在桌面上，嘴角噙了一丝冷笑，起身却果然也往楼下走去。3楼整洁又宽敞的书房内，盛无虞的确正在和他的心理医生蔡钟林在说话，气氛并不算好。蔡钟林斜靠在窗边，推了推眼镜，将一叠报告放在桌面上，看着坐在轮椅上却并不因此气场削弱半分的盛无虞，声音却带了些无奈：我不同意你现在就做手术，这不是一个好时机，我建议你推迟这次手术的时间。盛无虞沉着脸拿过了那叠报告单，顺手翻着，一言不发。你已经接受了10几次手术，大部分都失败，看起来你好像没有受到影响。你控制得很好，无论问你身边的人还是家人，他们给予的反馈都是正面的。你积极进行治疗，态度进取，事业卓有成效，连心理评估的测试你也做得很完美。但是无论是睡眠监测、饮食观察，还是这几天给你做的激素检测，所有的监测指标都证明你很明显已经有了抑郁、焦虑、饮食紊乱、睡眠障碍、激素失调等等情况，已经出现抑郁症的症状。虽然量表上你都选了正面积极的一面，你并没有如实选择。盛无虞将那叠报告单扔回了宽大的书桌，绷紧了下颚的肌肉，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起来。蔡钟林语速微微加快，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状。你在强迫自己和过去一样积极进取、乐观开心。
你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瘫痪没有给你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你能克服过去，你仍然能够取得普通人都难以企及的优秀，你物质富裕，你精神生活丰富，你仍然能够正常工作和生活，你甚至拒绝生活助理，不需要人帮助来完成行动，你完美一如从前，哪怕为了这完美，你在背后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痛苦。盛无鱼面无表情，但眼睛已经冷了下来。蔡中林无奈的叹了口气，很抱歉说的这么直接，之前我也尽量只是以心理疏导为主，毕竟你一直很配合，但这次我特意过来，在你熟悉的地盘，兴许能让你放松心理治疗的戒心和防备。我也对阿姨说了，希望家人能多陪伴，但是你是个意志力太过坚定的人，家人的陪伴你拒绝，你也拒绝任何人对你关心。当然，你表面上是温和的、乐观的，但是情况在恶化。除了你自己，没人能说服你。无鱼，你的身体已经不能承受太多次手术，这次手术成功率仍然很低，你的精神状况无法承受再次失败的后果。你个性坚韧、执着，对自己要求极其高，凡事追求完美，遇事不会轻易放弃，但这也是缺点，很容易就变成偏执。你为恢复自己的双腿做了很多事，你不肯屈从命运，你完全不能接受你如今身体的不足，你无法接受不能站立行走的人生，你必须要放松自己，学会跟生活和解，不是让你放弃治疗，而是希望你同时也能够享受生活。不要再逼着自己前行了，无鱼，你已经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稍微放松一下，不要再追求不完美，行吗？盛无鱼忽然冷笑了声，享受生活。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让我接受事实，安心做一个终身受人照顾的瘫痪病人，做一个废人，混吃等死。我从生下来受到的教育就是我天赋聪慧，我要有抱负，我要做一番事业，然后现在大家告诉我啊，为了你好，你可以完全放弃未来，你可以安心做一个混吃等死的咸鱼了，是不是？他垂下睫毛，看着自己轮椅上包裹着平整西裤的双腿，我已经很配合你的治疗了。你让我听音乐，让我看电影，看音乐剧，看我喜欢的东西，我每周都有安排。你让我养宠物，我养了只猫，每天都有和猫好好玩，我有正常的社交，有娱乐生活，有按时休息，除了没有去尝试谈一场恋爱，把一个健康女人拉下水，我什么都做了。蔡中林冷静打断，但是你的精神状况在恶化。他看着程无鱼，补充，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严重。饮食紊乱导致了你肠胃也开始紊乱，出现轻微的肠胃炎。你的胃因为焦虑紧张也开始出现胃病早期症状。睡眠障碍下，你仍然要强迫自己按正常严格的时间表来工作和生活，疲惫会加重你身体和精神的负担。更何况你现在的治疗还在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本来就有副作用，你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不好，再继续这样下去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很抱歉，我不同意你开始做这次手术。物质富足、事业成就、追求卓越，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所在。你是很明显的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者，你给自己造成了太大的压力，高度焦虑、高度抑郁，崩溃很可能就在一瞬间，出现自杀意愿。你需要放松，彻底的放松，不要再想你的工作，你的治疗。每一天睡到自然醒，你需要感到真心的愉悦，而不是对着表格打勾，把精神治疗也当成一项自己需要完美完成的任务。一切以你感到愉快为导向，你需要真心实意享受生活，享受情感上的愉悦，接纳不完美，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蔡中林恳切看着盛无鱼，再好好配合一次，好吗？相信我。盛无鱼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会尽力，我会推迟这次手术。蔡中林点头，心里却长叹着，眼前的盛无鱼是他最害怕的一种病人。高素质、高学历、
天赋优越，所有的治疗都配合。但是长期的行为模式和对自己过高的要求，让他们无法克制的自己给自己过高的压力，然后一遍一遍的挫败。他们往往有着远超一般人的意志力，是最优秀卓越的那少数人。家境优渥，家庭幸福，他们却日渐一日的情绪恶化，陷入了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厌世，每一天都在和去死的念头斗争。在某一天忽然断裂崩溃。他道：我给你开一些药，只是抵抗焦虑，改善睡眠。如果你能放慢工作节奏，学会真正放松，入睡没有问题的话，打电话给我，可以停药，前提是你必须诚实。盛无鱼没再说话。宣晓东从车里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颇为高大挺拔的青年男子站在门口，穿着简单的草绿色衬衣和墨绿色长裤。看到车门打开，含笑着上前：宣先生吧。我盛磊磊，盛无鱼是我小叔，楚少在和我小叔说话，我就自告奋勇来接你了。楚少说完话就过来接你。他说名字的时候，宣字的吐字有些奇怪，仿佛特别着重。宣晓东不知为何心里掠过一丝怪异的感觉。盛磊磊肩宽背直，目光沉稳，自然站着的时候，有着一股似乎经过训练的飒爽正气。他伸手过来，脸上的笑容深了几分，眼睛看着他，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仍然是那种久居人上的感觉。盛家是个大家族，家境优渥，自然是人上人。宣晓东无暇多想，只也伸手过去和他握了个手。宣晓东，有劳盛先生了。盛磊磊眼光落在宣晓东提着的便携鱼缸道：这就是那对红龙了。果然很漂亮，这样品相才卖20万，很便宜了。鱼缸在里头花园的会客小厅里，能不能麻烦您帮忙换一下？我实在对养鱼有些一窍不通。宣晓东点了点头，好。花园里花团锦簇，有着漂亮的藤本月季和蔷薇，都美极了。宣晓东看到这样风貌美丽的花朵，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穿过游廊，依稀可听见前边客厅里人声不少，看来今日宾客很多。花园里也有人在端着酒杯赏花，3、5成群说着话，尽皆衣冠楚楚，不是普通人。小会客厅里有着整个嵌入墙体的一方巨大鱼缸，从天花板至地板至少6米高，整块嵌在墙体里，光明通透，犹如一整块璀璨的水晶。并不是常见的海水缸，而是淡水缸，里头水草丰茂，许多颜色绚丽的锦鲤在里头游曳，看得出价格十分昂贵，而且应该有人精心养护饲养。宣晓东上下打量着那巨大的鱼缸内的鱼，盛磊磊道：就是换到这个鱼缸里就好，梯子已经让他们准备好了。啊，不好意思。他低头看了下自己手机，我有点事离开一下，您先自己换一下，我马上回来。他说完，拿着手机晃了下，一边接通一边大步走了出去，行走利落带风。宣晓东又看了眼他一眼，没说什么，看了下，果然旁边有着梯子。他却不忙换鱼，而是转头凝视着那玻璃水晶墙后的鲤鱼，仿佛出神一般。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一个声音忽然响起。宣晓东转头，看到原本空无一人的小厅里，忽然多了一个很是年轻的少年。少年衣装华贵，年龄应该17、18岁，有着一头微卷的短发，睫毛山密，衬得2只眼睛分外黑而大，相貌很是出众，气质也分外金贵。他看着宣晓东，却满脸冰冷。宣晓东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着看着他，若有所思，皱了皱眉，弯腰提起脚边的红龙鱼，不再看那鱼缸，而是转头就走。少年看他如此，怒气升起，皱了眉头往前一步，张嘴想要说什么，宣晓东却猝然抬头看向他，神情愕然。少年一怔，还没有反应过来，耳边炸开了一声巨响，啪，哐啷啷啷，一声巨响，不过是电光石火一刹那，
整个6米高的巨大水晶鱼缸忽然破裂成千万片，水流喷涌而出，打湿了整个会客室的地毯和桌子。在鱼缸破裂的那一瞬间，宣晓东将面前少年拉在怀里，以身相护，背对着那破碎的鱼缸，然后刹那被满缸的水淋透了身子。巨大的声音很快惊动了一墙之隔的大厅、大堂以及花园的客人，满地都是鱼缸碎片和不断在地上跳动的珍稀的锦鲤。幸运的是，他带着的便携鱼缸足够坚固，因此里头的红龙只是不安的在鱼缸里跳动着。宣晓东松开了少年，半蹲下去把鱼缸扶正。客人们看着湿透狼狈的他们两人，低声说着话。盛磊磊作为主人已经从外走了进来，人们给他让出了一条路。盛磊磊看着他们，仿佛也很意外道：发生什么事了？鱼缸怎么破了？没人受伤吧？管家呢？不知从哪里忽然站出来一个沉默的管家，微微鞠躬道：雷少，是这鱼贩子把鱼缸弄碎了。湿漉漉的少年正恼火地整理着身上的湿衣，听到这个诧异，抬起头来看向刚才明明没出现过的管家。盛磊磊却遗憾道：我这鱼缸在亚邻国定制的，纯水晶，空运回来，没想到你介绍这鱼贩子这么手脚不利落，不但把鱼缸弄坏了，差点还伤了人。他轻描淡写几句话，将鱼缸损毁的事扣在了宣晓东身上，又有些惋惜道：可惜了这些鱼，不知道能救回来多少，我家老爷子养了好些年，等从还京过来，怕是要心疼死。管家，不要扰了大家的兴致，看在楚少的面子上，签了欠条复印身份证就放人走吧。他深邃眼眸紧紧盯着宣晓东，却没有如愿见到对方脸上变色，反而是客人们议论纷纷起来。脸色仍然还苍白的漂亮少年忽然道：这个鱼贩子全程根本没有碰过鱼缸，我进来他就要走了，怎能说是他损毁的？这鱼缸怕是自爆的吧？盛磊磊脸色微微一变，像是有些意外，但却又慢慢笑了。这位客人是……若有人都看向了他，无言的压力传导着。少年看向他，却也有些受不住那冷而沉的仿佛审讯一样的目光，微微转开眼眸道：我是林逸瑜。盛磊磊慢慢念道：林逸瑜啊，林逸景是你什么人？林逸瑜脸色微微涨红：是我兄长。盛磊磊双眸缓缓扫视着他全身，笑道：原来是林逸景的弟弟，我记得林逸景生母早逝，想来你是林若飞后来的太太生的了。据说林太太身体不太好，一向不太出来交际，生的一对龙凤胎，好像身体也不好，倒是不认得你。林逸瑜脸色已经有些难堪，盛磊磊笑了声：这鱼缸并不是钢化玻璃，而是专门定制的水晶石英玻璃，并不会自爆。林逸景人不错，看在你哥哥面子上，得好好招待你才好。管家，快请林二少下去更衣，不然感冒了可不好。人人都笑了起来。林逸瑜脸色难看，他为人敏感，听着那些声音，只觉得都是在不屑和轻视他，但他脸上却仍有些倔强。他确实没有摸到鱼缸，如果成手，一定要他赔。我替他出了这费用。盛磊磊笑道：没问题，林家钱多吗？不是自己挣的，花着不心疼，那我就真开清单送林家了。啧，难怪林逸景不肯回来，林二少一掷千金，为人强出头，这样豪气，他做哥哥的真是教也不是，不教也不是。有客人凑去道：林大少无所谓的，他外家实力雄厚，林家产业不放在眼里，爱出头爱摆阔就出呗，雷少好好练，怕不是要100万？恐怕不止。林逸瑜脸色越来越难看，宣晓东却只是低了头，半蹲在地上，人们议论纷纷。盛磊磊咄咄逼人，林逸瑜表态替他赔偿，仿佛都与他无关。他穿着翻皮的工装靴，本来就不怕碎玻璃，手上戴着手套，将地上满地散落跳跃挣扎的鱼一只一只地捡起来，放入他带来的简易鱼缸里。这举动在众人眼里只觉得这个鱼贩子是害怕赔偿，尽力弥补损失。
显得分外可笑。直到最后一只鱼被捡起来放回鱼缸，他才站直了身子，走到林一鱼身旁。人们这才发现，这鱼贩子不仅年轻，居然相貌十分出色。虽然衣着只是简单的白 T 和粗帆布工装裤，而且适才淋了水，湿漉漉的，但因他身材颀长，胸背舒展挺直，竟然有一种挺拔英朗的气质，一点都不显得狼狈和畏缩。宣晓东却开口了：“鱼缸不是自爆的。”程磊磊饶有兴致：“哦？”宣晓东道：“梅克公司的 S2 半自动小口径猎00枪射程80米，为了更精准和有力，更换了枪管，5.2毫米口径。”他回头看了眼斜上方，指了指，听声音是6点方向，那里的天窗打开着，应该是对面的阁楼射过来的。这间会客厅很高，因此在高处还有着一排花窗，很巧合的，关着的花窗里偏偏有一扇是打开的。盛磊磊脸色变了。宣晓东看了眼满地的碎玻璃和空了的鱼缸，墙内湿漉漉的，之前漂亮的水草都踏在了石块上，多可惜啊！精心养了很久的鱼缸，这样毁之一旦。他淡淡道：“现在报警的话，应该还能在现场找出子弹头，还有鱼缸玻璃碎片拼一拼，应该能拼出弹孔。民居里擅自用枪，是要写报告的吧？”宣晓东看了眼脸色漆黑，眼睛里仿佛闪起火苗的盛磊磊，淡淡道：“是不是？”盛警官。程磊磊冷冷道：“你认识我？”宣晓东微微一笑：“你手掌心的枪茧还是挺明显的。握手的时候，那熟悉的粗粝手感，长期玩枪留下来的枪茧，很好认。更何况眼前这位青年的行止之间，很明显是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梅克公司那款猎灵枪，国内基本都是警用军用多，他也用过。当然，不少有钱人也都能配备这种猎灵枪办下持枪证来，但能玩出那一手灵枪茧，还得经过苦练，一般人家练不起。他也就随口一炸，对方显然也不屑于掩饰。我代表盛家向您道歉。一个冷清的声音忽然在众人身后响起，所有人都立刻往旁边让开，露出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青年男子。无论认不认识，所有人看到轮椅都知道了，这就是今天寿宴的主角盛无虞。他的容貌属于东西方都会欣赏的那种美男子，高鼻深目，五官线条分明，睫毛分外长而直，深邃双眸犹如含着星辰，但眸色却是深琥珀色，肌肤带着久病之人的苍白，唇色也很淡，没什么血色，但这无损于他的威仪。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楚若拙站在程无虞轮椅后，向宣晓东使着眼色，一边干笑着：“一场误会，一场误会，都怪我刚才和磊磊打赌吹牛。磊磊赌输了，才和我这朋友开的玩笑，开的玩笑。是训练用的橡皮弹，想吓我这朋友一跳，没想到弄坏了程老爷子的鱼缸，还差点把林二少爷伤到了，实在对不住。这鱼缸我来赔。”“不必。”盛无虞冷冷道。盛磊磊道歉，然后立刻回警政司去自行报告，该受什么处分，你自己承担。盛磊磊已经收起了之前那骄横的神色，走到了宣晓东面前，真的对他90度鞠了个躬：“对不住，宣先生，是我冒犯了你，我会赔偿你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同时也会翻倍购买你带来的鱼，非常抱歉。”盛无虞听到宣先生时，神色却微微一怔。宣晓东却道：“道歉我接受，买鱼就不必了。我看到这鱼缸里的鱼，就知道你们并不是真的想买红龙。红龙性烈，和这么多昂贵的锦鲤是无法生存在同一个淡水缸里。”盛磊磊抬眼看他，所以你才转身就走。要不是莫名其妙忽然出现的林二少，又看到他忽然转身就走，他也不会做得这样仓促。宣晓东看了眼一旁神思不属的林一鱼，不重要，既然不是真的要买鱼，我先回去了。我买的是下午的票，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时间了。楚若拙连忙道：“我送你。”
盛无虞道：“先去后面换身衣服吧，宣先生。役营费用都由我们承担，这鱼缸你也不好拿回去了，连红龙我们一起买下。楚少今天麻烦你了，也麻烦你送宣先生回去。”他一双分外干净的眼睛凝视着宣晓东，客人们看着都感觉到他的尊重和恳切，但宣晓东目光和他对上，却不由微微躲闪，低声道：“好。”他转身就跟着管家走了，脚步甚至带了些匆匆。明明得了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代表盛家的低头和道歉，他并不像大获全胜，反而像是急着逃离。楚若拙连忙笑道：“是我的朋友，自然我会照顾好，找机会再和盛董聊聊，那我先告辞。”他笑着打了招呼，也转身跟上了宣晓东。盛无虞若有所思，却又转头看到林奕瑜还站着发呆，不由轻声道：“林二少，你也到后边更衣室去换一套衣服吧。”林奕瑜仿佛大梦初醒，连忙道：“好的。”他也匆忙走了过去。客人们看事情到了尾声，也陆陆续续散开，盛无虞却笑着到了前边客厅，坦诚招待不周，客人们则纷纷笑道：“磊少年轻气盛，淘气开个玩笑，盛先生不必苛责，训练子弹而已。上次韩家几个少爷在南山那边搞了个围猎，听说都是真枪实弹，别太苛责小辈了。”盛无虞始终彬彬有礼，待到席中送走客人，盛无虞才回到书房。那里盛磊磊站在那里，看到他回来，才低着头带着愧色：“小叔。”盛无虞其实身体很累，但也只是微微靠在轮椅上，问他：“姓宣，叫什么名字？”盛磊磊低声道：“宣晓东。小叔，您累了吧？我扶您回房歇一会儿吧。刚才蔡医生叮嘱了我，让我不要惹您生气，都怪我做事没分寸，原本您快手术了，本该让您好好休息。”盛无虞轻轻笑了声：“你还是没觉得自己错，只是觉得是自己事情没做好，牵连了我，还被别人识破了。”盛磊磊眼圈红了，只是听楚若拙说了那事，听到姓宣我就留了心。一问果然是从陆军署那边退伍的，再一查就是他。他害小叔成这样，我也就想戏弄他一把出出气，没想到给小叔添了麻烦。盛无虞淡淡道：“不是他。”盛磊磊一怔，盛无虞长长叹了口气：“我的事不用你们来替我出气，更何况他还不过是个替罪羊。一则当年夜间救援确实是意外流弹，并非故意；二则那个宣晓东在陆军署是以神枪手闻名，蒙眼射击凭声音仍然精准射到移动靶子，不该是他。当时他们送了卷宗和处理结果来，我就说了不必为难他。他一个农家子弟，执行多项任务立功，最后还是因为毫无背景被拿来做替罪羊，前程尽毁，何其无辜！我刚才调了监控来看，调了慢速，才看清那一瞬间发生的事。你枪击鱼缸的时候，他背对着鱼缸正要离开，忽然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立刻回头看了眼鱼缸上的弹孔，然后迅速将林二少按下掩护，仅凭那一瞬间子弹在鱼缸裂开的弹孔和声音，他就能判断出你用的是什么枪。你觉得这样的人会射击出错吗？盛无虞想起刚才那人气定神闲的样子，沉声道：“这样的人才被迫退役是损失。”盛磊磊咬牙道：“不是他，难道另有背景的人？我去查。”盛无虞冷冷打断道：“我说过了，不必追究，无论是谁。那天晚上的救援本来难度就大，还是跨国救援，本来就冒着很大风险。事后牺牲了3位特种兵，重伤1位，那不是故意的，不必迁怒。再说，他如果不愿意退役，没人可以一手遮天处置这么一个累累功勋的技术兵，还是个顶尖的狙击手。”那一瞬间的目光闪躲，证明了他认识自己。再回忆起当时楚若拙和自己说，知道自己这家科技公司研发这些，是这位朋友提醒的，应该是对自己有关注，是顶罪后对自己这个受害人有些歉疚，
还是别的什么心路历程？盛无虞对这位退役的狙击手忽然起了一丝兴味，记得自己很少接受采访，公司的宣传其实也没怎么做，毕竟自己不缺投资。似乎只有一次，却不过长辈请托接受过一次采访，也主要是介绍公司的科研方向和成就，对方的很关注，才能记得茫茫信息海中这么一点不起眼的报道。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呢？从自己出事以后一直在凝视着自己吗？他又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呢？歉疚？不甘？盛磊磊吃惊道：难道是自愿顶罪？盛无虞淡淡道：让一个人自愿顶罪方法很多，足够的利益交换，自上而下的权势压力，又或者所谓的战友情谊，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你不必再查，也不可再为难对方。你自己回去写检讨吧，记大过和降职是跑不掉的，但是是你该承担的责任。另外，我会直接从你分红里头扣除这次的所有损失以及给对方的赔偿。盛磊磊低声道：是，小叔叔您别生气了，我扶您上床休息吧。您明天要入院检查了吧？我送你去住院了，再回警政司。盛无虞道：我自己可以。入院这边我已经决定推迟手术，暂时不入院了。这段时间我会找个地方休养下，不必你管了。盛磊磊吃了一惊，怎么推迟了？可是爷爷说了，你在静海城这边让我一定要照顾好您的，我年假都请了。您打算去哪里休养？我陪着您。盛无虞冷酷道：不必你跟，我自己能照顾自己。盛磊磊只好低头退出书房。退出之前，盛无虞却问他，那个宣晓东似乎和林二少认识。盛磊磊有些茫然道：我当时看到林二少突然出现也觉得奇怪，不过宣晓东似乎没和他说话，只是转头就走。我本来也不想惊扰到客人，看他转头走了，一时着急才。他看了眼面无表情的小叔，连忙又转移话题。不过说起来的确是奇怪，那个场合林一瑜忽然愿意为他付这么一笔巨款，确实蹊跷，100万也不算小数目了。盛无虞冷笑了声：你也知道，你刚才那一副冷嘲热讽、横行霸道、嘴脸难看，人家正儿八经续弦生下的婚生子，你有什么优越感说那些话？把盛家的脸都丢全了。盛磊磊低声下气：我送个礼给林二少致歉。盛无虞挥了挥手：去吧，态度诚恳些。年轻人莫名其妙淋了一身水，又受你这样的当众羞辱，还是那样年纪更敏感，不要莫名其妙树敌结仇。盛磊磊应了，看了眼昏暗灯光下小叔疲惫苍白的神色，心中一酸，几乎被沉重的愧疚压倒，缓缓退了出去。楚若桌亲自开车送宣晓东到车站，一边不住口地道歉：我本来是要去接你，结果盛先生刚巧见完医生要见我，据说他马上要去住院动手术了，时间少，我怕错过了，连忙先上去了。没想到盛磊磊不知道怎么突然这样戏耍你，都怪我，这些世家子弟趾高气昂的，盛家又是军政、外交、财政、土地，全部遍布任职，因此一贯眼高于顶了，倒让你受惊了。他迟疑了一会儿，又道：盛家势大，盛先生对我又有恩，我也只能和稀泥。刚才那种场合得罪了他们，没什么好的，还不如拿点实惠。他已经敏感感觉到盛磊磊这行为下隐藏着的反常。宣晓东一个农家子弟，好好的盛家人为什么要和他作对？但此事全由他而起，他对不住宣晓东，无论如何还当全力斡旋保住他才好。宣晓东沉默了一会儿，却问：盛先生要入院动手术吗？楚若桌道：所以我才轻信了盛磊磊，以为他真的想要给盛先生祈福转运。其实我也就进去和他致谢，然后看他脸色很差，身体很疲惫的样子，就赶紧说了几句话就告退了，想出来接你。结果才起身，盛先生的秘书进来和他说雷少和楚先生的朋友起了冲突，
问盛先生要不要出去处理下。我一听吓了一跳，也幸亏那秘书机灵，盛先生跟我出了来，才压住了盛磊磊。哎，你不知道，那是个煞神。他读环京警校的时候就很有些肆无忌惮，出来工作后那股邪劲全往不法分子上发了。听说毕业才2年就立了2次大功，盛家倒也会安排。这样一个修罗脾气，也只有去做警察才能以毒攻毒了。全都怪我，我看到那淡水鱼缸就该想到他们不是真心想买红龙的。哎，让你受了委屈了。过2天赔偿到了，我给你转。宣晓东道：没事的。楚若卓却道：话说回来，你对枪可真熟悉啊，以前在部队学的吗？太强了。宣晓东微微一笑，楚若卓却滔滔不绝：有空我带你去射击馆玩吧。对了，或者我们可以去西南那里去，那里靠着阿桑原始森林有个打猎场，可以打猎的。宣晓东道：我在那里特训过。楚若卓睁大了眼睛：你可太厉害了吧。宣晓东苦笑了声：辛苦得很，差点没死在里头。什么虫子蛇青蛙老鼠都吃过，后来全员满员出来了，才知道我们是历届训练里头唯一一届满员生还的，那个特训的死亡指标还挺高的。说着化动车站到了，宣晓东下了车，和楚若卓挥别，自上了车回了自己的半山小菜园子里。正是晚霞满天之时，宣晓东走在金红色的山脚余晖中，倒也不太着急，他喜欢这种似幻非幻的落日时光，整个人仿佛沉浸在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里，安静祥和，又带着些幻想。然而才走到半山，就听到自己菜园子里新来的小奶狗在疯狂叫着。宣晓东几步走进去，看到菜园子最外的柴门开着，外面停着一辆3轮车，看到里头一个青年男子正在对着直播球滔滔不绝。大家喜欢这个菜园子吗？告诉大家，我家开的小饭馆，用的都是这样新鲜的菜蔬做的哦，欢迎大家来品尝。漆黑的小奶狗才刚刚满月，爪子身体都是软绵绵的，正对着青年足边嗷呜嗷呜的叫着，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看到宣晓东进来，立刻冲到了宣晓东的脚边，委屈的嗷呜叫着。宣晓东微微弯下腰，将奶狗小黑提了起来，抱在怀里，淡淡对那青年说话：未经允许，不要拍摄。青年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到宣晓东有些满不在乎，但还是对着观众道：好啦，我亲戚来了，下次再给大家直播。先到这里了，大家拜拜。关了直播球后，他大大咧咧道：是我阿贵了，阿东哥。都是亲戚，不必这样冷漠嘛。我妈说这几天镇里停水，家里开的饭馆不够水使，叫我来和你要一车水回去。宣晓东淡淡道：上次问你们要不要一起打井，你们又不肯。阿贵嘿嘿笑了声道：打一口井很贵的呀，没想到小东哥你这么舍得。真的花这么多钱在山上打井，你为什么非要住在山上，没有自来水，还要花这么多钱打井？村里人之前都笑你傻呢，现在没水了，我妈说还是你懂。到底当过兵的，舍得投资，我妈说叫我提醒你。除了我们家，别人如果也来找你要水，你一定要收钱啊。宣晓东实在不想说，其实当初他的意思是可以出钱替他们在村里打一口井给大家使用，没想到自己这表姑先跳起来说自来水够使了，实在不行可以去河里挑水，坚决不同意要打井。现在真停水了，怎么不去河里挑了？算了，他转过身，水井在里头，你自己打吧。阿贵连忙道：哎，表哥小东哥，你帮个忙啊，我要能自己打出来，就不等你自己打了回去了，这太沉了呀，我拉不动啊。宣晓东有些无语，将小奶狗摸了摸头，放他到了厨房，从高压锅里挑了一个鸡架出来，丢给他啃着，才走出来到了后院，将井桶里的水桶扔进了井里，然后拉起来倒入阿贵拎过来的塑料桶里，2下就将他带来的4桶塑料桶都装满了，又替他拎上了3轮车。阿贵羡慕道：
小东哥好大的力气，看你手臂也不怎么粗啊。一边却又顺手掐了几根新鲜的青瓜，哥，我口渴了，拿几根瓜解解渴哈。对了，我看你那韭菜长得太多了，眼看要老了，要不给我割把呗？明儿正好下饺子吃。宣小东转头割了几把，整齐放到他车上，另外又割了好几样菜，拿了个菜篮子单独装好，放到阿贵车上。阿贵受宠若惊，这么多？宣小东道：这几把韭菜给你的，另外这篮子菜你回去顺路帮我拿给夏婆婆家。阿贵大惊，给夏婆婆这么多干嘛？村里刚组织慰问过他家呢。我妈说了，看到村长手里提着鸡和猪肉，好几斤呢。宣小东挥手，我乐意给，你帮忙捎过去就行。不许结了，我会找夏婆婆问的。快走吧，一会儿天黑了。就你家这出门不捡点东西，就算丢的小家子气。什么时候能改改？阿贵嘿嘿嘿的笑着，没有点羞惭的神色。哥，那我先走了。没想到你居然在这荒山上种出来这么大个菜园子，你一个人哪里吃得完？不如便宜点给我家饭馆供菜啊。宣小东冷漠道：亲兄弟明算账，要供货先拿供货合同来，我还要看你给钱一家多少，便宜是能便宜点，但别想白拿，我打紧也是要成本的。阿贵嘻嘻一笑，开动了电动三轮车。你放心啦，老表吗？就是这些都是我妈管的，我叫我妈来给你谈。说完一溜烟开走了。宣小东摇了摇头，看他也就15、16岁的年纪，全无点分寸，自己又不是他亲哥，说多无益。他脑海里忽然闪过今天刚见到的林奕宇，卷发长结，唇红齿白，穿着笔挺的西服，晚上戴着名贵的腕表，长高了许多，站在那里金贵又傲气，一如许多年前小小少年高高站在台阶上，让管家将一个行李箱扔在玄关，居高临下对他道：我们林家不欢迎你。没想到当晚他就接到了楚若舟的电话：小东，你平安回到了吧？宣小东应了声：回到了，谢谢楚先生关心。楚若舟道：哎，不要这么客气，你总叫我楚先生楚先生的，我感觉特别对不住你，叫我若舟就行，是有事要找你。刚才盛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的情况，说为表歉意，打算明天就上门给你亲自致歉，再把款项转给你。宣小东一听有些懵，下意识拒绝：不用了，赔钱不必，道歉今天也道歉过了，我没什么损失的。楚若舟道：怎么能说没损失呢？2只红龙不是？听盛先生说，他已专门养在了他的办公室，请了专人照应着，而且那2只红龙品相一流，红得像琉璃一样，说是白白糟蹋了你一片心，所以明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我陪着他上门。还有个重要原因，他说了，其实是听我说的田园风光，有些心动，顺便想散散心。是他心理医生建议的，说是现在他的心理状况不合适手术，建议他先散散心放松些，还说我是吃喝玩乐的高手，让我带一带。你说我受过他那么大人情，哪里好意思拒绝？兄弟，我知道你爱清静，好歹就接待一次，安排顿中餐，我尽量让他赶紧回城，行不？宣小东沉默了一会儿道：好吧，他有什么爱吃的？我提前准备吧。楚若舟松了口气道：没事，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什么都吃，没忌讳，让你随便就着手里的材料随便整就行，我看他是病人，你弄点好消化的就行了。那就说定了，明儿我开车和他过去。宣小东道：行。楚若舟却忽然想起了什么，还有件事，今天不知怎地，林二少爷打了电话给我，和我打听你，我含糊着过了，只说是朋友介绍买鱼的，他就说也想买鱼，我想起之前盛磊磊那事，哪里还敢再给你惹事，就推了说先问问你还有鱼不。结果他来了一句什么鱼都买，但我看他遮遮掩掩的，不知道想干什么，就怕还来问要联系电话住址什么的，
所以先问问你的意见。宣晓东沉默了一会儿，道：就说和你不熟，朋友介绍买鱼的，已经没来往了就行。如果他要买鱼，就说我已不卖了。楚若捉静了一会儿，林一锦是自己的大学同学，前阵子自己还欠了点人情，但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他还是分得开的，更何况林二少还是一母弟弟。他当然要帮着宣晓东，因此也没想着再探听宣晓东的隐私，干脆道：好，那到时候我含糊过去吧，明天见。第二天天还没亮，宣晓东就开着摩托车到了附近大山上的山洞里，游下了洞里的深潭下，用鱼叉抓了2只巨大的深潭山洞鱼，拿了网兜兜着，又骑着摩托车，倒也不急着回去，先拐到镇上。乡下人起来都早有人看到他后座网兜吊着的2只大鱼，全都艳羡道：好大鱼，小东去哪里打的？一条怕不是有10斤。宣晓东脾气也好，只是打山上山洞里插的，少不得有人又夸那里水冷得很。还是小东身体好，赶下去插鱼。这鱼好吃，上次有年轻不懂事的娃偷偷去垫了几只来卖，后来被镇上发现了，警察抓去教育了一轮，全没收了。听说他们已吃了一只，说是肉鲜嫩，实在好吃。少不得有嘴馋的老饕问：小东卖不？宣晓东一一解释：不卖，我要待客，另外送下婆婆一只。众人听到是给夏婆婆的，人家俩老人没了孩子，没人照应，乡里邻居照顾也是应当的，也都只是点头过了。宣晓东提着鱼去了夏婆婆那里，先替她杀了一只放在堂屋冰箱里，才离开了，在镇上买了只活羊，让人杀好，提着羊肉和鱼，又回了山上，自己开了大锅，只捡着好的鱼肉和羊肉，忙着整了一锅汤来。乳白色汤在锅里翻滚着，香味出来，果然门前越野车喇叭响，门口的小奶狗也汪汪汪的叫起来，客人到了。宣晓东走了出来，扔了一把新鲜洗干净的羊下水在狗盆里，小黑狗吭哧吭哧摇着尾巴，欢快吃起来。楚若捉下了车上来，和宣晓东拥抱了下，笑着说：好小只狗，顶什么用？还是我找机会送你只牧羊犬吧，特别聪明的，给你看家再合适不过。哇，我已闻到了汤的香味，好香。他没吃早餐，早已腹中激火中烧。转头去后头，他的越野车后边还停着一台银灰色的加长轿车，楚若捉认得那是名叫暴风雪的豪车。车门自动滑开，斜坡搭下，盛无虞在里头直接开着轮椅从驾驶座上下了来。原来这是改装过的定制车，盛无虞居然是一个人开车来的，没有带助理。他驱使着轮椅下了车，遥控关上车门，身上穿着却和之前西装革履大不一样，只是一身浅灰色的运动服，袖子拉到手肘，露出白皙手臂和修长手指。只是抬眼看向他的时候，那清冷锐利的眼神让人压力陡升。楚若捉喜笑颜开道：盛先生，小东兄弟已煮了汤了，闻到香味没？不是我夸啊，小东真的这做饭的手艺一流，静海市和满京城的私厨也不见得比他好到哪里去。来，咱们先下来里头休息下吧。好像是羊汤。盛无虞看了眼那柴门上的门槛，还没说话，却见宣晓东走过来，轻而易举抬起轮椅替他搬了进门，一边道：是鱼羊汤，补气的，秋天了，吃那个合适。好大力气，盛无虞心想，但面上却还温和，有劳小东了，打扰你了。他直接称呼宣晓东为小东，仿佛是要拉近距离，却反而让宣晓东有些无可适从，竟一时不知回答什么。盛无虞却显然很擅长社交，你前面带路就行，这轮椅有爬坡和跑楼梯功能的。说着按了下按钮，果然轮椅下立起支架，轻松跨过菜地那一节一节石阶。宣晓东看他果然不需要人帮助，连忙往前走到了厨房内。
让着他们坐在了那长长的餐桌旁，先给他们倒了点饮料，就去盛羊肉汤上来。乳白色的肉汤芳香逼人，楚若桌一口气喝了大半碗。舒爽道：“够味。”怎么这么鲜？一点膻味没有，也没有鱼腥味。拿了一旁盛出来的羊腿肉，蘸了下韭菜花酱，迫不及待塞到了嘴里。宣晓东将之前搅拌好的淡菜叶缓缓倒入炒锅，炒了个快手菜。又利索拍了蒜米扔到炒锅里，将之前洗好的莲花白手撕扔进去，做了个炝炒莲花白，盛上桌子。看成吴虞道没有急着喝热汤，而是拿了一旁放着的清脆可洗汁水的杯子，缓缓喝了口，只觉得草香扑鼻。诧异道：“先榨石斛汁。”宣晓东道：“我在山上种了些白皮石斛，早晨摘的，喜欢的话一会儿我多割点给你们带回去。”楚若桌听了，连忙也拿着手边的杯子喝了口，赞道：“是很不错。想来你种的那石斛也很粗壮多汁啊，口感还不错。调了什么？蜜糖？不像，冰糖，很淡的甜味。”宣晓东道：“没有，只加了一点雪梨汁，旁边这是蛋炒石斛花，茯苓膏，吃个新鲜。”楚若桌拿了筷子，先尝了下嫩黄的蛋炒石斛花，爽滑清甜，再尝了片莲花白，酸辣宜人，配着汤，几下就喝得肚子滚圆。转头看陈无虞捏着柄勺子，慢悠悠喝汤，知道他一贯讲究，忍不住笑道：“盛先生真是风度翩翩，不像我像饿死鬼投胎。实话，早晨没吃呢。”盛无虞看了眼一旁的宣晓东，心道：眼前这人是把自己当久病在床的病秧子来招待了吗？上的全是养气补虚的菜。微微一笑，小东有心了，直接叫自己小东，听起来是拉近距离的感觉。但宣晓东不知为何在他眼里又看出了点别的意思，垂下睫毛没说什么。盛无虞却含笑道：“吃的也差不多了，我们出去外边走走吧。不知道小东能做向导带带我们吗？”楚若桌吃惊道：“吃的太少了吧？”盛懂。盛无虞道：“叫我无虞就好，我前阵子换了点药，胃口不太好，不是饭菜做的不好吃，别在意。”宣晓东点了点头。三人走了出去，宣晓东力气奇大，提起盛无虞的轮椅，很是轻松跨越过一些特别崎岖的山路，然后走上了开好的小道，道旁全是金黄色的野菊花，成片成片长得满坑满谷的。小黑狗屁颠屁颠迈着小短腿跟在主人脚后跟，走得一蹦一蹦的，偶尔会窜出去追赶一只粉蝶，但很快又蹦着跟上主人的脚步。宣晓东给盛无虞解释道：“路没怎么修，不太好走，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住山上。”盛无虞按着轮椅开启了登山模式道：“无妨，我这轮椅改造过，爬山也行的。”宣晓东只在前面走着指路，山后刚种了桃树，不过还没种好，明年来就能看到桃林了。这边计划种一片雪香榧和山茶花间着种，两个花期相同，等春天也会很美。往前走，我弄了个药园子，主要种一些能吃也能做药的。刚才吃的白皮石斛就是那里种的，另外种了些黄金白鸡之类的，没怎么用心弄，就是先试试。山上一些树都是我爷爷以前种的，这是相思树，这是女贞树，还有一些枇杷芒果之类的，因为多年没人照料，也都乱长，有时候有些果子，有时候没有。山顶原本就有一个天然的石坑，我扩充了下，做成了个天然蓄水池，到时候方便浇灌。山脚下种了些玉米和花生，西瓜什么的也是以前我爷爷种过的，我也就保留着，都不赚钱，乡里人家大部分自己也都有，就自己吃的。宣晓东一路走一路指点着，看得出他对这山很有感情，虽然也有一些规划，但很明显都不是为赚钱，而只是兴趣，随性而种，喜欢就种了，或者只是种着试试看。楚若桌之前来过，倒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只是偶尔指着对面的山，对盛无虞道：“对面那是玉春山脉。上次我那香蕉的幸免于难，全靠那个挡住台风了。运气啊！当然，最大的运气就是遇到你和小东帮忙了。”盛无虞微微一笑，问宣小东：“这山算你名下的吗？”宣小东道：“这山以前是荒山，我爷爷开荒以后，早年也没人在乎这些，这一座山就算归我爷爷名下的土地了。然后宅基地也就半山腰这里。爷爷去世后，我去参军了，去了好些年，这山没人打理，就又荒了。我回来后才又慢慢开起来的。”盛无虞却忽然问了句：“你不是都退役5年了吗？怎么看着这山是这2年才开发起来的？”宣小东抬眼看了程无虞一眼，看他神色淡定，移开目光又看了看四周的风光，他们已到了小山顶上，然后看到了南边延绵不绝，还有一大片深山。他低声道：“退役后，我一个人出外面四处走了走，旅行去了，去年才回乡的。”楚若桌吃了一惊：“你一个人旅行了3年啊？太爽了吧？”宣小东道：“就买了台2手车，把国内每个地方都开车走了一遍，走累了就回来了。”楚若桌很是羡慕：“我也想周游城市，四海为家，看遍天下风景。你见了很多美景吧？有没有拍照？”宣小东老实承认：“没有，我一个人走的，也没想过拍照。我手机老式的，也不能拍照。我每到一处就打听当地什么好吃的，然后一家一家吃过去，吃完了再去下一处。”楚若桌爆发出笑声：“哈哈哈哈！难怪你做饭这么好吃，还真是博采各地美食啊！”宣小东倒也有些赧然起来：“我也带了不少种子回来，试着种了些，有些活，有些不能活。”盛无虞微微抬头，忍不住也莞尔一笑，感觉到山风徐徐吹过脸。已接近深秋，远处山谷已有丰富的树叶颜色，天空则蓝的像一块透亮玻璃一般，只有淡淡的白云扯成乱絮，风中带着野菊花和各种远处的草木香，叫人心旷神怡。他笑了下，忽然道：“宣小东，我想租你的房子住一段时间，行不行？”这人有点意思，他忽然做了个决定，和从前一样。他历来是个行动力超级强的人，想到就说了。宣小东一怔，就连楚若桌也吃了一惊，转头问：“怎么突然要在这里住？”盛无虞道：“心理医生说我目前心理状态不适合做手术，让我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休养一下，远离工作。我觉得这里挺合适的，陌生人，陌生的地方，无人打扰，挺好的。当然，你做菜确实很不错，我会另外出费用请你帮忙做饭，可以吗？既然你都吃遍全国了，看来我也能吃到不少特色食物。”宣小东转过头看着他，脸上是茫然，甚至是有些震惊的：“盛先生，我这里简陋，家具也不全。”楚若桌道：“盛董还是要慎重考虑啊，这边配套不齐全，医疗什么的都不方便。”他却是担心宣小东看起来就是个爱亲近的，不习惯忽然住进来的陌生人。盛无虞却只是看着宣小东，眼睛里含着笑意：“怎么样？不愿意？”宣小东看着他微微有些蜂蜜色的双眸，心里一动，低声道：“可以的，院子另外一侧的厢房都是空的，我重新收拾下，还有卫生间什么都要重新改造。您还有助理一起住下吗？”“我来订购床。”盛无虞干脆利落：“那就这么说定了，家具用品和改造的事你不用担心，明天我让助理过来安排，一应改造费用都由我负责，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放心，只有我一个常住，助理等人偶尔过来下送东西，不会打扰到你的清静。哦，对了，我还养了只猫，可以吗？”盛无虞看了下轮椅旁好奇歪着头的小黑狗，伸手捏住他的脖子拎了起来。小奶狗不知所以，茫然呲出了乳牙，嗷嗷叫了2声，却丝毫没有威胁到尊贵的客人，只好可怜巴巴
看向主人求救。盛无虞却好笑地摸了摸那柔软无骨的小短腿，又用手指捋了捋油光水滑的黑毛，点了点头，恐怕会和你这小家伙打起架呢。宣晓东道：没关系，只是乡下地方，如果太名贵的猫，会不会养野了跑掉？我不太熟悉猫。盛无虞轻描淡写：没事，会带来足够猫粮，就怕它吃了你做的肉，怕是都不吃猫粮了。他看了眼宣晓东，眼神温和里带了笑意，做了这决定。他心里分外轻快，看着宣晓东有些懵的表情，他越发期待未来的日子。这人像个宝藏，一起生活应该很有意思，他应该符合蔡中林所说的那种生活境界吧。随性而行，随心而活，去哪里种什么都非常纯粹，因为想就如此做了。所以这春九秋茄，锄瓜种豆，四季三餐，少思少想的日子，是不是就是蔡中林希望自己做的？宣晓东则只觉得那双琥珀色的双眼洞察人心，仿佛完全看穿了他，有些不知道如何回应。傍晚，盛无虞和楚若拙两台豪车都开走后，宣晓东站在柴门前，手里抱着已经睡着呼噜噜翻着肚皮的小黑狗，很是茫然，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答应了，不知为何面对盛无虞的微笑，似乎很难有人拒绝他，这难道就是属于前外交官的特有技能？关了柴门，他收拾下空着的厢房，将一列3间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拿了井水来冲了好几轮，又有些不满意的摸了摸墙，觉得是不是该找人来刷一次墙漆，但想到盛先生身体不好，新墙漆对身体不太好，才作罢了这个念头，只是又拿了水管子连墙和天花板都冲刷干净。秋高气爽，第二天他搭了梯子上了屋顶，把那边的瓦片全部重新码了一遍，确保一滴雨水都不会漏。宣晓东的房子后种着几株有些年份的相思树，树冠丰厚，羽状的树叶参差交错，绿荫浓厚。宣晓东修葺了房顶后，便在屋顶上靠着树干，拿了杯子边喝水边想着还有什么地方该收拾收拾，却见前院菜地前的柴门有个中年婶子推门走了进来。他目力甚好，一眼就认出正是他那许久没来往的表姑高翠兰，一表3000里。这高翠兰是宣爷爷那一辈的堂妹的后代，具体也算不清楚什么辈分，也就含糊着叫着表姑。高翠兰其实也和他家从前没什么来往，宣爷爷本身就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一个人住在山上开荒，不爱和人来往，儿子进城打工一去不回，在村里人看来就是个不好亲近的穷酸孤老，这高翠兰只能说算是个姻亲。沾亲带故，他回乡后去镇上办户口手续时见过几次罢了。高翠兰进了门，无视嗷嗷叫的小黑狗，在菜地里先转了一圈，伸手掐掐黄瓜，摸摸南瓜苗，非常满意，走进院子里喊着：小东啊，小东。宣晓东在树干上应了声：在，表姑有事。高翠兰抬眼看到他在屋顶上居高临下看着他，倒是吓了一跳。哎呀，吓我一跳，一大早在屋顶干嘛呢？宣晓东道：我捡瓦呢，台风过了，怕漏雨。高翠兰看他从梯子上利索下来，笑得和蔼，有空也帮我家捡一捡啊。我昨天听阿贵那小子说了，你种了好大个菜园子，果然是退伍兵啊，一把子力气，这一看果然是弄得好。你也知道，你姑父开了个小饭馆，拿货都是在菜市上收的菜，又贵又不好，我看你这菜长得这么多，阿贵说你一个人吃不完，都拿去送下婆婆了，就算送也吃不完啊。我刚才看那韭菜都老了，那南瓜苗也长出来老长，太可惜了，放着白白都老了，喂猪都不吃了。你看这萝卜花都要长种子了。我和你姑父说了，反正他也要去收菜，与其把钱给外面那些饭菜佬，不如给自家人呢。你这菜地的菜，不如都专供我们家饭馆。你姑父一个月给你1000块，也不用你辛苦，我叫阿贵每天早晨过来
收了3轮车开到镇上去，一点不费你心，1个月白白多了1000块，如何？宣晓东道：哦，多谢表姑，不过还是算了，这菜我留着有用，你还是先找别家看看。高翠兰一听急了，有什么用？我看你也没养猪，白放着也是1毛钱没有，现在你白白1个月多了1000，有什么不好？宣晓东道：我有个朋友要过来住一段时间，我要多留着给他尝尝。高翠兰道：一个朋友能吃多少？这样嘛，你要留哪块，我们就给你留着，我让阿贵不摘还就好了。宣晓东道：我那朋友挑剔，算了，你找别家吧。他转头收拾了梯子就往屋里去，高翠兰连忙上前道：这样吧，都是亲戚，我让你姑丈给你1500，怎么样？我们请的厨师1个月都才3000呢，不少了。我昨儿听镇上人说，看到你插了2条好大的山洞鱼，不然你有空也帮你姑丈带几条呗。另外给你算钱，客人也爱吃这群水山洞鱼，说汤好呢。盛无鱼似乎不太爱吃鱼，还是真的是因为吃药的原因，很多药确实吃了伤胃，又或者是鱼和羊在一起不合他口味。宣晓东微微出神，拒绝道：没空，那个太费功夫了，水又深又冷，不去了。我山上还有些树苗要种，表姑你还有别的事吗？要吃菜就摘点回家吧，我要上山去了。高翠兰看宣晓东拎了锄头推开门就要出门，张了张嘴，结果宣晓东路过他身边，身形高大，肩背挺拔，神情硬朗冷漠，气场逼人，他一时竟然心里微微发怵，没能继续劝说下去，就这么迟疑一会儿的功夫，宣晓东以大步推门走了出去，扛着锄头往山上走远了。高翠兰讪讪站在菜地里，咬牙心道：这人和从前老头一样，脾气也一样古怪，有钱不赚，白白1个月1500呢，留给朋友吃？什么金贵朋友，吃个菜要留这么大一菜地，可真是轴。现放着钱呢，捡都不捡。他虽然不甘心，但宣晓东明显不想和他交流，镇上饭馆也还等着他回去帮忙呢，也只能跺了跺脚，顺手拔了几颗莲花白包菜，提着回家。宣晓东挖了几个树坑，便接到了一个电话：宣先生您好，我是盛无鱼先生的秘书施继清，盛先生让我下午过您那边去，安排住宿装修和搬家事宜，我下午会带几个设计师一起过去，请问您方便吗？自称秘书的女子声音清甜柔软，但几句话说的却干练简洁。宣晓东道：好，我有空，到了打我电话就行。到了下午，果然施继清到了，他看上去30多岁，留着短发，一身职业装，风风火火带着2个设计师来里里外外测量了一遍，又低声商量了下，才出来对在厨房的宣晓东道：宣先生，我们基本掌握情况了，这次租房涉及的面积大概300平米，根据盛董的要求，我们会按静海市的平均租金给您支付租金费用，并按每个月1万的伙食费支付给您作为餐费。另外，我们会在征得您的同意的基础上，对租住的房间在不涉及外观改变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改造，改造方案会在近期给您发过来。您同意后才会开始改造，一切改造费用都由我们支出。刚才我们检查了一下，目前涉及到的改造主要有房间、道路的一些改造。为了方便轮椅进出，房门外到山下山上，我们打算做一些道路改造。房间内所有门都要做无障碍通道，卫生间、睡房等都要做相应的扶手改装和智能设备，配备一些相应的理疗机器、运动器材和护理床。另外，为了方便用水，对水井进行改造，加装抽水机、水泵、净水设备以及接入卫生间、喷淋设备、热水器，还有一些生活用具，比如空调、马桶、扫地机器人、自动吸尘器等等。为了方便盛董工作，需要加装一些工作相关的投影仪等等智能工作设备。因为程先生养猫，因此还要做一些猫爬架和一些猫的用具。
另外还有安全防盗设施、灭蚊驱鼠设施、防火设施等等需要加装。来之前，盛先生还有交代，说您这边如果也有需要装修和改造的，也请只管一并吩咐，一切都要尊重您的意见。如果我们加装的设备会给你造成不便的，也请您提出意见，我们会根据您的意见更换改造方案。宣晓东在冰箱里拿出了一个玻璃饭盒出来，打开道：我这里只是荒山的农庄，房子闲置的，不需要那么高租金。另外，盛董身体不便，肯定需要加装许多方便他行动的设备，这也是必须的。想怎么改造都行，没关系的，我这里没什么要改造的。天热，你们吃点冰淇淋吧。然后拿了勺子挖出好几球奶白色的冰淇淋，放到长桌上的素白浅碟。施季青从静海市一大早赶过来，确实口渴了，但他刚生过孩子，正努力控制身材中，只好拿了水一边喝一边道：多谢，我在控糖，蓝公小福你们吃吧。宣晓东道：这是自制的冰淇淋，没放糖，用的是加果肉和牛奶。天热，而且你今天走了不少地方吧？消耗大，吃一点应该没事。施季青听了没放糖，有些异动，看宣晓东拿了瓶糖粉在一旁放在冰淇淋盒子旁，如果爱吃甜的，也可以自己在上头撒点糖粉。两个设计师叫蓝工的应该是主设计师，40多岁，沉稳成熟，大概顾忌着自己是男的不好和女孩子抢甜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只拿水喝。另外一个叫小福的是设计助理，看起来刚毕业没多久，年轻的紧，道了谢，忍不住咬了一勺放入口中，立刻眉开眼笑，太好吃了，是什么果肉来着？他立刻拿了糖粉来撒上了一层洁白糖霜，一勺接着一勺吃起来。宣晓东道：世家熟透了的，味道不错。施季青看了也拿了一碟过来尝了下，果然细腻清甜，软糯松香，世家果独有的清香口感一绝，口感实在超绝。心里刚想着这真的是自制的还是冰淇淋机，刚才他也先看了厨房有没有需要改造的地方，并没看到冰淇淋机。人工搅打能如此细腻松软，正做着品尝冰淇淋，却忽然三人都闻到了一股菜香，瞬间腹中咕噜咕噜起来，转头看原来是宣晓东打开了蒸笼，里头蒸着的菜香就出来了。宣晓东转头看他们笑道：你们没有用午餐吧？我给你们做了几个简单的家常菜，用了午餐吧。蓝公仪忍不住开口：是什么菜？闻着很香。宣晓东道：刚才看到村头有家人杀猪，买了点新鲜的，蒸的猪脑，加了点新鲜天麻，可以防治头疼，豌豆煎炒腰花，还煮了猪尾巴黄豆汤，天热还凉拌了个酸菜猪耳朵，你们随便吃点吧。说完他以麻粒端了菜上桌，样样齐整，却之不恭。三人客气了几句，也都顺水推舟吃起来，这一吃就完全没收住，最后三人居然把桌子上的菜全吃干净了。施季青忽然有些理解为什么老板忽然说要在乡村休养一段时间了，不为别的，就为这口吃的，也完全值得呀。晚上施季青等三人走的时候，车上装了半个后备箱的新鲜刚收的释迦果，几大包白皮10糊，自晒的萝卜干、咸菜、笋干，还有一大瓶青橄榄。他们再三推辞，却不过盛情，都带着感激收下了。施季青心里想着下次回来能带些什么东西还礼才好，一边对宣晓东告辞，上了车回静海市。返程之时，施季青在车上给盛无虞打了电话，简明扼要的汇报了下今天的安排，然后说了下收获。盛无虞听到也给自己带了一大包青橄榄，微微有些吃惊，为什么给我青橄榄？施季青道：宣先生说上次你来嗓子有些哑，而且时不时咳嗽几声，建议你泡茶喝，或者用来煮猪肺汤，味道也很好，清肺利咽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话音才落，施季青就听到对面忽然轻声笑了声。施季青愣了下，
他已经很久没看到盛董笑了，总是一副严肃冷漠的样子，笑声很短暂。然后盛无虞声音轻松道：“不错，明天把青橄榄拿来办公室给我。”施季青。第二天，施季青果然带了那罐青橄榄到了盛无虞办公室，同时带了设计师以及他连夜赶出来的设计图。在盛无虞办公室打开了投影，介绍装修情况。陈无虞打开那洗得干干净净透亮的密封罐，里头整整齐齐码着新鲜的新鲜青橄榄。他修长手指捏了一颗往嘴里含着，嚼开，青橄榄独特的苦涩味在舌尖漾开了，然后随之带来的就是无尽的甘香。不多时，他就吃完一颗，慢条斯理吐了尖尖的核，然后又捏了一颗放进嘴里继续嚼着，这东西还挺容易上瘾，嗓子也确实舒服多了。设计师介绍完装修改造的内容，施季青补充道：“另外，我看了下那边虽然离镇上近，但是您一个人住还是很不方便，我看场地还绰绰有余，是否增加一间助理住的房间？”设计也做好了，总共涉及所有房屋改造、设备采购、装修人工等等预算大概是1300万元。盛无虞道：“可以隔个小房间备着，但是不需要助理常住，我一个人就行。”施季青没说什么，知道盛无虞拿定主意，便道：“那如果您没意见的话，我们就开始改造了。接下来1个月我会经常去那边，不过新招的小高还不错，基本上手了，您在公司这边可以多吩咐他。”盛无虞道：“1个月，工期这么长？”施季青一怔，要的不仅仅是房间装修，安全设施和生活设施都必不可少。光是铺地板和修山路，盛无虞打断他：“不用铺地板，山路也不用修，我轮椅有爬山功能，不需要专门修山路，就算修。如果宣先生要修的话，可以等我住进去了再慢慢修也行。”施季青道：“宣先生倒是什么要求没有提，山路不修可以，地板不铺的话，那我们改用通铺羊毛地毯的方案也行。”盛无虞却摇头：“不用地毯，就水泥地板，挺好的。我那天看到了，它拾掇得很干净，完全可以想象，若是铺上地毯，那小哥怕是一步都不会踏入他的房间。”那有什么意思？他要的是加入，体验对方的生活，可不是过去砌一间水晶屋。施季青为难道：“水泥地板太粗糙，扫地机器人和吸尘机器人都很难工作。”好在一旁的设计师经验丰富，已迅速反应过来，水泥自流平也可以的，我们派技术工人重新打磨光滑，是一样的。专用细砂纸细细打磨水泥地板到平滑如镜是可以的，当然其实人工费比铺木地板铺瓷砖都要高很多，必须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专门的机器，但是谁让程总给钱多呢？他实在是给的太多了。盛无虞点头道：“地板墙和吊顶全部都不用做，墙纸也不用贴，只需要加装所有的设备即可，工期我只给1周，下周我就要搬进去。1周还是太短，但自己身体特殊，只能再忍忍。”回来城里以后，他忽然觉得工作太繁杂，城市太吵闹，每天见到的人实在太多，食物都难以下咽，空气也很差。施季青能做盛无虞秘书多年，自然是能跟得上他的快节奏，干脆点头道：“好，那就水泥地板和墙面全部打磨。”盛无虞道：“尽量不要动对方的房屋外观，只做必要的房间改造，加快进程，不然施工时间太长，你家孩子还小，没人照顾。”施季青心里一阵暖流，谢谢盛董体恤。盛无虞将那装着橄榄的玻璃罐在桌面上推了推，他已经不知不觉吃了好几颗，现在满嘴甘香，回味无穷。他对施季青交代：“下去把这个拿给我司机，让他带回去给我房子的家务助理。”施季青忙道：“好的。”盛无虞嘴角却不知想到了什么，微微一翘，告诉家务助理：“就说我今晚想喝青榄猪肺汤，让他好好做。”盛无虞正式搬进宣晓东这小小农场那天，刚下过一场秋雨，
天气已经微微带了凉意，但空气仍然是属于秋天的不拖泥带水的爽利干净。宣晓东接过盛无鱼递过来的包装精美的盒子，有些吃惊，是什么？盛无鱼微微一笑，见面礼，作为租客，接下来要打扰房东了，还请多多关照，算是上次青橄榄的回礼。青懒猪肺汤味道确实不错。宣晓东不知为何忽然有些尴尬，只好以拆礼物来掩饰自己的窘迫。但漂亮的包装纸打开，露出一整套玻璃餐具的时候，他还是吃了一惊，这是餐具？盛无鱼笑道，不错，从前在国外看到好看买的，在我手里一直存着也没用，倒是明珠案头了，正好搬过来，就要给你送礼。这个倒是合宜，特别是你手艺这么好，也不辱没了这套餐具。他今日穿了一件黑色薄针织衫，显得肌肤白得透明。他这些日子睡眠障碍越发严重了，但除了自己和监控睡眠的仪器，谁都不知道他外表仍然保持着那一贯的从容和优雅。宣晓东拿了一只玻璃碗起来，对着光仔细欣赏，眼睛闪闪发光。晶莹剔透的玻璃碗壁上栩栩如生描绘着细细的水草，笔触细腻逼真的，仿佛是数丛真正的水草被封浇在了琉璃内。然而水草上停着的浅蓝色的蜻蜓，却又显示出这是水平极高的手绘。浅蓝色的蜻蜓翅膀半透明的，上面的翅膀纹理清晰可见，与水草融洽的布满了整个圆润晶莹的玻璃碗。四只饭碗都是水草和蜻蜓，但姿态各异，清新美好。其他玻璃碟和汤碗又各自不同，有的是花和蜜蜂，有的是葡萄架，有的是麦穗，有的是雪中的冷杉，既写实又充满了艺术感。有一只几乎正圆形的玻璃花瓶，绘满了熟透的浆果珠和矮草丛，放在桌上仿佛重现了那林间的小景，连草叶上的露珠、熟透浆果表面的白霜都细腻地表现了出来，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宣晓东对光照了许久，才记得和盛无鱼说了谢谢。盛无鱼点了点头，回了自己房看施继清安排他的行李。施继清刚刚盯着搬家工人将那昂贵的钢琴妥善放置在了房子一侧的方地毯上，打发走了所有搬家工人，亲自将盛无鱼的衣物行李都清点过，细细查了一轮后，万无一失了，这才转头带着盛无鱼一一演示过所有新装的设备，然后才十分不放心道：盛董您再看看还缺什么吗？不然我还是让小高过来和您住一段时间，等你适应了再说吧。盛无鱼道：不必了，只要有一个熟人在，他就必须要端着那副完美的面容，但此刻他只想一个人。他对施继清道：安排好了，你现在就回去吧，不然回市里时间就太晚了。公司的事大部分交给执行董事商量着做就行，有什么必须我做主的你再联系我。施继清有些无奈，但也知道盛无鱼的坚持，便里里外外又看了一遍，才出来和宣晓东道别。程无鱼送他出来，一眼看到宣晓东还在厨房窗边反复转着那些玻璃器皿在赏玩，双眸晶亮的犹如得到爱不释手玩具的儿童。这么喜欢吗？盛无鱼微微一笑，也就是当时在国外看到觉得好看，顺手买了一套留着。前些天决定过来住的时候，想着应该送点礼给主人家，在自己收藏里头找了下，看到这套手绘玻璃碗，莫名觉得对方会喜欢，就选了这套。果然很喜欢的样子。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又是名门世家的贵公子，他收过很多礼，也送过很多礼，甚至代表国家送过国礼给国外使臣，也收过无数名贵的礼品。但他第一次感觉到这种送出去的礼物被对方如此珍视喜爱，所获得的微妙的满足感和欣悦。晚上，盛无鱼看着一桌子的隆重的菜，有些意外，就2个人，这菜量实在多了些，虽然分量都不多，但最关键是每一道菜都看出来是精心制作，卖香分外好。玲珑的水草蜻蜓碗里装的是晶莹洁白米饭，主菜是整齐码着的半透明胭脂色水晶肉，翡翠秋葵牛肉丝，葱油炒青豆，
汤是金汤菊花鱼。大大的玻璃碗里装着剔透冰块，上握着新鲜的冰菜沙拉，茎叶上仿佛凝结着晶莹冰霜。甜品是乳白淮山糕，上面淋着晶亮的蜂蜜桂花汁，还有2个玻璃杯里装了晶莹红亮的西瓜汁。宣晓东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这么好看的碗，得装点好看的菜才称得上。盛无鱼笑意从嘴角慢慢漾了起来，没事，你这样很好，比我以前觉得好看就束之高阁收藏的好。宣晓东耳根微红，替他盛汤。盛无鱼却好奇问道：这肉是怎么做成这样半透明的样子？宣晓东道：这是红糖腌制过了才用来蒸的肉，控制好的话颜色会很漂亮，有一些小技巧，其实关键是这最后淋上去的汁。一般家常吃就没必要做这一道工序，但是这玻璃碗配得上这样漂亮的胭脂色。很多人用红苋菜，但是红苋菜的味道其实比较浓烈，我觉得会抢了肉的味道，所以我用的是紫甘蓝。用料理机打碎以后，掉入柠檬汁就会变成很漂亮的胭脂色，然后再加一些琼脂和淀粉进去，让它浓稠一些，就变成这样晶莹剔透的汁水了，口感也非常好，有了柠檬的酸味，调进去这红糖腌渍的甜，就不会太腻。我觉得倒是比红苋菜更合适，你可以试试。还有一种胭脂萝卜也可以调出不错的颜色，但是手边没有，而且味道也没这么好，那个主要用在泡菜上。他说了几句，感觉自己说的有点啰嗦，但抬眼看到盛无鱼正凝神听着，一双清冷的眼睛也专注盯着他，似乎真的很想知道这水晶肉是如何有这样漂亮的颜色。他有一双长眉，几乎飞入鬓中，双眸如冷星，盯着人的时候却只让人受宠若惊，仿佛被目空一切的神灵凝视。宣晓东心想，难怪他平日虽然冷淡的很，但是却能在外交场合游刃有余。被这样清贵的人盯着和关注，一定会觉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吧？明明眼前这人是根本不需要自己下厨做饭的。盛无鱼却十分感兴趣地点了点头，很有意思，仿佛他真的要去试试一下。宣晓东伸手给程无鱼倒了一碗汤，汤里菊花瓣金灿灿的，将乳白色的鱼汤都衬托得分外美味。盛无鱼却伸手夹了一块晶莹的胭脂水晶肉来，真的放入嘴里吃起来，入口即化，确实美味。原本他是不喜欢吃肥猪肉的，但听了对方这花尽心思调出来的颜色，就为了配上他送的礼物，珍而重之，他心里得到了小小的满足。就为这，他胃口仿佛也好起来，每样菜都加了些，细细品尝。宣晓东也感觉到了开心，于是继续给他介绍那葱油青豆，这是用小葱煎了葱油出来，再炒的青豆，味道也很好，但是如果是蚕豆，口感就更好了，又糯又粉。可惜现在已经不是蚕豆的季节了，葱烧蚕豆是我小时候第一个学会的菜，又要颜色碧绿，又要口感糯粉，又要有蚕豆的清香，又不能弄出葱油腻味，其实火候很难把握。程无鱼微微扬了下眉，葱烧蚕豆吗？好，下次等你做给我吃。他这话说的平淡又客气，宣晓东不知为何心里却感觉到了一种淡淡的欣然和期待。他甚至在想，那蚕豆应当如何选取最好最饱满的豆瓣剥开。饭后，程无鱼驱动着轮椅要回房，宣晓东却倒了碗鱼汤。我看到你带了纸猫，要喂它吗？我给你拿过去，锅里的鱼汤没放盐。盛无鱼原本想说有猫粮，但看宣晓东拿着鱼汤跟在他身后的样子，想了下没说什么，只让他跟着。他的房间已全部改造好了，外边看着虽然还是原来那普普通通的乡村瓦房，里头把一列3间房打通作为卧室，显得极为宽敞。靠墙做了一面墙的书柜和书桌，角落放着一架3角钢琴。他们走进去，浅灰色地板平滑如镜，靠着山景那边做了半墙通顶的玻璃景观窗，如今正显着金黄色的晚霞以及群山蜿蜒起伏的剪影。一只银灰色的布偶猫躲在高高的猫爬架上，警惕地看着他们，
观察了一会儿，才轻轻跃入盛无鱼的怀中。陈无鱼轻轻摸了摸他的头，道：“他叫小布。”宣晓东将鱼汤放在了猫窝附近，小布观察了一会儿，轻敲月下，嗅了嗅，粉红舌尖舔了下，看来味道不错，便又舔舐起来，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想来挺满意。宣晓东抬眼看陈无鱼驱动轮椅到了柜子边上，在里头拿了几个药瓶，倒了药出来吃，便走到一边替他倒水，然后将水杯递给他，看着他将许多药一粒一粒吞吃了下去，轻声问他要出去走走吗？盛无鱼用过药后会有一阵子的情绪低落，摇了摇头，我看一会儿叔会自己洗澡，你忙你的事情去，如果需要帮助我会和你说，谢谢你。宣晓东看出了陈无鱼显然是想一个人待着，便点了点头，退了出去。盛无鱼在书架上随手取了本书翻了翻，看了一章，便进了浴室，一个人洗澡换了衣服，将换下来的衣物都放入洗衣机内洗，然后出来自己拿了吹风筒吹头发，鼻尖却忽然闻到一阵清香。他抬头看到门边的矮柜上，那只圆滚滚的手绘玻璃花瓶不知何时被放在了他房间里，里头插满了雪白的野姜花，纤细的梗和细碎的姜花非常衬这只花瓶，清香随着傍晚的风漾满了整个房间。住进来的第一个清晨，盛无鱼是在鸟声婉转中醒来的。床边一侧是一面半墙玻璃，刚好将窗外山景镶嵌如画。清晨窗帘根据事先设定好的时间自动打开，将一墙的山色映入了卧室内。盛无鱼睁开眼睛，看了一会儿窗外，远处郁郁层峦，天高云淡，空明一片，近些的地方山青树静，不远处的树上能看到一只松鼠跳跃着觅食，而几只麻雀停留在了窗台外边，好奇的隔着玻璃看他。小步扑上去，麻雀惊散开来，过了一会儿又大着胆子跳回来，和小步隔着玻璃面面相觑。盛无鱼没急着起身，只是半躺着，又眯了眯眼睛，看着晨光从高阔天窗洒在卧室，仿佛身已不在尘世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其复。感觉不错。盛无鱼品了下这种起身无任何事情需要自己要去做的空白和悠闲，虽然确实有些不习惯，但这种天地间只剩下自己一人，不再需要承担什么，认可什么，证明什么，挺好，算是个好的开头。他起身上了轮椅，去了卫生间洗漱后，驾着轮椅出了房间，看到小布蹲在走廊里，好奇的往下看着院子中央的葳蕤菜地。菜地边上拴着小黑狗，也警惕的看着小布，居然没有叫。宣晓东正在菜地里拔着菜，盛无鱼饶有兴致驾着轮椅下了院子，看到菜地中间的小路被改造过了，铺了光滑的竹子栈道，可以让他轮椅通行无阻。宣晓东看他出来，已经直起身子，起床了。厨房桌上有杂粮豆粥，蒸笼里还有些包子，我去拿给你。陈无鱼看他手里还捏着几株翠绿的植株，看着不像平时见过的菜，问他手里拿的那是什么。宣晓东摇了摇手里的叶子道：九重塔，这边上种的都是一些香料，迷迭香、薄荷、香菜、葱蒜、紫苏等等，味道强烈，可以驱虫。盛无鱼身看到地边长着一丛黄色炸姜草，有着小巧玲珑的硕果，他伸出指尖微微触碰，那一包硕果啪的一下裂开了，密密麻麻无数小种子充满生机的撞击他的指尖，这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他微微一笑，没事，你先忙完你的事，我不饿。宣晓东抬眼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低头又拔了几株九重塔，在泥地里抖了抖根上的土，然后放入一侧的菜篮，里头已装了不少香料。盛无鱼却从那一眼中看到了些忧虑，忍不住笑道：怎么这样看我？担心我？宣晓东道：盛先生之前也说过，是药物影响了你的食欲吗？但是三餐最好还是按时用吧。盛无鱼才知道他居然还记着这事，不由又一笑，
是有些降低食欲的副作用，但也不一定是药物的原因。我从前在吃上本来也不太热衷，能吃饱就行。医生又说我有抑郁症的症状，也许也降低了食欲吧。宣晓东又拔了几株蒜和葱，直起身子来，去厨房吧。我弄好了。盛无鱼慢慢开着轮椅往厨房去，看着宣晓东穿着水鞋在厨房外露天的水龙头开了水，将刚摘好的菜洗刷干净，弯腰换了鞋子，才提着洗好的菜走了进来。盛无鱼已坐在了餐桌旁，调高了轮椅，看餐桌上已放了一锅杂粮豆粥，一壶奶白色的豆浆，他自己拿了勺子装了2勺豆粥到碗里，拿了勺子来慢慢喝着，一边数着这杂粮粥里有多少杂粮：红豆、赤豆、小麦、小米、芝麻、绿豆。看得出来泡了很久又细细煮了，口感很好。宣晓东打开蒸锅，端了一碟包子出来放在桌面，和他介绍道：这是水晶包馅的，这是豆角肉包，这是萝卜包，这是豆沙包，一共4种馅，看你爱吃哪一种。如果不爱吃，我给你下碗面也行。盛无鱼喝了2口豆粥，笑道：施季青应该已经告诉你，我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挑剔的。宣晓东没答话，自己拿了刚才摘下来的9重塔、迷迭香等重新洗干净，放在砧板上，拿了刀切成结，扔入高压锅内。陈无鱼一边吃一边在一旁数着，看他不停地往锅里扔东西：香芹、9重塔、迷迭香、胡萝卜、洋葱、盐碎，最后又扔了几片月桂叶。丁香进去，然后开始切肉，先切火腿，然后放了几根大骨头。又看到他往锅里放了一整只洗干净杀好的鸡，看来早晨他应该起得很早，一大早已做了这么多事。但是这么大动干戈是要做什么菜？盛无鱼忍不住问：你这是做什么？宣晓东拿了块火腿来切成方块，麻酱粒也再次扔进锅里道：再做汤底，类似大厨们用的高汤，做菜提香增鲜的。陈无鱼看了眼锅，放这么多料，我们2人喝不完吧？不浪费吗？宣晓东却又从一侧小桶摸出一只活虾，换了把小刀，熟练片开虾身，抽出丝来，然后扔进锅里道：这些熬煮成浓汤，然后扔冰箱里冻着，每次炒菜时候舀一勺，味道会特别鲜美。其实也就是为了日常做饭方便快捷，算是个偷懒的法子。平时我一个人随便搞搞就好，现在你来了，2个人吃饭的话，熬一罐子出来，平时方便。盛无鱼看着他手指修长利落，捏着半透明的青色大虾，锋利小刀刃利落切开还在蹦跳的虾身，抽出虾线，倒是赏心悦目，随口道：不用太讲究，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菜新鲜，其实怎么做都挺好吃的。宣晓东笑了下，是人都有口味偏好的，而且这个汤做出来味道清淡却又富有层次，做时蔬会很方便。盛无鱼却重复道：是人都有口味偏好。宣晓东点头：当然的。他意有所指，说什么都能吃的，其实只是性格随和，不喜欢麻烦别人，但是肯定也还是有自己的偏好。既然都自己做饭，有选择就选择爱吃的。盛先生，你爱吃什么只管说，不必迁就别人。盛无鱼无声笑了下，知道他这是对他刚才说的不挑剔的委婉的反驳，听起来你为了别人迁就过。部队的饭菜不好吧？宣晓东笑了下道：部队没什么好说的，大锅饭菜。我父亲是小餐馆炒菜的师傅，小时家里都是吃的餐馆的剩菜，重油重盐的。后来父亲去世了，我随了母亲，母亲已经再嫁，家里复杂，不过家境条件很好，厨师做的饭菜也没什么挑剔的。盛无鱼笑道：但厨师肯定不会迁就你的口味，而是主要为给他付薪水的人。宣晓东一笑：对，他们家爱吃甜口的。陈无鱼点了点头：所以你现在自己种自己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宣晓东附和：是这样。盛无鱼问：那所以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宣晓东回忆了下：
我喜欢吃鱼生片、刺身、生蚝这些生食，甚无鱼失笑，倒是别致的口味。宣晓东道：小时候因为家里都是吃餐馆剩菜，这种新鲜顶级昂贵的食材，我们肯定是沾不上边的。就算客人有剩下来不要的，已经不新鲜了，也只能煮熟了吃。所以我从小就十分憧憬这种很富有的人才有能力点的菜，吃过几次三文鱼，很难忘。宣晓东看程无鱼一眼，看他凝神听着，似乎很专注，便继续努力没话找话。我们小学有些课文，莫泊桑的，里头写上流贵族吃牡蛎，写得很馋人，甚无鱼嘴角笑意明显。我的叔叔于乐。宣晓东点头，对。后来去了母亲那边，倒是吃得起了，但大人觉得容易有寄生虫，不让孩子吃，越不让吃越想吃，什么生腌皮皮虾，什么醉蟹，什么凉拌雪蛤，一听就很棒。每次虽然也知道吃多不好，程无鱼终于忍不住笑了。我们萤火科技有人研发了一种机器，可以处理新鲜的生食材，进行杀菌消毒除寄生虫。你既然这么喜欢吃生食，明日我让人送过来。宣晓东诧异，这么方便？甚无鱼道：当然，只是还没有投入市场，但我作为老板先用一下还是可以的。宣晓东脸上浮现了喜意，那真是造福社会。高压锅汽笛响起，开始喷气，浓香弥漫了出来。宣晓东连忙走过去把火关小，问甚无鱼明天想吃什么呢？我先准备准备。甚无鱼这下真的不好再说随便了，只好认真许诺。你先坐着，我吃到喜欢的就告诉你。宣晓东忍不住笑了，听你这意思，好像你连自己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甚无鱼解释，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重口欲，所以你忽然问我特别爱吃什么，我确实想不起来，并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宣晓东点头，盛先生自律。甚无鱼道：你有很想吃什么东西的经历？宣晓东道：经常有，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三更半夜特别想吃蛋炒饭，想得抓心挠肺的。后来我的队长看我翻来覆去的，受不了，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我想吃蛋炒饭，要加海鲜菇，加一点淀粉都不含的火腿，还有青豆。整个宿舍都坐起来了，全都被我馋到了，纷纷声讨我。后来我们队长哭笑不得，只和上面报告说要临时加夜训，真的带着我们开车出去，找了个晚上开的饭馆，逼着让我炒了一道蛋炒饭，全宿舍都吃上了才罢休。甚无鱼点头，这么说来，你最开心的还是部队时候了。宣晓东忽然转移话题，我泡点绿豆，明天早晨给你煮点绿豆沙吧，顺便再做点绿豆糕吧。甚无鱼心知肚明，他为什么要回避话题，显然是怕从部队说到当年的枪击事件上。他也无心知道那所谓的真相，无论对方抱着歉疚还是弥补的心理。于是他只是顺着话题道：都可以。他看着宣晓东起身去橱柜里拿了绿豆来清洗泡上，眉目舒展，睫毛低垂，鼻梁挺拔，薄唇红润，无论靠脸还是靠才华，这人都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活得很好。但他选择了离群独居，说起过去，既不会回避遮掩自己曾经的穷困和寄人篱下，却也没有大肆渲染自己曾经遇到的困苦难堪。很明显，他父亲去世，去到母亲那边去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拖油瓶，必然是有许多故事的。但他没有说那些，仿佛这些过去对他的影响就是想吃的东西没吃到嘴而已。最开心就是部队的时光，但他却不得不退出了。本来他这样的技术兵，留在部队任军官是轻而易举的，这样一个人退居在乡村里，每天却仍然开开心心的想着每一顿吃什么。他是真的随遇而安，对曾经遇到的命运的不公没有一丝怨怼吗？第二天就有助手从静海市送来了哪个能消毒去虫的机器，以及一大盒食物。刚刚空运送到，立刻由助手驱车最快速度送来。
送过来的助手是萤火今年新招的年轻助理，名叫高丽的。毕公毕竟给盛无虞汇报工作，师密说昨天接到您电话，立刻就订购了。因为他今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主持，因此要求我务必给您送过来。另外，同时送了一些重要文件过来，说本不想扰您休养，但这些最好还是请董事长签个字。盛无虞漫不经心拿了笔签字，听到外面狗叫，便知道是去山上种树的宣晓东回来了。宣晓东进门看到一台越野车，便知道应该是有人来看程无虞了。放了锄头，在天井里开了水龙头，洗了手，换了鞋，才走过来看程无虞，手里却拿了一把山上刚摘下来的凌霄花，拿过来便往矮柜上的花瓶里放进去。盛无虞原本神情漠然，正在签字，看到他那把橙红色的凌霄花，眼里忽然带了一点笑意。回来了，这是高丽高助理，他给我送东西过来，这是宣先生。高丽一怔，连忙含笑，宣先生您好，我是盛先生的助理，您可以叫我小高。宣晓东忙点头致意，您好。盛无虞却已拿着手里钢笔，笔尖对着那一大盒带着冰块的食物盒点了点。小东把那盒食物拿去厨房收拾，我让人订来的。还有那个机器，有视频说明，你先看看能装起不？宣晓东轻松将东西拿了出去，盛无虞随手很快签完，将文件递给高丽，赶紧送回去吧。这文件急。高丽收了文件出了院子，隔着窗子能看到宣晓东正在打开那装着昂贵食料的食盒，心里微微失望。他原本以为今天能有机会和盛先生共进晚餐，已经在腹内打叠了无数的对公司目前工作的想法，如何技巧的显示自己做了多少工作，又如何不动声色的提一些建议，既不能绕过上司的功绩，又要突出自己的优点。师密刚生孩子不久，明显对工作没以前那么看重了，但也是自己的机会，以前所有盛董的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旁人一点手都插不上，下次还不一定是自己送了。高丽还是舍不得放弃这难得的机会，走了过去对宣晓东说话，宣先生装好那机器了，有什么问题吗？需要我替您联系工程师吗？宣晓东微微诧异抬眼看他，已装好了，很简单的，每一步都有提示。高丽点头，看宣晓东已打开了那保温冰盒，白雾缭绕下满满一大盒子的食材，十分热心为他介绍道，这是上好和牛，非常完美的雪花脂肪，还有这块是蓝鳍金枪鱼身上最好的部位，光这个就是$400一公斤了。鱼子酱最好的品质，还有这海胆也是新鲜捕捞，全都是刚刚空运送到。宣晓东点头笑道，真的是很珍贵的食材，高助理吃过饭没？高丽心中一喜，为了尽快过来，没来得及用餐，快挽留我，快挽留我。高丽目光炯炯看着宣晓东，宣晓东却转头打开蒸笼，从旁边拿了个饭盒，将里头热气腾腾的包子全给他装上盖好递给他，高助理路上吃吧。还十分贴心拿了2盒牛奶装了袋子给他。高丽他有些气馁接过饭盒，到了声谢，失落回了车上，发动车子离开了。宣晓东看着车子走了，过去关上院门，转头看到盛无虞出了门口，抱着小布正在廊下悠闲看着风景，看到他问他没留人吃饭。宣晓东一怔，是您的客人，他如果要留也是多双筷子的事，前外交官礼仪无可挑剔，不留自然有他的道理，兴许公司有急事呢，他越俎代庖留客不合适。盛无虞眼里又流露出点笑意，只觉得宣晓东实在是个妙人。他不是不知道公司但凡有些野心抱负的人都变着法子想要接近他，他难得出来放松，高助理若是留下，他又要不得不披上自己那层皮。不是不行，只是不想。他是上司，支付了昂贵薪资，自然有想一个人待着的权利。当然宣晓东是主人，他要留客也无妨，却没想到他是这么注意他的感受。宣晓东却问盛无虞，这些食材您想怎么吃？盛无虞道，
生牛肉薄切垫着卷了海胆，调点清淡的柠檬汁、酱汁和香草，再加鱼子酱，口感很不错的。我从前尝过海胆牛肉寿司，很棒，你可以试试。宣晓东有些迟疑道：“盛先生，你的胃不好的话，生牛肉、生海胆不好消化的。”盛无鱼看了他一眼道：“这是给你的，我随便吃点鱼片粥好了。”他戏谑道：“你不是总把我当病人，特别爱给我弄病人吃的补气补虚的东西吗？”宣晓东耳根微红，长睫轻颤，默默拿起一只海胆，撬开了，露出里头满满的嫩黄的海胆，轻声道：“我给你做海胆蒸蛋。”盛无鱼微微一笑。晚餐果然是海胆生牛、海胆蒸蛋、鱼片粥。宣晓东利用剩下的柠檬做柠檬绿茶。盛无鱼看他在2个容器间来回倒茶叶，觉得有些新奇，这是做什么？宣晓东道：“来回拉茶的话，茶底会更细腻顺滑，有些地方叫撞茶，香味也会更出来一些。”盛无鱼恍然：“哦。”宣晓东拉好茶，拿了粗盐搓洗柠檬，再拿了冰块与切好的柠檬片捶打成碎冰，加入蜂蜜，调入绿茶，便得了一大罐碧绿沁人的柠檬绿茶。每一步盛无鱼都饶有兴致的询问问题，比如这是什么糖？为什么用粗盐？为什么要捶打？用料理机不行吗？之类的问题，仿佛很感兴趣。宣晓东给程无鱼倒了茶，然后看粥已凉了些，给他倒了一碗，又端了海胆蒸蛋上来给他。盛无鱼却不忙吃，只是笑盈盈拿了刀子来，慢慢的剥了个海胆，挑了海胆出来，放在握在冰块上的薄牛肉卷了起来，细细沾了酱汁递给宣晓东：“你尝尝。”他的手指纤长白皙，像是弹钢琴、拉小提琴的手，然而这样的手却在给自己剥海胆，粉红的生牛肉和嫩黄色的海胆被他白皙干净的指腹捏着，仿佛也是绝世美味一般。宣晓东凝视着他的手，居然有些走神。盛无鱼看他睁着眼睛，仿佛在发呆，干脆递到了他嘴边。宣晓东这才回过神来，张嘴含入那生牛海胆，牛肉嫩滑，海胆鲜甜，柠檬清新，紫苏姜丝丰富了味道，最后是芥末突出了这些味道，很美味。宣晓东却被芥末激得鼻子有些酸，眼睛也带了水汽。盛无鱼好整以暇看着，仿佛自己也吃到了美味一般。我没说错吧？很好吃吧？宣晓东忙着点头，确实是。盛无鱼十分满意，只觉得这次空运很值得，一边告诉他还有加尼国那边的乌鱼子很棒，有着金红的颜色，风味绝佳，另有葡萄酒会清口。黄心酪烩蟹也不错，下次我让他们采购来，你试试。宣晓东带了些敬佩，盛先生走过很多国家。盛无鱼道：“以后有机会也带你去尝尝。从前吃过都觉得一般，但不知为何他觉得对方吃着应该又会是不一样的收获，看他吃着就挺开心了。”两人用了一顿算是都很愉快的晚餐。盛无鱼将冰镇柠檬水放回桌子上，笑了下，很快将鱼片粥喝完。我出去散散心。宣晓东抬头：“我陪您。”盛无鱼没拒绝，走出门的时候，小布轻巧跃入了他怀中。他摸了摸小布的头，看宣晓东也松开了柴门系着的小黑狗的项圈。小奶狗迈着4条小短腿，摇着尾巴，欢快地跟在了他们后边。外边山间夕照正盛，晚霞同红。宣晓东看了眼，却喃喃道：“明天应该会下雨。”盛无鱼一笑，问他：“你怎么知道看云？”宣晓东道：“爷爷教的。”盛无鱼道：“你爷爷从小教你务农？”宣晓东摇了下头，有些怅然：“也没有，从小随父在城里打工，后来父亲去世，警察替我联系了母亲，就随母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无处可去，在城里送了一阵子外卖。爷爷进城找到了我，把我带回来，教我种了2年地。后来村里有招兵指标，我条件符合，又刚好18岁，
就去参军了，甚无于一政，高中没读完。他心里算了下，种了2年地才满18岁，那岂不是才16岁就离开了学校去送外卖？他忽然心里起了一点微怒和怜悯。宣晓东耳根微微一红，后来在军队里头因为立了功，送我去军校进修了一段时间，给我补了高中学历，还考了个本科学历。甚无于点头，义务兵转特种兵，又能保送去军校，你的功绩和能力一定非常亮眼。宣晓东垂下睫毛，显然不想再提，都过去了。山景秀美，空气中蒸腾着晒了一天秋阳的草木香味。两人都不太说话，山道无人，只听见宣晓东的脚步声和轮椅声，还有后头跟着的小黑狗。他们路过溪流边，甚无于看到了一片姜花旖旎，便知道了这是自己房间花的来源。果然看宣晓东又低头割了一把扔在篮子里，里头已经放了一些车前草和一些自己不认识的野菜。甚无于便问起路边见到的衍生的植物，宣晓东便一一回答：黄花炸姜草、紫杯菜、水蜈蚣、香茅、夏枯草。绿耳朵、狗牙根，倒像是个百科全书，果然对这座山了如指掌一般。而对刚种下去的雪香榧树也是如数家珍，什么时候能开花，什么时候能结子。等两人到了山顶，便能感觉到了山风浩荡而来，带来了远处草木的香味，极目远眺可见到远处的海。往回走时，天已黑了，天上果然浓云密布，隐隐能看到后边的星光点点，但云层变幻极快，依稀可想到在那万丈高空必定是风云沸腾。两人都不是话多的性子，但回到房间的时候，甚无于感觉到久违的放松。夜里果然下起秋雨来，哗哗的雨声隔着玻璃，仿佛沉在瀑布深处一般，安静清凉。甚无于迷迷糊糊想着，睡沉了。雨下了一夜，早晨宣晓东起了身，四处检查了下，看到没有漏雨，看来上次是季青秘书做得很到位，每个地方都加固了。但他记挂着夏婆婆梁老，也不知道昨晚这么大雨。梁老的屋顶漏煤，看成无鱼没起，便煮了点肉粥留给他，又蒸了几屉菊花糕，拿着芭蕉叶包了一部分，割了一点新鲜菜。先去了镇上看望夏婆婆他们。夏婆婆和老夏头看到宣晓东上门有些惊喜，知道是惦记着屋顶漏煤，更感激了。没漏。上次你帮我们捡过屋顶了，就是天井有点积水，应该是下水道没通好，等雨停了我们找人来通。宣晓东二话没说，穿了水鞋就下去替他们通了下水道，然后才出来，老俩口各种感谢，送了宣晓东出来。看着宣晓东又送来一大把菜，夏婆婆眼圈一红，有点心酸。老宣头走得早，没想到你的福。宣晓东挥挥手，长腿跨上摩托车，先绕去镇上早市，看了下有新鲜的乌鱼，便买了2条回来炖汤。另外拿了些新鲜的藕，又买了1笼小鸡，打算在山上放养，到时候正好给盛先生补一补。他路过镇上高翠兰家的小饭馆时，阿贵的父亲农进走出来喊住他：小东。宣晓东一脚点地，表姑丈。农进道：阿贵说你收拾了好大个菜园子，你表姑说找你想收菜你不肯，嫌钱少。宣晓东道：不是，菜我朋友要吃，也没多少，都老了不好的，表姑丈你要卖客人的吗？另外找吧。他挥了挥手，一溜烟走了，心里还惦记着，怕甚无于起了身没人在。农进盯着他走了，有些不爽，把毛巾往脖子上一挂进去了。里头一个染了一头黄毛的年轻人问他：农叔怎么了？农进有些不爽，还不是老宣头那孙子，不是退伍回来了吗？整天无所事事，也没个正经营生，我老婆看着好歹亲戚一场，就说了出钱收他家菜地的菜，结果他居然嫌钱少不卖，真是不识抬举。黄毛道：那个总骑摩托车那个吗？我见到他刚才拿了一大篮子菜给老夏家呢。农进呵呵了声，说是当年老宣头没了，是老夏那边发送的，
我老婆当时倒是也上门要去看他，他那古怪脾气，直接把我老婆和阿贵都赶出门的。黄毛道：哼，不卖就不卖呗，难道除了你家，别人还会出更高价给他？还不是老死在地里。龙静却有些不爽，主要是老黎走了，那边不肯给我们赊账了，各个月要先压好大一笔钱在菜上，划不来。咱们乡下人菜哪里没有，本来就卖不出价，还要先给钱。我想着这宣小东是亲戚，那菜长着也是白长着烂在地里，不如我们做多少就和他收多少，等月底了再一并结账，灵活点。谁知道这人钱在地上都不捡，和老宣头一个臭脾气。黄毛道：他是刚回来不懂事，不然我找人教教他。龙静道：算了，他退役军人，小心别人戳脊梁。黄毛悄悄在他耳边道：我办事你放心，保管他拿不到证据。谁叫他不把咱们农叔放心上？再说他就一个人，没亲没故的，脾气又这么古怪，没人帮他的。龙静目光闪了闪，再说吧，客人多，我先忙。宣小东不知道自己那菜园子已被人惦记上了，一路开着摩托车，心里打算着中午做的菜。开回了山上，将一笼小鸡随手放在相思树下的围栏内，给他们撒了一把米，他就回了厨房，将菜都进入洗菜槽中。看到桌上的肉粥纹丝未动，一怔，看了看时间，已经9点多，快10点了。盛无虞也是个早起的人，每天都是6点半起身，9点多还没起床，有些奇怪。宣小东洗干净手，穿过游廊到了对面。盛无虞房门是指纹锁，安装的时候施继清就录入了宣小东的指纹。盛董毕竟身有不便，怕有意外的时候您进不去。宣小东轻轻敲了敲门，听到里头没应声，又拍得稍微重了些。杨生喊了2天都没应声，心下微微有些着急，直接按开了指纹锁，推门进去。屋里的自动窗帘早就打开，光线清润，床上盛无虞却安静的闭目卧在被内，一点都没被吵醒的样子。宣小东皱了皱眉，走了过去，轻轻探了探他的额头，微微发热，他有些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刚才用井水洗菜手太凉的原因，换了手背又试了试。盛无虞却睁开了眼睛看着他，双眸带着初醒的茫然。宣小东低头问他：盛先生，你感觉怎么样？盛无虞慢慢清醒了些，伸手想摸摸自己的额头，却感觉到手臂和肩膀都沉重酸痛。他微微摇了摇头：我没事，只是低烧。这几个月他一直断断续续的低烧，没怎么放在心上，有时候自己吃点退烧药，有时候就这么顶过去。宣小东吃了一惊：我送您去医院。盛无虞摇了摇头，撑起身体想撑起自己，但显然他身体酸软，下半身又无力，这个任务太困难。宣小东已伸手将他扶了起来。程无虞伸了手去按床头的按钮，支起床头，靠在床头道：不用，我心里有数，只是精神长时间紧张后忽然放松，有些低烧，很快就会好的。宣小东不赞成，没让医生看看怎么行？我还是送您去医院吧。盛无虞看他坚持，只好道：不必，我有家庭医生。你稍等，我们先做一些检测。宣小东看他伸手按了床头开关，床边有个显示屏也打开了，显示出了说明图像，床边栏杆也应声打开，里头可以拉出来一些接口。盛无虞伸手去拉那些接口，却显然有些吃力。宣小东伸手拉起道：你说怎么做？是要往身上接吗？他看了眼显示屏上的指示。盛无虞道：这是体检设备，你拉过来，按上面显示屏的指示，打开那个接口，让光滑那面贴在皮肤上，这个手腕，这个胸口心脏部位，这个脚腕，还有这个是无痛抽血化验的。他指挥着宣小东将相关设备一一接到他身上。检测后得出了数据，看显示屏上生成了数据。盛无虞点了下发送，将体检报告数据发送给了自己的医生。
这样就行了，我的家庭医生看过报告会联系我的。宣晓东替他拆下那些设备，根据显示屏上的要求放回消毒舱，收回床下的设备舱里，又倒了一杯水过来，拿在手里递到盛无虞嘴边。盛无虞有些不习惯，但他的确口渴了，还是张嘴慢慢喝了半杯水。显示屏上很快显示提示，维特医生要求与您通话。盛无虞点了下同意，一个金发绿眼的医生出现在了屏幕上，和盛无虞说话，语速很快，表情很关切，说的却全是国际通用语。宣晓东只有一些通用语基础，听不太懂，幸好看到那显示屏下显示着即时翻译，大致了解了对方的意思，主要都是在问诊、睡眠情况、休息情况、用餐情况，然后又问他目前服药的情况，一边飞快翻看着他手里打印出来的检测单，一边追问别的问题。只是看着盛无虞表情一直挺冷淡，时不时和维特医生对答，但对方面容倒是渐渐放松了下来，对他说道：“情况还行，低烧，再观察一下，不排除是精神的原因，但如果确实感觉到放松的话，可以再休养一段时间，不用太勉强自己非要放松，强迫自己放松，强迫自己休息，也会造成额外的精神负担，顺其自然。精神方面的药可以停一段时间，如果和你说的一样，每次服药后感觉都不太好，情绪低落，那可以适当停药看看，我会和蔡联系，商量一下看给你换药。还有，旁边这位先生是？”盛无虞看了眼宣晓东，淡淡道：“我的房东。宣先生，目前我的3餐都是他做的。”维特医生笑了下：“宣先生是吗？麻烦你多多关照盛，如果低烧转成高烧，或者直到明天都没有改善的话，麻烦您务必将他送去医院，可以联系师秘书，你认识他吧？他会安排好的。”盛无虞面容漠然，宣晓东看了他一眼，应道：“好的，饮食有什么忌口吗？”维特医生继续道：“没有什么，看指标还算正常，不需要额外忌口，饮食尽量清淡好消化，适当补充蛋白质，不必太勉强，但是如果食欲继续一直没有改善的话，也会影响身体，麻烦请督促他有空做微量元素的检测和相关身体检查，身体报告及时传给我。”宣晓东点头应了。维特医生又和盛无虞说了几句，才结束了问诊。宣晓东收拾好桌面，转头看盛无虞已自己下了床，乘着轮椅进了卫生间洗漱，问盛无虞：“盛先生早餐想吃什么呢？”盛无虞一边挤牙膏一边道：“没什么胃口，我等会再躺一会儿歇歇神，想吃了告诉你。”他身体疲乏的厉害，其实什么都不想吃，但清晨起床，强大的卫生习惯又逼迫他必须起床洗漱。宣晓东想了下，走了出去，去了厨房。他将冬瓜削皮，留下翠绿的冬瓜块，扔入搅拌机打成冬瓜蓉，开始从水里磨出活蹦乱跳的大虾，一只一只去头剥壳，虾肉切丁，加入蛋黄、盐、胡椒粉、淀粉，搅拌后入了热水内煮熟定型，捞了出来，然后烧滚水，将冬瓜蓉、虾仁蓉依次放入，倒入蛋清变成蛋白花，再用水淀粉勾芡，点入胡椒粉等，最后撒上咸肉丁。他拿了个托盘装好，送去了盛无虞房间。盛无虞已洗漱结束，将床上被汗湿的被单都扔去了洗衣机内，换了一套被单，重新回到了床上半躺着，精神恹恹的。宣晓东过来将床上的桌板架起，将托盘放上去。盛先生稍微喝点汤，冬瓜汤有助于退烧。盛无虞点了点头，看到托盘里碧绿的冬瓜蓉汤里，点点粉红的虾仁，深红色的火腿丁以及乳白色的蛋白花上下沉浮，有着一股鲜香味，知道宣晓东这又是做的给病人吃的营养餐。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在锲而不舍的给自己做那些养气补虚的营养餐，奇怪的是自己心里并没有感觉到冒犯，只觉得对方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关切感，
对陌生人来说确实算是冒失了，但他却知道对方一定是已经关注了自己许多年。盛无鱼接过碗，拿了勺子慢慢喝着，他身体疲累得很，但这冬瓜虾蓉很顺口清淡，居然喝完了。这一日盛无鱼几乎都是在床上待过去，偶尔会拿一本外文书看，有时候是闭着眼睛养神听着音乐，窗外秋雨时下时歇。精神好的时候他会弹一会儿钢琴。宣晓东在菜地里拔草都能听到钢琴声，叮叮咚咚像流水一样，但很短暂，仿佛只是努力表现自己正常。午餐晚餐盛无鱼也都没吃多少，量过体温也只是低烧，但宣晓东看得出他其实很难受。取晚餐餐碟的时候，他看到盛无鱼闭着眼睛皱着眉，一动不动斜躺在床头，仿佛累极了。他额发湿漉漉的，应该出了不少汗，皮肤苍白到近乎透明，能看到他浅青色的脉络，长而密的睫毛附着眼睛，呼吸轻极了，手腕搁在背上，腕骨伶仃凸起，显出了清瘦来。宣晓东低头问他：盛先生。盛无鱼睁开眼睛看着他，没有答话，似乎应付完这一天已经用尽他全身力气。宣晓东低声道：我拔了些艾草，熬了些水，给你禁欲一下吧。我们乡下孩子发烧会用艾草禁欲，你要试试吗？会很舒服的，可以缓解肌肉的酸痛。你身体不舒服不方便，我抱你过去。盛无鱼一向拒绝生活助理和医护助理，以他的经济条件来说，本来他可以得到最好的看护和照顾，但他拒绝所有来自亲人和助理的帮助。正如蔡钟麟说的那样，他拒绝将自己双足不能行走的弱点暴露在任何人跟前。他一切都一个人完成，他努力要向全世界证明，他能和没瘫痪之前一样。他的确可以借助护理床和轮椅，以及那先进的卫浴设施，独立完成下床、洗漱等等一切动作。低烧让他出了不少汗，肌肤黏腻，他需要洗个温水澡，换一套更舒适的衣服，并且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换掉，扔进全自动洗衣机里，全部洗净烘干。他可以自己做，但是他现在累了。盛无鱼定定看着宣晓东，他双眸清澈如泉水，关切却又小心翼翼看着他。这种关心、怜悯的来自亲友、陌生人的目光，从前对他来说都是刺。他痛恨这种目光，但是这一刻他并没有感觉到难受。窗外已是傍晚时分，秋雨又下了起来，哗啦啦的，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雨声，远处山和树都湿漉漉的。这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自己和对面这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低烧让他软弱，他此刻什么都不想做，他想要得到人的照顾。而在这个人跟前，放弃作为强者的姿态并没有那么让他抗拒，因为他知道对方似乎满怀歉疚，一腔温柔都小心翼翼倾注在了他的身上。为了那莫名其妙的赎罪感，对方能照顾的他很好。他知道只要他接受。他轻轻开口：好。宣晓东便走了出去，过了不多时，一手提着2个大木桶进了来，直接往浴室去了。盛无鱼听到哗哗的水声，然后一股艾叶的清香味氤氲在卫生间内，令他有些发闷的胸臆不由精神一振。宣晓东走了进来，问他谁好了。盛无鱼道：麻烦你了。自己伸手解了上衣，露出了苍白的肌肤，其实并不瘦弱。毕竟他自己没有断过锻炼，但在外人跟前露出肌肤，多少会让他心里不适。宣晓东上前沉默着协助他宽了裤子，然后抱着他起身。他的手臂实在是非常稳，稳当的让盛无鱼靠在他怀中，一点都感觉不到不安全。走路轻松稳当，这让他心理负担减轻许多，拒绝他人的帮助也是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但对方久经训练，臂力惊人，做这些动作轻而易举，仿佛不过是举手之劳。赤身在别人怀里被人像婴儿抱来抱去，原本是件让人尴尬的事，但对方动作太快太稳，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尴尬，身体已经进入了暗绿色的艾草水。
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新鲜的薄荷和紫苏叶片，深色的水遮住了他的肌肤，不至于纤毫毕现，这让他也感觉到了安心和放松。接受照顾并没有盛无鱼想的这般窘迫和尴尬。浴缸靠着腰的部位有固定的护腰，他伸手将护腰扣上，双手放在两旁的凹槽，往后靠去，头也舒服的靠在了浴缸边上。宣晓东道，还加了点紫苏和薄荷，这样香味会更舒服。我来替你洗头发。他拿了张小木凳坐在了浴缸后头，一只手托在他后脑勺，另外一只手拢了下他的碎发，盛无鱼头皮被他手指触碰到，立刻就感觉到一阵酥麻从背部窜起，身体微微一颤。宣晓东却没注意，只是在旁边桶里拿了一勺温热的水，替他缓缓倒在头顶，将头发打湿，温热的水从头顶流下，浸透整个头部。盛无鱼全身都舒服的几乎打了个激灵。宣晓东从旁边拿了一勺油膏来替他按揉，是我自己做的山茶籽油膏，我爷爷说这个也是可以防治脱发，而且感冒头疼也有用。他手掌很大，替盛无鱼揉着头发，揉洗干净后又拿了爱水来替他冲洗干净，拿了毛巾来细细替他擦干头发。盛无鱼一直闭着眼睛不说话，全身泛红，整个人仿佛所有毛孔都打开了，浸在浴缸里极其舒服放松。泡了约有20分钟，宣晓东就将浴缸的水放了，将盛无鱼拿了大浴巾擦干，抱回床上，轻快又干净的替他将睡衣又全部穿好，拿了被子替他盖上，替他吹干头发，然后回到浴室重新收拾干净浴室。其实浴室有自洁设备，但盛无鱼全身暖洋洋的眼皮几乎都睁不开，躺在床上几乎瞬间就睡着了，迷迷糊糊间仿佛宣晓东还过来替他量过体温，额温器在他额上贴了下，滴的一声响，让他稍微带了一线清明。但困意很快重新涌了上来，和那股艾草的清香柔软包裹着他，放松的沉入了梦乡。第二天天一亮，盛无鱼醒了过来，睁眼看到的是窗外淡青色的天，雨已经停了，鸟儿在树上跳跃着。他全身轻松，应该是烧退了。不仅如此，他觉得他现在精力充沛，前所未有的放松。房门被人轻轻敲了敲，他忽然闭上了眼睛，果然对方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推门进来，过来看他还闭着眼睛，便又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掌心还带着草叶香。他早晨又去拔艾草了吗？宣晓东的确是清晨又去山上拔了一箩筐艾草，回来洗干净了，放在一旁晾着备用。他过来探了探他额头，感觉到盛无鱼应该已经退了烧，替他压了压被子，将他的手收回了被内，过去将自动打开的窗帘又重新拢了过来。卧室重新陷入了黑暗，这样应该能让盛无鱼睡得更安稳一些。宣晓东想着又走了出去，将门轻轻关上，去做早餐去了，但空气中一股秋雨清新的味道，还夹杂着花香。盛无鱼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转头看了下矮柜上，果然那里换成了一把栀子花，他忍不住笑了，这种被人体贴和照顾的感觉并不坏。猫狗双全，有钱有闲，成功人士盛无鱼靠在葡萄架下的竹塘椅下，看着廊下趴着的小奶狗正有节奏的打着呼噜，浑身漆黑的毛皮一起一伏，而小布也趴在他脚边舔着爪子。盛无鱼心里就冒出了这一句在网上看到的话来。他现在的确很闲，对面的移动屏幕上放着一部老电影，手边有着一本外文小说。他身旁矮几上一大盅玻璃缸里浸着冰水，冰水里头沉浮着金黄的杏子、李子、葡萄等等水果，又有一盅鲜榨白皮石斛汁，几块绿豆糕。他缓缓捏了粒葡萄，慢慢放到嘴巴，看着不远处菜地里宣晓东正在挥汗如雨，挥动锄头在挖一畦地，翻出来的黑土可以看到肥沃油润，旁边的芹菜茂密高壮，青蒜、韭菜等等青翠碧绿，这土想来非常肥沃，
连旁边的杂草都疯长着，雏菊、蒲公英都肥壮。满院子的青菜可以说是怒放喧嚣，根根粗壮油亮。原本菜地里种着的包菜已全部挖了出来，整齐码在一旁的箩筐里，还在角落挖出了几个圆滚滚的芋头。他说今晚做拔丝芋头给他吃，另外还要种点红凤菜，能补血，当然是给他补血。自从烧退后，宣晓看待他就像捧着水晶一般，时常爆进爆出。做饭越发精心，虽然都是营养餐，体贴妥帖的无微不至。他安心受着这照顾，吃好睡好，人也开始结结实实胖了些。对面屏幕闪了闪，显示有视频电话要接入。他接通，对面盛磊磊露了脸，脸上还带着些拘谨。小叔，爷爷回来了，听说你推迟了手术，去乡间休养了，有些担心，闹着说想去看看你，我把他们拦住了。盛无虞懒洋洋，知道了，明天我回城看看他。盛磊磊一喜，好，我明天过去接您。盛无虞原本摇头不想他来，忽然却想起一事，可以，你来也行，但得给宣先生再好好道一次歉，态度要诚恳。今晚就过来住一晚，明天一大早一起出发。盛磊磊从少年时就一股邪气，搞得他父母都头疼的不行。这脾气不改，以后还能闯祸，欠收拾。盛磊磊一怔，过了一会才道：行，怎么样才叫诚恳？他性格张狂，却独只服小叔一个，小叔说什么他照做就是了，倒也没有觉得小叔叫自己道歉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盛无虞淡淡道：看你表现。盛磊磊，盛无虞道：定位发给你了，你一个人过来就行，不要多带人，我烦。盛磊磊，人生好难。傍晚，盛磊磊果然到了，他从后备箱扛下了几箱昂贵的进口水果，提着进了门厅。看小叔听到车声从厨房出来，在廊下看了他一眼，目光还是一贯的冷淡，但明显气色好了许多，唇色都有了些血色。他说了句来了，进来，就操作着轮椅进了厨房饭厅内。盛磊磊硬着头皮提了水果进了饭厅，看到宣晓东正在锅前做菜，勺子提起来，亮晶晶的糖丝抽成了条。好了，宣晓东将之前炸好的芋头块往糖汁里头一倒，快速炒匀。紫色的芋头块很快均匀包裹上了透亮粘稠糖汁，撒上熟芝麻，铁铲利落铲出，再端上桌子。好了，拔丝芋头。他一抬头看到盛磊磊，有些意外，盛警官来了，尝尝芋头。盛无虞道：叫他磊磊就好。盛磊磊脸上恬然：宣先生，上次是我做的过分了，那天时间急，没能好好和您道歉。宣晓东摆手：没事没事，坐下吃饭吧。盛磊磊看了程无虞一眼，盛无虞面无表情，正伸了筷子去夹芋头，抽出了长长的糖丝。盛磊磊连忙过去将旁边的冰水凑过去，盛无虞蘸了下冰水，慢条斯理将芋头块塞入嘴里，看都没看盛磊磊。盛磊磊只好放下水果，挽起袖子走到宣晓东身边：宣先生有什么要帮忙的？宣晓东正打开气锅，扑鼻香气喷了出来，芋头扣肉蒸好了，你端出去吧，那边有手套。盛磊磊果然戴了手套，端出芋头，看宣晓东又以飞快洗好锅，热锅凉油，开始煎鱼，洗菜池里还有一篮子菜没摘，便走了过去摘菜，手还算灵巧。宣晓东有些意外，看了他一眼，程警官居然会摘菜，看他之前明明就是个大少爷做派。盛磊磊低声下气：家里人从小都是要做家务的，上次我那样，小叔已狠狠罚了我，我们家风不是那样盛气凌人的，怪我，您大人有大量，别放在心上。宣晓东诧异，忍不住看了眼盛无虞。盛磊磊这一副大块头，做家务没问题，但盛无虞实在就是上上下下一点烟火气没有，就是个琉璃冰雕人儿，他也做家务。盛无虞显然接收到了他的目光，却没解释，
出事之前。他网球、马术、击剑样样来的，一个人在外留学，更是什么家务没做过，自理能力超强。不知为何，他很好奇自己在宣晓东心目中的形象。在流弹后，他关注了自己，长久凝视着自己，在他眼中的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值得他这般小心温柔、妥帖守护的人吗？鱼煎好，淋了酱汁放回桌上，他又另外盛了莲藕骨头汤出来放在桌上。从冰箱里拿出早就洗干净的玻璃生菜出来，淋上沙拉一半，青菜也有了。盛磊磊看他一会儿功夫弄出几样菜来，倒也心下暗自高兴，只觉得小叔在这里至少吃上有好处。刚才一路进来，这边也分外安静，山景秀美。这轩先生上次受了自己戏弄，也心平气和，可见是个脾气甚好之人。小叔选在这里休养，倒是让人放心，自己回去也好和老爷子交代。啊，他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其实这就是小叔的意思吧，让自己看着他衣食住行，回去才好和老爷子说，这样老爷子老太太才不会太担心。盛无鱼似乎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一般，却也不理他，自顾自吃过饭，把饭碗一放，淡淡吩咐，小东，我们出去散散步，这些让磊磊收拾就行。宣小东道，哪能让客人洗碗，就这几个碗不费事。盛警官远道而来，不如让他陪您出去散散步，也算见识见识我们这边的风景。盛磊磊已经跳起来，手脚利落收碗，没事没事，你们先走，我洗完碗就出去跟上你们，放心放心。宣小东看他一副做小伏低的样子，知道是盛无鱼故意叫他给自己赔罪，好让自己出气，也只好一笑，起了身，果然推着盛无鱼出去。盛磊磊看小叔任由宣小东推着他的轮椅出去门廊，眼睛更是瞪大了。小叔之前不让任何人推他的轮椅，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但是现在这宣小东不仅替他推轮椅，路过一些不平的地方，他干脆还提起轮椅走过去，又低下头帮小叔整理裤脚和不平的袜子。除了医务人员，小叔从来不许人碰他的腿，每天都是衣着严整，一丝不苟。盛磊磊忽然眼眶微热，看了眼他们往山道上去的方向，飞快洗干净碗，放回碗柜，按下消毒键。细心的他已发现这里设备齐全，和普通乡村人家不同。小叔在这里吃住，应该不会有什么不便或者不卫生的地方。他收拾干净桌子，也往山道上走了出去。远处山岚浅淡，霞光漫天，鸟儿正在归巢，山风吹来，带着草香。盛伟磊每天忙于俗事，从半山一路走上山顶，忽然也觉得身心一旷。不多时，他就看到了小叔和宣小东站在山顶，两人都身体修长，意态闲适，山峰中站着，莫名觉得气场相当。他一时竟然觉得有些不好加入。好在宣小东很快就意识到了他的到来，转头看了他一眼，笑道：“盛警官来了。”盛无鱼转头看他，细写道：“忘了和你说，门口的菜地也该浇一遍。还有，你昨天不是说山上的山茶花要施肥了吗？你沤肥多日，正好明天先让磊磊给你挑一挑大粪，施过肥再走。”盛磊磊满脸哀求：“小叔，我错了，我真错了。”宣小东忍俊不禁：“好了，我真没放在心上。磊磊今晚睡哪里？我收拾个房给你睡吧。”盛无鱼道：“让他睡车上。”盛磊磊嘿嘿笑着：“小叔，施秘书早就和我说了，您这里隔了间助理睡的房间，这儿真的住着舒服。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年末再来陪小叔您住一段时间行不？这样老爷子也放心。”盛无鱼道：“不必，我一个人住着舒心，不想见你。”盛磊磊垮下脸，看着宣小东，宣小东一笑，也不替他说什么，只道：“你们叔侄先聊聊看时间，差不多就回去。我去那边摘点白皮石斛和天麻，明儿给磊磊带回去。”盛无鱼点了点头，看宣小东沿着山道转了几转，走到林子里去了。盛磊磊道：“
他待您不错吗？小叔，别说家里人，我知道您自己来这边休养了。一个人没带，也很担心。盛无虞淡淡道：挺好的，老爷子那边我会说。盛磊磊看他心意已决，只好唠唠叨叨说起家里的事情来。盛无虞也只是默默听着，很少说话，但盛磊磊却知道他其实很关心家人。这场病却让他将所有家人都推拒开，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全家人只痛心他，却又不知道如何挽回他。我们回房吧，天要黑了。盛磊磊长长叹了一口气，上前想要推盛无虞的轮椅，却被他一个冰冷眼光逼得站住了脚，眼睁睁看着他按了按钮，自己驱使着轮椅下山去了。走到山道，却看到宣晓东也提着一大篮子的白皮石斛也到了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大把的金柜。看到他们回来，先把柴门推开，然后过来把石斛提给盛磊磊：盛警官放车上吧，明天带回去。却把那一把金桂花递给了盛无虞，盛无虞接了过来。然后盛磊磊就眼睁睁看着宣晓东空了双手，自然而然绕过轮椅后头，提起轮椅轻松进了院子，然后推着程无虞上了回廊，一边还笑着说话：这桂树有些年头了，花也比一般的香。盛磊磊风中飘零，原地石化。回去后洗澡，看了会书，盛无虞又和盛磊磊说了几句话，便打发他去隔壁房子睡了。盛磊磊倒是仔细看了下房内的各种设备，也暗自佩服施继清，果然是小叔一流的秘书，各方面都弄得十分妥帖，再加上宣晓东这样一个能干人，小叔一个人在这乡居生活应该没问题。他和盛无虞道了晚安，走出房门，闻到一阵清香，转头果然看到那束桂花已插在了门口矮柜上的花瓶里。他酸溜溜的出了房门，到了自己房间，看到宣晓东正在替他铺床，连忙上前笑道：不必了不必了，我自己来，谢谢宣先生，小叔在这里，多承您照顾了。宣晓东道：没事，盛先生很安静，而且他自理能力很强，我只是做3餐罢了。盛磊磊低声道：之前在城里都一个人住，轻易不让家人探望，天天忙着公司的事，如今能在你这里休养静养，真是太好了。他在你这里倒像是有了人气，之前我就算惹他生气，他也只是批评几句，不像今天还会开玩笑一样的惩罚自己，这才是亲人的样子。宣晓东看盛磊磊神色，知道他是真心关心程无虞，不然之前也不会故意为难自己，如今只怕心里还有着迁怒，不过是碍于盛无虞在这边休养，面上只得客气。更何况对方可是实打实的警政司的警官，他并不想和盛磊磊交谈太多，便只是客气笑了笑，又交代了他浴室和生活的异音设备，便也回了房。乡间睡得早，到了半夜，忽然3人都被警铃大作给吵醒。宣晓东起了身推门出来，看到对面的盛磊磊也已推门出来，一声断喝：站住！就往菜园子里扑了过去，身势凌厉。乌泱泱的菜地里陡然一亮，房顶上的相思树顶的探照灯忽然雪亮大亮，菜地里顿时亮如白昼。只见一个男子慌慌张张，正要往菜地的篱笆架翻出去，结果瞬间抖了下，仿佛被电了下，直接翻下地来。宣晓东看盛磊磊已经扑上去一个漂亮的擒拿动作，将那菜地里一个男子反剪双手，跪压在泥地上，咔嚓一下从腰间摸出了一副手铐，熟练铐了起来。宣晓东有些无语，转头看盛无虞也起了身推门在廊下，看着菜地里盛磊磊将那男子提了出来，一路往前拖着摔到天井里。他眼尖已看到旁边咕噜噜滚落着一桶塑料桶，想了下，从天井墙上挂着的塑胶手套拿过来套上，伸手捡了起来。只见那男子哀声叫着：饶命饶命，误会误会，都是乡亲，都是乡亲，误会。宣晓东走过去看了眼，依稀眼熟，你是谁？
那男子看着大概只有20出头，哀声道：“小东啊，我是隔壁村的李阿甲呀，我今晚喝多了，路过看到你家菜好，顺便就想摘几颗回去，怪我忘了时间，喝多了。”喝多了，宣小东拎起那桶液体，打开盖子闻了闻，除草剂，撒在菜地里，菜基本全部都要毁。听说邻村有人养鱼，被人倒农药在鱼塘里毒死人家要卖的鱼，倒没想到菜地也能用这招，自己却又是碍了谁的眼。李阿甲脸色微微一变，这个不是我拿来的，是本来就在地边的呀，我不认得呀。盛磊磊笑了声，查一下指纹就知道了。李阿甲一听有些慌，却想起宣小东拿着呢，应该也有指纹。再一眼看到宣小东居然手上套着手套，他这下慌了神，真的不是我呀？可能我刚才掉下去的时候摸到了。小东啊，你这怎么装着电网？我记得镇上警察局宣传过不许安装电网的呀。我这浑身都发抖，一定是被电坏了。好一个乡村泼皮！盛无鱼站在上头冷眼看了下，微微抬了抬下巴，对盛磊磊道：“都装有监控，一会儿把监控拷了，带着人去警察署。”有监控？李阿甲立刻瘫在地上熟练打滚。啊！我全身都被电坏了，走不得路了，死人了呀！有人在菜园子违规装电网啊！小东，你这样也是要坐牢的呀！你要赔我！声音在漆黑夜里传出去老远，若是村里，怕是这时候早已起床围观一群人。可惜宣小东这却是半山，四下全无人住，他这般表演一番，却只是白费劲。嚎了几下，李阿甲发现没用，又渐渐小了声音。盛无鱼轻轻笑了声，这是智能电子围栏，监控感应，弱电流自动报警的，电流强度比电蚊拍还弱。脉冲电网是完全合法的，谁会在家里菜园子装电网？李阿甲看盛磊磊过来，熟练拎起他来往院子中间天井的晒衣杆上一挂，手铐锁上，他立刻就变成了背着双手佝偻着身子，站不直蹲不下的情况，脚脖子开始发抖。他张了嘴嚎了一声，刚想要叫宣小东继续求情，盛磊磊以眼明手快，从旁边拿了块抹布塞进了他嘴巴里，老实待着，天亮再送你去警察署。咱们先睡觉。宣小东知道这是警察常用手段，现在离天亮还有3-4个小时，这人这么考上一夜，心理防线就会崩溃，到时候方便讯问。便也没说什么，只过去推盛无鱼进去睡觉，一边笑道：“倒是多谢施秘书考虑如此周到。之前我看他让人装电网，还觉得奇怪，没想到今晚用上了，保住了我的劳动成果。”盛无鱼道：“乡间多是亲帮亲，这人泼皮成性，这般有恃无恐，怕是乡里有人护着，你多加小心。”宣小东道：“好，明天我送他去镇上的警察署。”盛无鱼却转眼看了眼盛磊磊，磊磊开车一起送去。宣小东道：“明天你们就出发了，不必劳烦了，不过是乡村小贼，今晚这么教训他一次，想必再不敢来第二次。”盛无鱼打断他：“盛磊磊是警政司的，他身份压着，这边不敢徇私，不狠狠杀鸡儆猴，你在村里不安宁，若是真的来了什么，你不得不卖人情的亲戚什么的，你要饶了对方，卖人情也卖得值，不要让人泼皮赖了去，下次还变本加厉。”宣小东沉默了下，心里却知道短短几日，对方似乎就已洞悉了自己脾气软弱，拒绝不了人的本性，只能点了点头。盛无鱼指挥着盛磊磊将监控拷下来，果然3人各自回房睡觉。那李阿甲在天井里挂了几个小时，全身瘫软，无精打采。凌晨天才亮，盛磊磊便出来开着车，将他和宣小东送去了镇上的警察署，报了案，送了监控和物证。警察署其实认得李阿甲，3不5时报警，但是都是些小偷小摸，对方家里又是乡里有名的霸道人家，亲戚多，很快报警的又来撤案。
因此看到他原本也不太放在心上，结果看这次他被整得垂头丧气，哭得眼泪鼻涕都在流，仔细看身上一点伤痕没有，只有一些皮毛擦伤。报警人身旁的朋友亮了警官证，明显在一线做过多年。老辣之极，随便说几句，什么私闯民宅、投毒杀人的罪名都扣了出来。虽说只是除草剂，但是除草剂若是淋在了菜地里，对方第二天一大早就拿来做饭，的确是有可能会中毒。对方明明知道农场主人种菜是自己吃的，又是成年人，完全可以预见对方可能会中毒的后果，仍然还下此毒手，应当严惩。这种罪名可轻可重，毕竟没有得手嘛。一般在村里这些事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稀泥一盒完事。但这次对方不仅当场抓了现行，把人都拷来了警局，拿出来的监控录像和物证都齐全的紧，又是静海市警政司的警官，警衔还很不低。警察署面面相觑，只能先按程序拘留拿口供，却都知道这次李阿甲是踢到铁板了。谁知道一个荒山上的小农场里能装有电子围栏，装有监控呢？谁又知道这小小农场里怎么会冒出来一个静海市警政司的高级警官呢？盛伟磊和宣晓东惦记着盛无虞无人照顾，交接了那小贼，也就转回头回了山上，才进门却看到盛无虞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在菜地里摘罗勒叶。宣晓东大感意外，盛先生在做什么？盛无虞纠正他，无虞。宣晓东改口，无虞，他有些不习惯。你摘这些嫩叶是要做什么呢？我来替你做吧。盛无虞微微一笑，看你昨天不太相信我会做家务的样子，所以我今天做个罗勒青酱拌面。宣晓东一呆，我没有不相信你，不过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是我来做吧。你说怎么做就好，我来做。盛无虞将膝盖上放着已经摘好的罗勒叶嫩叶递给他。好。盛磊磊一怔，从前盛无虞只要坚持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从来都不敢上前插手，没想到现在却欣然让宣晓东来做。宣晓东拿过嫩叶走过去开了井水，飞快洗干净，拿进去看盛无虞坐在轮椅上指挥他，先把面煮了，放点虾仁，煮熟捞出来过凉水，我刚才烧了水，现在应该开了。宣晓东将面依然放入水中，烫过后捞了出来，进入冰水里过滤后又捞出来放着，然后看盛无虞继续指挥他，拿料理机过来，把罗勒叶放进去，大蒜烤一下，烤黄就行，扔进去，加点松仁、干奶酪、橄榄油、胡椒粉，再加点醋，别放多了，还有糖。打碎，好了，加点盐和糖，行了，拌面进去就好。碧青色的罗勒松子青酱拌入面条，果然咸鲜香，味道很不错。盛无虞却仍然有些遗憾，改天订点松露来，味道会更好。宣晓东却包了个水煮蛋递到程无虞嘴边，蛋白质还是少了点，你再多吃个蛋吧，一会儿车上怕不舒服。盛磊磊目瞪口呆，看着从前绝对不会让人喂他的小叔，张嘴吃了一口蛋，安之若素，坦然自若。吃完饭，程磊磊又看着宣晓东忙前忙后，后备箱塞好东西，推着轮椅上车子，替小叔系安全带，杯子里还装了冰镇柠檬薄荷茶，然后关上门，挥手告别。车子启动，盛磊磊一路开下山，偷偷转头看了下山上，轻声道：这宣晓东挺会照顾人啊。盛无虞闭目养神没搭理他，但盛磊磊偷眼看去，看到后座平时冷漠如高山冰雪的小叔，嘴角微微翘起，仿佛含着笑。西溪离静海本来就不远，虽然盛磊磊开车极尽小心稳当，不多时也回到了静海市，很快开入了别墅区内。盛磊磊看盛无虞仿佛睡着了，开得很慢，却见对面开来一车，车窗摇下，却是楚若拙对着他挥手。这些日子楚若拙春风得意，得了他家老爷子带进带出，和盛磊磊也算熟识了。盛磊磊摇下车窗笑问：楚嫂哪儿去？
却见对面后座车窗也摇下，露出一张清俊非凡的脸，双眸含笑，气质非凡。盛少，好些年不见，有空请你吃个饭。盛磊磊一怔，却已认出对方，林义景，你什么时候回国了？也不提前说，给你接风。林义景微微一笑，忽然做的决定，来日方长。这次准备长居国内了，明儿得空我请客。盛磊磊一笑，好，就去碧蒲山庄吧，说好了。两车交汇而过，秋风飒飒，河堤杨柳婆娑摇曳，竟像是个多事之秋。浅水乡太小，消息总是传得很快。小东啊，得饶人处且饶人，阿甲只是吃酒吃多了，路过你家菜地，口渴想掰几根黄瓜吃，没想到却被你家电网电到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不该就把人扭送警察署啊！表姨是为你好，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事情不要做绝了。高翠兰手里扶着个老太太，苦口婆心在和宣晓东说话。我就一个儿子，被电出个好歹怎么得了啊！老太太哭得老泪纵横。小东，都是乡亲，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听表叔的。去警察署先撤了诉，就说误会一场就行。龙静站在一旁，拿了毛巾擦了擦汗，只觉得天热得紧。看了眼宣晓东，不由觉得有些不耐烦。要不是怕阿甲待久了在里头乱说，他哪里会出这个头？真是和老宣头一模一样，古怪脾气，从来没见过乡里一点小疙瘩，就能把人扭送警署的，是在外边呆傻了吗？乡里乡亲的，得罪一个就是得罪一族人，到时候还过日子吗？警察署那边说了，这次肯定要坐牢，除非报案人撤案调解，不然案底是留定了。李家一听就急了，找了熟人进去问了问，知道是为农静出头，自然找上了农静。农静哪里肯承认是他指使，但也还是答应了带人来说和，毕竟沾亲带故的。李阿甲和他有点拐弯的亲戚关系，虽然是这10里8村闻名的泼皮无赖，却偏偏时常在他店里出入，偶尔吃点东西也记得付账，因此才没人敢在他这里吃白食。若是不帮他，这点小事顶多也就坐个1年2年牢，出来一定会天天烦死他。他要开门做生意的，更何况那李阿甲还有一窝无赖兄弟在外头，到时候天天来他饭店，说起来一开头就是因为他犟着不卖菜。农经又擦了擦汗，看向宣晓东，脸上都有些不耐烦。宣晓东冷眼看着柴门前一堆人，已经有人听到了风声，陆陆续续围了过来，人越来越多。远处远远开来了一辆车，也在路边停了下来，仿佛在看什么。他只拿着锄头靠在柴门边不说话，但就这样已经无人敢近前，毕竟他浑身那股凛然之气就已叫人有些发怵。其实宣晓东只是不想这些人进了院子脏了他的院子。看面前哭哭啼啼人说的差不多了，才淡淡道，他提了满满一桶除草剂来我菜地淋，这些菜我是自种自吃的，除草剂是有毒的，他是蓄意投毒。警察署才不放过他，谅解书我肯定不会出的。老太太哭得更大声，你不是好好在这里吗？那除草剂是我叫他买回家，他顺路带回家的。宣晓东道，顺路能顺到我这荒山野岭？老太太语塞，然后扑通跪了下来，他喝醉酒了呀，求你贵人高抬贵手，绕过我家小贾吧，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一个孙儿，我给你跪下了，你大恩大德我一定记着。宣晓东皱了眉头，转头就要开门走，结果突突突摩托车响，阿贵开着3轮摩托车，却是带着2个人上来，一个是乡长莫阿木，另外一个却是夏婆婆。这一下人来的越来越多了，都围在了山脚下看热闹。宣晓东停了手，转头看着阿贵，皱起了眉头。阿贵心虚的停了车，没敢看宣晓东，是自己亲妈叫自己去接人来的，他能怎么办嘛？他也知道李阿甲不是什么好人。小东哥这次把他扭去警察署，
他们这群年轻人个个都暗自称快，但是能怎么样？浅水乡就这么大，真的得罪了这些泼皮，关不了多久他又出来，到时候不还是闹得人鸡犬不宁？乡长莫阿木上前一步，摇头叹息道：“小东啊，阿甲纵有不对，你也还是冲动啊，年轻人可嗨嗨。”他咳嗽了几声，又叹气道：“这样，我叫阿甲出来，到时候给你好好赔罪，替你种树，再给你赔点损失，直到你高兴为止，这样行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夏伯伯下来不知就里，但是也知道宣晓东要住在这里，得罪这许多人是不好过的。他道：“你们这些人不要欺负老实人啊！小东是个善心人，不是你们太过分了。小东怎么会送人去警察署里？”他上前悄悄拉了拉宣晓东，耳语道：“小东啊，这无赖很快就出来了，到时候闹得你不得安宁。阿伯帮你做见证，要他们保证书，以后不来骚扰你，放过就算了，省得以后报复你不值当，人还和狗计较吗？”宣晓东脸色漠然，拍了拍夏婆婆的手，只对乡长道：“乡长，你既然是乡长，自然是要主持公道。如果说谁闹谁恶人，就怕谁天天和稀泥的话，那是不是以后干坏事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冷冷看着围绕过来的乡亲们，今天是我自己种的菜地，明天就是各位乡亲们的鱼塘、水井、庄稼、果树、牲口，只要看不顺眼谁，就去搞一下，扔点农药，撒点除草剂，投毒成风。大家是想要这样的浅水乡吗？你们还能安心吃一口菜吗？我反正是一个人，没老没小，得罪了就得罪了，有本事尽管来报复，我都接着，邪不胜正，看看到时候是谁倒霉，看看这乡里还有没有讲道理的地方。忽然人群里有个人大声道：“去年我的鱼塘要捞鱼了，就被人投毒了，村警察署来查了半天，说查不到，辛辛苦苦干一年几万块鱼苗鱼饲料投进去，全完了。就是因为阿甲想说便宜收我家鱼，我没卖，要不是我家小孙儿还小，我拿了铁锨能去和他一命换一命。”又有个愤慨道：“我家养的鸡天天被偷，问了都知道阿甲天天和朋友烤鸡吃呢，我装了摄像头就知道是阿甲干的，但是警察署抓了赔了钱，马上又放出来，第二天就有人往我家鸡场扔发瘟的鸡，找不到证据，后来病死了几十条。外地大老板本来想来包了我家林子养鸡的，后来听说这里风气不好，合同都要签了，都终止了，去了隔壁三官乡。有了人挑头，开始有人也大声发声，天天去饭馆吃白食呢，谁都不敢惹他，路过买菜摊就随便拿人的菜，大家敢怒不敢言。晚上不睡觉，开着摩托车在公路上飙车，吓得晚上都不敢让娃出去，活该，就该让他吃牢饭，让劳动教养。以后村里的娃儿都这样被带坏了，算谁的？乡长你不能纵容啊，现在我们也不是害他，这是他们家里教育不了他，我们也教育不了他，让国家教去啊，进去教育教育，兴许就好了呢。反正不能坏了我们这边的风气，谁家闺女敢往我们这边嫁，谁生了娃儿敢叫随便跑。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毕竟人人都想着，若是不趁机喊一下，到时候越来越多人效仿怎么得了？哪家没养点鸡鸭狗羊，哪家部门口屋后种1分菜地2棵果树，到时候口角2句就毒死人家家禽牲口。若是浅水乡成为这样的地方，谁还敢在这里住？谁敢来这里投资包地？现在这宣晓东退役军人，年轻力壮，孤身一个，没有老小负担，还有警察朋友，这样都收拾不了这等无赖，以后放了出来，对方未必再敢惹宣晓东，那岂不是会来惹其他软柿子了？围观群众越发群情激昂，有些不是李阿甲做的也往李阿甲身上扣。数落起来7、8桩事，李家的人一看犯了众怒，
李阿婆也不敢哭了，只是盖着脸不说话。乡长一看，只好咳了咳嗽道：“好了好了，大家莫吵吵了，都怪我这个乡长不够称职，没给大家做好主。那大家都到镇上去，有什么都和我聊聊。李阿甲这事，既然小东这么说了，那就看警察署这边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李家大叔，你也回去好好教导，这次就算吃个教训，该和小东道歉的就道个歉，该和大家道歉的也道个歉。以后出来，若是还想报复，我们定是不饶的。”乡长其实也有些为难，宣晓东才回乡的时候，就捐了10万块给村小学修教室。他原本也是知道他心善，所以今天才想着来说说情，没想到对方心善是心善，这轴起来也够一根筋的，倒是带的大家都闹起来。眼看犯了众怒，宣晓东到底也是对乡里有贡献的。再说也不知道他那警察朋友什么来头，算了算了，还是先平息再说。乡长啰啰嗦嗦糊了一顿稀泥，带着人走了。宣晓东看阿贵送走下婆婆，又看了眼农静，心知这怕是自己不肯卖菜给他惹来的祸端。农静僵着脸没说话，高翠兰倒是讪讪上前：“挨你年轻人不懂事，他们巴不得你出头，到时候出来了又来找你麻烦。你是被他们挑拨，乡里乡亲还是和气为上？”宣晓东淡淡道：“表姑，我叫你一声表姑也是为了客气，但是若有人觉得便宜没占够，就要弄点小动作，那就别怪我也不念亲戚情分，不是真的以为我脾气好就是好欺负吧。”高翠兰和农静两夫妻有些窘迫，也只能转头回去，一边低声商量着，农静却是担忧李阿甲把自己供出来，小声埋怨高翠兰：“叫你先去找下婆婆说通的，怎么没办好？”高翠兰低声道：“说了，你看刚才夏婆婆也是劝她息事宁人的，谁知道这个人这么耿，她一个人当然不怕报复了，而且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警察朋友。之前是说过要有朋友来住，早知道是做警察的，我怎么也提醒一下你。”农静沉着脸，本来想说话，却忽然住了嘴，因为他看到山道旁停着一辆黑色越野车，之前就停了许久。他们只以为是看热闹的，如今看热闹的人退去了，才显得更明显了。车门打开，里头下来2个，前面那个穿着米色运动服，看着像个学生，但脚上的运动鞋和腕上的运动腕表看着就非常昂贵。他下了车，从车后座拿了一提酒，看着包装全是外文。另外一个从后座下来，穿着风衣，看着冷清俊逸。只淡淡看了他们2人一眼，农静却只觉得身上一寒，心里不由微凛，想着看这2人衣着妥帖，贵气逼人，一看就是家境优越之人，却不知来这山脚做什么。他和高翠兰不再说话，下了山微微转头，看着那2个年轻人往柴门去了，竟然又是找宣晓东的。农静忽然心里一阵懊悔，早知道宣晓东退役军人，就该晓得他总有些朋友，不该胡乱放纵那里阿甲才对，却不知这次能平安度过没。宣晓东才在屋里走了几步，看到小布走出来，看到他忽然咪咪咪的叫。小布是只很安静的猫，跟着主人来了几天，一直极少惹事，现在突然对着他叫，他觉得有些新奇，拎了他抱在怀里问：“你也想你家主人了吗？”却听到了柴门外有人叫：“小东，小东，楚若拙。”宣晓东好奇转身，看到柴门推开，楚若拙兴高采烈站着，手里扬了扬手里的酒：“小东，给你带了刚从国外烧回来的陈啤酒，今天我有个老友一起过来看香蕉地，顺便过来看看你。”宣晓东目光早已落在楚若拙身后那个高挑男子上，眸光微凝。男子一身卡其色风衣，身材修长高挑，俊逸非凡，一手插在风衣兜里站在那里。他看着宣晓东，眼神里满是千言万语。他刚才在车上远远看着宣晓东一个人对付泼皮无赖，还担心他应付不来，毕竟他是那样温柔平和，
脾性好的人。没想到他沉默着三言两语，挑起公愤，打发走了麻烦。那个永远都沉默着，永远都脾气很好、软弱，不会拒绝人的小东，也成长成一个成熟可靠的男人了呀。他经历了什么呢？他们之间隔着太多的时光，他隔着车窗看了许久，在那张已经长大的脸上用目光反复描摹，试图找出曾经记忆中的那张年轻、稚嫩，有着一双泉水一般清亮双眸的脸。楚若拙回头看着，笑着介绍：“小东，我给你介绍下，这是我大学同学林义景，之前在国外任大学教授的，如今回国发展了，今天一起和我出来逛逛，说是看看我的香蕉地的。”他走上前，将酒想要递给宣晓东：“来，这酒味道特别好，我在国外喝了觉得好，就专门买了带回来，要让你尝尝的。对了，盛董上次说要来住，应该还没来吧？才1个多月，不过你这里改装了挺多呢。”宣晓东忽然避开了手，双眸仍然看着林义景，说话也还很平和：“楚少，我这里乡间土舍，招待不了贵客，还请楚少和你的朋友去别的地方逛逛吧。”楚若拙一怔，连忙上前，却看到宣晓东抱着怀里的小猫，毅然转身往房间走去，砰的一下关上了门。楚若拙道：“怎么了？”小东。楚若拙完全摸不着头脑，转头看向林义景，奇怪，不知道他怎么了？难道是还在生我的气，还是因为我提到了盛董？奇怪，盛无虞应该还没有来吧？林义景道：“不是生你的气，是生我的。”楚若拙一呆：“你认识小东？”林义景双眸仿佛带了眷恋，神情都柔软了些：“他是我继兄。”楚若拙他怪叫道：“继兄？你什么时候有继兄？”他脑子转了几轮，茫然道：“林二少算是你弟弟。”你意思是？林义景淡淡道：“他和林一瑜同母，他母亲改嫁给我父亲。”楚若拙脑子艰难运转，终于迟钝的反应过来：“是你后母和前夫的儿子是吧？”等等，你的意思是，你本来就认识他？你是故意让我带你来的？因为你知道他不会见你。楚若拙怪叫起来。林义景苦笑了声：“若拙兄，确实是我不对，我也是后来看你直播，才知道原来你认识他。我和他已失去联系多年，我知道若没有你带着，他是绝对不会见我的。”楚若拙已经被这豪门狗血淋了满脸，无力道：“林义景，我总觉得我被你坑大了，现在他连我都不见了，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吗？”盛无虞驾着轮椅下了车，往陵园公馆后院行去。这间公馆前后2幢小楼，前边主要是会客和厨房、影音室等公共区域和一些服务人员住着，中间隔着花园，后边的小楼静谧幽深，才是程家人住的房间。平日里盛家老爷子和大房都在环京住着，静海市这边主要就是盛磊磊父母这一房住着，但盛无虞辞职后也时常在静海市这边住着，盛磊磊就成了当仁不让要照顾小叔的人选。虽然盛无虞从来不让人照顾，盛无虞路上看到警卫队员在楼下，便知道父亲在楼上。自己进了直达电梯上了2楼，看到盛福云的秘书吴正奎正走出来，看得到他也笑了声：“三少来了。”盛部长在里头练字呢。盛无虞进去，盛福云正凝神立腕写大字，中道而行。盛无虞垂眸看着，没说话。盛福云抬头看他，笑道：“很久没看到你写字了。”盛无虞上前拿了笔，略思索后写下：“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阅有涯之生。”盛福云一怔，过了一会儿忽然笑了：“这就是你一个人去乡下休养的原因？”盛无虞淡淡道：“算是吧。蔡钟林说我该试试做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能让我觉得愉快的事。”盛福云道：“你觉得愉快吗？”盛无虞微微抬眼：“父亲又做到中道而行，不偏不倚了吗？”盛福云失笑：“问得好。”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回了沙发后，靠在沙发靠背上，闭着眼睛往后靠。盛无鱼道：最近很累吗？盛浮云喟叹，无一刻不想放下身上的担子。盛无鱼面无表情道：又想骗我回去帮你，我知道你乐在其中，游刃有余。沉迷在权力中不可自拔，他天生就是干那一行的。盛浮云失笑：不是，老二和我说了，说你心理情况不行，让我不要再给你加压力。你母亲在国外都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警告我哪敢再劳你心。盛无鱼淡淡道：知道就好，别老在我跟前装了，你也就骗骗磊磊他们那些小年轻了。盛浮云睁开眼睛：你没比磊磊大几岁，说话不要这么老气横秋。盛无鱼道：行了，看过我了，放心了吧，我今晚就回去了。盛浮云失落：不陪陪你老父亲了吗？老小都说老小儿最贴心，盛无鱼不为所动，我心里健康状况不好，人多了闷得慌，不想应酬人，包括你这个成精的老狐狸。盛浮云嗔道：没大没小的。盛无鱼却一眼看到他多宝格上陈列的青白玉碗，心中一动，那个碗看着不错，我记得你买了一套的，给我吧。盛浮云转头看了眼：你从前不是对这些不感兴趣吗？这套年代不算久远，青白玉的，你喜欢就拿走吧。真喜欢环境那里还有一套玛瑙的餐具，难得颜色好。盛无鱼没客气：好，迟点让人寄给我，现在先把这套包了，我带走。盛浮云真这么急？好歹陪我用了晚餐吧，而且你这样匆忙来回，对你身体也不好。他脸上出现了不舍。盛无鱼淡淡道：你在静海肯定拜访的贵客少不了，我在家里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晚饭后我就走。他看吴秘书已过来替他取下那只碗，便先回自己房间小休一下，准备晚餐。盛浮云看他走了，才叫吴秘书叫磊磊过来。盛磊磊过来，恭恭敬敬道：爷爷。盛浮云刚才脸上那些慈和活泼早已收了起来，面容严肃冷漠，如他在外一贯的形象。今天你去接你小叔，应该也看了他住的地方吧？怎么样？盛磊磊连忙道：我看了，师姐姐一向妥帖的，安排的很好，所有设备都齐全，衣食住的所有高科技设备都安装了，还有相关的体检诊疗设备，样样齐全，谁也干净，安保设备也都装好了。他差点脱口而出还抓了个小贼，但忽然想起报喜不报忧，还是吞下了这句话。盛浮云道：房东呢？为人如何？盛磊磊道：人很不错，做饭也好吃，难得又是特种部队退役，身手不错，小叔和他相处很和谐开心，我看小叔在那里吃的都多了些，之前在这里住着的时候，每天基本都不太吃东西，医生说他吃的药影响了他的胃口，得慢慢调养。盛浮云却问：退役的查过底细没？盛磊磊迟疑了一会儿。盛浮云抬眼看他，双眸厉如鹰隼。盛磊磊遭不住压力，低声道：那人叫宣晓东。盛浮云已瞬间明白过来，宣，这要巧，查了没？盛磊磊道：查了，是楚家的楚若桌，种香蕉的时候，他将楚若桌一事缘由和宣晓东与小叔结识的前后说了个开头，然后很快就被盛浮云问了个底儿掉。没办法，毕竟从小他也就处爷爷，只有小叔从小受尽全家宠爱，自己父亲、叔叔、爷爷奶奶，所有人都从来没对小叔有过一点点不好的脸色，自己也对小叔心服口服，小时候甚至觉得，若是这世上有完美的话，那就是小叔吧。盛磊磊勉强替宣晓东找不点好话，小叔认为罪不在他，且过去的事他都宽恕，没放在心上，又挺惜才的。盛浮云道：我知道了。他没有任何下一步指示，盛磊磊只好站着等他。盛浮云却说：
原来我那淡水缸是你弄坏的。盛磊磊窘盛浮云道：你今年的分红。盛磊磊道：小叔已扣了。我错了，爷爷。盛浮云摸了摸下巴：我马上又要出国访问，你多看着你小叔点。盛磊磊想哭，小叔不让人陪啊。盛浮云道：从宣晓东入手。盛磊磊愁眉苦脸：我知道了。盛浮云挥了挥手，脸上重新浮上了皮色：回吧，对你小叔好一些。他肩膀都垂了下来，微微现出了老态，照顾好他。盛磊磊心里知道，小叔曾经是盛家的明星，而那颗榴弹毁了一切。现在谁都不敢再给小叔任何压力，任何期待，如今大家只希望他开开心心的。他微微低头应了，走了出来。才走到楼下，便接到电话，他看了眼屏幕，接了起来：楚少。对面楚若桌没精打采：磊磊，今晚出来聚会吗？易景也在，碧蒲山庄我订了包间。盛磊磊道：不行啊，我今晚要陪我小叔，明天吧。明天我送他回去，就宣小东那个农庄，明天送他回去就好了。楚若桌这才想起来，所以盛董真的去宣小东那边租房休养了。这么快？今天他回来了，怪不得今天我们过去没遇到他。盛磊磊愣了下：你们今天过去了？今天我家老爷子回来，我刚把小叔接回来，宣小东没和你们说吗？楚若桌长叹了一口气：别提了，今天门都没进。小东没放我们进门。盛磊磊一怔，忍不住笑出来：没放你进门？你怎么惹了他？我看宣小东脾气挺好的呀。他笑意未收，却忽然看到小叔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侧，看着他，眸光寒凉。盛磊磊打了个寒战，连忙收了笑容。楚若桌在对面道：一言难尽。今晚用了晚餐再出来也行的，我们聊聊，明天我又有事了。下次聚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也总是很忙。盛磊磊看向盛无虞，有些为难：用了晚饭再去碧蒲山庄吗？家里两尊大佛呀。却见盛无虞向他点了点头，竟是同意了。盛磊磊连忙道：好吧，一会儿见，你把包间名字发我。盛磊磊挂了电话，忐忑看向盛无虞：小叔，你也去吗？盛无虞淡淡道：我去干嘛？你们小辈的聚会，我去了，你们不自在吧？盛磊磊他心里吐槽：小叔你明明和我年纪差不多，但确实如果小叔去，他们肯定什么话都不敢说。最后变成客气的社交场合，也对，小叔现在爱清静。盛无虞却打断他的走神：他刚才说宣小东什么？盛磊磊脸上忍俊不禁：楚少不是明明和宣大哥关系不错吗？他说下午和林义景去了宣大哥那农场，结果宣大哥没放他们进门，也不知道什么事。我想宣大哥脾气这么好，多半楚少不知又是哪里惹恼他了。他那少爷习性又有些迟钝的，可能惹恼了宣大哥都没反应过来。他想起刚才小叔带着霜的目光，知趣的把宣小东改成了宣大哥。盛无虞却想了一会儿，问了个问题：你还记得那天林二少和宣小东在花厅里说话吗？盛磊磊老脸微红：记得，当时我想哄他去换鱼入缸的时候，把鱼缸打破，不知为何林二少进去和他说了句话，他转头就走。他忽然反应过来，难道宣大哥和林家这两位少爷都认识？所以今天不放他们进门，是因为林义景。盛无虞手指缓缓在轮椅把手上敲了敲，林义景和林义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林义瑜是续弦生的。盛磊磊道：对。盛无虞慢慢道：你查一下林二少的母亲何宣。他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又失笑：算了，不用查了。盛磊磊茫然看着他，盛无虞却自嘲：习惯了，对所有人都要查个底朝天，了解所有人背后的弱点，利用别人的性格结交、拉拢或者排挤、攻击。在丛林规则里活得太久，我已经忘记了如何自然的和人成为纯粹的朋友了。盛磊磊
他们这等世家子弟不掌握足够的信息，如何社交？一不小心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或者结交了不能结交的人，再或者上了别人的套怎么办？这不是都是刻在基因里头的本能吗？盛无虞低声道：“我等他自己告诉我。”盛磊磊。盛无虞眉目舒开，转了轮椅走了。盛磊磊想起一事：“那小叔，你明天才回浅水乡吧？我明早送你。”盛无虞道：“不必，我自己开车过去，你去聚会吧。”不容违逆的口气。晚上用了晚餐，乏善可陈。盛磊磊果然和盛无虞说了声，就去了碧蒲山庄。碧蒲山庄种了许多10年以上树龄的菩提树，极尽清雅。房舍建筑全部仿古寺建设，偏偏却是个奢侈之极的消费会所。佛祖在菩提树下静坐7日7夜，抵御万诱千惑，最终明悟成佛。这种冷清禁欲的房舍风格和纸醉金迷的欲望之地反差融合在一起，反而促使了更多的权贵爱来这里。一是彰显实力，二是足够私密，三是品味足够的好。盛磊磊进包房的时候，楚若拙正在那里拿着一瓶橙啤酒在倒着，一旁林义景坐着，面容平静，看到盛磊磊进来，笑着起身上来和他拥抱：“好多年不见。”盛磊磊道：“你回来可真突然。”楚若拙听到这话，越发气不打一处来，将酒瓶往几上一搁，咔嚓一下，声音清脆。林义景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心里还有气，只是微笑着，有些就是想回来解决了。怪我没提前说。楚若拙生着闷气，拿了牛肉丝嚼着不说话。盛磊磊这下也看出来楚若拙在生气了。楚少怎么了？林义景道：“生我气呢，都怪我。”楚若拙道：“义景，我们同学一场，你确实也帮了我很多，但是你自己说说，你今天这不是故意的吗？你这是挖了坑让我往里头跳呢。你若早点说了，我徐徐图之，慢慢给你铺垫铺垫，不比今天这尴尬场合好吗？”林义景苦笑了声：“若拙，我若是提前说了，怕是连这一面我都见不到。”楚若拙却道：“你别在我跟前装可怜了，林大少爷，上次那什么吊桥理论，然后忽然就回了国，然后一点不和我说，哄着我带你过去，现在又约了磊少出来，我看你意思还是明显的很。有什么你该说就说吧，别装了。我知道我就是个大傻子，活该被你们这些聪明人玩得团团转。”他这话已带了几分伤心，又指着盛磊磊道：“你们盛家也好，林家也好，算我惹不起，偏偏又都欠了你们大人情，吃了亏被哄得团团转，也还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好好伺候着你们。细想想，最对不起还是我那兄弟，人家开了个农庄，安安静静过日子，就从救了我一次，就倒了大霉。”盛磊磊老脸一红，却也看出来楚若拙这是真喝醉了，诧异道：“这是喝了多少？他们这些世家子弟再怎么伤心，也不至于说话说到这样直白。楚若拙这是真伤了心。”林义景道：“是存了气，刚才没吃什么晚餐，空腹喝了酒，就这样了，都怪我。”盛磊磊道：“和宣晓东有关？”林义景垂下睫毛：“是。”盛磊磊道：“你认识宣晓东？”林义景道：“他是我继兄，他母亲嫁到我家，然后给我生了一双弟妹，他7岁生父去世，到了我家随母，住到16岁，和我同校同班。”盛磊磊已敏感想到刚才小叔说的话，倒吸一口冷气：“你继母，那也就是林二少的母亲吧？”林义景道：“是，他和我父亲带着妹妹在国外治病。”楚若拙道：“所以到底当时是什么仇什么怨？他一见到你就把你拒之门外。既然都这样了，你也又何必打扰他？桥归桥，路归路，不好吗？我看小东一个人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义景，虽然你是我老同学了，但是既然你母亲也都不顾他了，
为什么你还非要回来找他？林义景苦笑了声，他是我的初恋。楚若捉扑的一下把嘴里的酒全吐了出来。盛磊磊也吃惊看向林义景，所以之前在国内是听到点风声说你喜欢男的，后来你出国了，这事也淡了，我以为是风言风语呢。林义景苦笑，当时国内同性恋婚姻尚未通过，我那时还年轻，和他朝夕相处，发现对他有了兴趣，那时候我性情傲得很，他脾气温和，却在这方面没怎么开窍，我刻意引导他，他懵懵懂懂，被我带上了歪路，却不小心被家里人发现了。事发后，我父亲大发雷霆，我当时叛逆期，年轻气盛，吵架后就回了外公家住了一段时间，却没想到他一个人留在那个家里。面对盛怒的我的父亲的是什么压力？我继母性情柔弱，什么事都以我父亲为主，当晚就割了腕，被送去医院救治。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家，高中都没有读完。我找了他一段时间没找到，我那时候太年轻，手里没什么人，当时也没想到外公这边看着慈祥，其实也是反对的，只是表面没表现出来罢了。我用的舅舅那边的人手找他，怎么可能找得到？高中毕业后，我就被父亲送出了国，就此断了联系。楚若捉捏着酒杯，看着林义景，喃喃道：“林义景，你这事做的可真是太不地道了。”林义景脸色平静，漆黑眼珠子却仿佛在淬着火。我当时年轻，也以为只是年少时一时的迷惑，后来隔了这许多年，我也交过新的男友，很快就分了手，谁都不是他，我再也忘不掉他。若捉，和你说那什么吊桥理论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是他，后来我看了视频，认出了他，然后我再也没办法安睡，这么多年我才找到了他。我没办法再面对自己的心，年少时的遗憾最后变成了心中的尖刺，夜夜刺着心。多年刻意遗忘，刻意不再回国，刻意与父亲生疏冷落和报复，结果都在看到楚若捉的视频后，往事终于坍塌下来，从一个雪球变成了雪崩，将他整个世界掩埋。他再也无法按照过去的打算平静度过余生。那个人就在那里，他必须回来找到他，弥补所有少年时候的遗憾，补偿他，爱护他，挽回少年那残缺的一梦，这样他的人生才能重新完满无憾。楚若捉想起宣晓东的确和他说过去和在家的母亲住的事，心里酸涩，一心只替宣晓东抱不平。他现在过得好好的，林义景，从前你爸你外公反对，你不会以为现在他们就不反对了吧？你之前非要留在国外不肯回来，他们拿你没办法，现在你回来又去和他一起，不是给他招祸吗？他们拿你没办法，但是要对付晓东一个无依无靠的还是简单吧。他将酒瓶放回去，找了杯冰水喝，一边摇着头，你还是让他安安静静的吧，他现在小日子过得多美，自自在在的，你何必去给他添麻烦？盛磊磊忽然笑了声，有楚少照应，还有我小叔在那里住着，任谁要做什么也不好做的太下作。林少今日这场苦肉戏实在是演得七巧玲珑心啊。楚若捉瞪大了眼睛，瞬间也反应了过来，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呢。林义景，我就知道你读书的时候就比我多100个心眼，现在也这样。他回过味来，心里忽然百爪挠心，林义景故意给他说这段往事，明摆着是要绝了自己之前坦白的那点念头。他这么摊开说话，自己哪里还敢再对宣晓东起一点心思？虽说自己却是早就淡了那点念头，但林义景这显然就是防范于未然，对宣晓东可见是在乎的紧了。想到这一点可能，他心里又是一阵烦闷，既心疼宣晓东，又对林义景心情复杂。他看了看林义景，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盛磊磊，忽然想到盛磊磊当初莫名其妙针对宣晓东，是不是对这事有些了解？盛磊磊是在环京长大的，
工作才来了静海市。林家势大，在京里也有产业，但关键是联姻的是夏家。林义景据说小时候和外公居住，和盛磊磊在一个大院玩过，很早就些交情。自己家是长居静海这边的，家里纯经商，和他们到底隔了一层。盛磊磊并不知道楚若拙在那里莫名其妙把事情想歪到别的地方，他只是脑海里快速闪念，想到今天小叔说到一半的话，那时候小叔就猜到宣晓东和林家这层关系了，不然为什么想让自己查林义景的继母？林义景苦笑了声，我对不住他，我如今也只是顺水推舟，我只希望补偿他。我知道你们断不会为了我做什么，也对我冷了心，但是宣晓东无辜，他和你们的相遇也是无心。今日坦白固然也是有借力的心，但其实还是坦诚一切。他眼睫毛垂下，一切都怪我，只希望你们不要迁怒他。盛磊磊似笑非笑，拿了杯子一饮而尽，好自为之吧。我觉得对方不会再接受你的。那个宣晓东脾气温和，但其实柔中带刚，对自己那会儿目光一点都没有退缩，能这么和难以接近的小叔投缘，那可不是个简单好欺负的人啊。林义景却一个人拿着酒杯靠在角落，沉入了那些曾经以为遗忘，如今却发现记忆犹新的记忆。阳光强烈，豪宅内的花园里沸反盈天，充满着音乐、香槟、气球和鲜花。少年人们刚刚结束了考试，聚集在林家别墅一起快乐游玩。宣晓东从水里如同一条快活的鱼一般的钻出水面，抹了一把脸，水灵灵的浮着泳池的扶手上了岸，阳光下蜜糖一样的紧致肌肤闪闪发光。少年人手脚纤长，紧紧穿着泳裤，赤着的身子在阳光下纤毫毕现。他转头看到林义景不知何时坐在了泳池旁的遮阳伞下盯着他，便对他笑了一下。林义景却忽然转过了头，脸色沉了下来，站了起来，将一屋子的朋友丢在了庭院里，一个人回了房间。宣晓东一怔，却已习惯他阴晴不定的性格，知道他一会儿就好了。而其他的少年们也都沉浸在欢乐胡闹的氛围里，根本没有注意主人家的离去。然而这一次冷战却莫名其妙的开始了。从那一天开始，一起上学的林毅仅在车里几乎不说话。虽然他一贯冷冰冰的不亲近人，但是宣晓东仍然感觉到了疏远和厌烦来。明明之前仿佛已经得到了他的友情了，他不明所以，只能加倍的讨好，然后发现得到了更明显的厌倦和冷落。是远在异国的妈妈做了什么得罪他的事吗？他不敢问，他也没有资格问，在这个家他是彻彻底底的外人，一个寄托在主人慈善心下的寄居者，一个没有办法选择自己何去何从的弱者。他只能尽可能的讨好所有人，来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许多年后，有人告诉他，他这是讨好型人格，他该活出自己。然而这个时候，他仍然太过弱小，并不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凭着直觉生活。无所适从，动辄得咎的他，最后只能沉默了下来，做一个安静的，能够让所有人忘记他存在的背景。上学无法可避，只能同车前往，放学却可以谎称班里还有事，避开和林义景同车回家的尴尬和拘谨。幸好之后林义景得了一次出国交换学习3个月的机会，他终于暂时得以从这几乎窒息一样的处境中解脱。和几个玩得好的同学浪得飞起，在他们的引导下到网吧玩上了一款新出的狙击游戏。网吧的气氛让他放松而沉醉，他有着神乎其技的手速和反应速度，很快就在这款游戏里博得了服务器玩家们的崇拜，网吧里更是瞩目于他，热衷于与他组队打竞技。他沉迷于游戏好一段时间，成绩急剧下降。然而林义景回国后，忽然一反之前疏远的态度，又恢复了从前的亲近，放学后专门带着司机去网吧里把他揪了回家，拿了课本来一课一课重新替他补习。他满心纳闷，却早晚野了心，荒废了几个月，哪里学得进去。
林义景倒是不厌其烦，问了他在网吧玩的哪个游戏，大方地许诺完成一套练习卷就给他玩，并且真的拿了自己的电脑来下了那个游戏。宣晓东有了游戏这个香饵，沉下心来，果然细细写完那张卷子，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游戏。林义景拿着卷子替他批改，错的不少，他一般拿着红笔圈着，心里反而却并不觉得厌烦。他时不时看一眼正沉浸在游戏中的宣晓东。宣晓东平时大部分时候是沉默的，但打游戏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分外丰富，盯着游戏屏幕的眼睛几乎是闪闪发光的。他忍不住逗他：你如果下次年级测验能前进50名以上，我给你买一个能打游戏的电脑吧。你想要什么牌子？慧星。慧星是有名的昂贵的游戏专用机，优越的性能，宽广鲜艳的曲屏带来最佳的游戏体验，当然价格也很昂贵，是所有爱玩游戏的玩家心中的神机。宣晓东听到慧星眼睛一亮，然而还是摇了摇头，算了，我这个学期成绩又是倒数，下学期就高2了，到时候我妈肯定要骂我，搞不好还要没收，还是就偷偷在你这儿玩玩过瘾好了。等毕业了，随便考个外地的学校出去，到时候就自由了。林义景笑了下，你好好学通用语，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出国。宣晓东一怔，出国？他知道出国需要很多钱，却也知道这在林家不成问题，但一无所有的他凭什么？林义景眸光落在他薄而嫣红的唇上，没问题的，你认真学，能跟上的我给你补习，申请学校什么的我都教你，到时候出了国我带着你，不用怕不习惯。宣晓东沉默着没说话，林义景不知道这一刻宣晓东却在想，林义景对他忽冷忽热的，自己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外语学的也不太好，真出国只能试试仰仗他，到时候如果他像前些日子一样翻脸，他该怎么办？还是想办法拒绝了吧，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拒绝林义景这一般人家看来太过贵重的恩惠，直接拒绝太不知好歹，因此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沉默着继续玩游戏。林义景已经习惯宣晓东从来不会拒绝他，笑道：那就慧星了。宣晓东摇了摇头，算了，人家都说慧星是灯大灯亮灯会闪，人傻钱多才买呢，差不多配置的别的牌子的价钱只有一半，根本不值那个价，性价比太低，你也别买了。林义景一审，穷人才看性价比，关键是你喜欢吗？喜欢就值得。宣晓东道：知道你有钱，但是真的划不来，就为了那几个闪啊闪的灯。他快速的按着键盘，就你这个也很好了，就是屏幕小了点。他因为专心致志盯着屏幕，低着头露出了光滑的后颈，灯光下肌肤细腻，薄薄衬衣下背肌紧实，林义景盯着那背，喉结微微滚动，能用钱买到的喜欢已经很好了，就怕喜欢的东西用钱买不到。宣晓东啪啪的按着鼠标，知道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真是有钱人的调调。林义景看着他玩游戏的时候，脸上表情变得分外生动的脸，游戏真的这么好玩吗？宣晓东道：好玩，我枪神可不是白叫，枪不虚发，里头还有好多好朋友，都很讲义气，你也来玩吧，我带你，保证让你上钻。林义景吃了声，游戏上瘾的人就是因为生活中缺乏及时奖励，所以才会沉迷于游戏，随便完成个任务立刻就有奖励反馈，多么美妙的多巴胺。然而科学研究证明，只有能够忍耐长久的努力，不会沉溺于及时奖励，为了达到目标学会延迟满足的人，才能够取得成功。宣晓东笑了声，是啊，你说的对，问题是万一等你努力啊奋斗啊，等到奖励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奖励你不想要了怎么办？又或者那个奖励没有了，那不是会很后悔？还不如先爽一把呢。
林义景许多年后回忆起来，都觉得宣晓东一语成谶，他以敏锐的直觉，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了他们的未来。那一年，他们两人都刚刚升入高二，父亲和继母带着2个孩子一直在国外，主要是为林义奇治病。因为林家的家族基因原因，双胞胎中的妹妹林义奇有着遗传性的先心病，1岁以内做了3次开胸手术，下了无数次病危通知书。林若飞心有内疚，便带着续娶的妻子和双胞胎一直长居国外给他治病。别墅里只有他们2人带着司机、保姆居住，这也让林义景得以便利的实施了自己的计划。林义景花了很多心思在提高宣晓东的成绩上，一门课一门课的补习。宣晓东很快沉溺在这非同一般的温柔和体贴，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他细腻小心的让对方习惯自己的照顾和控制。宣晓东已经习惯在林义景房间补习到深夜，又玩了一把游戏后，两眼迷离，被林义景拉着就在他床上睡到天亮，习惯所有的生活。每一天的日程都由林义景安排，什么事都由林义景做主。林义景仿佛充满耐心的猎手，慢慢的引诱着猎物踏入自己的控制圈。他细水长流的让对方习惯和自己的肢体接触，给他买所有物品，书籍、饰品、衣服。他细心制定补习计划，他决定对方的发型和每一天的衣着穿搭。他将对方一点一滴塑造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便是内裤、袜子都是自己亲手挑的，他用的沐浴液也是自己最喜欢的香味。他像在酿一坛酒，而在这个缓慢发酵的过程中，宣晓东越来越让他沉醉。少年原本就相貌出色，被他细细琢磨后，长得更是夺目，在校园里行走，时时被人瞩目，被无数女生觊觎，但无人能够接近属于恶龙的珍宝。他完全的在自己的监管下，只有他能靠近他。在无数次对方陷入沉睡后的深夜，他抚摸过他压黑柔软的发丝，触碰过柔软的薄唇，贴紧他微凉细腻的肌肤，抓着他的纤长手指在手里揉捏把玩。看着他沉睡的一无所知的面容，他心里的凶兽日渐一日的咆哮。他温水煮青蛙的带着他去看同性题材的外国影片，带他看相关的书籍、杂志、图片，含蓄的引导对方发现自己的性向，又在宣晓东茫然失措的时候妥帖从容的安慰了他。当宣晓东颤抖着通红着脸闭上眼睛，不敢面对在他帮助下身体难以置信的失控和快乐，难堪的想要避开他滚烫带着薄茧的指尖，他心满意足的低下头，轻轻吻他的唇，收割这长达1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到高2下学年的时候，他们在外人眼里已经好的形影不离，但宣晓东太过羞涩了，始终不肯和他做到最后一步。他不太满意，但也很有耐心，时间越久，酒才越甘香。但高2升高3的那个暑假，父亲和继母忽然带着双胞胎回了国，说是义奇的病情得到了些控制，林义景要高3了，回来陪陪他。宣晓东仿佛受惊的蜗牛，瞬间就缩回壳子，回到了那沉默寡言木讷的状态，迅速疏远了林义景。林义景刚刚10岁之位，十分不满，但宣晓东十分固执，他也不能勉强，面上还要对继母以及刚刚回国的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弟妹和颜悦色。看在宣晓东面子上，他难得的对陆小竹有了些尊重，对林义瑜和多病体弱的林义奇也多了些耐心，这让陆小竹很是受宠若惊。她是知道自己这个继子的母家是京城高门，她嫁进来就一直对他小心翼翼，但对方一直冷若冰霜，性子清淡，没想到如今居然对他颇为尊重，还对2个弟弟妹妹甚为照顾，称得上是体贴温柔了。陆小竹越发投桃报李的对林义景小心翼翼，极尽一切的讨好。他鼓励着林义瑜和林义奇多和这个大哥交好，多与这个大哥接触。林义奇的病这些年耗费了他太多精力，而他也将所有的希望都灌注在了唯一健康的林义瑜身上。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他自然疏忽了一直沉默寡言、仿佛隐形人一般的宣晓东。双胞胎对林义景的接近，让宣晓东越发害怕蛛丝马迹被弟弟妹妹发现，躲林义景更远了，几乎每天都沉默的将自己关在房间内，这让林义景很不满，而一件事引发了他的怒火。林家人的晚餐一直是安静温馨的，宣晓东往往是快速吃完便回房关门，尽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但这天志满意得，只觉得家庭和谐、事业顺利的林若飞，难得的关心了下继子的前途。小东现在考试成绩也还不错，义景说了要一起替你申请学校，现在可以开始着手给你办理护照什么的。考完试可以提前出国，和义景一起去那边旅行，提前体验一下。陆小竹脸上涌起了笑容，真是让义景费心了。若是时间对得上，一瑜也一起去看看吧。林一瑜微微抬起如洋娃娃一般的脸，有些期待的看向林义景。林一奇委屈道：“我也想去。”林义景温和道：“一瑜还是陪着一起吧，以后找机会我再带你们一起去度假，找个适合一起去的地方。”陆小竹堆起笑容，连忙推一旁的宣晓东：“快谢谢你林伯伯和义景。”宣晓东抬了眼，心里有些惶恐，但仍然鼓起了勇气：“谢谢林伯伯，但是我不想出国，我想考军校。”饭桌上的气氛陡然冻结了。林义景看向宣晓东，眸光冰冷，仿佛什么东西脱离了自己的控制。林若飞笑道：“当兵那很辛苦的，管得又严，你还是太年轻了。你和义景出国读书，将来毕业出来就在公司里任职，正好能帮帮他。”宣晓东并不敢看林义景，他背上的汗湿透了衬衣，但他还是坚持着道：“谢谢林伯伯，但是我觉得军校就好了。我外语不好，对商科也不感兴趣，还是算了。军校什么都包，学费全免，分数也不算非常高。”他私下和老师打听过，他目前的成绩考军校问题不大。他不想再欠林家更多的情，需要一辈子还那种人情。他不想再欠了。这些日子，继父和生母回来，那种令他窒息的沉重再次包围着他，每时每刻提醒着他欠着这家人多么大的恩情。他们才是一家人，双胞胎基本不和他说话，也没有叫过他哥哥。他们的哥哥是林义景，他不配。他迫切渴望独立，渴望离开这个家，他会还恩情。当然这个恩情太大，他知道很难还，所以他不想再欠下去了。和林义景的隐秘的感情更让他坐立难安，一旦事发，林伯伯会如何看自己？他和林义景那点甜蜜已经变成了让他彻夜难寐的惊吓，那令人毁灭的可能几乎让他不顾一切想立刻逃离这个家。他和林义景不会有什么将来，他也不想和他有什么将来。林义景忽然将筷子一放，起身离座，满脸冰冷回了房间。陆小竹始料未及，难堪又带了些生气，对宣晓东道：“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听阿姨说了，义景天天都替你补习，你怎么不识好歹呢？”宣晓东垂了睫毛，上头林若飞倒是宽和笑道：“孩子长大总有自己的想法，慢慢来吧。小东，你再考虑考虑，申请学校不容易。义景还找了他外公那边的人情，说通了国外的颇有名望的教授替你出担保信，全是看在义景外公的面子上，以后很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你还年轻，不懂机会珍贵。”宣晓东一言不发，沉默着吃饭。林义景再次与宣晓东爆发了冷战。他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超然，他母家尊贵，林若飞也要依仗岳家，手里握着母亲留给他的巨额遗产，对他也摆不出什么父亲架子。继母和双胞胎都对他的地位毫无威胁，只能百般讨好于他。他一生气，整个家庭的气氛瞬间就变得僵硬起来。陆小竹找了宣晓东来百般劝说，去国外有什么不好？你读了商科回来，林伯伯的公司自然会有你一席之地。你可能不知道你林伯伯的公司有多大，你在里头做高管，帮着义景打理公司，前程无忧。到时候你弟弟长大了，
你也能帮他一些。宣晓东只是沉默着，从未松口。陆小竹脾性柔弱，但也生了气。你这孩子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气得却又说不出更多，但这句白眼狼却已足够沉重。宣晓东抬起眼来看他，眼圈慢慢变红。陆小竹被这样的目光看着，不知为何心里一抖，忽然觉得不了解自己这个大儿子，但他此时盛怒之下，只是对宣晓东道：我不管你什么办法，你自己的前途我管不了你，但你必须和义景道歉。人家待你是如何的？你不是不识好歹吗？你若是不和他和好，这个家你让我们这么立足，你让妈妈怎么面对他？你没看到这2天你弟弟妹妹多么难堪吗？宣晓东沉默许久，低声道：我去和他道歉。他确实对不住林义景，但是他真的不想出国。一想到母亲替他安排的路是永远依附着林家，他感觉到更窒息。这不是他想要的一辈子。陆小竹道：明天是你林伯伯的生日，家里会有很多客人，你尽快道歉，不要让你林伯伯不高兴。他说了一半，忽然也觉得委屈，自己倒落了泪。小东，你不懂妈妈的难处，妈妈也要为你弟弟妹妹考虑。你妹妹身体不好。宣晓东看着美丽而陌生的母亲落着泪，虽然已年过40，生育了3个孩子，但她仍然美得惊人，身上穿着考究的奢牌衣物，落起泪来楚楚动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打动他，也许他真的是白眼狼吧。他垂下了睫毛，我会去道歉的。第2天果然客似云来，宣晓东早晨去敲了林义景的门。林义景打开看到他，一言不发，转脸就往里头走，坐回了自己书桌前，冷冷道：你来做什么？宣晓东反手将门关上，将手里的一碟点心放在了门边的圆机上，靠在门口看着林义景冷漠的侧脸，愧疚涌了上来。来和你道歉。刚做的千层苹果酥，刚烤出来的苹果酥带着黄油和苹果交织特有的甜香味，林义景从前挺爱吃的。林义景转头看了他一眼，答应出国了。宣晓东语塞，过了一会儿低声道：义景，我不想出国。他难以启齿自己想要脱离林家的心思，却又觉得愧对林义景。母亲那句白眼狼敲得他那仅存的一点自尊心全碎裂开来，但他仍然卑微的期望能拥有一点自己的人生。林义景转过脸去，出去。宣晓东垂下睫毛，对不起。多说无益，林义景是天上的云，他是田里的泥，他没办法让云了解什么叫云泥之别，他的想法在林义景这里也从来都不重要，或者说对谁都不重要，但是他仍然卑微的想要坚持，想要保留自己那已经岌岌可危的自尊心。他转身要开门，林义景却忽然道：等等。宣晓东转身，林义景淡淡道：那边沙发上的电脑买给你的，我答应过的，你拿走。宣晓东看了眼休闲丝绒沙发旁的几上，果然放着一台电脑，外包装上醒目的彗星标志。他心里涌起了一阵酸涩，无论如何，林义景对他确实非常好，但他一无所有，无以为报，又不能答应他出国，这是他唯一的坚持。他手按着门把手，低声道：除了出国，其他的事我多依你。林义景冷冷道：宣晓东，你这人没有心，我带你出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却一心想要撇下我，离开我。宣晓东垂下睫毛，他确实于心有愧。林义景看他垂着睫毛，脸上委屈难过之极，却偏偏一寸不让，心里被揉得像一团皱巴巴的纸，又恨偏偏又放不下他。想着这人忽然死倔起来，怕不能和从前一样好拿捏。过去只要他生气，宣晓东当日就会来陪小新，绝不会让这气过了夜。这次他是认真的，正因为如此，林义景心里那点狂戾才不可抑制。他盯着那薄薄的红唇和垂着的长长的睫毛，恨不得上前立刻把这人给办了，让他知道他是自己的，
从头发丝到脚趾头，每一寸都是自己的。得慢点来，换个方式哄。这人吃软不吃硬。林义景深吸了口气，放柔了声音，真想我原谅你。你过来。宣晓东缓缓走过来，看着林义景。林义景坐在那里，微微抬头看他，你过来亲我一下，就不和你生气。宣晓东有些不安，门没锁。林义景沉下了脸，你很怕他的房间，谁敢随便进来？宣晓东看他沉了脸，他最怕他不理他，只好走上前，微微快速垂下头，在林义景唇上吻了下，却一把已被林义景扣住了腰，压向自己怀中，狠狠啃噬着这可恨的人的嘴。年轻人的火气太容易撩起，更何况林义景正在气头上，对方的味道又实在是太清甜。他另外一只手用力按着宣晓东，不许他挣扎，一边狠狠吻着对方。门开了，林若飞的声音传来，义景，你舅舅来了。声音戛然而止。那天晚上书房的爆发了父子之间有史以来最大的争吵，最终林义景冷冷对生父甩了句，你管得着我吗？摔了门出去，大宅里安静极了。他带着盛怒冲出了大门，自己开了车去了舅舅那里住着。后来他才知道，当夜陆小竹就割了脉，林义奇心脏病复发。他想起应该带上宣晓东离家回去林宅的时候，宣晓东已经不在。他不知道宣晓东是如何面对生母自尽、妹妹发病的局面，也不知道宣晓东如何面对他盛怒的父亲。他当时一走了之，没想到会将他置于如何的境地。他无数次后悔那天晚上他应该带着宣晓东一起走，但是他再也没有见过宣晓东。林义景再如何孤傲，他仍然只是一个没有独立的高中生。当他的生父和他的外公心照不宣的联手瞒起他，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一个人从他的世界里抹除的。而这一点，他在1年以后申请了国外的学校，经历了1年的戒断期，在新的学校里认识了无数的人，那个少年的面目甚至已在记忆里模糊。那些曾经他视之为珍宝的情感，仿佛也变成了年少时不负责任的幼稚冲动。他也某一天才忽然幡然醒悟，他用舅舅的人手是不可能找回来宣晓东的，没有自己力量的他，已经注定失去了他最渴望的珍宝。长辈们认为他只是一时冲动，等时间过去，等他认识不同的人，就会忘记那个让林家夏家都会卷入不体面的少年，他们只能是平行线。他彻底放弃了这些，出国读书，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和父辈、祖辈对抗的叛逆期。他已经决心定居国外，把一切都放下。他本以为时间已经抹淡了一切，人生已经不可能回头。直到那个视频将鲜活的宣晓东忽然抛在了他的跟前，他变了，却又没变，因为他和从前一样，那样轻松的重新挑起了他内心的渴望。他仿佛死去的心忽然重新跳动，强烈的渴望和属于人的焦灼欲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那些他以为已经埋葬了的感情全部重新复苏，并且来得又强烈又快。他迅速的拒绝了教职，办理了辞职，打包家具，托管出售房子，以最快的速度回了国。这是不可思议的缘分，他想要补偿他，他还想重新拥有他，他还爱他。林义景告别了盛磊磊和楚若桌，自己叫了个代驾，回了林家的别墅。才进屋就看到林奕瑜坐在沙发上，拿着电子书，在百无聊赖的看着，对面的大屏幕也在播放着一个许多年前的老电影。林奕瑜看到他回来，站了起来，轻声道：大哥。林义景视若不见，听若不闻，脱了风衣，直接穿过大厅，往楼上走去。林奕瑜抬头看他，静默了一会儿，问他：爸打电话回来了，说打给您没接。他问你回国有什么打算？公司那边可以给你安排个职位。林义景走了几步上了楼上，低头看了眼林奕瑜，我已另外找了房子，明天就搬出去了。
本来就没想过回林宅，但还是有一些母亲从前留给自己的东西需要带走。本来这房子也没人住。林若飞仍然和陆小竹带着女儿在国外，林奕瑜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已经进入了林家的建筑公司，开始协助林若飞打理公司事务。他本来应该谁都遇不上的，林奕瑜应该是从司机或者保姆这里知道了他忽然回国，才赶过来的。林奕瑜张了张嘴，看林奕景转头，却进了另外一间房间，那不是林奕景的房间。他的房间是最好、最宽敞、配套最齐全的，即便他多年没回，那是宣晓东曾经的房间，他曾经命令管家将里头的东西全部收拾打包，装入旅行袋，将他赶出了林宅。里面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但也没有再有人进去住，大家心照不宣，都避开了那间房间。林奕瑜已经想起了那一日见到的人，他微微提高了声音，问林奕景：“你见到他了？”林奕景的手停在了门把手上，顿了一会儿，转头看了眼林奕瑜，神情几乎是近于阴厉的：“你知道他在哪里？”林奕瑜被他冷冷的目光逼视的微微瑟缩了下，最后终于还是抬起眼睛：“我前几日才在盛家的宴席上见到他的。”林奕景握紧门把手，冷冷道：“别去打扰他。”林奕瑜鼓起勇气：“是您不要再去打扰他了，比较好吧？”林奕景凉凉看了他一眼，推开门，林奕瑜却微微抬高了声音：“我没有和父亲母亲说。”林奕景嘴角微微挑起，是一个不屑的笑容：“你只管说啊，谁在意？”他进了门，反手将门关上。小小的房间里，虽然每日家政仍然打扫，但依然还是充满了没有人的味道。他打开了灯，照亮了这间小房间，便是他们两人情笃之时。他也很少来他的房间，都是宣晓东过去。他慢慢走过去，坐在桌子前，试图想在这间早已被抹去痕迹的房间里追寻过去，却发现一点印象都已想不起来。他想不出那个少年坐在这里，安静的活成一个隐形人。他想不出他的日常，他想不出他最后面临着多大的压力。离开这里，而近日才见过的站在乡间的那个鲜活生动的宣晓东，却仿佛覆盖在了泛黄的老照片上，取代了那些过去的惆怅和失落。他躺在那张有些狭窄的床上，试图带入当初的少年宣晓东睡在这张床上的视角。窗外枝条摇曳，月色明媚。门外大厅里的林奕瑜凝视着那间房间，想起了那天遇到的宣晓东。从小他就在国外生活，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义父大哥，直到第一次回国才认识了他。母亲含糊其辞介绍：“这是你小东哥。”宣晓东见到他们也是疏远的，他们仿佛只是住在同一间宅门里的陌生人。他总是安静寡言的，有些木讷的，但他知道大哥对他是关注的。那时候他还满心想要得到大哥的认可，有些嫉妒大哥为什么对这个小东哥显然更好一些，还亲自为他辅导功课。他在旁边旁听过一次，那些太过简单的题目完全可以请家教来辅导，而不是浪费大哥宝贵的高中复习时间。但林奕景显然乐在其中，不厌其烦。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真相是那样。事发那天太过混乱，大哥和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生母割脉自尽，妹妹看到受惊心脏病复发，家里忙乱成一团。父亲带着人赶去医院，让他留在了家里。愤怒的他让管家收拾打包了宣晓东的行李，将他赶走。那一天的场景他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宣晓东站在楼梯下，看着他，神情是一贯的沉默，低头看了看行李包，什么都没有说，伸手提起来，转头离开了。他其实长得像母亲，他和他身体里有一半的血相同。他赶走了他。事后他也有些后悔自己冒失冲动，但父亲母亲终于从医院回来后，再也没有提过此事，仿佛家里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将他赶走的自己也没有受到一句责罚。宣晓东就此消失了。直到前几天他再次见到他，
沉稳冷静，淡漠却又强大。他没有和自己说一句话，仿佛从未相识。而已经长大了的他，也学会了思考。宣晓东当初和林义景在一起，显然林义景是主动的那一方，但最后离开背负一切的是宣晓东。这一切并不那么公平，哪怕林家养了宣晓东许多年，父母一直在国外陪着他们两兄妹，这个养不过也就是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而已。林奕瑜知道这对林家不值一提，他自己每个月的零花钱都能足够养10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长的时间，林义景和宣晓东在一起产生感情，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随着宣晓东的出现，出国多年仿佛和家里一刀两断的林义景就突然回来了。他们这个家庭的平静再次被打破吗？这样安静的夜里，宣晓东也正陷入回忆中，白天故人的到访到底还是给他带来了些影响。那个被驱赶的夜晚的记忆是那样鲜明，被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居高临下，用看着下水道的老鼠的目光看着他，说出绝情的话，仿佛烧红的铁鞭抽在脊背上。他当时心里同样充满了惶恐和软弱，其实是希望有人来挽留他，可是没有。家里安静的仿佛所有管家、司机、保姆都消失了。其实他们只是沉默的遵从了小主人的命令。他一贯知道弟弟妹妹和自己身份不同，是这个家里名正言顺的主人，虽然他们的的确确有着血缘关系。那天晚上，他一步一步的离开了自己从7岁起就生存的这个家，他尽全力的讨好所有人，希望能让所有人满意，然而却仍然改变不了他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的境况。也没有想到自己终于有一天是以这样难堪狼狈的模样离开的这个家庭。他出去找了一个网吧，包了个包间，度过了这一夜。梦里仍然还能看到林怀瑾苛责的薄唇，母亲哭红的眼睛，弟弟嫌恶的语言。之后他在网吧里过了1个月，然后去找了一份送外卖的暑期工。至始至终没有人来找他，本来应该不难找，他就在平时经常去的网吧里，用身份证登记的，然而没有人找他，仿佛他离开本就是故事应有的完美结局。许多年以后，他知道了什么叫讨好型人格。他在网络上搜索，看到了一句话的注解：有讨好型人格的人总是无休止的讨好，并期盼着别人永远不会到来的回报。他那时候并不知道，那回报永远不会到来啊。宣晓东把装了冰块的玻璃啤酒杯放在一旁的啤酒桶水龙头下，打开水龙头，冰黄色的啤酒液就涌了出来，洁白细腻的泡沫充满了杯口。挤上刚切开一个大西瓜，鲜红晶莹沙瓤，一旁的烤架上，半肥瘦的羊腰子薄片被烤得微微卷曲，滋滋作响。撒上孜然椒盐胡椒粉白芝麻，新鲜干净的紫菜叶包起来，送入嘴中是刚刚好的香，外酥内润，滋味鲜明。可惜盛先生不在。吃烧烤的舅舅宣晓东拿过啤酒杯，喝了一大口，清新微甜带着麦香的冰镇酒液滑入食道，带来微醺的感觉，让他心情愉快。他往竹椅靠背，将双腿高高架在了一旁的晒台栏杆上，看向了远处的夜空，心里想着不知道盛先生哪天才回来。空气中肉烤香的味道弥漫着平整宽阔的晒台，小不服在晒台旁打着盹，小黑则在晒台上一个人自己来回狂奔着，自己玩得开心。他这小农场住着的回形瓦房背后还建了一溜的房子作为仓库，仓库顶上修成了平顶，就是个绝好的晒台，平日里要晒点什么东西，就在这里晒好后拿下楼放库房里。有时候心情好想吃点烧烤什么的，也能在晒台上放个烧烤架，放个躺椅，听听音乐，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深蓝色的丝绒天上星星点点，银河低垂，山上万籁俱寂，山风飒飒，远处树梢草丛似有淡金星屑流动，那是萤火虫在草间飘动。夜风里却隐隐传来了车子的声音。他一怔，坐直了身子看了下，却看到一辆白色加长的车子正从山下开上来。
在漆黑夜空中，像一尾银白色的鱼划破水面一般的划开黑暗。他嘴角忽然忍不住的翘了起来，盛无鱼居然亲自开车赶回来了。陈无鱼是晚餐后自己一个人开车回的西溪，车窗外公路两旁风景飞速掠过，黄昏已近尾声，车辆仿佛在往那橙红色的天边驶去。无数电线杆往后掠过，天边山峦起伏，田庄的瓦房时不时出现又消失。他仿佛驶在一个绮丽而迷醉的梦里，从喧嚣的城市趋向一望无际的田野，一边驾车一边想念那座半山小小农庄的清静。接近10点，夜凉如水，山道草丛流萤被车声惊着飘飞。蟋蟀唧唧，他终于开上了那座小小的荒山，半山腰瓦房下的几盏灯发着温柔的光。那种独属于这里的安静和放松忽然也回到了他身上。他缓缓驶入前院，停了车，却接到了盛磊磊的电话。他打开车窗，让山间带着草香的凉风涌入车内，令人为之一爽。长久开车的疲惫一扫而空，才接起了电话。盛磊磊出现在屏幕上，眼睛还带了些喝过酒的血丝。小叔，您怎么这么急，今晚就自己回去了？平安到了吗？盛无鱼淡淡道，市里太吵了，没事，我挂了。盛磊磊连忙道，等等，今晚我和楚若桌、林义景喝酒，才知道原来宣晓东的母亲是林义景的继母，是林二少的生母，你也猜到了是吗？盛无鱼嗯了声，今晚见到林义景了，这和他忽然回国有关吗？盛磊磊道，还挺复杂的。林义景说宣晓东是他的初恋，因为当时长辈干预吧，已经失去联系许多年，这次无意中在楚若桌的直播里看到宣晓东，认了出来，就回国了。寥寥几句话就是扑面而来的豪门狗血，继兄弟。看这情势，当初怕不是闹得腥风血雨，凭是哪家？哪怕如今同性能婚姻，也不敢传出这样的丑闻笑谈。他原本不想说这些，又怕小叔在那里住着，到时候也不清静。而且还真看不出宣晓东居然喜欢男的。他以为小叔会感觉到惊讶，没想到盛无鱼只是简单应了声，面色却还平静，不由微微佩服。小叔您难道知道了？盛无鱼道，不知道也不重要，但是现在他知道为什么宣晓东没有读完高中了。盛磊磊想到昨天楚若桌那满脸坑爹的憋屈样，就忍不住想笑。他们昨天去宣大哥农庄那里，结果被关在门外，根本没放进去，楚若桌被坑得满脸血。盛无鱼淡淡道，他可不蠢，大巧若拙，林义景以后只会欠他的。你以为楚前夕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孙辈？盛磊磊长长叹了一口气，越想越复杂，算了，还是头脑简单点好。小叔，我还陪你在那边住几天吧。盛无鱼道，不用，你多陪老爷子吧，他难得来静海市，见见人，对你以后有好处。盛磊磊想起这几日家里的门庭若市，也头疼，怪不得小叔你不想待市里。这名利场确实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他们盛家先是有祖父盛浮云这个权力场上的巨擘，后来又有盛无鱼在名利场游刃有余，想来这些东西也是需要天赋的。可惜盛磊磊心里叹着，但仍然很高兴盛无鱼如今似乎找到了排解的方法。盛无鱼挂了电话，没急着下车，而是在车子里坐了一会儿。外面山风寂寂，虫声与蛙声此起彼伏，他闭着眼睛靠在轮椅背上，久已不劳心。这一刻他却已在盛磊磊只言片语中将宣晓东身不由己的过去拼出了一半。盛无鱼自幼生于高门，衣食优渥，但如今突遇挫折，也自以为自己与旁人不同，从未软弱。但此刻他带入那个茫然不能自主、寄人篱下的孩子，被继兄弟诱入歧途，又不能相护，然后再尚且不能自立的年岁，被驱赶到了人群中。他忽然觉得心疼。他如今在哪里呢？房屋里安静极了，只有鱼缸墙那里微微露出灯光。
他驱使轮椅下了车，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盛先生。盛无鱼抬头看到屋顶后仓库顶上的晒台上，宣晓东站在那里扶着木栏杆向他招手。他驱使轮椅过去，到了仓库瓦房前，在下边就已闻到了肉香，他居然在烧烤。宣晓东已经从楼梯上轻快跑了下来，伸手过来推他上去。我刚无聊在屋顶烤了些肉，您这么晚怎么还回来？盛无鱼微笑，家里老头子忙，难得接见我一下，又有别的事了，我当然就回来了。宣晓东将盛无鱼推到烧烤架旁，随口道：不急干部吗？到静海那自然少不得惊动主政官员出来，肯定忙。盛无鱼抬眼看着他笑，宣晓东不解其意，拿了酒杯道：这是啤酒，我自酿的，酒精含量不高，但是现在你吃药，应该不好喝酒。我给你倒点酸奶，也是自己做的。宣晓东倒了瓶浓稠的酸奶放在盛无鱼跟前，看到盛无鱼还在看着自己微笑，这微笑仿佛饱含着别的含义，他不知为何忽然觉得有些紧张。盛先生，自己说错了什么吗？盛无鱼含笑道：你对我们盛家很了解吗？宣晓东从脖子到耳根忽然一路热上去，心知道是刚才自己一时不慎，信口道出盛无鱼父亲的职务，不由得眸光闪烁，低头去捡了几片半肥瘦的羊肉铺上烤架上，遮掩自己神色。盛无鱼却决定这次不再放过对方。楚若卓找到我的时候，说是你看到的报道，介绍过我那个科技公司的一些项目，那些项目投资金额都不大，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只是为了还人情，基本没怎么搞宣传。你是怎么看到那么不起眼的报道的？宣晓东睫毛抖得更厉害了，只是埋着头从旁边忽然夹了出来几块菠萝蜜，穿在了羊肉中央，一种奇妙的水果香味夹着羊肉味道弥漫开来。盛无鱼终于被这奇怪的烤法吸引了注意力，烤菠萝蜜。宣晓东解释着，很香，事先泡了一点点盐水，和羊肉加在一起烤了一起吃，风味很独特。如果你喜欢烤干一点的，也可以撕薄一点，一会儿就烤脆了。他手脚利落，已经拿了一串烤好的递给盛无鱼。盛无鱼尝了下，居然觉得味道还不错。菠萝蜜的肉烤过以后显得分外香甜，和咸鲜半肥瘦的羊肉合在一起吃，的确是自己没体验过却又分外爽口的味道。他忍不住笑了，亏你想得到。宣晓东道：以前我还看到有人用菠萝蜜果肉来做糯米酿点心，味道也很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拿了几串韭菜、菌菇、娃娃菜放上了烤架。很晚了，你胃不好，少吃点肉，可以吃点素菜。盛无鱼几口吃完那一串，喝了一口沁的冰凉的酸奶，发现里头还有晶莹软弹的芦荟颗粒和饱满的燕麦粒，口感极好。即便美食当道，他也还是不肯绕过话题，还是含笑道：所以你一直很关注我，很多年了，对我很熟悉吧？宣晓东面红耳热：盛先生。盛无鱼气定神闲：这么关注我，因为救援任务没有圆满完成，对你来说是遗憾，那不是你的错吧？为什么对我有歉疚？为什么会对我了解这么深？宣晓东迟疑了很久，缓慢而慎重的选择语言：我们兄弟们同生共死，错误和责任当然也是一起担的。那天死去了3位兄弟，是我不够强，没有保护好战友，也没有保护好你。你是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被挟持为人质的，本来就是我们的第一保护和解救的目标。但是我有责任，所以我愧疚。盛无鱼淡淡道：那颗误击我的子弹是你的枪里出来的吗？宣晓东沉默着拿了一串烤凤尾菇递给盛无鱼，不说话。陈无鱼拿着烤得卷曲发黄、洒满孜然的凤尾菇，轻轻咬了一口，仿佛身在5星级餐厅，优雅高贵，如宣晓东的愿。终于堵上了嘴巴，慢慢品尝。他知道宣晓东必然会回避这件事，但他还是要问。当时去营救他的已经是最精锐、最优秀的队伍，
那样的情形下，任务其实算是完成了的，只是付出的代价有点高。他抱着这么大的歉意，只能说明那一场援救给他留下太过深刻的遗憾。宣晓东沉默许久，才低声道：“盛先生是个十分优秀的人，网上有您的后援会，有网站，有论坛，有很多人专门剪了有您的视频，有人为您写小说。知道您的信息并不算难。当然，随着盛无虞辞去外交官职务，沉寂数年，几乎不在公众场合出面以后，渐渐那些地方也随着小姑娘们年纪渐长，观战的观战，退出的退出，访问量渐渐变少，失去热度。他在当年出事后，抱着对他的好奇心搜索了下他的资料，然后就被那些饱含爱意的视频剪辑、文章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给吸引住了，包含万象。有盛无虞在外交宴会、外交场合上的发言视频，盛无虞优渥煊赫的家庭背景、任职经历、就读经历等等，都有详细图文并茂的帖子介绍。连盛无虞小学参加过的钢琴比赛照片、大学时的马术照片都被人挖了出来。如今他的硬盘里还存着那些东西，哪怕网站什么都陆续都关掉了，热度早已不在。盛无虞笑道：“这么说，你是我的粉丝了？”宣晓东没答话，心里默默想，这样一颗熠熠明星，当犹如流星一般划过人们的视野，然后就此坠落消失，多少人扼腕叹息，包括后知后觉的自己。坦白说，自己算不上他粉丝，毕竟没有见过全盛时候的他，只是在救援任务开始的时候专门给过他们资料，要求重点救援和保护这位挺身而出、勇于牺牲的优秀外交官。还有出事后那种超乎寻常的压力，他明明出身高门，可以选择更轻松高薪的工作，可以留在更安全的地方，可是他选择了风险和报酬并不成正比的工作，并且在有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以身为质，换回了妇女和儿童人质，关键时刻还组织学生人质，很好的配合了当时的救援行动。盛无虞是一个好人，他得出了论断，但是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他事后的唯一感觉只是如此，因此他才那样长久的关注起他来。这个相貌英俊的原外交官原本有那么光明的前途，他选择那个工作必然是热爱这一行，却不得不辞职退隐。他后悔过吗？他过得怎么样？他还会热情的帮助人，不改初心吗？他寻章摘句，在网络和新闻中寻找这些答案，然后知道了他成立了科技公司。他虽然深居简出，却仍然热心于公益事业，许多没有回报的高科技项目他却坚持开发。他一直还是那样，没有变，哪怕鲜花掌声已不在，他也不再处于人们目光的中心，他却仍然冷静淡定。直到他真的面对这个人，虽然对方毫不遮掩自己心里出了问题，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气？他捏着个烤好的板栗，也不怕烫，直接剥开了板栗皮，将金黄色的板栗仁放在了程无虞跟前的小碟子前。盛无虞却笑道：“网站什么的都是我后来让人慢慢不动声色关掉、撤掉、删掉的，现在你应该已经搜不到关于我的什么了。毕竟我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需要这些关注。”他看着宣晓东耳根油红，打趣道：“不过我允许你喜欢我。”宣晓东疼的一下脸烧得通红，手都微微抖了下，低头拿了啤酒杯喝了一口，丰富绵密的泡沫涌上口腔，苦涩甘香的啤酒冰冷留下食道，让他瞬间不再觉得那么尴尬。盛无虞看他这反应，忽然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宣晓东是喜欢男的。他本意是想说崇拜，但这次太过了，因此话到嘴边从崇拜改成了喜欢。粉丝喜欢偶像的那种喜欢，但如今这话在这样场景下却让人有了错觉。盛无虞本就是个七巧玲珑心，外交场合向来严谨稳重，反应又快，倒没想到百密一疏，这场合让人太过放松，倒是失言了。他心念数转，又觉得为了这句话找补，越发有些欲盖弥彰，反倒刻意。宣晓东却借着啤酒那点冰意，
终于镇静下来，从容坦然道：“只要深入认识了盛先生过去的成绩和为人，很难不为此崇拜和喜欢上盛先生的。我确实只是那些浩大粉丝群里普通的一个。”盛无鱼抬眼看了他一下：“宣晓东，有人说过和你相处很舒服放松吗？你似乎总是很替人着想，言行举止体贴又温柔，也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尴尬窘迫。”宣晓东轻声道：“是讨好型人格。”盛无鱼为什么这么说？宣晓东低声道：“我年幼时候寄人篱下，永远需要讨好所有人。哪怕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山，我已经成长成为一个成年人，有收入，也有能力自己种出喂饱自己，但那段需要讨好所有人的日子已经仿佛刻在了我的行为模式里。我只要和旁人在一起，就会下意识要讨好对方，让对方愉悦刻在了本能里，这行为模式仿佛永远都刻在了灵魂中。”盛无鱼笑了声：“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宣晓东低声道：“我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被人讨厌，害怕被人拒绝，因为我总是能第一时间注意到对方的需求。所以以前我在部队里，大家都说我人缘最好，比如别人被罚训练迟了，我主动替对方打饭；别人没热水了，我替对方打；别人的袜子破了，我替对方补。有人对我说我缺乏自信，我总是需要别人来肯定自己，告诉自己做得对，讨好型人格应该改。我需要做我自己，学会拒绝，不需要迎合所有人。我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讨好到所有的人，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教我应当学会取悦自己，应当有自己的性格，做我自己，成为我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过我自己最想要的生活。”盛无鱼淡淡道：“看得出你很崇敬这个人，对他说的话很信服。”宣晓东轻轻嗯了一声：“他教导了我很多，也帮助了我很多，是非常非常好的人。”盛无鱼却微微抬头看了眼宣晓东，看他仍然沉浸在过去回忆中，心下微微叹了口气，对他说道：“宣晓东，这个人说的话有点道理，但是有些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教导，他可能也没意识到他自己的傲慢。当然，我知道那不一定发自他本心，应该也是确实为你好，不想你在无谓的事情和人上付出太多，但那是潜意识内带着的轻视和优越感。”宣晓东抬眼看着盛无鱼，有些不解其意。盛无鱼非常肯定的看着他的双眼道：“试图让自己重视的人，喜欢的人愉悦，这是优点，你没有错。”宣晓东诧异睁大了眼睛。盛无鱼非常肯定道：“觉得你这是在讨好所有人的人，往往是潜意识里希望能独占你的重视而已。”盛无鱼看着宣晓东，唇边微微一笑，毕竟小东这样温柔妥帖的好，一旦体验了，就很难舍得放手呢。宣晓东有些窘迫：“盛先生过誉了，您不必安慰我的。我知道我个性确实软弱了些。”盛无鱼诧道：“并不是安慰你，能够站在对方立场思考问题，准确把握角度，是一项很重要的素质，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察觉到对方的情绪，并且与对方共情，是许多成功人士必备的优秀品质。”盛无鱼看着宣晓东，眼睛冷静而理智，神情却是欣赏和肯定的。宣晓东微微睁开眼睛，一时居然不知如何回应。他心里只是想着，原来一个前外交官夸起人来，言辞可以是这样的动人，被这样目光看着，自己仿佛真的是他说的那样优秀的人一样。盛无鱼微笑：“你很优秀，不该为此而觉得自卑。你既能自己一个人自得其乐，很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乐天知命，又能让你周围的人感觉到舒服，这是很优秀的生活态度。居高临下的把你对旁人的重视和尊重简单断定为讨好，这是轻视和否定你的付出，是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会这么想的人，是已经将自己置于你地位之上，他们轻视你的付出和心意，是他们的不对，错不在你。所以你不该也就此贬低你自己的付出和心意，也不该以为这是一种缺点。是那些人没有珍惜你，你值得更好的对待和尊重。
你很好。盛无鱼的眼睛在火苗映射下，犹如酿好的蜂蜜酒，漾着琥珀色的光泽，含着笑意看着他。宣晓东只觉得今晚自己似乎喝了太多的啤酒，竟然感觉有些醉了。第二天，农场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中。盛无鱼第二天起得挺迟，等到了厨房，看到了林林种种，居然有10几种菜洗干净了，摆在长桌上，颇为壮观。青翠粗壮的秋葵、嫩南瓜苗、嫩豆角、苋菜、紫贝菜、玻璃生菜、豌豆苗、娃娃菜，但凡菜地里种的菜，都掐了最鲜嫩最漂亮的部位，洗得干干净净，水灵灵罗列在桌面上。另外又配了藕片、金针菇、香菇、红枣、山药、笋片等等，切得工整漂亮。宣晓东弄了个玉白小瓷锅放在他面前，下面有着电磁加热板，加热后里头的汤底就滚了起来，看得出是乳白色的骨头汤，里头混着切碎的皮蛋，鲜香扑鼻。你想吃什么菜就吃什么菜，还有鱼片、虾、猪肉片什么的都在这里，可以自己加热。盛无鱼有些好笑，怎么一大早吃火锅？宣晓东道，马上要入冬了，我要把地里的菜都收了，换点冬天的菜。盛无鱼道，这么多菜，我们2人得吃几天？宣晓东道，给你肯定要新鲜摘的，其他的菜除了留了一些芥菜、萝卜、豆角等等能晒干做咸菜的，其他一会儿我就送乡上的学校了。盛无鱼道，你倒是有心，记得别收钱。宣晓东诧异，是不收钱？不知道为何盛无鱼忽然提出来这么个问题。盛无鱼道，送吃的东西，万一学校食堂哪个环节没做好，或者学生自己在外面吃了什么，又或者是别的病，那么多学生，指不定哪个正好拉肚子，赖到你送的菜上，你没盈利，只是无偿捐助没事，收了钱就麻烦。宣晓东笑道，盛先生考虑事情真周密，我经常送的，倒是没出过问题。盛无鱼道，习惯了，我们以前做事情总要想到所有可能应急突发事故，做好备案。你是善心，旁人看你却未必，只以为你有什么利益相关，不然白白糟蹋了他一片善心。宣晓东笑了下，谢谢盛先生。盛无鱼却想起一事，转回房里，过了一会儿，拿了一盒子出来递给宣晓东，这次回家看到这碗不错，捎来给你的。宣晓东打开看了下，眼睛都是赞叹，这是玉的吗？这么漂亮，很昂贵吧？送我不合适吧？盛无鱼淡淡道，这是仿古的，可以用，你看这白绿相杂，挺美的，可以用来装点甜品或者鱼汤什么的。宣晓东摇头道，算了，还是收起来欣赏吧。捧着这碗吃饭怪怪的，无功不受禄，盛先生总送我东西，我都不知道如何报答了。盛无鱼捡了几根嫩生生的瓜苗放入了锅里，笑道，这是回报你的心意，每天这么认真给我做菜，你的心意我都收到了。宣晓东转过头，不知为何耳根又微红，对他道，白天你先吃这个，我把菜拉去镇上，灶上小火炖着的是杀人牛肉，我们晚餐吃，你吃得惯陈皮不？吃得惯我放一点，吃不惯就不放了。盛无鱼道，我什么都吃，杀人炖牛肉什么效果？他回忆了一会儿道，我好像从前看到我家大嫂炖杀人鸡给他儿媳妇吃，说是安泰。宣晓东又被他问得有些赧然，养胃补气的，怀孕的话胃口也容易不好，所以也会用杀人，你胃不好该补补，上次我做水蒸鸡的时候放了几粒杀人，我看你吃的还算习惯，我想杀人牛肉问题应该也不大。盛无鱼眉目舒展，笑眼弯弯，我很好养的，什么都吃，所以明天是不是该上红烧甲鱼了？你是得多用心，再给我补身子啊。宣晓东忍不住笑了，你真的想吃甲鱼，我确实可以给您弄的，保证美味。他麻利收拾后，提了那几箩筐刚从地里收下来的菜，踩了个3轮车出去了。
盛无鱼慢悠悠将这鲜汤食蔬吃了一遍，只觉得鲜嫩清甜。曾经在的高级私厨里吃的菜也大不及此，想来亦为心境。二则这些全是最新鲜采摘，又优中优选了最好的叶片留给他，自然更是美味。砂锅里小火炖着的牛肉香味已经慢慢出来，在厨房里缭绕着香味。他许久没有这样悠闲的一样一样纯为了品尝而品尝美食，没有任何事在等着他，他只需要慢慢尝一尝这旁人用心为他做的上汤食蔬。用完餐，程无鱼将碗碟都放入洗碗机，然后带着小布在院子里葡萄架下慢悠悠看书，却见柴门有人叩门，然后叫了声小东。盛无鱼转身看了眼，来人是个中年男子，已推门进了来，一边好奇东张西望着，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他，微微一怔。盛无鱼虽然这日只穿着休闲的宽松的蓝灰色衬衫，领口松散，袖子挽起，但高鼻星眸，眉飞入鬓，气质绝佳，不是相见一般人。对方已收了脸上那股随意，忍不住拘束的跺了跺脚，整了整一只高一只低的裤脚，咬文嚼字笑道：你好，宣小东在吗？我是潜水乡乡长莫阿木，找他有点事。盛无鱼微微一笑，点头致意：莫乡长好，我是宣小东的朋友，姓盛，小东去镇上的学校了，说是收了菜太多了，给学校送点。莫阿木啊了声叹息道：哎呀，刚好错过了，我还有好几家要走，麻烦盛先生等他回来和他说一声，就说有公司想来承包我们这边附近3个村里的地，看上了这座山还有下边靠山的这一片，说是想做休闲农家乐，每年能给村里租金，另外有分红，到时候小东也不用做那么辛苦，躺着就有钱收了。合同一签，立刻就发钱，这合同麻烦你到时候给他，合适就签了，明天送回去就行。咱们乡里统一收齐了，再给对面盖章，钱立刻到位。尤其是小东这座山占的面积多，钱可多咧，还没算分红。盛无鱼看了眼那合同，笑着接过来问：不用征求意见的吗？我听小东说这是他爷爷的地，挺有感情的。莫阿木道：乡上都开会定了，这也不只是咱们潜水村一条村的事，几个村派了代表合计过了，只有赚不会亏的，家家户户都只有好的，这么大好事，隔壁乡也包出去了，一年才10几万，还没分红，而且许诺了优先安排村上的年轻人进去工作，另外发工资和奖金。这可是县上招商回来的大老板，说了要赶紧定，不然说不准隔壁县听说了也来拉脸。你是城里人，不懂咱们这儿的风俗，乡里乡亲的，大家都有好处的事，你要一个人扛着不签，若是没黄大家的事也就算了，若是害得大家的事都黄了，那可是乡里乡亲10里8乡都戳几张脸，县里也不给咱们好脸色。等小东回来，麻烦你和他说说，有什么不懂的，打我电话问就行，这周最好就签了，我还要送好几家，先麻烦你脸。盛无鱼将合同拿在手里笑道：好的，莫乡长要喝杯茶歇会儿不？莫阿木摆了摆手：不用，我看那黄瓜好，我拿一根解解渴。你和小东说说就行，麻烦你脸。他匆匆忙忙走出去，果然捡了根黄瓜掐了走了。盛无鱼看着莫阿木走了，慢慢打开那合同，看了眼甲乙双方，一目十行看完那内容，嘴角噙着微笑，拿了手机来拍了发给施继清，查一下这个农业公司是哪家出资，另外找项目规划部唐清平，叫他把上次给我看过的那个生态基地试点项目投资规划发给我看一下。宣小东送完菜给学校，又去看了下婆婆，给他们老俩口烧了点菜，拐去市场买菜，看到这日虚日居然真的有甲鱼和蛇，想到盛无鱼打去的，忍不住心里一笑，没买甲鱼，却买了半只羊仔杀好了拎着回去，另外挑挑拣拣看到有好的鸭子，拎了2只回去。回去的时候，杀人牛肉已炖到最好的时候，盛无鱼看到他提着羊和鸭回来，忍不住笑了，
买这么多羊做什么？宣晓东道：天要凉下来了，体虚的人就该在入冬的时候多吃羊肉。我们这儿都有这说法，孩子身体不好，冬天就多补羊肉，这样明年身体就好了。羊吃百草，多吃羊肉是可以改善体质的。鸭肉作为调剂，补气下火，进补多了中间调剂点鸭，挺好的。盛无虞看他头头是道，一心替自己打算，莞尔一笑，好吧，那我等着你。晚餐是炖的稀烂的杀人牛肉，老鸭萝卜汤清煎焦烤过，包皮杵碎喷香的，拌入蒜米皮蛋碎，淋上藤椒油和各种香料，酸酸辣辣好下饭。盛无虞发现宣晓东之前都是给他吃的极清淡好消化的食物，最近却开始有意识的添加一些进补和下饭的酸辣滋味的小菜，而自己似乎还真的慢慢开了胃，不知不觉已经可以开始认真享受每一道菜的滋味，也开始添饭了。所以他还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调理自己的身体啊。盛无虞用过饭，又和宣晓东和平时一样上山散步，饶有兴致的看宣晓东走了一圈，看他栽好的药圃里郁郁葱葱的药草，看他新栽的茶花和香雪翡，想起今天看到的合同里说的承包给农业公司后，对方将有权根据总体规划铲除原有的农作物，心里微微一叹。晚上回到自己房里，他打开电脑，看到施季青已干脆利落的回复了出资公司。盛无虞目光落在那零式上，心知果然如此。他打开邮箱，下载了个规划文件，看了一会儿，打了几个电话，一连交代了数件事，然后又打电话给了几个人，寒暄了一回，把事情妥当安排之后，才放下电话，到了钢琴面前，慢慢弹一支小夜曲，心里却在慢慢复盘，还有什么地方遗漏。宣晓东在菜地里将白日收过的菜地重新翻过，听到叮叮咚咚的琴声，心里想着盛先生今天看来心情不错。隔了几天，宣晓东去镇上采购，碰到莫阿木。莫阿木看到他道：小东啊，上次那合同不用签了，项目终止了。宣晓东一怔，什么合同？莫阿木愣了下，我那天过去你不在，你那个姓盛的朋友说你去学校送菜了，我就让他转交合同给你，大概贵人多忘事吧，看他这不是做小事的人，没事没事，反正也不签了，那项目终止了，和你说一声。改项目了？宣晓东眸光一闪，问道：我好像给我了，我没细看。改什么项目了？莫阿木这下带劲了，津津有味道：这次投资更大，说是整个西溪市选了好几个村，第一期5年投资10个亿，咱们浅水乡浅水村就在上头，说是要做生态农业基地，到时候会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投资做项目，指导每片地种什么最好，只要做生态农业就行，种出来所有东西他们都收，有保底的钱，盈利另外分红，所有种子肥料他们都出，全生态，不用药不用化肥，会有技术人员全程指导，而且还自愿，会对每个人的地都根据实际规划，全部自愿，愿意按他们的种就种，不愿意也不勉强。哎，这个可比之前的合同好多了。莫阿木道：之前那个合同太苛刻的，给了人家都不能种了，有些人家不太想签，这个全凭自主，可以把地给他们，他们雇人统一规划统一种，也可以自己种，他们推荐参考方案，钱也多。市里还在谈方案，但是已经提前打了招呼，让下面不要乱对外承包，要听市里统一安排。有兴趣你可以到乡公署看看，那边已贴了宣传资料了，都有详细答疑。宣晓东点了点头，含笑道谢，长腿一撑，果然开着摩托车转到了乡公署那边的宣传板，看了眼，目光落在萤火科技，嘴角忍不住翘了翘。路上看到有人杀了黑猪，买了小半扇猪肉，驮着回了山上。盛无虞正拿着个速写本在素描，画的天井里刚刚挂起来的干菜、干豆角、干茄子、
干萝卜、干芥菜。天已经凉了许多，他身上披着开衫，里头深蓝麻质宽松衬衣，看着像是个文质彬彬的文化人。一旁蹲着小布，正眯着眼睛专注盯着一只粉碟，神情专注。宣晓东回来，将买好的菜收拾好放回去，先把猪放水里泡着，然后到了天井，拿了洗干净晾得半干的茄子来，拿了锋利的小刀，一个一个剖开茄子，将紫色肥壮的茄子剖成条，然后挂在绳子上串起来。盛无鱼笑道：“回来了，买这么多猪肉做什么？”宣晓东道：“难得看到黑猪，肉很好，一会儿收拾好灌点香肠，再腌点腊肉。”盛无鱼诧异：“做这么多？”宣晓东道：“现在晒起来，等过年基本就晒好了。到时候你回去过年，正好带回去给长辈用。茄子干焖咸鱼很不错的，煨肉也很好，萝卜干、豆角干都一样，拿来焖肉都很不错。我这做的比外边干净多了。”盛无鱼道：“那还真是多谢你想的周到。”宣晓东一笑：“是我该谢谢无鱼的照顾。”盛无鱼微微怔了下，看了他一眼：“今天去镇上碰到你们乡长了。”宣晓东道：“莫乡长和我说，那合同不必签了，改项目了，市里弄来了投资，要做生态农业实验基地。盛先生怎么不早和我说？”盛无鱼道：“事情没敲定的话，白白让你着急。”宣晓东道：“谢谢。”盛无鱼道：“不必多谢，这项目原本已规划评估很久了，项目前景是很不错的，只是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合作方和实施地方而已。”宣晓东抬眼看了他一眼：“难怪您在外交场合总是游刃有余，原来是这么让人舒服。”盛无鱼笑着看向他：“宣晓东先生，我是在讨好你，以便能让我的晚餐更美味。”宣晓东卡壳，盛无鱼双眸含笑：“所以晚餐吃什么呢？”宣晓东道：“墨鱼干白果乳鸽汤，再做个糖醋猪手吧。”盛无鱼失笑：“黑白配。”宣晓东道：“这个节气吃很合适。”盛无鱼点头一笑，一听就知道又是什么强神健体的食疗方。宣晓东已收拾好所有的茄子，起了身开始拾掇那半头黑猪：“你们家腊肠喜欢吃偏甜的，还是吃麻辣的？喜欢熏的，还是就纯晒干的？”盛无鱼道：“鲜香带点麻吧，不用熏。”宣晓东点头道：“好的。”盛无鱼看他磨了菜刀，然后开始在天井里分解那半只猪。其实他算不上精通，但因为力气大，刀也磨得足够锋利，剖肉剔骨的过程也充满了美感，十分满足盛无鱼这个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他看得饶有兴味：“你这次强行推行这么奇怪的毫无收益的项目，然后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最后居然没签约成功，董事会很不满。老杨打电话和我抱怨，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视频里，林若飞看着自己俊秀的二儿子，也觉得有些不理解。这个二儿子作风稳健，天资聪颖，进公司以来一向谨慎小心，极少彰显董事长儿子的身份。这次一反常态，强行推进项目，主要是项目推进了以后又没有上马成功，导致前期投入几乎全部白费，导致一些董事们对此非常不满。林瑜停顿了一会儿，轻声道：“对不住爸爸，我以后会更谨慎选择项目的。这次亏的钱，我个人垫上。”林若飞看他神情又有些心软，拿了项目企划书来翻了翻：“你还年轻，多和叔叔伯伯们多学点，不过这次你有魄力也很好，只是项目选择再谨慎一些，下次你想推什么项目，先给我看看企划书，你哥哥有说什么吗？”林瑜微微有些走神了一会儿才回神：“哥哥他搬出去住了，我打听了下才知道他去了静海文理学院，听说是来之前就已接了5年的聘书，学院提供房子。”林若飞：“静海文理学院学校是不错，只是学校的房子能好到哪里？怎么不在家里住？家里又有保姆又有司机，多方便，离学院那边也不远啊。”林逸瑜沉默着，林若飞翻了下企划书，忽然手停住了。
目光落在了西溪市浅水乡浅水村上。过了一会儿，他反应过来，你大哥忽然回国，是又找到他了？林一瑜愣了下，看了眼林若飞，眸光闪动。林若飞又翻了下，看着他神情温和了些，手段生硬了些，但也不是不可取。但是看起来不该被打断的，是你哥哥出手拦了你。林一瑜脸上微微涨红，没有，他不知道。林若飞诧异，那当地乡公署没理由不接受这么优厚的条件。林一瑜迟疑了一会儿道，萤火科技忽然出手，要在西溪市搞生态农业基地，也看上了那块地，投资10个亿，结下了这个项目。我看是盛家没敢再推这个项目。林若飞一斗生起，盛家为什么忽然要参加这个项目？林一瑜迟疑了一会儿，楚家的楚若桌，您认识吧？他和轩有些交情，可能是他出面找陈伟磊了吧？林若飞皱起眉，怎么又和楚家有关了？你原本说一遍。林一瑜看瞒不住了，便从参加盛家宴会遇到宣晓东说起，再说到事后调查楚若桌和宣晓东的渊源，以及林义景回国后的表现，慢慢说了一遍。林若飞听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和颜悦色对林一瑜道，好孩子，你对你大哥的一片苦心我知道了，这次你做得好，亏了多少我垫给你。我看如今你妹妹身体也稳定了，过几天我和你母亲、你妹妹回国，这几日你也不必再多做什么，以免惹恼了你哥哥，或者又不知不觉得罪了人。你安心工作。林一瑜点了点头，挂了视频电话，心里却不知为何仿佛满怀胸臆都堵住了。他坐回沙发去，心里闷闷的。过了一会儿，他手机短信响了声，他拿起来打开看了眼，看到是林一奇给他发了个短信，傻瓜，让他们在一起，你才有机会告诉爸爸干什么？真爱第一，两位大哥为爱走天涯，我们当然是献上祝福了，你就不要做反派了好吗？林一瑜关了短信没回。林义景那边却接了盛磊磊一个电话，义景，我和你说过我小叔在宣晓东那边住着休养吧？我小叔身体不好，我不反对你追人，但是手段麻烦收一收，别太过分了哈。林义景诧异，我知道，但我并没有去打扰他，这几天都忙着到学院报道搬家的事。宣晓东吃软不吃硬，他得徐徐图之，更何况中间还有个陈无虞，他可不会这么冒失，再过一段时间就要过年了，盛无虞必然要离开，那时候才好慢慢磨回挽回。他早做好水滴石穿的准备。盛磊磊笑了声，林氏搞了个农业公司要去收宣晓东那荒山，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事啊。林义景一惊，什么？已经收了地？他一颗心提了起来，真要收了那座荒山和农庄，他和宣晓东之间那更无可挽回了。他回来略微一查就知道，那是宣晓东爷爷留下来的荒山，宣晓东重情，这是绝不能做的。盛磊磊道，怎么会？小叔在那儿呢，拜托了好几个人，才把这套给解了。但是让他这样劳神，不应该啊。也对，你不至于用这么粗暴简单的手段吧？明知道我小叔在那里休养。林义景眸光冷了下来，林氏公司我从出国读书开始一点都没沾手，但是我知道是谁了，多谢你，也替我多多谢盛先生。盛磊磊短促笑了声，那就是林二少了。我就说你是给人招祸的，你还不信？也对，你早就想好了我们盛家替你挡的呢，那是我和他打个招呼，还是烦劳林大少教育一下你家弟弟。他声音充满了促狭。林义景赔礼道歉，才算挂了电话。电话才挂，林义景脸上就沉了下来，眼眸里仿佛全是碎冰。林一瑜刚从公司回到宅子，就看到林义景坐在客厅里，冷眉冷眼，仿佛似一尊杀气腾腾的英俊修罗。林一瑜一怔，大哥，你回来了。林义景身上外套都没脱，站起来靠近他，他比林义景大了6岁。
身材高大，站过来自然而然给林一瑜一种压迫感。林一瑜，不要去打扰宣小东。林一瑜垂下睫毛，站着不动，手里握紧了手提包的挎手。林一景冷冷看着他，不要在我跟前玩花样，不然我会让你们很难受的。不要再有第二次。他转头就走。林一瑜看着他决然背影，心里微涩。你是不是没把我当弟弟过？林一景顿了顿，冷冷道：曾经我把你当我爱的人的家人，但是你们没把他当家人，所以现在你们什么都不是。林一瑜看林一景，忽然道：如果我说我也后悔了呢？他鼓起勇气：我后悔当年不懂事，将他赶走。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这次承包地我没有恶意，只是希望能给他一点补偿。而且大哥，你和他在一起对他也没好处。林一景冷笑了声：你这套我10岁就会玩，你不过是想他来求你，借此控制他，我可以轻易夺走林若飞给你们的一切。再次警告你，不要再惹事。林一景大步走了出去，自己上车开车离开了前院。林一瑜站了一会儿，想起林一景不屑的脸，咬了咬唇，什么都没说。山居日长，寂然无声。声效极好的耳塞里传来低沉充满韵律的男声，正在读一首外文诗，空气里却充满着酒和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腌肉的香味。盛无鱼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一边听外文诗一边看人灌香肠的时刻。他坐在廊下半躺在躺椅上，手里拿着书，看着廊下天井里晒得半透明的长衣挂满空中晾衣绳下。宣晓东将拌好的肉馅端在天井里，然后拿了个漏斗插着，慢慢将肉馅灌入肠内。院子里四处还挂着的满满当当的各色干菜、玉米、腊肠、腊鱼、腊肉，不错，正是个丰收的季节。他盯着宣晓东垂眸专注灌着香肠，这是个极为勤快的人。他四肢修长，坐在小凳上却一点不显得局促，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从容清洁，举重若轻。平日里旁人做来会觉得艰辛苦累的浓雾，他做来却手脚利索，神情从容，看他劳作非常符合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干脆而不拖泥带水，流程完美又结局圆满。他每一天都非常勤劳，上山种树苗，浇药圃，拾掇菜地，晒玉米，晒菜干，晒草药，整治三餐，收拾家务，一直忙忙碌碌，分毫不显辛苦。因他性格平和，看上去倒像是做自己十分喜欢的事情。他可以专心做一件旁人看来非常乏味的事，不骄不躁，不急不徐。这倒是符合他从前狙击手的特色，毕竟狙击手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忍耐，漫长守候只为一击必中。盛无鱼凝视的时间太久了，宣晓东终于在太有存在感的视线里红着耳朵抬起头来，脱了手套，转身去厨房冰箱拿了一壶的甜汤来放在他躺椅旁的几上，拿了玻璃杯倒给他。陈无鱼摘了耳机，看那甜汤问：这是什么？宣晓东道：紫苏陈皮水，掉了点冰糖，理气温中的，我早晨听到你打喷嚏。盛无鱼接了过来喝了几口，果然口感还好。他早已习惯宣晓东经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汤给他，有时候是消食的白云豆煮淮山水，有时候是绿豆汤，有时候是金银花和野菊花里调了百合，有时候又是嫩绿色的竹叶、薄荷叶茶。总之他总是能顺口说出有个什么用。但是毋庸置疑，在这里住的1个多月的时间，他的身体的确是开始在恢复。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他胃口开始渐渐开了，对用餐不再那么可有可无，他那种时不时冒出来的低落的情绪也不再有，取而代之的是大把大把的空闲安静的时间，这让他放松，也很少再有焦灼的情绪。之前他的时间是被工作和药物填满的，3餐只是需要完成的任务，每天时间都被无数文件、会议和会见分割成无数碎片。
他如今居然拥有了大片空白的时间来做一些许久没有做的事情，比如写一点随感，回忆一些往事，做一些自己很久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想睡就可以睡，想吃，他还拥有一个很不错的能做饭的朋友，实在有些妙得很。甚无于放松的想，不知不觉目光又落在了宣晓东身上。他已经将今天拌好的肉馅全部灌好了香肠，正在将晒得差不多的干菜重新放入晒架，然后扛了出去，放到了后边屋顶的晒台顶上，又打了声招呼，去了药铺里头收药。手机响起，他看了眼是施季青，他这些日子一贯不是大事不会找他，便接通了电话。施季青早已习惯和自己老板说话前3句必须要说到重点。老板，我明天给您送一份合同过去，和 K 国的那份之前谈的基本都妥当了，必须您本人签字。他随口应了，可以，你不用管孩子吗？让小高送过来也行。施季青道，没事了，已经断奶了，我爱人带着孩子就行。有一些条款更改需要当面给您报告，另外上次得了宣先生好多礼物没有回礼，前几天出国看到一套超级锋利的刀具，我正好带过去给宣先生。陈无语点头，他应该会很喜欢。施季青一笑，对，据说很多做美食直播的人都喜欢那套刀的。那么明天见了老板。甚无语挂了电话，看了眼天色，决定出去走走，顺便去看看宣晓东的药铺。宣晓东搭的药铺是在山后阴凉处搭起的塑料大棚，里头还有一间玻璃阳光室，里头高低参差的，根据习性种了颇为多的功效比较常见的药草，且大多为可以食疗的。他甚至还吃过一种仙人掌炒蛋，味道还很不错，据说消炎效果一流。为了这个，他书架上摆了不少这一类的药草种植书，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栽种和烹饪的工作。陈无鱼驾着轮椅转过山路，进入药铺门口，却忽然听到里头有声音传来。他面无表情刹停了轮椅。我不知道易鱼做的事情，事后也去找了易鱼，他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补偿你，只是方法没用对，我替他向你道歉。透过大棚垂下来的透明塑胶条，陈无鱼看到里头穿着铅灰色风衣的林义景站在那里，正与宣晓东说话。宣晓东道：林义景。他叫了对方名字，却忽然沉默。他们中间隔了这许多年，最后一次叫他名字是什么时候？相对一时竟然无言。包了他赖以生存的荒山，与其说是补偿他，不如说是想要控制他，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也很符合林家一贯的做派。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在这些枝节上纠缠。林义景也沉默了，身旁苍苍翠翠药草累累垂下，有些结了种子，透明如碧青泪滴。宣晓东许久以后才道：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也好，林义瑜也好，我和你们林家已经没有关系。林义景过了一会儿道：做朋友都不行吗？我对你有愧，至少能接受一点补偿。宣晓东道：我看到你就会想起很多不开心。林家抚育我到成年，但是我觉得如今我们不再往来，对双方可能都更好。林义景凝视着宣晓东，对方一直不善言辞，但这一刻拒绝他的语言是这么坚定，但这也在他预料之中。林义景道：我在静海文理学院任职，林家的公司事务我完全不参与，应该是你弟弟继承，想来这一点应该是你母亲也乐于所见的。如今我和你在一起，应该阻力会比过去少很多。我比从前也改了很多，既然你现在还在单身，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只从做朋友开始，我愿意从头开始，只需要你给我机会。宣晓东迟疑了一会儿，林义景，他组织着自己心里的想法，想要认真解决掉这件事。我刚离开林家的时候无处可去，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林义景眼里露出了心疼。宣晓东继续道：我年轻，本来做的还可以，每天拼命跑，一个月赚了1万多，虽然仍然不足以回学校，但本来应该可以贷款完成高中学业，参加高考。林义景没有说话，
他预感接下来听到的不会是什么好故事。毕竟最后他一直在那所高中，却再也没有看到宣晓东回到学校。宣晓东神色倒还是很平静，但是有一天我出去派件，回来发现我才买的电单车和车上的所有派送件全都不见了。林义景感觉到一股热气冲上了自己咽喉，胸口起伏着，说不出话来。宣晓东道：这本来也时常会出现，我报了案，回了公司。公司和我说解聘我了，老板看我可怜，和我说近海所有大的外卖公司都已收到了通知，不许再聘用我，让我换个地方。我回了租着的群居房，很快我爷爷找到了我。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但是这就是所有我离开林家的经历。林义景眼圈发着红，对不起，请让我补偿你，我保证这一次能给你一个好的婚姻和家庭，只要你给我机会。宣晓东神情从容，不是，林义景，我只是想告诉你，过去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当时我那样对你好，只是因为我只能讨好你，才能过得舒服一点。而你对我的好，让我受宠若惊，让我产生了错觉，以为真的喜欢你，其实并不是，只是当时那种时候，只有接受你的喜欢，我才能过得更好。之后，你父亲，我母亲，可以轻而易举让我过得不好。我因为接受你的喜欢，我因为喜欢你，受到了惩罚。这让我很多年以后，曾经十分渴望进入一段婚姻，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正常家庭的孩子是很难理解这种渴望的，对一个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家庭的渴望。很多成功人士出身单亲家庭，离异在现代社会太正常了。我们应该正视出身上的不完美，然而我不知道别的成功人士怎么样，我只知道心里那种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可能终其一生追求，直至自己组织家庭，也无法弥补心中的缺憾。至于什么是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家呢？于我来说，大概就是一个能够放松的，可以光脚在地板上跑，可以随时跑去厨房冰箱里找东西吃，可以大声的喝汤，可以大胆的说出自己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想买什么。无论想做什么，父母亲嫌弃却又包容，而且永远溺爱。无原则包容你，差不多是这样吧。对很多孩子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唾手可得，不会时时刻刻生活在假如不守规矩，可能就会被送走的惶恐中，仿佛一只时刻摇晃着触角的蟑螂，贪恋着偶然觅到的食物，心里知道不配拥有光明和温暖，因此只能卑微的畏缩在角落里。一旦有人给你一点点的善意，就渴求的贴近，哪怕是知识，你做什么事都让人感觉到自己不是被人忽略的，是被人需要着的。宣晓东看向林义景，就是这样，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可能又要回到这样的家庭生活中。我的生母是你的继母，我的弟弟妹妹是和你一样流着一半血的弟弟妹妹，这样的客观事实就已经决定了，只要我和你在一起，就要面对那些不自在，那些奇怪的目光，那些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我需要应付来自亲生母亲、亲生弟弟妹妹的期望和感情，我还要面对来自你至亲的责备，这太累了，我不想。林义景，从你前几天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认真想过和你的未来。这几天我心里没有平静过，结论是我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生活里。和你组成一个家庭，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过得自在不拘束。因此，就连和你做朋友所带来的烦恼，我都不想面对。也就是说，我希望此生此世都不再和林家有瓜葛，因为那会让我想起那些犹如蟑螂一样期待残羹冷炙的日子，我们最好一刀两断，永不相见。我希望我说的足够清楚了，你可以理解了吗？林义景心里颤抖着，看向宣晓东，对方眼神诚恳，神情平静。他万万没想到今天只是过来道歉，顺便争取一个做朋友的机会，最后得到的却是这样坦诚清晰的拒绝，太过清楚，也太过郑重，以至于他知道那些甜言蜜语已经无法打动对方。过去的感情，未来的承诺，
在他们那复杂关系中是那么的单薄。他明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宣晓东已经疼痛的长大。一个人穿过了荆棘地，理解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已经不再需要林义景，林义景对目前的他而言只是麻烦。绝望涌上了他的心头，这个时候他竟然一时想不出任何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来打动和说服宣晓东。宣晓东离开药铺，将林义景一个人留在了那里。他知道对方性情孤傲，应该很难接受被他这样拒绝，但是他一口气将心里话说了出来，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毕竟这些日子他每一天都被林义景重新出现这件事困扰着。这番话他在心里推敲多日，才想明白了，他若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方只会继续纠缠，然后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又要像噩梦一样缠上来。他一无所有，却至少拥有自在，对家庭的渴望已经不再像从前年少无知的时候那样焦灼了。如今他觉得一个人也很好。他回到院子里的时候，一切如常，只有对面盛无鱼房间里隐隐传来音乐声。他将手里刚刚摘的几片丰厚翠绿的仙人掌叶片拿去厨房洗干净，扔到榨汁机里头榨出汁水，掉入少许冰糖，然后倒入冷水壶里，打入一些冰块，得到了一壶深碧色的饮料。自己先尝了尝，感觉口感不错，提着去了盛无鱼的房间。才推门就听到盛无鱼在低声读着诗，效果实在太好，因为他居然是拿着个小巧话筒放在桌前，应和着音乐在缓缓朗诵着外文诗。他不欲打扰，将装着仙人掌汁的冷水壶放在书桌一旁，轻轻倒了杯，看盛无鱼停了下来，有些歉疚，打扰你了。你继续，这是仙人掌汁，对胃也有好处，你喝点。盛无鱼笑道，谢谢，正好我读了一会儿口渴了。刚好。他拿起来喝了一口，看宣晓东好奇的看着他跟前的外文书，笑着翻过封面，我看到你也有叶芝的诗集，这是叶芝的《他寄求天国的锦缎》。宣晓东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首，原来外文读起来这么好听。你经常朗诵的吗？设备这么齐全。盛无鱼点头笑道，这是基本功，语言是一门艺术。外交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口才了，怎么让同样的话说出来更简练、更优美，更让对方能够接受，这是很重要的艺术。要深入学习一门外语的韵律、节奏，从朗诵入手比较容易。宣晓东吃惊道，原来外交学院会学这些吗？盛无鱼笑了下，当然不是，是我个人为了做得更好，自己进行一些这方面的训练。宣晓东微微钦佩，低头看了下那首诗，这首诗很短。盛无鱼道，这首诗有一个版本的译本比较脍炙人口，如有天孙锦，愿为君铺地，香金复相迎，明暗日夜之。宣晓东被他的声音给震撼了，效果极好的话筒放大了那带着磁性的清朗的声音，仿佛一个人在耳边深情款款的表白，声音柔和的像在他心上轻轻触碰。等到他读到无梦不堪岁时，他甚至微微被带入了那场景，只觉得程无鱼眼眸里仿佛都带着要心碎的光芒。他第一次发现这首诗这么美。盛无鱼转头看了眼宣晓东仿佛被镇住一般的神情，心里微微一笑。自己从前练习朗诵，班里的同学经常戏谑盛大才子一朗诵耳朵都要怀孕。他其实许久没再练习这个，辞职后投入了公司事务中，加上外交事务已经远离了自己，这些从前的爱好已经属于不必要的次等事务。但是他刚才看到宣晓东对前男友的独白，忽然想到了这首诗。有人一无所有，只能编织梦乡向对方奉献，但有些人没有珍惜，没有看到对方那一无所有背后细腻纯真的感情，那是一种绚烂又容易被破坏的东西。很显然，林义景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些。第二天一大早，施季青果然就风风火火的到了，他带了助理高丽过来。这次不仅又带了一批刚刚空运到的食材，同时还拿了一套刀具出来递给宣晓东，宣先生，这是给您的回礼。
这套刀据说非常锋利，很适合做饭。您试试看。宣晓东有些意外，接过刀，看了眼盛无虞，笑着道：“叫我小东好了，只是一些土特产罢了。这刀看着是国外品牌吧？应该很贵吧？”施季青大大咧咧一挥手：“那你以后也叫我师姐就好了。这叫宝刀赠英雄。小东做饭这么好吃，正该用好刀。您先试试，中午又要麻烦在您这里用饭了。”一旁高丽心里微微一颤，看了眼盛董，却看到盛无虞面无表情，正在翻着合同，却没有反对，心里微微一酸，知道施季青自盛董辞职创办公司之时就跟在他身边，一直稳稳占据着他身边第一大秘的位置，自己才到公司没多久，自然是比不上他在盛董心目中的地位。不过自己年轻，还有机会。他复又打起精神来。宣晓东却忍不住笑，施秘书这个姓叫师姐怪怪的，好像到了古代片场。施季青笑道：“叫青姐也行。”盛无虞道：“以前刚开公司的时候，公司人少，人人都喊她师姐，外人听起来以为我们是哪个学院派的师姐师弟师兄出来开公司，背后不知多少学术泰斗行业巨擘，深不可测，人人都肃然起敬。公司的高科技品牌树立就从大师姐开始的。”施季青已笑了，盛董居然也知道这个梗，我以为以前我们在外边师姐师妹的开玩笑，盛董不知道呢。高丽不由心生神往，施密也确实出身名校。施季青哈哈笑着，得多亏盛董赏识，名校市场上一抓一大把多的是。我当时在小公司混得灰头土脸，差点还背锅辞职。盛董是我们甲方，我被小公司推出来顶锅。他和我那坑爹糟心的前老板说，施季青不错，他和你们还有几年约，你们解约，我要他，责任就不追究你们的了。我那前老板大吃一惊，还以为盛董看上了我的姿色，回来看来看去，只觉得我平平无奇，又来问我，被老娘一巴掌打肿他猪脸。妈的，偷工减料，害得全部材料作废做出次品，想人还净往下三路想。后来我就去盛董那边替他工作了。高丽听住了，盛董是看上施密能干了吗？盛无虞道：对接项目的时候，什么都是他，接电话是他，项目讲解是他，做 PPT 的是他，带人看工厂是他，倒茶水摆台卡是他，工作餐安排是他，连报账都是他，说起事情头头是道，最后出事的时候还是他来道歉，坦然承认做坏了东西，是他把关不严，说个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可以以住房抵押，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人能用。宣晓东还记得施季青上次来说要减肥，打开冰箱拿了昨日剩下的鲜榨仙人掌汁做成的仙人掌糕，昨天摘的，正好给师姐你尝尝，仙人掌汁加琼汁做成的糕点，没加糖，可以淋点炼乳或者枫糖浆都可以。施季青啊的一声，这个好，减肥有用哎，还有很多好处。糖就不加了，一会儿用餐肯定要超标的，你做饭太好吃了。他喜滋滋拿了块仙人掌糕点，看着晶莹剔透，犹如果冻，十分满足，接连吃了2块，一边对盛无虞道：带了相关表格过来。盛先生方面的话，我们过去会客厅那边，我给您说一下相关的变动。程无虞点了点头，三人去了会客厅里开了投影。施季青细致汇报了一遍，盛无虞点头：你们办事我放心的。施季轻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些超出您之前说的标准，但大家评估以后觉得可以承担这个成本。盛无虞道：授权给你们了，你们就放心做主就好。施季青看他神色放松，心下也放松了下来，看来老板您现在这是提前过起退休日子了。高丽神情绷紧，哪个老板能受得了下属这么打趣？这施密说话也太……结果盛无虞却淡淡道：退休生活很好，你们继续努力，让我可以完全不用管最好。他看了看时间，小高去厨房帮一下忙。高丽一怔，连忙跳起来道：是。
他连忙跑出去，到了厨房里，看了眼轩小东已整得差不多了，桌子上已摆了好几样凉菜，笑着上前问道：“轩先生有什么要帮忙的吗？”轩小东道：“坐吧，都快弄好了，你把碗筷摆一摆就好了。对了，冰箱里有啤酒和酸奶，也麻烦你拿出来，一会儿你要开车的吧？那就喝酸奶就好了，或者要不要榨点西瓜汁给你？冰箱里头有西瓜，拿出来洗一洗，切开就好。”高丽看轩小东手脚利索，显然也没什么要帮忙的，心里却有疑心是不是老板找施继清说什么话，但他也只能老实拿了碗筷来摆着，然后老老实实拿了西瓜来切。切了一会儿，便听到叮的一声，轩小东走过去，墙上内嵌的烤炉打开，从里头用夹子拿了几大包锡纸包着的食物包出来，放在了桌子上。揭开锡纸，露出了里头长肋条蜜汁排骨，颜色漂亮，味道香的高丽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另外一包打开是茄子烤肉，蒜泥肉丁夹在茄子里，茄子却仍然仿佛油淋茄子一般，仍然保持着漂亮的紫色。再开了一包是一整只烤羊腿，孜然芝麻撒上，3道主菜就出来了。高丽笑道：“您手脚可真是太快了，只是青姐一会儿该喊了，她天天嚷着减肥呢。”轩小东笑了：“蒸笼上还有，也不能一点脂肪不吃吗？”他又打开了蒸笼，从蒸笼里头取出了颤颤巍巍弹动着的甜烧白和一碟蒸鱼。他麻利的打开炒锅，很快热了油姜丝蒜米间焦碎，淋在了蒸鱼上，又多了2道主菜，再从蒸笼下取出了煮熟的玉米、红薯和板栗。高压锅打开，又是一锅清淡的鸽子石斛汤，汤盛出来后，再炒了个蒜蓉生菜。这不过是1个小时不到的功夫，就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菜。高丽由衷佩服，轩先生实在是能干。轩小东道：“做熟了而已。”等盛无鱼和施继清出来，施继清看到这许多菜，果然长叹：“还好还好，我结了1个月的食，就为了吃轩先生做的菜。”哈哈，真是太羡慕你了，盛先生，天天过的神仙日子。盛无鱼道：“能不能真的安心休养过神仙日子，还要看你们能不能在没我的情况下业绩不错了。”施继清道：“放心，大家都信心满满呢，今年快年底了。”大家看着年底的奖金，全都纷纷在讨论年底能分多少奖金呢。盛无鱼嘴角挑了一丝微笑：“我从来不亏待有功之臣。”施继清欢呼了声：“太好了，正好买1台车送老公。盛董就等您广降雨漏了。”轩小东笑道：“师姐真是夫妻恩爱。”施继清笑得甜蜜：“这段时间孩子小，他尽心尽力，替我分担了很多压力。那台车他看上好久了，没舍得买。”高丽终于小心翼翼插了句嘴：“您先生也不知道什么福气，遇到您这样能送车子的妻子呢。”施继清笑着道：“他是我邻居，我那天加班到深夜回家，发现指纹锁失灵了，我按不开锁，打电话让开锁的上门，又因为堵车，对方到不了。我那天又没吃晚餐，饥肠辘辘，工作也不太顺利。白天被甲方批了一顿，几乎要撤了这个项目，越想越伤心。站在公寓门口，忽然就崩溃了，一个人哭起来。他出门倒垃圾，看到我在哭，吓了一跳，问我怎么回事，邀请我去他家坐着等开锁的，知道我没吃晚饭，就拿了他晚餐做的原本打算第2天带去公司的菜热了给我，下了碗面，说起来就好笑。那天晚上的菜是一碟酸菜炒肥肠，我饿得厉害，就着那碟菜吃了2大碗面条。轩小东道：“酸菜做得好，确实很下饭的，不太酸的话，应该是用发酵的米酿之类的来做的酸菜。”施继清道：“对，那天的肥肠炒得分外香，油亮焦黄，酸菜不是很酸的那种，是家里做的味道，还放了尖椒，真的太香了。和他认识以后，发现他是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虽然工资不高，家里条件一般，但他就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觉得能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一定很省心。”高丽忍不住笑了：“
总还是有别的长处的，不然要做饭好吃，随便请都能请到做饭好吃的保姆吗？青姐你高兴一族，哪里只看重这个吗？世纪青道，那不一样，确实你可以订到无数最好餐厅送来的最合你口味的菜肴，但是能够深夜起来替你热菜，听你说说白天发生的苦恼事或者得意的事的那个人更重要吗？婚姻就是过日子吗？只要觉得和这个人一起过日子有滋有味，灵魂有趣，足够了。钱虽然越多越好，但是只有钱也没意思吗？像我喜欢权力在事业上，但生活中也是希望能和有生活情趣的人一起生活的。一辈子很长的小伙子都说婚姻像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吗？盛无虞转眼看了施季青一眼，高丽笑道：哎，我觉得还是因为青姐太忙于工作了，没什么时间好好挑。我听公司的同事说 JK 公司的副总从前追求你特别猛烈，结果你一次约会都没去过。世界清道，他们看重的是我是盛董的秘书，可不是看上我这个人。高丽道，青姐这么理性的人，没想到居然感情上这么追求纯粹的。世界清有些不屑，正因为姐姐我够理性，才选对了人。爱情是什么？谁都没有统一标准，这个时候就得理性分析自己，得认真考虑自己的个性和感情需求，才能找到那个对的人，过不糟心的日子。不合适的人怎么供白头？你们年轻人可不知道供白头是多难的，那是所有丑陋的一面都会在他跟前展示的。对方可能会为了钱忍你，可能会为了孩子忍你，但是忍一辈子吗？那是很难做得到的，迟早要发泄出来，遇不到合适的人，不如单身一辈子呢。高丽道，青姐这个算是互不行婚姻了吧？世纪青笑道，某种程度上算是吧，不少人不是说爱情就是找到你缺的那一块吗？小高觉得呢？高丽道，我觉得彼此成就，互相对对方有帮助，这样的爱情就比较好，相伴相行，共同取得成就吧。世纪青，彼此成就，如果对配偶的期待太高了，到时候会失望的吧。高丽道，我可以对他失望，他同样也可以对我失望，很公平，如果跟不上对方的脚步，那说明不合适。高丽可是自信满满的。世纪青道，哎呀，那婚姻都搞得和上班一样，感觉还有 KPI， 达不到目标随时离婚，多累啊！哈哈，小东呢？宣小东道，两个人相处自在就行了。高丽看了眼一直没有说话的盛无虞，心想着施季青怎么想的，话题说得这么高兴，都冷落了盛董，连忙笑着问盛无虞，董事长觉得呢？话才说出口，又忽然大为后悔，程董身体不同常人，这个话题这么敏感，自己怎么只想着盛董冷落了，却没想到这话题本来就不该提起来。都怪施秘书，怎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他作为职场新人，瞬间只疑心自己得罪了董事长，忐忑不安，只担心盛董不快。盛无虞抬眼看了宣小东一眼，慢条斯理放下了喝汤的勺子，才道：我觉得是本来你觉得一个人过得挺好，当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和他一起过，日子会变得更好，是双倍的有意思。就像是本来你一个人自成世界，但你通过他能认识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快乐，就拥有了两个世界的美好。施季青睁大眼睛，疯狂鼓掌，盛董真是好有才，这话说的太好了，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高丽也很意外，盛董很理想化啊。盛无虞淡淡道，不然呢？我自成世界，自然只有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加入了。这话说得带了一丝霸气。施季青嘿嘿嘿的掏了手机，打开记事本来记，盛董金句，我得记录一下。高丽心里挫败，果然还是施密的拍马屁段数更高，捧哏的如此情真意切，自己甘拜下风。施季青可不知道自己下属如此雄心勃勃，在和他学习如何讨盛董欢心，
而是继续问宣晓东：“小东，你刚才说的那腌酸菜的法子是怎么做的？你酿吗？”宣晓东道：“镇上有米酒厂，会有很多酒糟剩下，我去收一些来做酸菜，味道很好的。还有我自己也酿了一些糖醋，这个口感也很好。正好我也刚腌了一些酸菜和酸豆角，等会儿你带一些回去给你先生尝尝看如何？”施季青大喜：“太棒了，多谢你，我家那位一定会很高兴的。说起来，你和他说不定很有话题聊呢，他做饭手艺也很不错。”宣晓东笑道：“是你刚送了我那么贵一套刀，实在太过贵重了。”施季青一挥手：“小意思。”宣晓东又看高丽，高助理也带一些酸菜回去不？高丽笑着摇头：“不用了，我都不自己做饭的，我现在工作多，基本3餐都在公司的食堂吃。”低调的显示自己在加班，没想到施季青却大大咧咧道：“公司食堂确实好啊，东西好吃又便宜，盛董对咱们员工啊，确实没话说。”盛无虞笑了下，没说什么。用完午饭，高丽这下知道主动去帮着洗碗了。宣晓东便打开了食品柜，给施季青看那架子上整整齐齐码着的真空玻璃罐，这是酸菜，还有晒干了的干菜，还有酸豆角，这边是醋蒜、腌酸梅，这里还有腌好的醋黑豆，据说也能减肥通血管。施季青大为震惊，啧啧称奇：“怎么会做了这么多？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宣晓东道：“正好秋天，前些日子收了很多菜，要么做成各种酱，要么腌制了方便保存。囤着用来做菜也很好的，比如酸梅蒸鱼好吃，酸豆角烧肉好，醋黑豆用来配凉拌菜也有奇效的。”施季青指着一罐碧青色的玻璃罐问：“这是什么酱？”宣晓东道：“这是罗勒青酱。”施季青道：“这个不错，早餐拿来配海鲜三明治，味道鲜美香。”宣晓东有些抱歉看了他一眼，这个没做多少，只做了一坛。你们盛董喜欢吃。施季青嘻嘻笑着：“那就留给盛董吧，难得盛董有喜欢吃的东西。”盛无虞淡淡看了他一眼：“我什么都爱吃，我看你一样都别带了。”施季青嘿嘿嘿：“盛董，今天我给你带了蓝龙虾、鹅肝和松露呢，我记得你也爱吃，你看今天宣小哥都留着给你，一点没做给我们。”宣晓东脸上赧然：“不是，那些食材一看就很贵，还是空运过来，都还活着，仓促之间我怕做不好白糟蹋了，想着今晚再慢慢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做。”盛无虞道：“别理他，账单都是我支付的，做法也不必太过讲究，用你熟悉的做法就好了。”宣晓东道：“我只熟悉蒜蓉小龙虾、麻辣小龙虾。”施季青哈哈大笑：“不错不错，就这么做。谁规定蓝龙虾不能这么做呢？”高丽实在可惜那昂贵的蓝龙虾，做芝士焗龙虾就很不错，和焗蟹一个做法，味道很好的。宣晓东点头：“我查过也说这么做好吃，就是奶酪刚用完了，我一会儿出去买点。”挑好咸菜放到施季青他们开来车后边，又卷了干菜给他们。送他们走后，宣晓东果然去镇上超市买了些干奶酪回来，在网上查了一会儿做法，看下午还有点时间，地里东西都收的差不多了，左右无事，便打起游戏来。他戴着耳机开了音乐，上了游戏才打了一把，忽然感觉到屋里有人，转头看到盛无虞不知何时到了他游戏室里，正看着屏幕看他打游戏，连忙摘了耳机笑道：“有事吗？”盛无虞摇头：“没什么，正有些无聊，看你打游戏。”“你这是什么游戏？”无聊和盛无虞这个人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气质不合，但宣晓东还是积极点开游戏界面给他介绍起来。这个游戏叫孤岛黎明，已经上线很多年了，我读高中的时候上线的。每个玩家上线呢，就拥有一座小岛，玩家可以在自己的小岛上建设、开拓水源、寻求资源、修建住房、防御城墙等等。玩家还可以修建船只，到附近探险，
可以探索无人岛获取资源，也可以强行攻打对面阵营的玩家的岛屿来掠夺资源。这个游戏有2大阵营，一个叫白昼联盟，这个阵营的小岛在白天资源会双倍生长；一个叫暗影联盟，这个阵营就是晚上的资源会双倍生长，阵营之间可以结成行会，对对方阵营进行团战。圣无鱼很快理解了这个游戏的玩法，也就是说，这个游戏既可以专心建设经营自己的岛屿，种田养生玩法，也可以专心玩掠夺攻击的枪战工程玩法了。宣晓东笑了，对，所以这个游戏当时刚上线的时候特别火爆，那时候我去网吧，10台机器9台都是玩这个的。我们以前经常一个网吧的结成联盟去攻打对方的大岛基地，可有意思了。圣无鱼道，那如果你不在，别人来偷占了你的岛呢？宣晓东道，玩家不在线的话，岛就显示不能登录的状态的。不过现在这个游戏玩的人已经渐渐很少了，没什么新玩家，都是以前的老玩家，大部分都是休闲种田的。现在我上去也基本很少有团战，大多是自己建设一下岛屿，钓钓鱼，或者去打1-2个无人岛的怪，收点资源罢了，纯情怀游戏了。圣无鱼点头，那你的岛是什么样子的？带我参观一下吧。宣晓东有些不好意思，很普通的，这个游戏个性化做得很好，很多玩家都装点的特别好，有的种满花，有的在这西式游戏里头做成东方风，还有的修得像个城堡一样。总之我的岛特别普通，而且和现在的小农庄其实差不多。圣无鱼没理解，等到宣晓东切了下视角，让战斗时的第一人称视角改成了第3人称，圣无鱼就看到一个黑短碎发的人物在小岛上跑。宣晓东继续调整着视野，慢慢拉远镜头，岛上一座小小农庄显露了出来全貌。黄花围着院落，靠墙开辟着菜地，回形院落背后起了一排仓库，仓库平顶是晒台和瞭望台，在原点是几棵大树，大树上架着树屋。小岛上种着果树，种着花树，还有一个小药铺。圣无鱼忽然理解了宣晓东刚才说的和现在的小农庄其实差不多那句话的意思了。宣晓东操纵着镜头看了下全貌，然后又操纵着人物进了房门。宽敞的厨房，高大的鱼缸，里头养着鱼，房外栽着菜，还有一间宽大的游戏室用来娱乐，一模一样的还原，仿佛是宣晓东将农庄原原本本的建在了游戏里。圣无鱼忽然心下微震，不对，这游戏很多年了。宣晓东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这么说是少年时的宣晓东将游戏里头建的岛上农庄原原本本在现实生活中还原了。宣晓东不知道圣无鱼心里在想什么，转过头笑着道，那时候沉迷游戏，自己慢慢建起来的小岛农庄挺有感情的，后来退伍回来了，重新种地，不知不觉就又按着从前在游戏里头做的农庄，把这些旧房子重新修建了起来。其实我那时候还是高中生，没什么钱，这个游戏的各种外观设计不涉及到战力平衡的，都是需要充钱的，我哪有钱，所以建起来的是最普通的农庄。回来的时候本来也不是故意要照着建的，是后来我房子修好了，买了电脑回来打游戏，重新登录很久没上的游戏，才发现好巧，居然和以前在游戏里头建的农庄一模一样。你说好笑不？圣无鱼想着那个一无所有寄人篱下的少年宣晓东，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修建自己心中的农庄，挺好的，这是属于你的世界。宣晓东笑嘻嘻道，还是那时候太沉迷游戏了。他教圣无鱼玩了一回，圣无鱼似乎非常感兴趣，甚至主动要求建了个新账号，拿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过来，在游戏室里两人玩了起来。充值以后，宣晓东带着他升到10级，带着他去探索无人岛，手把手教他操作打怪刷怪，为他经验。他兴致勃勃带着圣无鱼升级，又给他找装备配武器，教他点技能树，
找到了久违的游戏的乐趣，直到天都黑了，才吓了一跳，想起还没有做饭，那珍贵的蓝龙虾还在悲惨的吐着泡泡。宣晓东这才意犹未尽的放了游戏，跑去厨房把那可怜的蓝龙虾给烤了。转回头看到盛无鱼还在玩，便干脆把芝士焗龙虾端到了游戏室。两人边吃边玩，竟是玩到了深夜，直到盛无鱼升了30级，才收拾，各自回房睡觉。这一天实在是破格，连散步都没有去，但是游戏带来这种罪恶的快乐，谁又能抵抗呢？宣晓东躺在床上，尚且还想着明天带程无鱼去海底珊瑚岛看看，那里特别美。窗外风声萧萧，雨又下起来了，敲着瓦打着窗，天开始冷了下来，入冬了，盛无鱼也快要回去过年了吧？到时候自己帮他练满级吧，这样他回来就能直接开很多游戏地图了。宣晓东翻了翻身，思潮翻涌，觉得一时半会大概还睡不着。忽然白天盛无鱼说过的话忽然冒了出来，本来你一个人自成世界，但你通过他能认识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快乐，就拥有了2个世界的美好，这是属于你的世界。果然睡不着就是会胡思乱想，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赶紧睡着。一个念头却忽然冒了出来，盛无鱼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那么好的人，一定很圆满丰盛，又广袤浩瀚吧。第二天一大早，宣晓东看气温降下来了，先去赶了个早集，顺便探望了下婆婆，买了2副猪脑回了农庄，把筋膜细细撕了，加了盐、胡椒粉、黄酒腌渍后，蒸了个炖猪脑花，把送来的鹅肝给煎了，再做个玉米蔬菜洋葱沙拉，然后聚精会神在鱼缸跟前忙活起来。盛无鱼出来看到他正全神贯注看着鱼缸，便过去问他在做什么。宣晓东盯着鱼缸道：天冷了，这一对燕鱼刚挪到产缸来，这几天产卵，得保温，还得护着点。你先吃，我做好炖脑花了，你喝点暖暖身体，今天气温降下来了，别感冒了。盛无鱼也看了一会儿，看到鱼缸里一边是许多尾燕鱼，密密麻麻，各种颜色都有，尾翅纤细，叉开如燕尾，身形清洁翩跹，水中游行，犹如燕子在空中疾行，飘逸优美，果然很具有观赏价值。另外一个鱼缸里却只有2尾燕鱼，下边的石头上密密麻麻一片晶莹剔透，犹如芝麻大小的鱼蛋，让人看着头皮微微发麻，只觉得密集恐惧症发作。盛无鱼问：这是专门给他们夫妻挪到产卵的鱼缸这里吗？那些石头上的透明的就是鱼卵。宣晓东道：对，死的卵要及时清理掉，你看，这是雌鱼，它在产卵，后面紧紧跟着的是雄鱼。盛无鱼好奇道：雌鱼产卵，雄鱼跟着它干嘛？是保护它吗？宣晓东道：不是，雄鱼这是在射。他忽然反应过来，住了口，几乎咬到舌头，满脸通红，含蓄生硬转变话题，就是让这些卵成为受精卵，这是繁殖的本能。他语调含糊低沉，几乎听不清楚。盛无鱼却明白过来了，忍不住看着他通红的耳根，意味深长笑起来。他们2人看着雌鱼排完卵后，雄鱼紧紧跟着，也贴着那些鱼卵均匀的不精完毕。这时候鱼缸里忽然形势一变，刚刚还紧密相随的一对雄雌鱼忽然开始追咬起来。盛无鱼诧异，这是做什么？宣晓东是司空见惯，产卵完毕了，有些雌鱼会觉得雄鱼要伤害鱼卵，就会开始排斥驱赶雄鱼。燕鱼本身就是比较凶猛的，就是择偶，如果雄雌鱼互相看不上，也要打架。他看着雌鱼把雄鱼咬得节节败退，拿了网兜将落败的雄鱼捞出来，放回了大缸，然后专心看着那雌鱼的状况。好了，剩下它一只，他就会觉得安全了。他很伟大，你看，他会一直不吃鱼食，只是全心全意保护他产下来的卵，直到它们破壳出生。你看他在卵床上游过去游过来的，
就是在用他的鱼鳍和嘴巴，一刻不停的在分水，以此来保持鱼卵的温度和洁净度。等明天后天就要高度关心这些鱼卵，如果越来越透明，里头还有黑子的，那就是小鱼的眼睛，说明是活卵。如果变白或者变黑，都是死卵，要立刻小心清理出来。圣无鱼看他眼睛意义，问道：整个过程几天？你很喜欢这个过程吗？一看就知道他见过了许多次，不知为何还是如此兴致勃勃。宣晓东道：2到3天就全破卵而出了，这一片能有400-500到上千只。全部破卵而出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小鱼都穿梭布满整个鱼缸，非常壮观，非常富有生命力。到时候这些小鱼全都围绕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游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十分美妙。明后天到时候我让你看。他嘴角含着笑，仿佛回忆起来那极美的画面，眼里几乎都带上了光。圣无鱼不由道：这么美吗？那到时候一定要叫我看看。宣晓东道：好，先去吃早餐吧。他洗干净手，去蒸笼上端了炖盅出来给程无鱼。圣无鱼拿了勺子慢慢吃着猪脑，只觉得软糯香咸，一点腥味没有，汤里有一点细微醇厚的味道。仔细看汤里果然又悄悄放了薄薄的一片天麻，忍不住笑了下，和宣晓东聊天。这一窝鱼上千只，能卖多少钱？宣晓东道：这鱼不值钱的，就是挑品相好的，自己留了慢慢养，其他的都拿去花鸟市场卖给鱼贩子，很便宜的，一窝几百块吧。等慢慢选种，选好看的养好了，就能卖多些。鱼贩子们都认识我，我的货基本拿去都有人收的，倒是不愁销路。圣无鱼点头：我看你菜地都自己吃，也不种庄稼，山上的果树也都才栽种，你就只靠养鱼的收入吗？宣晓东道：养鱼收入一般吧，但是主要是我开支少。我退伍有一些钱，加上我自己种自己吃，衣服以前的也都能穿，吃住都不花钱，更是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我这不是在城里，每天什么都不做都能产生各种费用，房租、水电、交通等等。在村里没什么地方花钱的，也就这段时间你过来才会买菜多一些，但是也都是你自己支付的。圣无鱼笑了下，他早就猜宣晓东应该是经济无忧的，毕竟物欲极低，一个人自种自吃，确实不需要什么花费。两人吃过早餐，又去了游戏室，继续打孤岛黎明游戏。这一天，宣晓东耐心的带着他继续练级，还抽空去看了有名的胜景，比如海底的珊瑚岛，岛上都是五彩缤纷的珊瑚和鱼；还有火鸟岛，岛上全是火一样红的鸟，星之桥，星星点缀成的桥梁等等。圣无鱼饶有兴致，玩的还算开心，但经过前一日的疯狂沉迷，这次宣晓东明显克制多了，到了时间还是停了游戏，正经吃饭，正经散步，正经逗狗喂猫。因着外面下雨，宣晓东就在屋里把晒好的干菜一层一层裹了盐，又慢慢窝进烟缸里，然后包蒜米，做辣椒酱，总之手上总没看他闲着。程无鱼看他一缸一缸的烟，忍不住问他：你从前一个人也做这么多？宣晓东道：一个人有空就做一些，没空就不做，这是给你到时候带回去过年的。圣无鱼失笑：要那么多干什么？不是做了许多腊肠干肉了？宣晓东道：听你说你家里人挺多的，而且上次盛警官帮了我个大忙，也该给他备一份。那个小贼听说判了1年，乡亲们都拍手称快。圣无鱼道：顺手的事，不必同他客气。宣晓东道：他说他喜欢吃的，到时候他过来接你，一起给他带回去。圣无鱼笑了：他有和你聊天？宣晓东道：前几天加了我好友，时不时问我你的情况，应该是很关心你，还经常发一些警队的趣事给他。他开始觉得对方态度转变得很奇怪，
后来想起来，应该是想通过自己关注盛无虞，便也时不时发点做好的菜给对方，又换来一顿夸张的垂涎。盛无虞一笑：“你有事只管找他办。”宣晓东也没当真，只是一笑，心里想着按着盛磊磊说的，盛无虞只是来休养，等身体恢复好，动手术后应该很快就要离开了。也就是说，等这次过年后，手术时间就会敲定，他住院治疗。无论手术成功失败，兴许都不会再回来这里常住了。到时候他和盛家人应该都不会再有什么相见的时候了。第3天的半夜，盛无虞被摇醒，宣晓东低头和他说话，鱼卵破壳了。盛无虞睁着眼睛，尚且有些懵懂。宣晓东伸手在他腋下，一把将他抱起来，将他轻轻放在了轮椅上，然后一件宽松套头的毛衣从他头上套下去。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衣服就已经妥帖穿好。他已经许多年没有被这样称得上是冒犯的举动了，但他这个时候只是感觉到了好笑，就这么着急吗？轮椅推到了鱼缸前，宣晓东低声道：“看。”漆黑的厨房里只有鱼缸里灯亮着。盛无虞目光自然而然落在了那璀璨晶莹的鱼缸里，然后就屏息了。成百上千只小小的鱼苗在卵床上随着水波荡漾晃动着，摇曳着，挣扎着。幼鱼刚破卵的时候，只看到2只大眼睛拖着个透明的尾巴，它们是如此忍弱纤细，但上千只细密幼鱼聚集在一起，随着水波汹涌冲上水面，却陡然给人一种蓬勃而充满力量的感觉。无数半透明的幼鱼纷纷从卵里挣扎出来，摇摇晃晃往水面飞去，犹如漫天气球起飞，这就是生命力的爆发。上千只细小忍弱的小鱼刚刚来到世上，开始先在水波中乱撞着，然后渐渐找到了母鱼，纷纷簇拥在了徐徐游动的雌鱼身边。时聚时散，游离者包裹着，却都随着雌鱼游着，好像拥着雌鱼的一团飘渺柔软的云，温馨甜美，壮观、绚丽、宏伟，这是太有冲击力、太过于富有生命力的自然一幕。盛无虞和宣晓东沉默的看了许久，宣晓东才轻轻道：“好看吧？”盛无虞终于理解，他迫切想让他看到这样的美景，的确是太让人触动了。他轻轻道：“是真的很美。”这就是生命的诞生啊！天说冷就冷了下来。盛无虞自己驾车回了次静海，说是约了心理医生做心理评估和一次全面体检，如果评估结果好，再节后就要预约手术了。晚上不用做我的饭，检查项目比较多，第2天才回了。盛无虞走之前对他说。宣晓东知道这次手术后，盛无虞应该要休养很长时间，而这休养离不开医院的辅助，甚至有可能要出国，因此离别应该很快就在眼前了，自己又要回到从前一个人山居的日子。清晨，天边薄薄起了一层云岚，日头只有一点点光，空气清冽冰冷，夜里原来下了霜。宣晓东从山下慢慢往山上走，看到山道旁的枯草上结了一层白霜，路边的浅浅小溪流也已经半冻成了透明的冰棱，小黑狗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跑着。天冷了，他吃的也胖了许多，膘厚毛丰，看着圆滚滚的，显得越发憨头憨脑。他走去山茶林慢慢检查了下，仍然精神抖擞，不曾受到霜冻伤害，便一路走着，拾了些柴火扔在背筐里，准备烧了肥。兜里手机短信微微响了下，山居无人，带着手机劳作累赘，他已经许久没带手机的习惯了。但自从盛无虞过来住以后，他开始带着手机上山，因为怕盛无虞临时有事找不到人。他从兜里拿了出来看了眼，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手机号码，给他发了短信：“生日快乐。”他知道应该是林义景，顺手将手机号码拉黑。他一个人爬上了山顶，看着远处群山在微光中起伏的曲线，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感觉整个空明世界只剩下了自己。他许久以前就习惯了一个人，从退伍后，他开着2手小破车，一个人走遍了大江南北，看山、看水、
看海、看雪。回到爷爷留下的荒山，他又习惯了一个人慢慢开拓荒山、种树、养鱼的日子。他已经一个人度过了28个生日，生日对他来说，和平时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过去的这么多年如此，未来也将如此。他于这个世界来说太没有存在感，他是如此渺小和不重要。即便是和林义景情赌的那2年，对方也没有在意过自己的生日。发现的时候过了，也只是过后补了个礼物，当时他应该是感动的。但已经过了太长太久的岁月，林义景给他的爱不足以抵挡这么多年的时光冲洗，早已淡得几乎想不起来，反而是那爱带来的副作用，如同潜伏在长好的皮肉下的暗伤，并不曾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愈合，仍然总在每一个生活的不经意间突然跳出来，隐隐作痛的提醒着自己曾经有过的不堪。他慢慢往山下走，转着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一株丰茂的银杏树。霜降了，银杏树也变黄了，叶片金灿灿，如翩跹蝶翼。正是最美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折几枝插平，盛无鱼一定会喜欢的。然后他又想起来，盛无鱼去城里了没回来，说不清心里一掠而过的那点失望是什么。他上前还是折了几枝银杏叶，放到了背筐里，然后往山下走去。路上他看到了盛无鱼卧室窗边的松树上也结了一层霜花。山里天气多变，也不知道明天还能看到不。有一点惋惜对方错过的美景。他本来觉得一个人挺自在的，他早已接受了自己将会一个人度过这一生的命运。但是这段时间他忽然有些习惯了摘菜的时候屋里传来的钢琴声，习惯了做饭多做一个人的菜，习惯了晚上出门检查一下周围，习惯了散步的时候推着轮椅告诉对方路边有一朵小花，树上有一只蓝色的雀鸟。他的全部世界是这座小山，他熟悉山上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忽然有一天，他的世界加入了一个人，这座山忽然仿佛变得更有意义，一花一草都能给对方带来新鲜感。他的世界忽然多了音乐，多了色彩，多了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当他看到艾草丰美，想到的是给他禁欲；当他看到野果缤纷，想到的是可以插在装点他床头。如今这个人要走了，小山又变成他一个人。想起来其实心里是有点难过的，不过他总会习惯的。静海市，你的心理报告的确相当不错，睡眠监测数据也很好，睡眠质量不错。蔡钟林十分欣慰，看来这2个多月你找到了合适的方式来舒缓情绪，疏解心情。体检报告各项指标数据也很不错，恢复得很好。盛无鱼道，你的意思是可以预约手术了吧？迟点你把出具的报告发我和维特，和他约时间动手术吧。时间就定在年后，没有什么事情了吧？他看了看腕表，蔡钟林敏锐注意到他的动作，问他，你赶时间？盛无鱼道，是，来之前我没想到你这个检查这么花费时间，你占用了我太多时间，打乱了我的安排。蔡钟林有些无语，这能怪我吗？谁之前在心理量表上不如实填写呢？不做过睡眠监测和各项身体体检，根本无法得出真实的心理评估数据。不过这次确实检查效果很不错，我和维特商量一下。盛无鱼道，那就这样了，有什么再联系了。蔡钟林失笑，好吧，很少看到你还有什么热情去做什么事了，不是公司的事吧？能找到新的目标总是值得的。抑郁症最怕的是失去任何生活的乐趣和目标。盛无鱼正驱动轮椅往门口行去，听到他这话倒是欣然道，不错，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从未想过还有领域能让我燃起如此的热望。蔡钟林笑道，上一次看到你这么认真，还是你对着镜子学一门小语种。你太聪明了，我常常疑惑有什么能难得住你。盛无鱼推开门，信口道，聪明人是永不会达到情感的最高度的。
蔡中林一怔，只觉得这句话越想越妙，又像是在哪里听过。但盛无语已出去了，仿佛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尽快处理，让他多耽搁1秒都不愿意。他拿了手机出来，对着搜索栏语音搜索，聪明人是永不会达到情感的最高度的。然后他的脸色僵住了，目光紧紧盯在那行字上，几乎不敢置信，然后忽然忍不住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走到窗口，往下看那银白色的车。盛无鱼下楼回到他的车边，看到他的生活助理迎上来，紧张道：“盛董，都安排好了，醒得刚刚好，您千万别提前打开。所有礼物也都包装好放在后座了。施密说急着去 K 国，已经出发赶飞机去了，让您开车一路小心，另外祝您心想事成。”陈无鱼点了点头，直接上了车，启动车子，缓缓驶出了医院，很快融入了车流中，往城外行去。车上盛无鱼又接到了盛伟磊的电话：“小叔，你怎么没吃晚餐就回去了？我才结束任务回来，都没见着您，需要我送你去西溪吗？”盛无鱼道：“不必，我自己回。”盛伟磊非常不赞同：“小叔，您应该还是要多休息，体检项目这么多。我记得上次维特医生说过，抽血项目比较多，检查后应该充分休息的。您怎么还非要自己开车长途跋涉呢？”他如今发现盛无鱼现在似乎能听进去一些建议了，胆子也大了许多。盛无鱼道：“今天是宣晓东的生日。”盛伟磊吃了一惊：“啊，他怎么没和我说呢？早知道我也过去了，我给他订一份礼物吧，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盛无鱼道：“没你什么事，我有惊喜给他。”盛伟磊遗憾道：“好吧，那我明天再送，那小叔您路上小心点。”盛无鱼道：“不必担心，我开了自动驾驶，还有别的事情吗？”盛伟磊道：“哎，等等，说到小东大哥，我想起今天听楚若拙说，林义景干了件特别出格的事，他现在要改母姓，而且退还所有林氏的股份给林若飞。现在林若飞已经从国外赶回来了，事情闹得挺大的，夏家那边的老爷子也都惊动了来了静海。”盛无鱼嘴角浮现起了个薄凉的微笑。盛伟磊小心翼翼道：“我和若拙都猜，林义景这不是为了宣大哥吧？”盛无鱼淡淡道：“谁知道呢？”盛伟磊啧啧了2声，看不出宣大哥有这样的魅力，大概还是年少的初恋最动人吧，尤其还是当时没成，得不到的最难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林义景聪明一世，是过不去这个坎儿了。盛无鱼意味深长道：“聪明人是永不会达到情感的最高度的。”盛伟磊道：“哎，问世间情是何物嘛？楚若拙给我说，想找机会和宣大哥和缓下关系，他后悔得很。”盛无鱼有些不耐烦，他走他的名利场去，何必来骚扰人家？盛伟磊原本也就只是给楚若拙在小叔跟前探探风，看盛无鱼如此，自然知趣道：“我也说小东脾气看着是个外柔内刚的，那我先挂了，我去选份礼物，改天过去接您回来，过年的时候给小东补上这生日礼物。”盛无鱼不置可否，但他一贯如此，盛伟磊也就挂了电话。盛无鱼开回半山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他松了口气，将车子开上了曲折的山道，转过半山便看到宣晓东。他听到车的声音，正推门出来迎了出来，脚跟后亦步亦趋跟着欢快摇着尾巴的小黑狗。宣晓东看到车子里确实是程无鱼回来，脸上带了惊喜的笑容。盛无鱼将车停在了门前的平地上，开了车门，驾驶轮椅下车。宣晓东上前替他关车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用过晚餐没？也不先打个电话给我，都没做饭。”盛无鱼道：“车后尾箱有带了东西，麻烦你去开一下拿下来。”宣晓东便转身到了车尾，盛无鱼指挥他道：“正下方有个按钮，按一下就行。”宣晓东俯下身找到那个按钮，按了下，车尾盖缓缓掀起。他先闻到了一股馥郁的花香味，然后眼前一花，
身后小黑狗嗷呜了一声，炸开了毛。无数的粉红色气球从车后尾箱争先恐后飘了起来，温柔轻悄地撞了下他的额头，然后在他跟前飘上了天空。气球实在有点多，他目光随着气球往天空上看，看到这上百个粉红透明气球喷涌上了天空，在天空中随风飘扬，如梦似幻，将这寂寂空山上的天都点缀的温暖。他完全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怔怔看了看天空上漫天气球，又看了看车尾箱，却见气球飘进后，满满当当簇拥着香槟色的娇嫩玫瑰，仿佛晒足了日光的干玫瑰花瓣的香味萦绕着鼻尖。这是不该在冬天开放的鲜花，此刻却绽放在他眼前。漂亮的香槟色花瓣柔软光滑如丝绸，杯形优雅的花朵很大，甜美地铺满了车尾，既盛大又温柔。生日快乐，宣晓东先生！宣晓东转过眼看盛无虞，神情是错愕的，仿佛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以这种方式给他庆祝生日。盛无虞看他的神情是愉悦的，这花叫蜜桃雪山，名字很美吧？从南方温室里空运过来的，一共2800朵，庆祝你的28岁生日。花本身没什么香味，不过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据说加喷了干玫瑰味的香水。其实我不太懂，但是礼品公司的客户经理极力向我推荐了这个方案。打开车尾箱，看到玫瑰和气球，据说是最俗气，但是又的确是最有效的给人惊喜的礼物。据说收到礼物的人都会非常惊喜，效果奇佳。现在看起来效果挺好。宣晓东愕然后终于笑出来了，多谢，实在是多谢。但是真的是太浪费了，不必这么夸张的。当然我很喜欢，谢谢你。盛无虞也很满意，决定可以下次继续光顾那家礼品公司。车里还有我订的餐，还有蛋糕、香槟、水果。你是寿星，所以不能让你做饭。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生日晚餐了吗？宣晓东十分依依不舍看了下那蓬勃鲜花。好，你先进去洗个脸吧，我把这些花收拾回去。盛无虞一笑，精心准备了2天，很明显取悦到了对方。得到了对方的珍惜，他自然也是很高兴的，欣然往里去。小步跃上了他的膝头，感觉到了主人心情的愉悦，好奇的看向了车尾的花。宣晓东小心翼翼将车尾的所有玫瑰都捧了下来，一朵没漏，拿去了厨房，进入了水里，所有能装水的水缸、水盆等等都装上了花。空气里充满了若有若无的玫瑰香味，存在感极强。这是为他生日所绽放的花泥，宣晓东挑了几支最好的，插在了花瓶里，放到了餐桌中央。车子后座确实有着几个包装严整、层层包裹的银盖盖着的餐盒，打开来几样主菜都还微微带着热度，香槟、蛋糕、水果非常齐整，看得出是在很昂贵的酒店里订的生日晚餐。陈无虞换了衣服，洗了脸手，回来餐桌边，蛋糕我做的。宣晓东吃了一惊，看向盛无虞，盛无虞道：怎么不像吗？宣晓东忍俊不禁，我信，毕竟盛先生是通晓10几门外语，有无数才艺的人呢。盛无虞道：当然，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我做事总是追求完美的。宣晓东笑着替他不餐，谢谢这位骄傲的狮子王今天给我过生日，我可真是太感动了。盛无虞笑着打开了香槟，来试试，这支香槟口感很好。晚餐量并不多，应该是考虑到饭后还有蛋糕的原因，但有宣晓东爱吃的刺身，香槟味道很好，细密的气泡在口腔炸开，味道丰富甜蜜。蛋糕分量也不多，就是2个人吃得了。宣晓东拿了刀子切开蛋糕，看到里头夹着果仁夹心，你真是费心了。盛无虞道：不费心，你坐过来，我有生日礼物给你。宣晓东将椅子挪了挪，和他坐在了一侧，真不用太费心了，你送了我许多东西。他从轮椅一侧拿了个包装的很是精致的方形礼品盒子，推过去给他。给
生日礼物。宣晓东看着那打得分外柔和漂亮的粉红蝴蝶结，终于忍不住笑了。盛先生咨询礼品公司的时候，没和对方说清楚，你给过生日的对象是个男的吗？他不会打开里头是一套漂亮的首饰吧？盛无虞道，我看你挺开心的，礼品公司这方案完全符合我的意图，很明显也达到了效果。拆开礼物看看。宣晓东拆开那粉红蝴蝶结，打开盒子，脸色微微变了。盛无虞笑道，喜欢吗？虽然确实有女士喜欢用这款，但是我考虑到只是便于携带，而且民用能申请的只有这几款，这款是性能最好的。我咨询了相关专家，盛伟磊也很想要这款的，可惜没渠道，而且这是定制款。宣晓东从盒子里头拿出了那能令大部分人大吃一惊的礼物，触手是熟悉而微微有些成熟的金属质感。他爱惜的摸了摸那深沉锃亮的胡桃木手托，从下方拿起那根银色的圆管，慢慢旋转安装了上去。这是一柄性能卓越的猎枪，全身都凸显着优越的性能和昂贵的价钱。盛无虞笑道，持枪证也一起给你办下来了，找了朋友加急办的。宣晓东轻轻抚摸过那枪身，脸上终于动容，谢谢你，这礼物很用心，用心到他不忍心退回，这太过昂贵的礼物，退回就太伤人心。这是分别前最后的礼物吗？他带了些伤感，又带了些惆怅，但这真的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无论如何，谢谢盛无虞给他这样美好的一段时光，哪怕以后再无交集。盛无虞道，你喜欢就好，我做事务求完美，但是追求人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经验，因此认真学习研究了好几天。宣晓东正摸着枪身，百感交集，一时没听清楚，抬眼看成无虞，什么？盛无虞笑着重复，追求人这事我没什么经验，有什么做的不完美的地方，你多多包涵。宣晓东看着盛无虞的脸，神色渐渐凝固在疑惑而茫然上。盛无虞看向他，神情温和却又郑重，宣晓东先生，我想请求和你深入开展一段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不知道可以吗？他盯着宣晓东，眸光柔和，神情轻松，一如从前游刃有余在外交场合斡旋在各国重要大使和领导中一般，举重若轻，吐出了这样一句话。宣晓东愣住了，短暂一闪念，他脑海里掠过无数念头，但最后却无法做出合适的表情，说出适当的言辞。他第一反应该拒绝，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都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但是那一刹那间，这些日子和这个人相处那种如沐春风的舒服和亲密，却忽然占据了上风。拒绝的话，就会失去这些吗？一种隐秘的不舍和愧疚随之升起，仿佛非法占有了不属于自己的太过贵重的宝物。他不可能拥有，但他不舍得。盛无虞凝眸盯着他，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宣晓东沉默了一会儿，才问了一个盛无虞万万没想到他会问的问题，你确定喜欢男人？是不是只是因为身处低谷之时，将陪伴和好感错认为了爱？又或者是怜悯？只是想到这一点，他的心脏就仿佛被刺穿。仿佛知道了他的未言之意，盛无虞有些失笑，我以为你会问我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有时候确定一个人是不是那个人，应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宣晓东喃喃道，怎么会？你喜欢我什么？自己实在是平凡的一无是处，他决然不肯相信对面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说，正在追求自己，真的不是在做梦吗？但盛无虞仿佛早有准备，答案了然，我爱你也许并不为什么理由，虽然可以有理由，例如你聪明，你纯洁，你可爱，你是好人等，但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你全然适合我的趣味。因此你仍知道我是自私的，故不用感激我。他轻声而深情，犹如念着情诗，仿似在私下练过无数次，以至于拥有最完美的声线和最深情的感情。宣晓东和他四目相对，耳根热到滚烫。
盛无虞忍不住伸手微微触碰宣晓东的脸，凝视着他。之前确实没有对任何同性起过心，只是经过这段时间和你的接触，觉得你很合适我。当然，如果你同意，我也想进一步确认一下。怎么确认？宣晓东不解其意，茫然看向盛无虞。他整个人这个时候已如木头，做不出任何合宜的应对。盛无虞只是微笑凝视着他，目光落在了他湿润嫣红的唇上。宣晓东虽然迟钝，但在他这样含笑的凝视下，却也好像微微有些明了。但这一刻，他可耻的怯弱了，仿佛一个贫瘠之极的人。眼前忽然有了宝山，他的心砰砰砰跳起来，脸颊耳根烧到了极点。盛无虞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手指划下到他的下巴处，微微俯身凝视着他已经变粉红的耳廓、下巴，仿佛呢喃，又仿佛是蛊惑。可以吗？宣晓东大睁着眼睛看着对方，看着对方逼近，然后低头准确无误地含住了他的双唇。好热！想不到看着这样冰冷的人，唇舌是这般的炙热。宣晓东睁大着眼睛，整个人几乎是震惊一般的被动接受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吻。盛无虞掌心抚摸着他的下巴，开始不过是浅尝辄止的轻轻啄吻，仿佛试探。在没有被拒绝的情况下，他手指微微用力，再次加深了这个吻。清甜温软，和自己想象的一样，他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表面接触，而是顺从了自己的心意，继续加深这个吻。毕竟这是确认，不是吗？要负责任啊，必须要得出结论。他的左手已经扣上了宣晓东的背，将他压向自己。这个吻又深又长，尤其是对方几乎是凭着呼吸毫不反抗，予取予夺，任他掠夺。好乖。他手掌往下滑，按着对方的劲瘦的腰，然后感觉到对方几乎是立刻就往他身上靠过来。隔着薄薄的衣物，两人身体都很热。这个吻不知何时结束的，盛无虞轻轻抚摸着对方泛红的眼角，轻笑着。确认结束了，还需要更多证明吗？我不介意，今晚就给你更多证明。宣晓东浑身热得几乎要爆炸，在盛无虞带着几分揶揄的笑意里，几乎是从椅上跳了起来，飞快地退出了盛无虞的房间。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吻原来可以星火燎原一般燃起全身。那一刻，他几乎无法按捺那汹涌至的想要将眼前那人吞吃入腹的欲和念。他想要对方，他浑身的肌肤都干渴着，需要对方的抚摸。他渴望拥抱着对方，他渴望更多。他一个人走过千山万水，他一个人在半山种瓜锄豆。他清心寡欲多年，从未想过需要另外一个人加入自己的生活。他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天，他的身体控制着他的心，疯狂叫嚣着渴望那个人。这一刻，精神的灵被身体的肉占了上风，他完全被欲和望征服。对方当然也用身体反应很诚实的证明了，他对他也很可以。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确认吗？宣晓东一想到对方带着笑意看着他，全身就热得几乎要爆炸。天气明明冷了，他却热得要命。他路过厨房，花太香了。天冷的时候，山洞里的水反而没有夏日那样寒冷彻骨，反而微微带了点暖意。宣晓东湿淋淋从山洞里的深潭浮上了水面，手里的钢叉插着一只还在活蹦乱跳的山洞鱼，置入潭边的水桶里，里头已经扔了好几只鱼。宣晓东伸手撑了下岸边，手臂用力，整个身体跃出水面，稳稳上了岸。拿了毛巾胡乱擦了擦身上的水，身上腾腾冒着白雾。他也并没有任何冷的感觉，只是伸手提了那桶鱼，走出了山洞。天还没有大亮，寒山凛冽，树木寥落，霜色逼人。他面无表情提了鱼，光着脚踩在结了霜的稗草上，结实的身体丝毫没有畏缩，反而很快身上又发起热来火烧一般。他大步将塑料桶往摩托车后一搁，拉了绳子绕了绕固定好，长腿一跨就上了摩托车，开回了半山房屋里。回了厨房，
看昨晚泡的黄豆胀大了，便滤了水，扔进锅里清水煮着，鲨鱼刮鳞剖腹洗刷干净，才进了房间去冲洗了下，换了衣物后走出来，看黄豆煮开了，便拿了炒锅出来，放了油，将好些香料和洋葱放进去炸香，将香料和洋葱、小葱、蒜米等都捞了出来，只剩下清油，将沥干水分煮熟的黄豆放进去炒，豆子的香味很快就出来了。盛无鱼起床洗漱后，也驱着轮椅，闻着香味出来，到了他身边问：一大早做什么呢？这么香？宣晓东并不敢看他，只是专心盯着黄豆道：做个黄豆酱，一会儿烧鱼，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拌面吃。陈无鱼看了眼水池里的鱼，好大一只，看着是被鱼叉叉上来的，问他道：这鱼好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吃过，你去哪里捉的这么大鱼？宣晓东道：是山洞鱼，味道不错的，一会儿黄豆酱烧了会很香。他拼命想装作若无其事，杏儿做饭这事不需要他思考，早就熟极而流，不然一定会露怯。一大清早大冷天的下水捉鱼，盛无鱼仔细看了下，果然看他头发还湿着，但看他这样天气还穿着短袖汗衫，看来确实是不畏寒，想来应该不会着凉感冒。他看穿了宣晓东只怕还是在害羞，心下微笑，也没提昨晚的事，就只在一旁看着他炒黄豆。厨房里的花仍然存在感很强，实在是太多了，盛无鱼的视线的感觉也实在太强。宣晓东靠着盛无鱼，那半边身体感觉都僵硬发麻了。黄豆炒到半干，皮微微皱起，宣晓东便将切好的蒜姜、小米、辣椒等等倒进去，翻炒香后铲出，放油煎鱼两面金黄后，放入黄豆酱焖烧了一会儿，将刚刚摘好的鲜嫩盐荽撒上去，翻一翻，裹上汁水。看盐荽碧绿柔嫩，香气浓烈，点缀着被黄豆酱煨成金黄色的鱼，分外漂亮，果断出锅。他才转头看向陈无鱼，吃面还是白粥？盛无鱼道：白粥就行，这黄豆酱还挺香的。宣晓东点了点头，装作若无其事。平时如果懒得做黄豆酱，用腐乳来焖鱼味道也不错，超市也有现卖的黄豆酱，不过总不如自己现炸的香。他替他装了白粥，又炒了个青菜。陈无鱼一边慢慢吃着早餐，一边闲闲问他：现在冬天，这边山里大概也没什么猎物吧？改天找个时间带你去猎场试试你的新枪吧。宣晓东这才想起昨天还收到了个贵重的生日礼物，他当时如获至宝，心里喜欢，结果最后却被陈无鱼突如其来的告白搞得完全忘了那事。那盒漂亮的礼物还放在自己房里桌子上，只是他们能有什么以后呢？他胡乱应着，装了青菜出来放在桌面上。盛无鱼又问他：今天还是打游戏吗？宣晓东神不守舍，好。忽然反应过来打游戏要和盛无鱼太过紧密接触了，连忙又道：不过我要先把地给翻了，不然过几天地硬了不好翻。陈无鱼点了点头，好，我看看书，等你。宣晓东低下头喝粥，陈无鱼夹了块肚子上的鱼肉放在他碗里，他停了下，低声道：谢谢。盛无鱼只是笑着看他。早餐后，宣晓东果然拿了锄头在院子墙边挖地，把收了菜的地全部重新深深的翻过一遍。事实上之前他已翻过一次了，但他勤快，总要时不时翻地来让土地更肥沃。他力气大，几下子就能挖松一片，锄头铿铿作响，泥土柔顺的顺着锄铲翻出油润内里。他渐渐也平静下心情，只专注于眼前那一方土地。天气甚好，高天流云，微微有些风，这种天气的确适合劳作。猫和狗已经熟忍了，小不熟练的撩拨小黑狗，然后被小黑狗廊下乱窜着。院子里有着它们，多了许多生机，也避免了太过安静的尴尬。盛无鱼只坐在廊下，手里拿着本书，只看着他拿着锄头劳作。薄薄的 T 恤下结实的背肌，紧窄的侧腹，长直有力的双腿，
使力时肌肉绷紧，线条流畅，性感至极。程无鱼揉了揉书页，觉得有些干渴，拿了手边的保温杯喝了一口。宣晓东今天给他准备的饮料是红茶煮白芸豆，调了蜂蜜。白芸豆是利肠胃的，他仍然一丝不苟的珍重调养他的身体，但这并不能解除他发自灵魂的干渴。手里的书是朱生豪情书，他这些天看了很多遍，许多都已能背下来。比如这时候就会想起那句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的哭不出来，让他眼角泛红，让他喘着气，让他在自己怀里不能自己。情感这种东西一旦滋生，就仿佛蓬勃生长，不能自主。山居风物闲美，草木鱼虫，日光藤花，样样都旖旎自在。闲得他只剩下想欺负对方这件事。他觉得自己若是再不主动一点，对方可以继续装蜗牛，装作若无其事，这么浪费时间下去。大半段的生命已经这样完结了，怎么还经得起零星的磨蚀呢？仍然是引用抄嗲的朱先生的情书，他将手里的书页哗哗翻了一会儿，看宣晓东总算翻完的。回了房间去冲澡，想了想，收起书来，驱动轮椅去了游戏室。熟练打开了游戏，把自己的岛开了战斗模式。过不多时，他就通过窗子扬声喊宣晓东：小东，我的岛有入侵者。宣晓东刚在天井收拾晒的干菜，听到走过来，看了眼屏幕，果然看到好几个人上了程无鱼的岛，正在抢设备，级别都比较高，带着的装备也很好。他过去开了自己电脑，很快登录游戏，然后拿了把大狙上了程无鱼的岛，几下子将上来的玩家点了2个。对方一看不妙，急忙也找了隐蔽障碍物躲着，等死了的玩家复活跑尸汇合。宣晓东对岛上地图熟，早已缓缓绕过他们后面，人狠话不多，又精准狙掉他们2个刚跑尸复活的，让对方再次进入了跑尸中，然后笑了声，这下他们掉了很多经验和装备了。盛无鱼却道：啊，我这里有人过来了。宣晓东转身过来看了下他屏幕：我来，你等级低，藏起来，等我杀了他们你再出来。盛无鱼操纵轮椅往旁边让了让，将电脑往他跟前推：你坐下来方便操作。宣晓东不疑有他，坐了下来，双手食指翻飞，操纵着程无鱼的人物灵活的在各个建筑物中躲闪，逃离对方的包围圈。他聚精会神，却不防盛无鱼伸出手来，忽然揽住了他的腰。他手一顿，盛无鱼只感到手下侧腰受惊一般的急速收缩肌肉。看着屏幕温和提醒他，外面又来了个入侵者。果然屏幕闪动红光，提示着入侵者已经接近20米内。宣晓东沉默了，只能操纵着那角色继续往前跑，却感觉到盛无鱼的手掌缓缓摩挲着他的侧腰，手指划过腰线，往腹部探下。他转眼去看盛无鱼，盛无鱼含笑看着他，脸上没一丝羞涩，十分坦荡。宣晓东只好操纵着那角色躲进了瞭望塔里，将防护铁丝和安全雷区全打开。看着安全了，才松开手。好了，安全了，你玩，我去收拾。他没说完话，盛无鱼已经收紧手臂，将他揽向自己，嘴唇再次准确吻了上去。一回生二回熟，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吻。等宣晓东回过神来，盛无鱼不知何时已从轮椅到了沙发，靠着他，呼吸交错。2人都1.8米的身高，挤得沙发都显得狭窄。宣晓东紧紧揽着程无鱼的腰，怕他滑落下去。程无鱼斜靠在软枕上，仗着被宠爱有恃无恐，又去亲了亲宣晓东的耳朵，低低笑着。宣晓东终于忍无可忍，硬着心里的渴望，一不做二不休的侧过脸，狠狠回吻过去，理智防线完全溃败。2人气喘吁吁，宣晓东侧着身子，小心翼翼抱着盛无鱼，十分投入的吻着。程无鱼睫毛轻颤，回吻的也很直白热诚。
游戏激昂的背景音乐自顾自响着，是夹杂了海浪声和海风的美好音乐。大屏幕上显示着游戏画面，高塔处已经开动了自动防御系统。来犯的玩家找不到人，处处踩雷中机关。他们发现这座岛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资源，看来是座新岛，再攻击只是浪费时间，便停止了攻击。自己撤离了，而因为长时间没有操作，游戏已经自动进入了暂离情况。这里只是游戏画面，没有任何暗示。宣晓东关了电脑，和盛无鱼相拥着在沙发里。他们刚从一个深长的吻里解脱出来，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又舍不得分开，只是依偎着。盛无鱼闻到宣晓东刚刚冲澡过身上的桃子沐浴露的酸甜香味，用舌头舔着他后颈，用牙齿轻轻磨咬着他的肌肤皮肉，声音低哑：“我还没有尽兴，去我房间还是你房间？”宣晓东感觉着后颈传来的阵阵酥麻，垂眼看盛无鱼浓密睫毛下蜂蜜色双眸流露出的浓情蜜意，薄薄双唇被他亲得嫣红诱人，耳边又听到那磁性带着魔幻的声音，仿佛被催眠一般，早已色令智昏。他下了沙发，低头稳稳抱起盛无鱼，往盛无鱼的房间行去。不管明天以后如何，这一刻他们是彼此心悦的，他也愿意满足对方的所有要求。这是混乱的一个冬日，宣晓东打开花洒，任由温热水珠密集落下，清洗着自己的身体。脸上的热度尚且未消下，他实在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居然会主动给人奉上一切，只为取悦欢愉对方。他洗干净，随便擦了擦水，赤着身子走出来。半墙的玻璃窗光线明亮，照着床上的程无鱼。他侧着身子拥着背，露出光着的肩头和一只修长白皙的手臂在背外，侧脸英俊，犹如雕塑美男子，眉目满足，睡得正好。宣晓东走过去，冬日阳光洒在他自己的身体上，刚才那段混乱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暧昧痕迹，膝盖磨得甚至有些红。认识自己久经锻炼，体力惊人，此时他的腰腿仍然有些使用过度的微酸。他将窗帘拢了过来，屋里阴暗下来。宣晓东回到床上，轻手轻脚掀开被子，钻了进去，满意的伸手抱着盛无鱼，也闭了眼睛，放松身体，决定接着睡个午觉。从少年时他就知道，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享受，过了就不一定还有。他抱着对方温润的身体，贪恋一般的紧紧贴过去。干渴多年的肌肤在这一刻得到了抚慰和满足。不得不说，今天这一场，他看着盛无鱼愉悦之时，自己精神上带来的幸福满足胜过了一切。这一刻，至少他拥有对方，至于将来，他完全不去考虑。两人一梦酣甜，醒来的时候，宣晓东看到盛无鱼也不知何时醒了，低头正看着他，看到他醒了，两人四目相对，忍不住笑了。然后又不自由自主吻上了。一旦突破那层界限，两人很轻易自然的彼此接受了亲密的关系。床上又是一番撕磨亲热后，宣晓东低声道：“我抱你去禁欲吧。”他也出了不少汗，应该不舒服。盛无鱼笑道：“好。”宽大的浴缸和从前一样的流程，宣晓东抱着程无鱼放入浴缸中，低头看着他那双骨肉匀平的双腿，伸手在手心里倒了沐浴液，替他慢慢按摩，从足趾到脚跟，从小腿到腿根。盛无鱼没有拒绝，反而和他直接谈论自己的腿，每天都有在床上用仪器按摩，防止肌肉萎缩。其实医生也有建议，如果有配偶，可以多多行房，刺激神经。宣晓东将信将疑，盛无鱼仍然道：“手术日期定在年后，这次能恢复行走的可能性很大。维特医生到时候会飞过来替我主刀，还有几位有名的医生来我国会诊，所以可能到时候会住院很长一段时间。”宣晓东握紧他的脚踝揉了揉，看盛无鱼果然没什么反应，一边替他打上沐浴液的泡泡，一边道：“希望这次能成功。”盛无鱼道：“不成功也没关系，我们再继续找别的法子。”
宣晓东替他全身都打满了丰富洁白的泡泡，按揉着打着圈。盛无虞微微抬高下巴，让他替自己洗脖子，眼睛带着笑意。宣晓东洗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想起盛无虞双手又没问题，完全可以自己洗。显然对方这是在享受情趣，但自己再多洗一会儿，可又要丢丑了。他掩饰尴尬，拿了花洒来冲洗泡沫。程无虞道：“不再多洗一会儿吗？”宣晓东道：“我想起午餐你也没吃，该饿了吧？都睡到这个点，我刚才放了点羊肉煮汤，先喝汤吧。”盛无虞笑道：“好，那就先喝汤，晚上你陪我睡吧。”宣晓东不说话，替他冲洗后，拿了浴巾包裹，将他抱了出去。盛无虞笑得很自然，或者我去你那里也可以，就是你的床可能不太方便。宣晓东开口：“我陪你睡。”盛无虞满意了。禁忌的界限打破，两人似乎再也回不到昔日那平静的生活。半山的小小农庄，只有他们两人，仿佛全世界都只剩下了他们一般。晚上自然而然睡在了一起，至于吃饭吃着吃着吻上，打游戏打着打着打到沙发去，都是常事。这像是一个悠长的假期，宣晓东极尽温柔，盛无虞也来者不拒。两人仿佛灵魂相吸，只觉得每一处都分外契合。眼见着就快要过年了，地里只留了些耐寒的菜，山上的果树也都种得差不多，不需要管。近日无聊，宣晓东也就变着法子做饭给程无虞吃，又陪着盛无虞在特殊的器械上运动。盛无虞接了盛磊磊的电话，对宣晓东道：“今年情况特殊，不在京里过年了，家里人都来静海过年。”宣晓东道：“是担心你回去太远劳累吧？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到时候装到车尾箱带回去就好。”盛无虞道：“算是担心我吧，不过也正好让你都认全了我家的人。”宣晓东一怔，程无虞抬眼微笑着看他：“你反正也一个人，陪我一起过年吧，不能白拿你这么多礼物，得去把他们的红包都拿了吧。”宣晓东觉得自己手心微微沁了一层汗，程无虞看他紧张，宽慰他：“我都和家里人说了你的事，没事的，我们家人都很开明，很好相处，你别担心。”宣晓东结结巴巴：“你和家里人说了？”盛无虞道：“我一开始就说了，我想请求和你深入开展一段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而且这段时间我觉得和你甚是契合，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好。”他看到宣晓东的脸渐渐发白，有些诧异，毕竟宣晓东这人温柔平和，行事大方磊落。当初盛磊磊用鱼缸的事难为他，他不卑不亢，冷静平和，就不是个怕事怕人的性格。虽然是时间短了些，但是他们关系稳定，见家人这事不至于这样。他心下略微转了转，笑道：“可能也是我操之过急了，如果你没准备好见家长，那下次也行。只是年后我可能就要住院治疗了，所以才有点急了，希望能借着过年的机会让家人和你认识。”宣晓东按下心底那窜起来的恐惧感，勉强笑道：“我没准备好，等你住院要手术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你。”盛无虞双眸凝视着他，温和包容。行。宣晓东看他答应了，千钧大石仿佛落下，他拿了个橘子剥开：“对不起。”盛无虞道：“没什么，是我太心急，怪我。我父亲虽然是高官，但是他很和蔼，我母亲年纪也大了，大多数时候在国外，他们思想都很开明。我两个哥哥和嫂子都是自由恋爱，包括孙辈的婚姻，他们都从来没有干涉过，对小辈一直很包容。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有什么看法，或者对同性配偶有什么看法。”宣晓东听他数出一连串亲戚，那种窒息的感觉又涌了上来。盛无虞察言观色，缓缓道：“只是过年见一见，认认人。在静海我也有公寓，平日里我都一个人住，你过去和我一起住，不需要应酬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你，更不会有人敢冒犯你。”宣晓东挤出了个笑容，将橘子递到程无虞手里：“无虞，你让我考虑考虑。”盛无虞接过橘子放在一边，
伸出手握紧他的手，轻轻摸索着他结着茧的手指。我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是想和你发生长远的稳定的关系，不是只图一时欢愉。宣晓东吞了吞口水，不敢看盛无虞的眼睛。我知道了。盛无虞轻声道，你有什么顾虑都可以和我说。宣晓东应了声，努力使自己的脸色放轻松。我去厨房看看汤好了没。他几乎是落荒而出，才走出房间，肩膀就垂了下来。他看着熟悉的农家小院里的院落，深吸了一口气。若是能永远在这农庄里，两个人度一世，该多么好啊！见家长，宣晓东知道，他平生最怕见家长。林义景的父亲林若飞，曾经是他年幼生活里需要百般讨好敬畏的神灵，也是这个神轻而易举驱离了他，让他打回原形，一无所有。还有，他闭上眼睛，仿佛又再次回到许多年前那窒息一样充满压迫力的场景，面对着那个身着军装，肩上扛着炫目肩章的长官，那居高临下审视的目光，那些温和甚至称得上慈祥的话语，他们都这样位高权重，威重令行，绝不会说任何脏字。他们的态度总是温和而充满教养的，但是压力无处不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就会自己心里充满了罪恶感，自己好像总是招惹上这样的人家的孩子啊。他们有的是办法，不动声色的，轻而易举的，用温和却又雷霆万钧的手段，让自己离开他们的儿子。一切温和平静，一切言笑晏晏，一切情笃美好，全都是幻梦华美的泡泡，最终都会幻灭。手段施展开，总是特别有效，斩草除根的。他和盛无虞所拥有的，只不过就是这短暂的数个月罢了。对方按捺不动，可能不过只是等盛无虞手术过后罢了。自己若是真的送上门，当然一定也会是慈和亲切的，开明温暖的大家庭，一个安详平和的年。等到盛无虞手术过后，他们有的是办法，风卷残云一般将自己清除出他们儿子的世界。他走回厨房，看到满满当当那些已经拈了许多显出锈色的香槟玫瑰。他剪去腐烂的枝条，加入延缓衰败的药水，极尽手段延长这些鲜切花的开放时间。每一天挑走败落的，然而终于还是到了清理走的时候了。第一次是他的学业，他的人生；第二次是他的军队生涯。可能这次的代价是会失去这座爷爷留给自己的半山农场吧。虽然是这样，明知道可能面临的是这样的后果，回到半个月前，他大概也还是会答应盛无虞，像飞蛾扑火一样。他听到盛无虞在房里弹琴，琴声柔软，仿佛最温暖的冬阳，仿佛最平和的月色，款款而奏，娓娓道来。他仿佛看到盛无虞手指修长，嘴角含笑，一边弹奏着琴，一边转头对他微笑。盛无虞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盛无虞之后绝口不提回家见家长的事，一切如常。和宣晓东仍然亲密无间，这反而让宣晓东心里极其愧疚。他明明知道，在这手术之前的关头，盛家人对待自己绝对会和暖如春风，一切依着盛无虞来。无论将来如何，这一刻盛无虞待自己的心是真诚炙热的。他还记得盛无虞是心里出了问题才来休养的，盛家人显然也深知这一点。包括盛磊磊的前后态度转变，盛无虞是盛家的星星，他们会为了盛无虞的心理状况和手术前景对自己很好，但不包括以后。自己本来可以以盛无虞为重，陪着盛无虞见家长，陪他入院，陪他到动完手术，将这一段缘分善始善终，能走到哪里都行。但是他累了，无法应付太复杂的关系，也做不到笑容相对，去敷衍心里可能对自己有恶意的人。他只想简简单单，一饭一书，一山一庄过自己的自在日子。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想爱就爱，不合适了就离开。是不是该分手了？这么多天偷来的时光，已经可以供自己一辈子回味，不如了结在最美的时候。分手也容易，
等盛无虞回去过年，发个短信解释下说分手，自己浓妆一锁，买个二手车，再出去几年。盛无虞是君子，也是个傲气人，自然不屑于死缠烂打，自然就分了。分手的意图一起，渐渐炽盛，但愧疚也随之而起。他心里甚是煎熬。晚上陪程无虞的时候，愧疚愈深，越发妥帖。等夜深人静之时，他只闭着眼睛装睡，一只手忽然揽了过来，附在他的额头上摸了摸。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睛，程无虞转过脸，在黑夜里看着他，心里有事。宣晓东拉了被子替他盖上，没什么。盛无虞轻声道：“我给你道歉。”宣晓东吃了一惊：“你没错，道歉什么？”盛无虞黑夜里定定看着他，为我的自私迫不及待的表白，确定关系，并且急于想让你陪我回家，陪我住院，是因为我担心手术后无论成功与否，我都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事情会发生，因此我急着要和你确立关系。没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太傲慢了，没有尊重你。宣晓东心里又酸又软，不怪你，是我的问题。一个28岁的成年人，却仍然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无法接受正常的人际生活，隐居在山里，不愿负责任。是自己有问题，配不上眼前这熠熠生辉的人。他低声道：“我不想和人来往，人太复杂了，我觉得每天和鱼、和植物打交道，都比和人打交道要轻松很多。胜无虞。如果我以前遇见你就好了，那时候我很乐于进入一个家庭，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接纳，会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像你说过的那样，认真对待每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了。一个人更简单，盛无虞很好很好，但是他不想接受成为盛无虞男友以后带来的一切麻烦。他来得太迟了，他已经失去了热情，无法回应他了。盛无虞却低声道：“林义景正要求改母姓，并且将林家的股份全部返还生父。”宣晓东一怔，盛无虞低声道：“他在和林家分割。”他伸出手，缓缓抚摸宣晓东的脸颊。楚若拙带着林义景去见你，被你拒之门外。楚若拙后悔的吐血，找了盛伟磊居中转还。所以我知道林义景是你的继兄弟，也是你的初恋。宣晓东脸颊微微烧起，他并不希望这样难堪的过去在现在的恋人跟前揭开。盛无虞低声道：“不是故意要探问你的过去，是林义景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辗转借着盛伟磊的口，其实希望我能庇护你，挡住林若飞，又希望他能重新有机会追求你。他是个聪明人，可惜他算错了一条。当我知道你喜欢男人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和宣晓东这样的人过日子，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该会觉得很舒服吧。毕竟我在你这里住着的日子，实在是前所未有的惬意。第二个反应是，既然你喜欢男人，那么我可以吗？我很吃惊我这个念头的升起，毕竟在过去许多年，我都认为我应该是异性恋，虽然在感情方面我很淡薄，没有遇到让我动心的人，我一直很忙，忙于别的事。但是当这个念头升起之时，我发现好像不是不可以。你让人很舒服，你完全符合我的所有趣味。我试着去接触你的世界，感觉也很有意思，这对我很重要。我经过理性分析，也仔细剖析过自己的念头，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对一个人有了这样浓的兴趣，并且对和你一起进入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一旦动了念，就很难抑制这个念头，每天看着你，都在想这个人这么可爱，和他一起过日子一定很好，想和你就这么过一辈子。林义景能让你这么干脆利落的拒绝，说明你对他有过期望。我不在的时候，他说不定还真有机会把你追回去。我不敢冒险，所以我没多少时间。手术已经推迟过一次了，不能再推迟太久，毕竟我也希望尽快回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我自私了一把，表白追求你，想定下你。没有考虑到你的想法，
我其实是知道你对我有好感的。你注视了我太久，你第一次见我就不敢看我，你对我有着莫名其妙的愧疚和好感。你一个人太久了，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的表白，你一定不会拒绝。只要你没有拒绝，我就成功了一半。另外一半是你对我也有感觉，我们在那方面也很契合。男人在这种时候是很难说不的，这又已经有99%的成功率。毕竟我们生活在凡尘，不只讲究灵魂契合，身体上的彼此愉悦也很重要。所以我其实利用了你性格上的弱点和心理上的缺陷，对不起，逼得你太紧了。宣晓东看着盛无虞，一时百感交集，听着对方为自己费尽心思，步步为营，为那点私心剖肝沥胆的致歉，他这一刻竟然在意的却是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的点。他知道了自己在林家的事，他知道了自己曾经如同一只丧家犬一般被继父和亲弟弟驱逐，夹着尾巴流浪在街头。他沉默许久，问了盛无虞一句话：你是在可怜我吗？同情我，施舍我吗？他知道自己不该这么想，但是他这一刻却仿佛回到了曾经懦弱无能、流离失所的那个孩子的躯壳中，明明一无所有，却偏偏有着一点倔强的自尊。他离开林家那一天，至少做到了姿态不难看。不要哭，不要闹，站直走远，至少不难看。那是他最后一点点自尊。盛无虞一怔，看向宣晓东，忽然领悟了这个问题对他很重要。如果答不对，很有可能会有严重后果，他不能否认。他的确对宣晓东曾有怜悯，但他绝不能这么回答。他身居高位，家境优渥，忘了宣晓东和自己是不同的。他对感情的要求可能更纯粹。他伸出手，握住宣晓东的手腕往下压，让他的手按在了自己没有知觉的腿上。你呢？你是在可怜我吗？同情我，所以主动施舍我补偿我吗？宣晓东心中巨震，看向了盛无虞。盛无虞微笑着看着他，我们是一样的。想说没有一点怜悯同情是不可能的，想要补偿，想要对方好一些，过得更舒心一些的心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仅仅是这些能够走到同床共枕这一步吗？问问自己的心就明白了。当然是此时此刻他们对对方有爱啊。宣晓东凝视着盛无虞，久久不言，两人终于在黑暗中接了个深长的吻。第二天清晨，宣晓东一大早便去了市场。盛无虞起床出来的时候，看到宣晓东在厨房里似乎带着人，然后很快送了人出去。他洗漱后出去，看宣晓东正在鱼缸前倒腾着，似乎在换缸。看到他出来道：早餐都做好了，在桌子上，你先吃。盛无虞坐在餐桌边拿了包子，一边尝一边问他：做什么？刚才来客人了。宣晓东道：是相熟的花鸟市场的鱼贩子，我把大部分鱼都处理掉了，一会儿他开车来收走，不然离开的时间长了，自动喂鱼设备不太靠谱。盛无虞一怔，脸上浮起了笑容。你愿意和我回去过年了？宣晓东道：过完节陪你动手术，手术后看你的情况再说。至于盛无虞的家人，且先维持面上和气，就当是为了程无虞。他看程无虞脸上的笑容，心里酸酸甜甜，觉得为了他走出这一步还是值得的。至于未来的事，再说呗。反正他早就习惯过一日算一日的生活，每一天都认真对待就好了。至少现在值得他认真对待的多了一个程无虞。盛无虞道：我有套公寓就在萤火科技的楼上，方便我上班的，你就和我住那里，过年我们回去吃个饭就行。其他时候你和我住公司，这些鱼你有还要保留的，带去那边养就好，我安排搬家公司。宣晓东听到不在盛家住，心里又松了一口气。他知道盛无虞和他家人感情一定非常好，尤其是他父亲和他大哥一家人。为了他直接从环京来到静海市过节，他却不回盛家的别墅住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但只要不和这样关系复杂的一大家子人猝然面对，朝夕相处，他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于是他对盛无虞露出了个微笑。盛无虞心下松了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昨晚又走对了一步。昨夜宣晓东那样反常的在床上的表现，几乎就差把这太麻烦了，我想离开这一切写在了脸上。他不能冒险留宣晓东一个人在这里过年，林义景是一定会趁虚而入的。为此只能慢慢哄着宣晓东走出他的壳，愿意对他露出柔软的一面。想要得到这个人，还要好好哄才好，一点都不能不坦诚。一步走错，他就没了机会。看起来他占据主动，掌握着节奏，其实他心底清楚，只要对方一旦做出想走的决定，那任是什么都无法挽回。因为他也曾经是这样的人，内心自成世界，早已无需他人加入。哪怕爱情本身也不一定能动摇一个人过日子的决心，除非这段爱情也能给彼此带来舒适区。半山农场就是宣晓东的舒适区，宣晓东已经为了他冒险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舒适区慢慢扩大到自己的范围，让宣晓东知道有盛无虞的地方就是舒适区。农场虽小，一旦决定离开，许多东西需要准备，鱼大部分处理掉了，只留了几只品相特别好特别贵重的小黑狗和小布带去公寓。盛无虞说就算自己不在，也会安排公司职员每天上门喂猫喂狗照顾他们。菜地的菜都收了，宣晓东送去镇上分了下婆婆。乡长莫阿木还有阿贵家都分了些。阿贵有些意外，腼腆对他道：上次真对不起，我爸妈就是有点贪小便宜了。你要去哪里呢？宣晓东道：去探望朋友，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他给莫阿木也留了电话，回了农庄，又里里外外收拾打理，把衣物棉被等物都收拾好，尤其是陈无虞房里不少贵重东西，他都一一收拾打包，铺上防尘布。然后是林林总总各种的腌制品，他挑了几样常用的拿出来搬上陈无虞的车。盛无虞看他忙忙碌碌，有着一种简单而朴实的烟火气，只觉得喜欢，也只由着他安排。全部收拾好后，宣晓东将盛无虞车尾座盖上。盛无虞道：你来开我的车吧。他看宣晓东爱骑摩托车，心里猜他应该和很多男人的爱好一样，喜欢机车、机械、枪支、狩猎等等。宣晓东确实有点好奇盛无虞那台暴风雪，盛无虞明显对这台车进行过定制。看他说也不客气，好，你给我说说吧。盛无虞笑着打开驾驶座这边的车门，这里平时我用会把座椅收起来，把轮椅固定上去，现在你开的话就把座椅放下来，然后这里进行了一些改装，但是可以恢复为初始设定。等宣晓东上车顺利发动车子，盛无虞也到了在农庄前的平地，开了几圈适应了。宣晓东跳下车，再次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农庄，将门锁上，回到车上，开车往静海市去。盛无虞一直在默默看着他的行动，知道其实宣晓东有些不舍，但对方一点没表露出来，决定了就干脆利落的收拾东西。若是一般人，大概也都会觉得他不排斥去静海市，只有他知道对方做出这样的决定下了多大的决心。但盛无虞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他失眠、焦虑、焦灼得吃不下饭，但所有人仍然看到他乐观向上，一切如常的外表，谁都不知道他心里有个黑洞，每一天的扩大，随时可能放弃一切，选择永眠。当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蔡中林敏锐发现了他的异常，他自己也选择了自救。没想到一时的兴起，他见到了宣晓东，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相似的。萤火科技大厦处于静海市中心，这在寸土寸金的静海市是非常彰显实力的。而大厦还靠江，大厦东面所有楼层都能清晰看到江景。宣晓东开着车在盛无虞的指路下开到了专属的地下停车场内。盛无虞告诉他，其实这块地是烂尾楼，后面牵扯好几方的债务关系，太过复杂，
没人敢收。我花了点心思解决的，收了以后拆件和补偿也花了不少钱，但现在看来是值得的。宣晓东下车，推着程无虞进了专属电梯，直接到了顶层。宣晓东这才知道盛无虞的一套公寓是多么谦虚的说法。事实上是萤火科技大厦的整整一层顶层都全部打通了，成为盛无虞的公寓。客厅和卧室极尽宽敞，整面墙都是无敌江景，会客室、书房、影音室、锻炼室、衣帽房、储藏室、宠物室等等一应俱全。全屋充满了科技感，纯白、灰和黑三色调的装修，无论是地板、墙还是别的家具，全部平滑如镜，纤尘不染，加装了许多辅助的科技设备。盛无虞带着宣晓东一一走了一圈，介绍各种设备的用法，替他录指纹和面容。昨天我打了电话，让人安排了狗窝，小布本来就有地方住，问题不大。顶楼有泳池，每天下午4点会有助理带着服务人员上来定期清扫整个公寓，1个小时就能完成。你如果不希望他们打扰你，可以提前和助理联系，或者可以指定只打扫什么部位都可以。鱼缸里是原本和你买的红龙，你可以看着怎么改装。影音室这边可以打游戏，厨房我很少用，不过相关设备都是齐全的。一般都是助理来做饭，但是其实我也很少在这里用餐。现在你来了，可以自己看看需要什么设备，都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来装。明明充满了高科技的装修，奢华之极，盛无虞却仍然十分抱歉，就是没有的给你种。露台休息区有个露台花园，但也比你的山可差远了。宣晓东忍不住笑了，没事，我现在才感觉到了，你在我那儿才是委屈了。盛无虞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显然是非同一般的高，但他在他那里住着的时候一直是非常随意的，他做什么他都吃。他看时间也已到了午后，便道：你去洗个脸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他出去看到已经有助理替他们将车上的东西都搬了上来，便指挥着将那些烟缸酱汁都摆到了厨房里的橱柜和冰箱里。安置了鱼，又喂了猫和狗，顺便看了下冰箱里，果然有着不少新鲜食材，应该是盛无虞交代人才购置的。他翻了下食材，捡了2块牛排出来，抹上胡椒橄榄油和粗海盐粒，然后拿了半只鸡出来切开，扔到锅里先干煎出香味。看平底锅里滋滋的鸡皮鸡油被煎了出来，成为金黄色，才将鸡块放入高压锅中，扔了一对洗干净的鸡爪子和1块瘦肉进去，鸡爪增加胶原蛋白，瘦肉丰富鸡汤维味，然后开火炖汤，这样等别的菜做好，汤应该也好了。等汤的时候，他飞快煎好牛排，撒上罗勒，放到餐桌上醒着。看汤好了，把鸡肉块捞出来，然后下了2把拉面进去。汤沸鸡汤面也好了，他盛了出来，快手又炒了个油麦菜，切了个皮蛋虾皮腐乳混进去调味，出锅。看盛无虞也洗了澡，换了套宽松的休闲衣物出来了，看他笑道：辛苦了，我替你把你的衣物也收拾到衣帽间了，你吃完再洗吧。宣晓东道：我吃完再洗，只简单做了个鸡汤面，煎了牛排，先吃吧。盛无虞笑道：你做什么都好吃。他到餐桌前拿了筷子吃面，宣晓东问他晚上想吃什么，打个火锅吗？冰箱里他刚才看到不少肥牛卷和羊肉卷，各色海鲜也很齐全。盛无虞道：可以。宣晓东便也不说话，两人相对吃面，落地窗外晋江缓缓流过，下面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景观无敌。宣晓东一边看着下边风景，一边吃面。盛无虞看他一直往下看，问他喜欢这风景吗？我也觉得这江景很美，早晨更美，晚上我们可以去江边散散步。宣晓东道：不是，我是在想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权势带来的感觉，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鸡汤面，都显得高大上了许多。盛无虞一愣，然后笑了，
确实会有俯瞰众生、超脱世俗的感觉，所以萤火科技招人很容易，来了这里办公就舍不得离开了。宣晓东一笑，感觉是很奇妙。我们爬山爬到山顶，看到更远处的山，想到的是大自然的广袤和自己的渺小。但是在城市里，我们攀到了高楼顶，往下俯瞰，产生的却是自己站在巅峰的优越感。慎无虞看了他两眼，心想宣晓东感情真的很细腻敏锐，难怪他不愿意在人群中生活，他这样的高感人群太容易被伤害了。宣晓东被他这两眼看得却又有些奇怪，笑问他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陈无虞几筷子吃干净面，操纵轮椅到了他身旁，越过他看向下边的高楼大厦，芸芸众生，耳语一般和他说话，在高楼玻璃窗上感觉也会很不一样的，像在高空中一样，很刺激。晚上你要试试吗？宣晓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的，转头看向陈无虞，盛无虞却手臂撑在了餐椅上，准确的在他转头过来的瞬间吻住了他。这个吻并不算长，但也足够甜蜜。宣晓东被他困在餐椅里，被他吻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松开了，又好气又好笑。盛先生，你回到自己家，胆子也大了很多啊。盛无虞笑着看向他，当然是你给了我为所欲为的勇气。冬夜本来天空应该不会特别好看，无星无月，也没有闪电红霓，但是从盛无虞的卧室窗口看出去，辽阔天边浓云滚滚，沉沉压向大地，有一种奇异的洪荒虚空之感，仿佛上天随时要搞事。盛无虞半躺在床上，看着宣晓东背后浓重云层，时不时闪一闪，仿佛在那高空有闪电劈下，烘托出宣晓东仿佛被雕刻过的身体肌肉线条充满了力量感。腹部上清晰的肌肉线条起伏着，阴影下是勾魂夺魄的美感。宣晓东被他太过直白的目光看得受不了，俯下身来吻他，但这也并没有让他闭上眼睛。盛无虞的眼睛总是像寒星一样洞察人心，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仿佛也不曾迷乱，但身体明明白白的骗不了人。两人相拥着躺在床头，盛无虞按了下让床头缓缓升起45度角，这样让他们的视野更广阔。夜空下城市灯火通明，隔音很好，卧室里十分静谧安静。宣晓东侧身抱着盛无虞，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盛无虞用手指慢慢梳理着宣晓东的浓密的头发，缓缓的抚摸着他耳后，目光看着窗外的风景，认真思考贤者问题。直到宣晓东睁开眼睛问他，你要洗澡吗？盛无虞笑了，一起。主位仍然是宽敞之极，最吃惊的是同样也是整面玻璃墙，看得到天空。宣晓东抱着程无虞进了浴缸，忍不住道，这里白天洗澡是不是能晒日光浴？盛无虞忍不住笑了，露台游泳池晒日光浴可以去那里，这里洗澡的感觉吧。主要是看星星，泡着澡的时候看看星星，感觉挺不错。宣晓东认真想了下决定，不错，以后农场那边咱们也搞一个屋顶可以打开露天的房间。盛无虞喜欢这句咱们，笑着道，现在就可以让施季青安排，正好咱们也不在那里住。宣晓东想了下，算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盛无虞没坚持，在热水中放松身体，一边闭着眼说话，明天上午我有个会要开，然后晚上公司年会，之后公司就放年假了，年会你一起参加吧。宣晓东道，好。又想了下补充道，不过你们的年会很正式吧？我没正装。盛无虞道，做来不及了，明天我让人送过来。宣晓东道，倒也不必，我自己去商场是合适了买回来。盛无虞笑道，我陪你。宣晓东诧异，你不是要开会？盛无虞道，你等等我，开完会我陪你去试衣服，顺便看看需要买什么一起买了，陪爱人逛街也是很难得的情趣。宣晓东，
行吧。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圣无鱼和逛街这样的词很难联系在一起，但他好像兴致勃勃，就随他吧。第二天一大早，圣无鱼果然起了身，换了西服，用过早餐就下去开会了。宣晓东陪他用了早餐后，在厨房里收拾着，忽然听到有滴的一声响，以为是程无鱼忘了拿什么转回来，从厨房里探头看了眼，却忽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刚从门口进来，看到他也一怔。中年男子一身藏蓝色服装，气势非凡，看到宣晓东的神情是非常意外的。他眸光锐利，上下扫了眼宣晓东，忽然笑了：“你是宣先生吧？对不住，不知道你在打扰你了。我是圣无鱼的父亲圣浮云，今天是借着萤火科技的会议室，和人见面商谈点事，时间没到，我说上他这里来休息下。我不知道无鱼回静海了，你陪他回来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宣晓东背上肌肉已经全部绷紧，但面上却还从容。程部长您好，我是宣晓东，无鱼他上午有个董事会，需要叫他上来吗？幸好早餐的红茶还在，宣晓东拿了红茶过来，倒给程浮云。盛浮云已坐在了沙发上，摇了摇头：“不必，我是私事，正好在静海市，临时决定的。你坐，不必客气。我9点的会。”态度和蔼，像个慈祥的长辈。宣晓东却一点都没放松，只是开了冰箱，捡了几个水果洗了，拿过来放着。盛浮云看他笑道：“这些天多谢你陪着无鱼了，过2天过年一起过去吃饭。认认家里人，有什么事情只管说。”和意料中的一样，但这么早就找上门来，也许真的是意外吧。但宣晓东忽然心里涌上来一阵浓浓的厌倦，他忽然决定不再如此累。这么多年了，他希望和任何人的关系都简单一些，不再那么累心。他直截了当道：“盛部长，盛先生如今处于低谷，他愿意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陪陪他开心。将来等他腿治好了，他有他的事业，他的广阔天地，到时候我们不适合的时候，我也会主动离开，不会纠缠。盛部长也请放心。”盛浮云一怔，眸光一扫，看到了宣晓东紧绷严肃的神情，忽然笑了：“我放心什么？”宣晓东被他反问的一时有些说不出来，心说咱们心知肚明，也不必你们费神用什么手段赶我走。盛浮云道：“你觉得我们会看不起你？觉得你配不上程无鱼？觉得我们只是为了盛无鱼，表面上接受你，所以你也懒得费心思来应酬我们，因为你自己也觉得你和无鱼不会长远，不必浪费时间和我们认识，是吗？”宣晓东沉默了。盛浮云道：“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配得上程无鱼呢？家世好，人品好，才学高，能生儿子。”宣晓东心想：谁知道呢？你们这些人家衡量人的价值，不就是这些？盛浮云看出了他的腹诽，喝了口茶，和气道：“我们盛家已经不需要什么高门媳妇了，因为那会更复杂。传小好掉头，你也知道尾大不掉，结一门亲事。对方若是7大姑8大姨连在一起，还要平衡利益，说不准还要连累咱们。所以你这样没什么复杂背景的好孩子，挺好的。”宣晓东一怔，程浮云又笑：“钱无鱼会自己挣，权我自己足够。儿子无鱼有2个哥哥，全都已经有了孩子，我们不缺。你觉得我们还会要求你什么呢？难道不是盛无鱼开心就好了吗？”盛浮云看宣晓东脸上带了些懵，哈哈一笑：“孩子，你比无鱼还小1岁呢，日子还长得很，别想太多。无鱼喜欢你，你也喜欢无鱼就行了。至于我们，还有他大哥2哥什么的，你喜欢就多来往，不喜欢关上门也没什么。实话说，我和无鱼的妈妈也大半年没见面了。咱们盛家人都是各过各的，有困难喊一声，能帮就帮一把。这些私事咱们不管，
当然，包小三养情妇、赌博等等这些，那可不行。咱们盛家没那样的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别顾忌太多，和吴宇好好过日子。他看了下时间，时间到了，我下去了。今天是真的临时有会，不是特意来堵你，也没带红包，过年给你补上。他笑眯眯起了身，茶泡的不错。宣晓东脸上十分尴尬，站了起来，打开门送他。门打开，就看到2个警卫员配着枪手在门口，对面电梯也有警卫员在把守。他吓了一跳，盛浮云走了出来，忍住笑对他道：“不必送了，会场戒严了，哪怕你是我儿子都进不去了，迟点我和吴宇解释。”他进了电梯，几个警卫都跟着进了去。程浮云还给宣晓东挥了挥手，才关了电梯下去。宣晓东看电梯下去了18层，停住了。他记得进来的时候，电梯里每一层都有示意图，但是从15层往上就全部没有指示了。对，盛无虞停车的负2楼停车场也是完全封闭，不对外开放的。当时他还在想，整个停车场都留给盛无虞会不会太浪费？如今想来，那直达的刷脸刷指纹的电梯，应该也是另有安保系统。这种严密的风格，他从前只在军方一些机构见过。萤火科技不是只是一家科技公司吗？盛浮云进了电梯，却几乎忍不住要笑起来，拿了手机出来给妻子发了条短信：今天不期而遇遇到儿子的男朋友，太有意思了，我看咱们儿子恐怕还不一定能追上人家呢。很快短信回来，什么意思？你这老狐狸没把人给吓跑吧？儿子好不容易开窍谈个恋爱，你别给搞砸了，正经点。盛浮云回道：你不懂，那孩子戒心很强，我也只好就事论事，和他剖析了一番利益关系，论证我们如何需要一个无权无势的媳妇儿。迟点和你说详细的。交手机了。他看了眼，发现短信已经发不出去了，应该已经进入信号屏蔽区。他走出电梯出来，大步走向会场。会场门口有警卫员向他敬礼：首长，请您将手机放这里。他把手机放进信号屏蔽柜中，往会场里走去。盛无虞开完董事会回公寓用午餐，才知道今天父亲居然来过，十分尴尬。我真不知道他来了。宣晓东道：没事，他对我很好，是自己表现太尴尬了，回想起来还恨不得钻进地里，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勇气。盛无虞伸手握着他的手，严肃道：我们公司是有涉密资质的，18楼是几个涉密项目部，他过来应该是公事，这种会议一般都是临时动议决定会议地点，即便是家人也不会告知的。从前我很多工作上的事在家里也绝口不提，家人互相不问的。他确实不知道我回来静海市了。宣晓东看他如此认真解释，心下的尴尬稍微宽解。没有，我没有多想，不是说买衣服吗？用完午饭我们出去逛街吧。盛无虞看着他笑：好，晚餐我们就在外面吃了，我知道一家私房菜馆还不错。宣晓东点了点头，给程无虞装汤。盛无虞却忐忑不安问宣晓东：今天我父亲有和你说什么吗？宣晓东垂下睫毛：没说什么，说你们家都是各管各的事，一般不互相打扰，叫我不要太拘束，放轻松点。还说他老人家和你母亲都大半年没见了。盛无虞笑了：是，我母亲在国外忙她的事呢。这么说也没错，大家都各忙各的，没什么时间管别人的事，肯定不会有恶婆婆来给你立规矩的。宣晓东笑了：挺好的，关心却又不是控制，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庭关系，忽然挺羡慕。盛无虞看宣晓东的表情，知道他还瞒了什么没说，但神情温和，想来对父亲的印象应该不差，父亲应该也没给他委屈受着，这才悄悄放了心。萤火大厦就在市中心，因此他们2人去商场也只是步行过去。选了家最大的商场，进门便直奔男装专柜。宣晓东对此不了解，都由盛无虞带着。盛无虞虽然没来过，
但问了下导购，也就直接过去了。专柜导购一看到他们两人，气质眼前一亮，连忙上前推荐当季新款。盛无语选了几套，让专柜拿来给宣晓东试。宣晓东进去试穿出来，盛无语眼前一亮，笑道：“好看。”专柜导购笑道：“这位先生真是身材很好，非常撑得起衣服，气质一流。”宣晓东却有些不适应那有些紧的扣子，对着镜子不自在的揪了揪衣领。导购小姐笑着走过去要帮他整理，盛无语却道：“过来我这里，我替你整整。”宣晓东走过去，直接坐在一侧的长椅上，微微抬了下巴给程无鱼。盛无鱼替他调整了下衣领，看着他立刻就被磨红的脖子，知道他是不习惯，笑道：“还是得定制，我给你选2套休闲点的，不会这么拘束。我们的年会不需要穿太正式的。”导购小姐善于察言观色，已从他们两人比一般人更亲密的姿态和距离中感觉到了他们的关系，连忙上前：“我们有专门针对敏感皮肤专门制的宽松型的正装，面料是特殊制作的，非常舒适，先生可以试试。”盛无鱼道：“可以，换2套来试试。”宣晓东再换了2套，盛无鱼看了看挑了套，又顺便一起订了衬衣和配套的针织衫。导购小姐上前递了另外一本册子，笑道：“我们这一季的休闲款式也很畅销，先生身材好，可以多试试。”盛无鱼挑了几件针织衫给他换上，兴致勃勃：“深墨绿色很合适你，这件灰色也不错，海蓝色也好，休闲可以多穿点别的颜色。”宣晓东低头对他耳语：“这羊毛真丝的，不好洗，穿着让我下厨房或者种地都有罪恶感的，就买一件黑色百搭，搭西服行了。其实我又不怕冷，很浪费的。”盛无鱼点了下头，悄声笑道：“行，那就少买点这个面料的，我给你买点好洗的，可以扔洗衣机的。你看这种高科技面料，吸水透气快干的，保暖性好，也不容易变形，耐磨损。怎么样？”导购员有些为难道：“这类面料主要是运动装，可选的范围少了点。”盛无鱼道：“没事，拿几套来日常穿就好了。”宣晓东点头，程无鱼悄声道：“迟点我让人来给你量身做更好的，你多试试，让我心里有数，看你穿什么好看。”宣晓东忍不住笑了：“我又不讲究这些。”盛无鱼道：“穿给我看啊，我喜欢。”两人窃窃私语，外人看来却是感情分外好。导购小姐最喜欢这种大方和气的主顾了，连忙一口气连几样配饰都一起送了。盛无鱼掌握了宣晓东的尺寸，又给他挑了件风衣，知道他不喜欢拘束，给他挑了件宽松大气的，又挑了一沓内裤袜子，一起刷了卡，让人包了送去住址。宣晓东试衣服已经试得两眼发直，直接回试衣间去换衣服了。盛无鱼在外面刷了卡以后，看手机有个电话，接了手机，转去一旁靠窗处接起电话来。宣晓东走出来，拿了刚才试过的衣服出来还给导购，看他到一侧去打电话，便知道是私密电话。经过今天见到他家老盛同志的做派，他已经隐隐知道他们不说的事，那肯定就是真不能说，因此也没凑过去，自己在这边坐在休息区拿了杂志来翻着看。导购小姐自然忙着给他倒茶，宣晓东坐在那里静静翻着杂志，眉目宁静。这家专柜算得上是商场里的顶奢，路过的顾客大多会看几眼。宣晓东相貌英俊，身材齐佳，坐在那里俨然一个活广告，颇为引人注目。有女客路过都频频回头，显然一见难忘，忍不住也进来驻足。一起，你看那边 Adonis 的专柜那个男的帅不？一个年轻时髦的女孩子推了推手边的闺蜜，林一起转头看了眼，一怔，女孩子笑道：“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哥哥买几件？咱们顺便去认识下，加个好友。”林一奇却笑了声：“算了，我认得的，过去会尴尬的。”女孩子轻声叫了声：“哇，你居然认得！”林一奇拉他避开，走远点，他一个人买不起这牌子的。
应该有人陪着他，一会儿撞到了尴尬，还是当没看到的好。女孩子轻声道：啊，怪不得我看他身上穿的看着挺普通的。知道对方不是富贵出身，他便没了要结交的心。林奕奇微微一笑，没说话，等走远了，和闺蜜找了家咖啡店坐着，拿了手机发短信给林一瑜：二哥，你猜我在万籁商城碰见谁了？林一瑜没理他。林奕奇道：我看到宣晓东了。这下林一瑜回得快了，他理你？林奕奇道：没有，我在 Adonis 专柜碰到他，应该是在等人。我记得从前大哥给他买的衣服都是这个牌子的，多半是大哥陪他去的，我怕他们见到我尴尬，避开了。林一瑜没有再回，林奕奇却津津乐道，继续给他发信息。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他真的还很帅，可以理解大哥泥足深陷被他迷倒。我看爸爸这次再生气也没用，他们应该已经复合了。你说爸爸如果知道他们又已经在一起了，会不会心灰意冷？同意接回股份。林一瑜终于回了条：不要做多余的事，他也是我们的哥哥。林家我也担不起。担不起？难道林奕锦这常年在国外搞学术的就担得起？林奕奇一笑，收起手机，拿了杯果汁慢慢喝着，嘴角露出了个狡黠的笑容。宣晓东却不知道，他才到静海市第一天就一连遇到这么多人。他等盛无鱼打完电话，便跟着盛无鱼到了一家云顶餐厅，去尝他们家的特色菜。云顶餐厅高耸入云，本就建在静海市地势较高之处，又建了300米的高度，在高空停机坪，用餐客人可极目远眺，一览静海市全市风光。这楼是早年建设的，后来限高令下了以后，静海市再也没有这么高建筑，倒是让云顶餐厅成了独家特色。整个餐厅通透之极，墙和脚下都是通透的玻璃。客人在300米的高空用餐，这却算得上是云顶之上的享受。宣晓东猜想盛无鱼挑选这家餐厅是有些恶趣味的，他看到玻璃窗外的云景雾海，又看看座位下隔着透明玻璃砖在脚底来来回回的车水马龙，忍不住联想到昨晚的胡闹，不由抽了抽嘴角。盛无鱼倒是一本正经，心情甚好，拿了菜单来和他商讨：你看看喜欢吃什么？吃着好，咱们下次可以在家里点这家外卖。宣晓东拿了菜单看了眼，勾了一个盐焗鸡，一个柠檬百香果凉拌虾，又递还给盛无鱼。陈无鱼看了下他点的，又勾了煎牛肉刺身、醋渍小鲫鱼、芝士烤蘑菇。宣晓东头疼，不用点这么多，咱们就2人，吃不完。盛无鱼道：是你喜欢的口味，吃不完咱们打包，主要是尝尝别人的做法。盐焗鸡用的海盐焗的，皮色金黄薄脆，鸡肉鲜嫩咸香。凉拌虾拌好，虾肉脆嫩冰霜，酸甜可口，百香果的味道和柠檬味道混合在一起，风味独特。牛肉刺身撒了罗勒碎片，颇为清爽，蘑菇饱满嫩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醋渍的小鲫鱼，鱼肉柔嫩鲜甜。宣晓东是第一次尝到，发现味道确实很不错。吃得开心，他眉目也自然而然舒展开来。盛无鱼看他神情，知道他是吃满意了，心下满意，又给他加了点菜。却听到了手机震动，他拿起来看了眼，是母亲，有些意外，接了起来：妈。他看了眼宣晓东，脸上微笑：对，爸爸后来和我解释了，确实是开会，小东挺好的，我解释过了。好的，手术日期基本定在年后，你明天回来。好的，我知道了，我去接你。他挂了电话，对宣晓东笑道：老太太听说今天我们家老盛唐突了，怕好不容易我谈个恋爱又跑了，所以连忙回国了。宣晓东拿了冰水喝着，只觉得胃又有点开始紧张。盛无鱼伸手握住他的手：我是爸妈年近40生的，从小非常宠溺我，他们对我的期望就是开开心心，从来没有对我事业什么有别的要求。你放心，
宣晓东手指不安的搓了搓，终于坦白：“我昨天和你父亲说，等你腿好了以后，不再需要我，我随时可以离开。”盛无虞暗自咬了咬牙根，但面上却还笑得温和。老盛怎么说？宣晓东低声道：“他说你们盛家不需要有权有势的儿媳妇来锦上添花了，我没权没势才好。”盛无虞默然了一会儿，觉得这确实是自己父亲能说出来的话，深吸了口气道：“这话是没说错。他身居高位，亲族越多越不好控制，反受其害。权这种东西并不是能继承的，富贵也是一样，富不过3代。对儿女的要求原本就是该教会他们自立于世的方法和学识，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继承。所以我和2个大哥的恋爱都是只有一个要求，是否自己开心，觉得能和对方共患难，走到白头。毕竟一辈子长得狠，为权力而来的，权力会有更迭取代；为富贵而来的，钱财来得快去的也快。”宣晓东轻声道：“挺对的。”盛无虞却心里酸涩，纠结了半天，终于没忍住：“所以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让你这么不相信我？”宣晓东抬眼看到对方委屈的眼睛，语塞了。宣晓东沉默了许久，只是低声说了句：“对不起。”盛无虞漆黑的眼睛凝视他，仿佛直视入他的内心。但宣晓东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是盛无虞终究舍不得他为难，轻声道：“对不起，是我太急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下时间：“我们先去参加年会吧，还要回去做一些准备。”回到房间，西服已经送到了，盛无虞换了衣服，看宣晓东正对着镜子笨拙打着领带，便伸了手道：“过来，我替你打。”宣晓东微微俯下身，看程无虞垂眸，专心替他打领带。衣帽间的灯光璀璨，打在他浓密的睫毛上，显得阴影浓重。嘴唇紧紧抿着，仿佛还在委屈着，距离实在太近了。他忽然情不自禁在对方额前吻了下。盛无虞吃了一惊，抬起眼来看他，然后就笑了。他手里还捏着领带，轻轻用力，2人再次吻上了。窗外傍晚的日光很亮，宣晓东跨坐在程无虞腿上，相对拥着，一个深吻后，2人都有些意犹未尽。盛无虞声音低沉，还有半个小时。宣晓东伸手解开他的衬衫衣领，一路吻着他白皙的脖子，意乱情迷，身子也慢慢蹲了下去。施季清站在盛无虞公寓门口，按了几次门铃，宣晓东才走了出来开门。他双唇嫣红，眼睛带了些水意，领带都没扎好，外套还没穿，额发也有些凌乱。施季清道：“盛董呢？”“差不多到时间了。”盛无虞还在试衣间里，在里头应了声：“就好。”“小东，你进来，我给你拿个表。”施季清走了进去，笑道：“今天来的客人不少，都已经在下面先自助餐了。这是一会儿的讲稿，按您说的改过了。”他站在客厅，便看到盛无虞在试衣间里，已经西装革履，穿得十分严整，正拿着支香水往空气中喷。施季清：“盛董，今天这么隆重吗？”盛无虞开轮椅出来，顺手按了下门边的空调，将出风调大了些，一边把手里拿着的一块表递给宣晓东：“戴上。”宣晓东从盛无虞手里接了手表，一边往手腕上戴，一边走进去拿了外套穿着，闻着空气中的木质淡香水味，柠檬、酸橙和薰衣草的香味混合在空气中，仿佛雨后的果园，却又淡淡夹杂着一点属于盛无虞的味道。他耳根微红走了出来，施季清赞赏：“宣先生一身正装真是好帅，压倒今晚我们请的明星了。”宣晓东腼腆道：“清姐你今天也很好看。”施季清今天穿着件黑色的礼服裙而已，听他夸奖还是很开心，笑眯眯：“是吗？那一会儿陪清姐跳舞吧。”他忽然看到老板回头看了他一眼，背上一寒。宣晓东回答：“可是我不会跳舞啊。”盛无虞转头看宣晓东，眼里含了笑意：“走吧。”高阔的大堂顶上和墙上
装满了无数萤火虫造型的枝形灯，犹如无数萤火遍布天穹。大堂里是幽蓝色的光效，所有人仿佛浸透在蓝色的夜中。大堂一侧摆满了自助餐桌，年会宾客们衣香并饮，穿插其中，许多人手里拿着香槟，正在欢声笑语。另外一侧是舞池，随着舞曲，已经有不少年轻男女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施季青陪着他们两人一路从贵宾通道走向一侧的贵宾区，一边道：“议程是盛董先讲话，然后公司副总以上领导出来抽奖，然后就是表演环节，选的都是乐器表演，很简单，盛董讲完话抽个头奖也就行了。”宣晓东好奇道：“公司这么多员工吗？”施季青道：“啊，当然没这么多，是盛董慷慨。年会是福利性质的，会有奖品抽奖环节，礼品超级丰厚的，所以每位员工可以邀请1人参加年会，可以是亲属，也可以是朋友。”他笑着看向宣晓东：“咱们公司都是年轻人多，大部分人都是邀请的朋友来。今年盛董还是第一次邀请人来呢。”宣晓东看向盛无虞，陈无虞面容轻松：“我很快下来，你在下边随便走走，今天会场负责的酒店也是很不错的酒店，西点做的不错，你可以尝尝。”宣晓东点了点头，看着施季青陪跟着陈无虞到了台子旁，一群高管立刻簇拥上去，大厅中央的屏幕亮了起来，光效照了下来，音乐声奏起，掌声哗啦啦的也响起来。然而盛无虞却没有上去，不知何时从舞台两侧冒出了2台银灰色的机器人，舞动着四肢，随同着节奏感十分强的爵士音乐，整齐的舞动上了舞台。雷鸣一般的掌声和笑声响起来了。这些机器人的动作模仿着真人的舞蹈动作，却又因着机械的特性充满了制作憨态。金属关节将机器人的呆板和灵活表现得淋漓尽致，纤细的机械足踏着音乐节奏，澎湃却又带着奇异的未来赛博朋克之感，很快点燃起了年会现场的气氛。很快，大堂空中飞来无人机，向下撒着花瓣，而在机器人阵列中，又从两侧跑出了2只机械黑羊，圆滚滚又笨拙的蹒跚路过舞台。花瓣落下的时候，盛无虞终于登场了，灯光里熠熠生辉，俊美无愁，身后的大屏幕放出光效，预示着年会的正式开始。掌声和欢呼声几乎震耳欲聋，宣晓东吃了一惊，转头看了下，看到自己身边的青年都在激动的鼓着掌，满脸通红，眼睛看向盛无虞，充满了崇拜。这么受欢迎吗？盛无虞张开双手，含笑示意大家安静，开始总结过去1年的成绩。身后的大屏随之展示出了相应的图表，哪怕是宣晓东对盛无虞的公司完全不了解，单看图表，听盛无虞说就已觉得成就非凡。音质极好的音响让每个人都觉得盛无虞就在自己身旁说话，声音轻柔却又极具感染力。不过几句话就已挑起了所有人的共鸣。盛无虞的讲话数次被掌声打断，看得出来所有人都非常激动于过去1年取得的成就，完全被他给感染了。宣晓东还是第一次看到企业年会，还是觉得很新鲜的，在长桌旁找了个位置坐着。很棒吧？每1年的年会都是盛董亲自致辞，从不错过。宣晓东转头看到施季青走到他身边，笑着递了杯西柚汁给他。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开始项目投资多，基本不盈利，好些人顶不住，想过了年就辞职。结果盛董年会上说了一遍话，辞职的几个又悄悄把辞职信给收回去了。哎，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人格魅力的领导，头几年真的就是情怀，什么利润都没有，还经常被乙方坑。我也是曾经坑他的一方，他一点没怪我，反而重用我。萤火科技是我见过凝聚力最强、气氛最好的公司了。每年年会后都是工作干劲最冲的1个月，全年业绩最佳。宣晓东接过西柚汁，看着上面侃侃而谈的盛无虞，
心想这家公司一定是盛无虞的骄傲吧。在舞池一侧的自助台中，一个盛装少女也在遥遥看着宣晓东。若有所思，一个青年拿着牛奶过来递给他，一起。牛奶可以喝吧？刚才是我不对，没想到那果汁里头有酒，幸好你尝出来了。林一奇转头对青年微微一笑，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又不由自主看向了宣晓东那一侧。青年被他一笑，只觉得神魂颠倒。是啊，我看着觉得五颜六色的很好看，你在看什么？他顺着林一奇目光看过去，啊，是师密啊。林一奇道，那穿黑裙的女士也是你们的高管吗？青年道，是啊，这是盛董身边第一大秘了。董事长秘书，公司才成立没多久就跟在董事长身边了。听说还有公司的股份，在公司里是说一不二的。林一奇微微点头，心里想着什么，青年却讨好的问他，盛董也快讲完了，等讲完了抽奖结束后，我请你跳舞吧。林一奇看了他一眼，含笑道，我现在有点累，等会儿看看情况，好吗？青年连忙道，好，你身体不好，先坐着吧。他能邀请到这洋娃娃一样的女神过来参加年会，已是心满意足。今晚他收到了无数艳羡的目光，这让他飘飘然。对眼前这玻璃一样的人儿，自然更是捧着怕碎含着怕化，一点不敢委屈。林一奇看着这青年，虽说也是青年俊彦，前些日子父亲带着认识的，如今和台上的盛董一比起来，那可就显出了稚嫩来，而且存在着永远赶不上的差距。自己身体不好，将来应该也生育不了，父亲的意思是不必太看重门第，只要人忠厚，年轻能干，到时候在公司里给他个职位，再厚厚添了嫁妆，对他好就行。眼前这个庞和明正是父亲相中的好女婿备选人选，家世清白殷实，又有专业技术，人品老实，在萤火科技已经做了中层，拿了5年聘书，年薪100万，有机会能做到高管。就算做不到，凭着技术和在萤火科技的工作经历，在林氏也能任不错的职位，在普通人眼里，的确是一等一的好丈夫人选了。林一奇微微一笑，轻轻站起来道，我先去一下卫生间。您先坐。他站了起来，轻轻提了提香槟色的裙摆，款款穿过人群。施继清和宣晓东说了一会儿话，就有人过来请他过去处理事务。他给宣晓东道歉，便又匆匆往后台去了。宣晓东拿了西柚汁随便喝着，忽然身旁一个声音响起，晓东哥。他转头看到一个穿着香槟色礼服裙的妙龄少女站在一旁，长发披肩，眉目精致，但脸色白里透着青，唇色也偏淡。他微微怔住了。林一奇笑着看他，注意到了他腕上昂贵的腕表，您一点都没变，您是和一景哥过来的吗？怎么没见着他？宣晓东有些不自在，我没和他一起，我和他没有联系。林一奇只是笑，我下午看到您在 Adonis 专柜试衣服了，母亲很想你，有空回去看看他吧。宣晓东脸上神色微动，落在林一奇眼里自然是谎言被揭穿的心虚。他俏皮挤了挤眼睛，不必担心，我是支持你和一景哥的。宣晓东脸色微微发青，他想转身就走，又碍于大庭广众之下。旁边的人看他们气质迥异，容貌秀美，不由全都偷眼看过来。对人的目光极为敏感的他越发难受起来。台上已经宣布开始到抽奖环节，盛无虞开始转动一个转盘，开始抽头奖。林一奇却没有停止聊天的意图，还在和他说话，是盛磊磊邀请你们过来的吗？我也好久没见到2位哥哥了，一会儿可以一起坐吗？他有些好奇，不知道林一景去哪里了，想到之前听说二哥的项目是被盛家拦下来了，他越发肯定之前的猜测，林一景一定是和盛家有了合作。作为宣晓东和林一景的妹妹，他当然是支持和祝福他们的。趁这个机会和盛家交好，结识盛家人，正是一个好机会。
他看向台上转着转盘的盛无虞，双腿残疾的话，应该也就不会计较他的先天性心脏病了吧。盛家人也不会强求他还有后代，多合适的联姻对象。他看了眼混在人群里激动喊叫着的庞和明，普通的和身边那些青年小伙子一样，为了一个年会的头奖而激动万分，前途无量。他嘴角微微噙了个冷笑。宣先生。宣晓东转过身，看到施季青，几乎是欣喜的。施季青看到他的神色，几乎想笑。难怪刚才盛董的原话是去把小东给救回来。他笑着道：宣先生，盛董请您去里头。宣晓东立刻点了点头，大步走进去。林奕奇连忙道：等等，小东哥。宣晓东仿佛完全没听到一般，飞快往里头走去。灯光幽暗的通道那里，可以依稀看到一个坐着轮椅的青年男子在那里等着他。幽蓝色灯光中，他身躯挺拔，身影俊美。林奕奇想跟上去，施季青却拦住了他。这位小姐是？林奕奇笑着道：施秘书您好，我是宣晓东的妹妹。施季青诧异道：宣先生没有交代，我要邀请亲属过来啊。林奕奇解释：我是受别的朋友邀请过来的，没想到在这里能遇上小东哥，我好久没见他了，想和他叙叙旧。施季青笑道：原来是这样，还请林小姐见谅。和宣先生另外再约时间再叙话吧，里头是私人聚会。不便邀请您了，现在也马上要抽奖了，您玩好。林奕奇脸色微微一僵，看施季青向他抱歉的点了点头，自己也走了。他咬了咬唇，却到底也脸皮没有厚到硬跟着过去的程度。好在台上正在抽奖，下边欢呼声一浪涌过一浪，没人注意到他这边的小插曲。宣晓东走出通道，盛无虞在电梯口等着他，看他出来笑道：被美女缠上的王子，我是不是打扰你和美女聊天了？宣晓东只低声道：接下来去哪里？盛无虞看他脸色不太好看，心念一转：你认识那女孩？他在台上，下边灯光幽暗，只看到有妙龄女婿和他攀谈。他的身体语言就是恨不得拔腿就走，只以为他是畏惧社交。如今看来另有别情。宣晓东简单道：是林奕奇。盛无虞听名字已明白了，笑道：大概是哪位员工邀请的？不相干。怎么样，要去参观下我的办公室吗？宣晓东意兴阑珊：好。盛无虞带他进了专用电梯，按下电梯按键，别想太多，以后不会见到了。今天是特殊情况，平时大楼安全管理很严格的，没有邀约进不来的。宣晓东应了声，两人到了18楼出去。盛无虞开了办公室，带他进去关上门。一进办公室，迎面一整面玻璃墙的江景扑面而来，令人心胸一阔。宣晓东进去，站在玻璃窗前往下看了看，低落的心情稍稍恢复。盛无虞在他身后问：是不是后悔了？宣晓东一怔，转头看到盛无虞看着他，蜂蜜色的眼睛温暖又迷人。和我出来。要应付这么多麻烦的人和事。宣晓东忽然心里一软，不，和你无关，麻烦要来，始终是要来的。最甜美的果实总在身临荆棘最多之处，毕竟是要和这样优秀的人在一起，总不能什么都不付出。你外公也并不赞成你改姓。林若飞将身子靠到身后的椅背，面上现出了疲惫之色。林奕锦面色平静：我已经成年，改姓我自己同意就行。知会你一声，是尊重你。林若飞凝视着他：林奕锦，你恨我吗？林奕锦淡淡道：没什么感情罢了，谈不上恨和爱吧。林若飞低声道：我认可的继承人一直是你，你陆阿姨秉性柔弱，两个孩子也还小，你妹妹身体又不好，我确实疏忽了你，酿成大祸，当年的事是我对不住你。林奕锦站起来道：你没什么对不住我的，你保了我们衣食无忧，对我对宣晓东都有养恩，这一点我不得不承你的情。是我对不起宣晓东，在没有办法自立的年代。
连累了他，这个情我自己还。林若飞太阳穴青筋突突的跳，咬了咬牙，我同意他回来。你们就以兄弟相处，对外把这事瞒死了，对内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你得为你弟弟妹妹想想，出了这样的丑闻，他们怎么结婚？林义景笑了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厢情愿。他起了身，转身就往外走，神情冷漠。下楼的时候遇见穿着香槟色礼服裙的林奕奇刚从车子下来，迎面看到他愣了一下，露出甜美笑容，大哥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奇怪，他看宣晓东进去后待了一会儿没去，就自己回来了，没想到一回来就看到大哥在。他没陪着宣晓东他们和盛董一起吗？难道是父亲叫他有事？他眸光闪动，却笑容甜美，看向林义景。林义景没理他，默然穿过前院，进了自己车子，启动出去了。林义奇走进大厅，看楼上果然书房开着门，便到了门口，轻轻敲门，爸爸。林若飞正一只手用力按着太阳穴，皱着眉头，抬眼看到他眉毛微微舒展开，义奇啊，不是和小庞去参加年会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林义奇笑了下，人多气闷得很，我就回来了。我看到大哥怎么回了？不留在家里吃饭吗？林若飞疲惫的摇了摇头，不提他了。你确实不该去太气闷的地方，怪我没想好，倒让你没玩好。林义奇乖巧道，爸爸也是为我着想嘛，而且确实大开眼界。萤火科技真的不愧是现在势头最猛的高科技公司，我今天看到他们的董事长甚无语了，真的非常有领导力的人。林若飞点头，确实是非常卓越的人。林义奇笑道，我听说盛董事长还没有结婚，今年29岁了，非常年轻有为。林若飞点了点头，排除盛家的背景，他本人的确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可惜意外残疾了，不然在政坛必然还能大放光芒。如今弃政从商，也是风生水起。林义奇道，他身体如今这样，盛家人应该也不要求他有后代了吧？林若飞道，没人敢打听这些，但他出事后一直没有传出任何结婚的意向，想来恐怕情况不太妙。林义奇道，那爸爸有没有觉得其实盛家是一个极好的联姻对象呢？林若飞一怔，抬头看向一向乖巧的女儿，什么意思？林义奇露出了个苍白乖巧的微笑，反正我也不能生育，为什么不干脆试试能否和盛家联姻，也算给家里一点助力呢？林若飞震惊道，岁数差太大了，况且他极有可能他到底无法在女儿跟前说出那话来，只能勉强道，你不懂，不能生育是以什么意思？林义奇微笑，我懂，爸爸，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觉得没什么，我这样的身体从生出来就一直拖累着爸爸妈妈，还害得如今大哥和您离心。如今若是能和盛家联姻，改善家里的处境，兴许大哥也能回心转意，和您和解，到时候我们又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林若飞有些感动，但仍然拍了拍林义奇的手，傻孩子，家里不需要你去做这些牺牲，你大哥的事也不怪你，是我们处理好。他微微感慨，当时其实应该顺着他的意，送他们一起出去国外。少年人爱叛逆爱新鲜罢了，当时让他们胡闹个几年，兴许早就分了。林义奇笑道，爸爸您其实也有点老古板了，两位哥哥在一起，我们又是和和美美一家人，有什么不好？他们确实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也不同姓，完全可以合法结婚，只要我们不说，谁会理这些小事？不过是当家里多个童养媳罢了。外人说，也就由他们说去呗，咱们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再说，若是真的能和盛家联姻，外人上赶着巴结林氏都来不及呢，谁管你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林若飞心里一动，看了眼林义奇，林义奇知道他已异动，连忙加了一把火，再说了，
我听说盛董一直在治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兴许过几年就治好了，到时候名门书园，那是由着他挑选了。其实女儿今天看到他，十分喜欢，这也是女儿的一点私心。他长得实在很是英俊，看了他再看别人都看不入眼了。林若飞看林奕奇脸色绯红，心念数转，拍了拍他的手，这些事情我们大人自有考量，总会替你打算好，你先去看看你妈妈吧。林奕奇笑嘻嘻走了。林若飞一个人坐在书房，蹙起眉头，陷入了沉思。盛无虞起床转头，宣晓东兀自沉睡，昨晚闹得确实又有些晚了，心里有些歉疚，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宣晓东睁开眼，看到他又看了眼窗外天色，又闭上了眼睛。起这么早？有事？陈无虞笑道：我和盛伟磊去接我家老太太，你睡。宣晓东又睁开眼，我陪你去吧。盛无虞笑道：不用，明天就除夕了，到时候你和我一起过去老宅就行。我让盛伟磊邀了楚若桌一块来陪你，以免你一个人无聊。他刚从环京回来，宣晓东知道是盛无虞体贴自己。再者，老太太从国外飞回来，应该也比较疲累，的确也不是见外客的时候，便点了点头。好。陈无虞吻了吻他额头，起身拉过轮椅，上了轮椅去浴室洗漱。宣晓东本也不是个赖床的人，也就起了身，先去把猫和狗都给喂了，又去厨房做早餐。盛无虞洗漱穿了外套出来，看到宣晓东身上只穿着汗衫背心短裤，站在厨房里在煎三文鱼，汗衫显得背肌线条性感之极，颀长身躯肌肉线条分明。小布明明吃了猫粮，但却仍然跳在中岛上，专心致志看着平底锅里的鱼。外边天寒地冻，屋里虽说全屋空调，但也微凉。宣晓东似乎全然不觉寒冷，身体也是热得很。盛无虞想到心里都有些微微一热，低头看了看时间，估计盛伟磊快到了，转回衣帽间，挑了件才买的针织衫出来递给宣晓东，穿这个。宣晓东将煎好的三文鱼倒进碟子，拿衣服往身上套下。深蓝色的针织衫带着低调优雅的光泽，衬得皮肤越发白皙。盛无虞忍不住笑，说出去你又是特种兵又是种地的，细皮嫩肉成这样，谁相信？宣晓东道：遗传的，一晒就红，然后就脱皮，脱完皮还是白的，夏天会黑一些，冬天就又白回来了。战友们也笑我，说我是少爷兵。宣晓东快手快脚，又煮了几个白水蛋和玉米，热了牛奶，盛伟磊便到了，和宣晓东打了招呼，笑眯眯地道：我和小叔先走，楚若桌一会儿就到。他前阵子都在环京才回来，给你带了礼物，还一直说要和你道歉。他最爱玩，静海市哪里好玩的他都知道，一会儿你想去哪里玩可以问他。宣晓东叫他吃早餐，盛伟磊也不客气，和盛无虞一起坐下来，三人吃了早餐。盛无虞便和盛伟磊先走了，宣晓东则带了小黑狗上楼顶露台溜了溜。楼顶露台修了花园，露台休息区和泳池很是宽敞，游泳池天天有人保养换水，十分干净。宣晓东站在泳池边看了看，索性脱了衣服下去游了2圈上来，才上岸却听到手机响。他以为是楚若桌，也没看，湿漉漉的擦了下手，接了电话起来：你好。结果对面传来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小东是吗？我是程浮云，无虞的爸爸，有个事想麻烦你，不知道方便不？宣晓东有些吃惊：程伯父您好，有事交代请说。盛浮云道：明天就过年了，无虞说了明天会带你过来过年，还和我说你特别擅长做菜，做了好多腊肠腊排骨过来给我们。宣晓东道：村里猪肉好，做出来味道还行，也干净。程浮云道：有熏大肠不？宣晓东：没有，这东西一般不会有人做来送人的，毕竟不是人人能接受吃猪大肠。盛浮云非常惋惜：这样啊，我呀
最喜欢吃大肠了，熏的、炖的、炸的都行，就是年纪大了，他们老说这个胆固醇高，又说外边做的不干净，都不肯让我吃。现在都快过年了，我想着一年到头吃那么一次不打紧吧。如果是你拿来的，他们更不好说什么了。悄悄给你说啊，吴瑜的妈妈也喜欢这个，每次怀孕就爱吃这个。宣晓东干脆道：既然伯父伯母喜欢吃，我今天做个熏肠，明天一起带过去。盛福云欣然，吴瑜的妈妈今天回来，明天看到有这个菜，一准儿喜欢，不会太麻烦你了吧？这东西做着麻烦又脏。宣晓东忍不住微笑，不麻烦，没事，伯父不用客气。盛福云高兴的谢了几句，挂了电话。旁边秘书吴振奎有些无语看着他，程老，你也不怕把人给吓跑？还没进门，先下马威让人整大肠，一听就像从前恶婆婆整治新媳妇。盛福云挥了挥手，你懂什么？他妈妈是真爱吃，我这是没把人家当外人，让他做点事，拉近距离，我这是帮吴瑜呢。吴秘书道：我若知道我爸让我家媳妇做大肠，我可心疼死。盛福云微微心一虚，不会吧？吴秘书谴责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三少肯定会心疼的，而且明明是您自己很想吃了吧？话说人家真的不会多想吗？进门的下马威什么的，程福云摸了摸鼻子，我觉得宣晓东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吧？心下忽然开始忐忑不安，有些不确定起来。宣晓东挂了电话，听到语音提示通报大门有来客，看了眼视频，正是楚若拙，拿了浴巾匆忙擦了擦，套了针织套头衫，便下去开门。楚若拙进来看他头发湿漉漉的，吓了一跳，洗澡吗？宣晓东道：不是，刚在露台游泳。楚若拙看他长腿还湿漉漉的，针织衫也湿了一半，连忙道：你快去换衣服吧，今天想去哪里玩？我回京好些天才回来，去射击场吗？或者去骑马？一边把带来的礼物放在桌上。宣晓东道：找个能买猪大肠的地方吧。楚若拙一怔，什么？宣晓东拿了毛巾，一边擦头发一边道：新鲜的，最好是刚杀猪的地方，刚刚拆出来的猪大肠。宣晓东换了衣服，加了件风衣，显得他身材高挑挺拔。楚若拙问他：不是吧？你说真的？买猪大肠？宣晓东道：我做点熏肠。他没说是谁想吃，毕竟要给盛部长一点面子。楚若拙伤脑筋，那只能是去菜市场了，但是现在要过年了，哪个菜市场也不太了解，我让人去帮你买吧。宣晓东道：不用，别人不懂。他直接下楼，楚若拙只好跟着他下去，笑道：你等等嘛，我找人问一问。宣晓东道：不用了，我想到了，虽然过了很多年，应该没变。他出了楼，楚若拙笑道：去哪儿呢？我车子在车库，开出来。宣晓东却摆手，车子不方便。他走了几步，拿出手机刷了一辆公共自行车。行吧，他也认命的拿出手机来，也刷了一辆公共自行车，跟着宣晓东骑着车出去了。楚若拙开始不太熟，跟着宣晓东骑了一会儿，吃惊的发现宣晓东似乎对静海市很熟，骑得飞快，一会儿就到了城西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这里满满当当都是人，进市场的道上都摆满了水果、菜、瓜、米、杂粮等等商品，还有为数不少的摊上摆着过年的春联、香、年画、鞭炮等等物品，不少人还在买着春联。他这才知道宣晓东要自行车的意思，真的开车子过来。怕是要找1公里才能停好车，确实自行车快捷方便多了。两人把自行车停好，走了进去。楚若拙笑着问宣晓东：看不出你好像很熟这边。宣晓东随口道：是啊，送过快递。街上太吵闹，楚若拙疑心自己没听清，但也没好问。看着小贩们拿着纸牌写着价格插在各种商品上，比超市里头的食物
要便宜许多，他十分吃惊。宣晓东却如鱼得水，一路走一路买，买了好些看上去特别新鲜的菜和一些蒜头、青葱之类的香料配料，连过年的春联礼包、烟花等等都买了一大包，很快手里就沉甸甸提满了各种东西。楚若拙伸手去帮忙，宣晓东也没客气，直接把2大袋都给了他。楚若拙哈哈笑着，全给我呀。宣晓东转头笑道，不然一会儿你提大肠。楚若拙大惊，不了谢谢。宣晓东熟练走向水产，买了些活虾活鱼之类的水产，还买了一些佐料，然后又在路边摊子买了个手推不锈钢买菜车，终于把楚若拙的双手给解放了，东西全放上了小推车上，拉着走。楚若拙松了口气，几百年没逛过菜市了，还挺有意思的。宣晓东最后走到了卖肉摊，果然找到了卖猪大肠的地方，结结实实买了2副猪大肠，又挑了副猪肚，买了些别的肉，然后才和楚若拙出来，拿了自行车，又将手推车扣紧在后座，然后一路骑车回了萤火科技楼下，停了车上楼，开始分门别类的整治东西。楚若拙看着宣晓东到处到水里泡大肠，倒也有些好奇，跟在旁边东张西望，真是豪气啊！这里真没想到盛无虞居然会让你住他公寓，是真的喜欢你做的菜了吗？他在你那里租房修养的不错吧？连过年都要邀请你来城里住，看来是真离不开你做的菜了。宣晓东去将衣服换了，换回自己那汗衫短裤，回到厨房感觉到好操作多了，便开始用白面和醋抓洗半天猪大肠，给猪大肠焯水，倒了大半瓶的白醋。楚若拙还在兴致勃勃，你怎么会想到做猪大肠给程无虞吃啊？看起来他就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呀。宣晓东道，是我自己想吃。楚若拙在客厅看了一轮江景，嘿嘿回来走到厨房道，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宣晓东将用白醋煮过的猪大肠捞出来洗干净后道，有啊，你去那边拿一把厨房剪过来，帮我剪掉这些多余的脂肪吧。他抬了抬下巴，楚若拙走过去，刀架上拿了把厨房剪过来，路过宣晓东身后，忽然一怔，眼睛落在了宣晓东背上的好几个红印上。他心里头掠过一丝疑惑，宣晓东却伸手递给他一双厨房手套，他戴好后，然后按他的要求慢慢剪掉那些浅黄色的脂肪。等细细剪完打理完，时间又过去了不少，楚若拙肚子开始饿了。看宣晓东将大肠扔进锅里，加了青葱叶和各色香料炖着，又将一只洗剖干净的鸡塞进了猪肚里头，拿了牙签封口扔进锅去炖汤，笑了，这个以前你也做给我吃过，当时心情不好，没好好品尝，一会儿可要多喝几碗汤。宣晓东点头，这个冬天喝最好的。楚若拙却有些惆怅，那次是真的险，现在平安度过了。我们家老爷子特别高兴，这次去还京带进带出，还私下给了我点东西，回想起来你是我的贵人。宣晓东转头笑了下，是你吉人天相。楚若拙踌躇了一会儿道，前些日子对不起。宣晓东手顿了下，过了一会儿道，没事，是我私人的事。楚若拙道，林义景，他是我在国外读书时候的同学，因为都是国内来的，关系还不错。前阵子我不是找张伯算账，把钱给追回来了吗？求他帮了下忙，所以他忽然回国，又忽然说想去看看我的香蕉地。我当时就没多想。宣晓东垂下睫毛，不欲多说。楚若拙看着他侧脸俊秀，心里想着当初自己只以为是农户人家，谁想到居然和林义景有那样的渊源呢？现在盛无虞是庇护他吗？想不出盛无虞那样的人居然肯庇护他至如此。林义景呢？听说现在和他父亲和外家闹得都不太开心，要说如果夏家都不支持他的话，他也不好过吧？难道真的在校园过每月拿个万把块工资的清贫教授？这在他们这些家庭的子弟来说真的不可思议。多少人真的肯完全脱离家族庇护，
完全不借助家庭助力。而且看宣晓东这样，应该不会回头吧？他心里胡思乱想着，却见宣晓东已弄了几样快手菜出来招呼他用餐，他也就不再提林义景的事，只和他说些在京里的闲话，又说静海市哪里好玩的，等初一初二后就能约着和盛伟磊他们一起去玩，或登山，或打猎，或海钓，或组局玩耍。说起玩的来，他眉飞色舞，宣晓东也只是默默听着。吃完后收拾了碗筷，看看时间差不多，拿了熏锅来搭好，放盐放糖放茶叶放迷迭香，把炖好的大肠放在上边，开火开熏。楚若桌吃饱了，人也懒了，心里想着下午该去哪里玩呢，一边抓了小黑狗来揉着玩。3次熏后，熏肠熏出了漂亮的颜色，香味也飘出来了。大门开了，盛无虞和盛伟磊回来了。楚若桌见到了，站起来笑道：“这么快回来了？”盛无虞道：“你们没出去玩？”楚若桌道：“小东说要做熏肠，我们去了菜市场。说起来，小东对静海市可比我熟多了，居然知道哪里有卖猪大肠。”陈无虞眉毛微抬，转头看宣晓东：“是不是我爸让你做的？”宣晓东一笑，没说话。盛伟磊哈哈笑了：“我知道，我妈前天就说了，老爷子嘟囔着过年也不弄个烤肠，问我爸要不要去酒店订个9砖大肠。我爸一口否了，估计老爷子就把主意打在小东这儿了。”楚若桌吃惊道：“盛老爷子喜欢吃猪大肠？”盛伟磊嘿嘿笑着，他年纪大了，很多东西家庭医生都不让吃了。楚若桌想了下电视上看到的威严的盛老爷子，十分混乱。宣晓东问盛无虞：“吃了饭没？”盛无虞道：“陪我妈吃了点，胃有点不舒服。”“没吃多少？”宣晓东道：“有猪肚鸡汤，我盛一点给你喝，会舒服点。”盛无虞道：“好。”直接去了厨房餐厅里餐桌前。宣晓东过去开了锅盖，盛了一碗汤。盛磊磊笑着招呼楚若桌：“若桌，去我那边玩玩。”楚若桌知道盛无虞不舒服，大概是要休息了，连忙也站起来笑着道：“好，那我就先告辞了，改天再约小东出去玩。”盛无虞道：“好，今天多谢你。”楚若桌忙笑道：“不敢当。”心里却一阵奇怪，多谢我做什么？反而是他要多谢盛磊磊安排个机会给自己和宣晓东道歉。盛磊磊一往外走，一边对宣晓东道：“小叔，小东哥，那我们先走了哈，明天见。”楚若桌心里那种怪异的感觉越发浓了。盛磊磊走和主人家打招呼不奇怪，但对待宣晓东的感觉仿佛他也是主人一般。主人，他忽然想起今天来的时候看到宣晓东刚刚游泳。宣晓东这人性情温和，但如果是做客，主人家不在的时候随意使用游泳池，当然盛无虞肯定同意。但宣晓东这个人的个性应该是不会愿意麻烦别人的。他转头看到餐厅里程无虞拿勺子正在喝汤，不知道和宣晓东说了什么，忽然舀了一口汤给宣晓东，然后宣晓东真的弯下腰来，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汤，不过是临走前的惊鸿一瞥。楚若桌整个人仿佛雷劈了一般，出来和盛磊磊进电梯的时候，他脑子都仿佛转不过来了。盛董和小东，盛磊磊按了电梯，不解其意：“什么？”楚若桌结结巴巴：“我是说盛董和宣晓东好像是在一起了。”他脑海里掠过今天看到宣晓东背后的红痕，还有那轻松自在仿佛一直是主人的姿态。程老爷子还绕过了盛无虞，直接指挥宣晓东做熏肠。盛磊磊茫然了一会儿，恍然道：“当然是在一起了呀，我不是和你说了我小叔请你过来陪一下小东吗？就是担心他一个人在家无聊吗？没在一起怎么会住一起啊？你这么聪明，还要我把话说那么明白？”他以为是给他机会道歉呢。再说住一起就是同居吗？盛无虞可是那么高高在上的人。不对，也是，盛无虞怎么会随便让人住他的公寓？
当然是因为是情侣才会住一起啊。楚若拙整个人都石化裂开，这也太突然了吧。盛磊磊道，家里也很意外，但是小叔这人做事一贯有主张。他通告了家里，又决定带小东哥回家过年，意思就很明确了。我们自然也都当他是家里人看待了。最惨还是自己曾经得罪过的人变成了自己长辈，虽说宣晓东脾气温和，但是小叔可一直记着呢。楚若拙想到还在和家里割裂的林义景，默默为他点了一根蜡烛。老同学啊，您还指望着盛无虞庇护宣晓东呢，这下好了。确实庇护了，现在是人家整个盛家护着了，林家算什么呀？除夕一大早，宣晓东起身随便做了点早餐，就开始收拾东西。各种之前的腊排骨、腊肉，昨天熏好的大肠，各种干菜、萝卜干都重新从储藏室里拿了出来，认认真真检查过，重新包装好。盛无虞看着他忙碌，也没说什么。宣晓东一直是个很勤快的人，很少看到他安静坐着什么都不做。只要清醒着，他总是手边有点事做，做饭这些对他来说就像是休息和享受。真正的休闲娱乐也是要么看看书，要么打游戏，整个人精力充沛，充满了活力，还没有丝毫不良嗜好，生活习惯比起许多城里现代人来说要健康很多。宣晓东来的这2天，因为屋子有专人收拾，他除了做3餐，剩下的时间就比较清闲，而这加重了他的紧张情绪。于是他干脆去楼上露台游泳。整理东西的确是能给舒缓情绪，包括昨天父亲叫宣晓东帮忙做熏大肠，一件明确的具体的事情，能让他暂时忘记第2天需要面对一大家子陌生人的紧张感。宣晓东全部收拾好了，才坐回盛无虞跟前开始吃早餐。以为还是不舒服吗？怎么只吃了一点？他看了眼盛无虞跟前的早餐，他昨天胃不好，所以早晨他特意做了清淡好消化的淮山鱼汤面，但一大盅的鱼汤面，程无虞只吃了1小碗。盛无虞道：吃了一点，觉得胃又不太舒服，就没吃了。宣晓东把剩下的面吃完，他看了下盛无虞，忽然道：你又在吃药了。胃是最明显的受情绪影响的器官，总是很直接。他记得盛无虞刚到半山农场的时候，经常在吃药后情绪低落，几乎没有任何胃口，只是为了吃饭而吃饭，看不出他的喜好，没有享受美食的概念。后来有段时间他换了药，好像好很多，食量和食欲有所恢复。盛无虞看瞒不过他，有些无奈的笑了。宣晓东伸手摸了摸盛无虞有些淡色的唇，低声道：是我给你造成压力了吗？盛无虞道：不是你的原因，是我老毛病犯了。我希望能做一个完美的情人。昨天我打了个电话和心理医生聊了下，他的意思是我在强迫自己非要在你跟前扮演一个完美的情人，而不是尝试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以至于当你出现了想要离开的情绪时，我也给自己过高的要求，尤其是这其中还掺杂了不可控的因素，比如我的家人，比如你的过去。宣晓东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紧张的情绪，他走到盛无虞身边，附身下去吻了吻他的额头，不要紧张，我爱你，相信你这么可爱的人，一定也有很可爱的家人，我会努力接受的。盛无虞伸手去握住他的手，我很后悔，我现在比你还害怕见家人，我说实话，我出事以后，每次过节我都假装身体不舒服，他们也从来不勉强我聚会。事实上，今年带你一起回家，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冒险的决定。我每一刻都觉得自己会后悔。直到刚才，我还在想拿出手机订2张去金花沙岛的票，然后和你飞过去，逃离这一切，到岛上度假，只有我们2个人，谁都打扰不到我们。我们去那里住在海景酒店，吃生蚝，吃清口贝，小龙虾刺身，爆浆的奶酪球，肥鹅肝。那里正是盛夏。宣晓东一怔，盛无虞忽然伸手握着他，我觉得我该面对自己的心，要不我们逃吧。
盛无虞的眼睛看着他，温暖又充满了期冀。宣晓东毫不意外，只要他点头，盛无虞真的能做出来，立刻买2张机票离开这座城市，把一大家子等他回去过节的关心他的家人丢下。梁老可是一个从国外飞回来，一个从环京赶过来。金色的海滩充满了诱惑。宣晓东深深吸了一口气，握住他的手道：其实你在静海没多久吧？我之前听你说你是辞职了才来静海创业的，之前都是在环京读书的时候，也常年在国外。看他吃的大部分都是西餐就知道。陈无虞点了点头。宣晓东道：到下午也还有点时间，我带你去个地方玩玩吧。盛无虞想起来，宣晓东其实反而可能比他更熟悉静海市，整个青少年都在静海市度过。难怪楚若拙说他比自己了解静海市，尤其是他还送过快递。他深深看了宣晓东一眼。好。宣晓东下来开车，并没多久便转入了城郊一侧的山道上。盛无虞认出来了，这是海灵寺。宣晓东道：我们去爬后边的山。他停好车，拿了呢外套先给盛无虞穿好，自己也简单套了件风衣。两人便下车爬山。盛无虞坐的轮椅其实不便攀山，但这里山道修的还算平坦。又是除夕，山道上幽静无人，两人慢慢上去也还算自在。宣晓东推着他，大概攀了半个多小时，便就到了山顶。他带着盛无虞在山顶一侧的观景台上道：你看，禅院所在的地方一般都风景秀美，禅意幽深。冬日风凉，天空灰蓝色的，在观景台上能看到前面海灵寺的寺院一侧。僧房里有和尚进进出出，有的在挑水，有的在扫地，有的在给后山的菜地浇水，有的在晒衣物。盛无虞看了一会儿，不解其意，转头看他，风景挺好。宣晓东嘴角带了些微笑：你看他们在种菜。陈无虞仔细看了下，果然看到是有不少和尚在给后山的菜地浇水、挖土、施肥。盛无虞若有所思，宣晓东出神一般看了一会儿，对盛无虞道：我以前无聊，就喜欢看着这些和尚天天种菜。今天挖了多少，明天摘了多少菜，又种了什么菜，隔了这么多年，他们也还是这样。盛无虞道：你是想让我看他们隐居出世，悠然自得吗？宣晓东笑：算是吧，不过我没这么多想法，就是看着他们心里挺安静的。我小时候在这附近的私立学校读书。他指了指后山，果然看着树影后四周有操场和教学楼。现在因是放假，也十分安静。宣晓东笑道：那时候我功课跟不上，又爱玩，经常逃课跑来这里看和尚天天种菜。那时候就想，种菜是有多好玩啊，他们连家人都不要了，当和尚天天种菜。盛无虞扑哧笑了。宣晓东道：我还真的偷偷去问了庙里的大师傅，问他们收不收小和尚，只要不用学习，我也能种菜烧饭。盛无虞微微收了笑容。宣晓东道：结果大师傅说现在不收未成年了。我如果长大了成年了，还想当和尚也不行，得先考上大学才行。得考佛学院呢。我才知道考不上大学，我哪儿都去不了，只好认真学习了。盛无虞伸手将他的手拉过来，十指交错握着。宣晓东低头看他笑道：大师傅当时还和我说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先想办法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有个家，才能知道自己想不想出家，所以要等我长大了，读了大学懂了事了，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出家。宣晓东微微用力握着盛无虞的手：我虽然不知道一个温暖的家是什么样，但是我看盛磊磊对你维护的样子，看盛老先生坦诚明理的样子，我想你的其他家人一定也是非常好的人，你们家一定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应该要珍惜他们的一番情谊。宣晓东看着寺院那儿，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过着这样的日子，打扫、读经、吃素斋、种菜，
我时常来看他们，想着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这里就像是我的另外一个家一样。盛无鱼听他拐来拐去，说了这么一番大道理来安慰他，心里却只心疼当初那么小的孩子就已想过出家逃避这样的事，心下温暖，反握着宣小东的手。好，那我们中午去禅院吃个素斋吧。宣小东却摇头，今天除夕了，寺院餐馆不对外营业了。不过我知道他们今天会舍一些食物给人祈福。你等等。他从山道下一路走下去，身躯灵活，很快到了寺院大门口。又不多时，拿了2个煮熟的玉米回来，递给了盛无鱼，你尝尝，桂花蜜水煮的，你胃不舒服，尝尝就行。盛无鱼笑了，免费的话，不是会有很多人排队吗？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宣小东从包里摸了个平安符出来道，家有病人可以捐个灯，然后就会送个平安符，还有佛前供过的食物，吃了就能1年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现在没什么人，明天一大早抢头香的拉可多了，求财的、求平安的、求健康的，信这个的都要抢头香的。原来还是舍了钱才有的特权。盛无鱼忍不住笑了，平安符怎么不给我？宣小东道，怕你不信这些。盛无鱼拿了过来，翻在手里看了看，妥帖放进了自己大衣口袋里，点头笑了笑，收好了，等动手术的时候也要带着。宣小东笑了，陈无鱼慢慢掰了玉米来吃了，果然玉米一股桂花糖的香味。宣小东道，喜欢的话改天我做这个给你吃，我那也有桂花蜜，煮了以后再烤，刷过蜂蜜，就是很漂亮的，也很香甜。盛无鱼道，好，动完手术就回你农庄那里。宣小东看他吃了一些就不吃了，便拿了湿纸巾替他擦手。2人又一起下了山上车，宣小东发动车子开出山道，问道，直接去你家吧，东西都装好在车上了，再磨蹭下去，只怕盛先生又想出什么别的主意。毕竟他自己也是意志不太坚定的人，把这高高在上的盛先生从别人家里拐走，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这可真是太充满诱惑力了。盛无鱼看了眼车窗外，看到学校门口一掠而过，宣小东全然没有丢给那学校一个眼神，就知道他对这读了10年的学校毫无感情和留恋。他顺口道，好，那就回家。林园公馆今天是热闹的，宣小东和盛无鱼进去的时候，大厅里正在打牌。宣小东和盛无鱼一进去就受到了热烈欢迎，程浮云高踞上头，手里抓着厚厚一把纸牌，像是抓着一把扇子。他看到宣小东手里提着满满2袋子的东西，就露出了垂涎欲滴的笑容。勋常来了，磊磊，快拿去厨房让你妈给切上。宣小东他还没有从一进门就看到一大桌子热火朝天的牌桌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已经被盛磊磊站了起来，过来接了他手里的东西，又把他按到自己位置上。小东哥，你打牌，我去厨房帮忙。宣小东手里被塞了一把纸牌，有些茫然，我去厨房帮忙吧，我不会打牌啊。上边老太太已经发话，坐着坐着哪能让客人动手，厨房有无鱼的大嫂二嫂忙着呢。你玩牌不会无鱼教你。宣小东看向老太太，您好伯母。老太太皮肤白皙，胸口手腕都带着深绿色的通透翡翠，说话眉目绰约，仿佛带着笑。好孩子，你和我一边呢，快点，轮到你出牌了，前边出红桃，那是磊磊的堂妹盛莎莎。一个短发女孩子转过头对他笑得甜美，小东哥好，快出牌吧。宣小东仓促回了个笑，拿起手里的牌笨拙打开，几乎捏不住那厚厚一大叠纸牌。好在他手算大，旁边盛莎莎的手那么小，是怎么灵活握住这么多纸牌的？这是有多少副牌？他偷眼看了下旁边一大堆刚拆出来的纸牌盒子，粗粗一算，至少10几副。牌桌很大，数了下10个人。盛无鱼已经在他身侧，修长手指点了下他手里的牌，出这张。宣小东麻木将这张红桃七扔了出去，
盛无鱼笑着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很容易的，我教你，每轮牌面大的出牌，他出什么花色，你就出什么花色。对方出几张，你也要出几张，没有这个花色，你就可以用主牌来毙了他，也可以垫同样张数的副牌让他过。间隔的就是队友，你和我妈，和我二哥，还有这是盛乐乐，是二哥的儿子，这是盛喜喜，是乐乐的妹妹，你们是一对的。我爸、大哥，还有莎莎、钟元秀，这是乐乐的妻子，这是李凯，是大哥收养的孩子，他们是一对的。李凯向宣晓东点了点头，我比你大一点，你得叫我哥。宣晓东，李凯哥。盛无鱼微微对着李凯意味深长的一笑，得意不了多少日子。李凯嘿嘿一笑，多一天都爽，是不是？小东弟弟。盛无鱼不理他，继续和宣晓东说话。你看，这是我大哥，他垫了副牌，说明他手里没好牌，不想出牌。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抬起眼来，似笑非笑看了盛无鱼一眼。我手里没好牌，你等着。盛无鱼毫不畏惧，你来啊！他伸手扶了下宣晓东的手，替他整牌，继续低声给他说规则，同样花色。点数大的大，可以3拖2，可以4拖1，也可以一对一对的出，这是主牌。没有副牌就可以调用主牌来枪毙他，不过必须得一样形式。对方是一对，你就得用一对来枪毙他；3拖2，你就得找3张一样的加一对来枪毙他。宣晓东耳根都热了，脑筋转着，使劲记着规则。盛莎莎在一旁笑道：“完了，小东哥有小叔帮忙，小叔记牌算牌特别清楚啊。”盛浮云笑了声出了张牌，算牌清楚有啥？无鱼的手气总是不好。牌烂。盛喜喜长头发，一侧别着雏菊发卡，戴着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爷爷，但是现在是小东哥在摸牌啊，我看下一把一定牌好。”老太太点头笑了：“不错，我看小东就是个有福气的。磊磊也是个手气臭的，可算把他换下去了。刚才一张一张的瞎出牌，把我的一把好牌全拆散了。”盛浮云道：“你那也叫好牌？就算不被磊磊拆散，真出来也要被我毙了。”老太太怒道：“怎么可能？你刚才方块根本没出完，怎么毙我？明明还有一个方块3，一个方块5，哼，以为我老糊涂了吗？”两老斗起嘴来，下边仍然一刻不停出牌，仿佛司空见惯。盛莎莎还在添火：“哎呀，牌场无夫妻啊！”盛大哥淡淡道：“你是不是还想说牌场无妇女？”盛莎莎嘿嘿笑：“爸，红包大一点，我就给你放水。你手里留的是黑桃吧？”盛大哥道：“你可以试试看。”宣晓东在盛无鱼指导着把这一局打完，总算捋清楚了规则。看大家洗了牌继续下一场，他有些不习惯，转头悄悄问盛无鱼：“你来不？”盛无鱼道：“不用，你摸牌，我手臭。”一旁盛莎莎早就咯咯笑起来：“小东哥，你是真不知道，小叔手气真的特别差，黑的不得了，打游戏抽牌都会抽到最差的那种。”宣晓东摸着牌，盛无鱼捏了个开心果，剥开递到他嘴里，他也张嘴吃了。老太太在上面问宣晓东：“你们是不是早上去过海灵寺那边？”宣晓东吃了一惊：“您怎么知道？”他不由看了眼自己身上，难道是有香火的味道？老太太笑得神秘：“我神机妙算。”宣晓东信以为真，肃然起敬。盛喜喜笑了：“小东哥真老实。是小叔拍了平安符发了咱们家族群里啊，还有玉米棒子是不是？”宣晓东他转头看了眼盛无鱼，盛无鱼满脸一本正经：“车上无聊拍的。”李凯损他道：“就是炫耀。”盛无鱼默然道：“离光棍，你今年又失恋了吧？”李凯凛然道：“是缘分没到，快出牌。”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的闲聊着天，宣晓东慢慢也认出了牌桌上的人。
盛无余的大哥沉默寡言，基本不太说话，陈二哥就稍微活泼些，时时说话。大哥这一房只有盛莎莎和收养的离开，二哥这一房2儿1女，盛乐乐还结了婚，儿媳妇中原秀是个老师，看上去应该是有孕了。他打了一圈，看盛磊磊端了菜出来，便道：“磊磊，你过来打吧。”又和上边梁老道：“伯父伯母，我和无余出去走走。”盛福云正专心看牌，挥手去吧。又看了眼时间，熏肠切好了吧？晚饭吃啊？盛老太太笑道：“可以去无余房间歇会儿，吃饭叫你们。”宣晓东退出来，盛乐乐十分遗憾道：“哎呦，换盛磊磊这手气不好的来了。”小东手气真的不错，都是赢的。盛磊磊怒道：“胡说！我手气明明不错，是你不会和我打配合。”盛乐乐道：“人菜瘾大。”盛磊磊呵呵了声：“是说你自己吧？上次让我带游戏，结果总是坠机的是谁啊？”两兄弟斗起口来，宣晓东听着只觉得好笑，推着盛无余往后廊走去。这里他上次来还是衣冠并引，出入皆为权贵，高不可攀，如今却热热闹闹摆了一大桌子的牌桌，满地瓜子壳。老盛还等着吃熏肠，瞬间就接了地气。里头牌桌也还在热闹打着，盛乐乐还在埋怨盛磊磊：“你一回来，我们就说还不如让小东继续打呢，都说新学牌的人手气旺。”小东果然手气好多了。盛西西抿着嘴笑：“哥你就别怪二哥了，人家小东哥那是体贴小叔。小叔坐在旁边守着他这么久，小东哥明摆着是要陪着小叔出去放松下休息下。你呀就是个直男。”老太太在上头笑道：“可不是，你媳妇儿怀着孕做了这么久，你也不知道给你媳妇儿倒个水问问累不累？还是喜喜知道照顾嫂嫂，都帮你媳妇儿倒2次水了。你这牌瘾上来六亲不认的，还是多歇会儿，让小钟也休息休息。”盛乐乐茫然转头：“啊，元秀你累了没？平时咱们打游戏比这时间长多了，坐着有什么累的？”钟元秀忙笑道：“不累的。其实没打几圈，他月份还小，身子不重，也不是一直坐着，都时常动动身子。其实无妨的，确实在家夫妻俩打起游戏沉迷起来，打个通宵都有。但他知道老太太这是担心他心里有想法，安抚他，心里也愈贴。盛无余那是腿脚不便，自己动不了，宣晓东是真把盛无余放在心上了。第一次见配偶的长辈还是高门权贵，他和宣晓东其实情形类似，按理应该是紧着老人高兴，好好陪着老人玩乐，但对方显然是把盛无余放在第一位了，老太太心里高兴着呢。盛福云笑眯眯放了牌：“好了好了，我看也快吃饭了，大家歇会儿松散松散，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眼睛早就看到桌子上摆上来的熏肠，笑得满脸开花。盛西西起身笑道：“我去厨房帮个忙。”盛莎莎道：“我也去。”起了身和洗洗手拉着手出去了，一路还窃窃私语说笑着。盛乐乐有些尴尬，走到钟元秀身旁：“你累了没？我们回房去休息一会儿。”钟元秀笑了声：“好。”又悄声道：“你看，我是托了小叔的福，才算享受你温柔体贴一回。看来老爷子老太太对小东哥很满意了。”盛乐乐摸了摸后脑勺：“爷爷奶奶不是一向都挺慈祥？从前我们是去环京过年，今年头一回在静海过年。你也是第一次见咱们家全家过年吧？咱们年年过年都打牌的。梁老很和气吧？他们也喜欢打牌的。你也别紧张，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说，他们不会和小辈计较的。”钟元秀呵呵了声，懒得理这直男，一家子午后就开始摆牌桌。老太太平时午睡的也不睡了，老先生平时要看新闻的也不看了，全凑着一家子打牌，何则自家这傻憨憨还以为是梁老牌瘾上了吗？宣晓东推着盛无余走到后院，盛无余指挥着他上楼进了自己房间：“我其实不太来这边住，
不过我们家里人这边都有留房间，二哥二嫂常住。我过来开公司以后，偶尔来看看他们，住一住。宣晓东进去看了下，看房间里很干净，同样装着不少方便他行动的辅助设备和护理床。房间里放着一些书，应该是盛无鱼常看的，其他就很简单。他低头下来替盛无鱼捏了捏腿，上床给你开一下按摩器。盛无鱼笑道：可以。宣晓东伸手抱着他上了床，将按摩仪器帮他套好，开了按摩器。盛无鱼放松了身体，才一会儿就睡着了。宣晓东看他眼睛下微微的阴影，知道他昨晚肯定也没睡着，轻轻走过去把窗帘拉上，把门合上，自己走了出来，看了下方向，走去了厨房。虽说是客人，但在厨房里忙着的都是程无鱼的大嫂二嫂。他又是个勤快人，到底是不能安心受用别人的辛苦的。厨房在1楼的一侧，非常宽大。宣晓东走进去的时候，听到几个声音在七嘴八舌的商量，这鱼是油热下锅还是冷油下锅？我觉得是热锅冷油吧，好像都这么说。